对了，我和你说一声，我要分家，把你的老娘分给你大嫂，以后我不准你再帮他们，更不准养他们，把他们从这个家给我赶出去。你说啥？你要分家，还要把娘分给大嫂，并且还把他们赶出去？你这说的是人话？啥？二丫，这都啥时候了？太阳都晒屁股蛋子了，你三婶她为啥不来干活啊？婶子还能为啥啊？怕累呗，人家可是知青，娇贵着呢，和咱庄稼人咋一样啊？二丫说话阴阳怪气的，站在二丫身后的大丫听到她这样说，忍不住拉了拉袖子，小声说道：“三婶是病了。”可她声音太小了，除了二丫之外，没有人听到。川子，你这媳妇可要好好管管啊！是知青咋了？以前是知青，现在可是你媳妇，孩子都有了，咋还能这样子懒？平时上工干的活都没旁人多，这下直接不来了。咱村里哪家媳妇像她这个样子？你强子兄弟的媳妇人也是知青，可你看人家现在干活那是一把好手，要是不说，谁能看出来是城里来的娇小姐？只有你家那个也不是婶子，我说话难听，她都嫁给你2、3年了，可这做派还一副城里人做派，你说哪有这样子的？就我说，你就是太惯她，太把她当回事了。川子，你曹婶子说的没错，这媳妇可千万不能惯了。你看这大白天，谁家媳妇敢不来上工，躺在家里睡大觉的？你就是对她太好了，哪有你这样疼媳妇的？王秀娥的丈夫王大山忍不住说道：“这媳妇不听话就该打，越打越听话，敢不来上工，打一顿就好了，让她后面不敢再犯懒。”众人七嘴八舌的，徐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心里止不住的高兴，心里盼着三叔最好回家揍那个女人一顿。大丫听着大伙这样说的三婶，他再也忍不住了，两只手紧紧地团成了拳头，脸色憋得通红，鼓足勇气冲这些人大声喊道：“不是的，三婶是病了。”说完，他没敢看这些人，转身就跑了。刚刚那一嗓子，仿佛用掉了他浑身的勇气。原来是病了啊！这丫头平时看着不言不语的，说话像蚊子似的，怎么突然嗓门这么大，吓死个人！二丫从后面追了上来，瞪了一眼大丫，警告道：“徐招娣，你以后不准再听那个女人说话。可是她是咱三婶，我们是一家人。谁和她是一家人？她姓姜，我们姓徐。当初要不是她勾引三叔，三叔能娶她，她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哼！”二丫撇了撇嘴，语气里满是对这个三婶的不屑。三婶不是狐狸精，你给我等着，等咱妈回来，我要告诉咱妈，你胳膊肘子往外拐。回到徐家后，三婶，你咋样啊？姜苗听到有动静，睁开了眼睛，想欠起身子坐起来，可浑身饿得软绵绵的，手连抬起来不费劲。大丫看着面前瘦得仿佛一把麻杆似的小姑娘，脱口而出叫出了大丫，嘴唇干得已经起皮，像是沙漠渴了很久的人。三婶，你还头痛不？来，先喝点水。大丫脸上满是担忧，心里想到：今天早上就应该去叫人来，当时三婶头痛的厉害，以为睡一觉就行了，就像我上次发烧也是盖上被子蒙头睡了一觉就好了，可明显三婶这病和她之前的病不一样。姜苗水喝得很急，水流进嗓子，嗓子火辣辣的疼，他越喝越急，3、4口就把一搪瓷缸的水给喝完了。喝完水的姜苗稍微精神了些，丫，再去给我倒一杯。行，婶，你等着。等大丫出了房间，姜苗的目光这才收回来。原来自己是穿越了，穿进一本名叫《欺凌逆袭女主》的年代文中，原女主也叫姜苗，她丈夫徐川是个老好人，为了资助别人母女，不顾原女主死活，给别人母女俩送粮送钱，而原女主因为意外车祸死亡得到的赔偿金，却被丈夫徐川资助人家上大学。水来了。门外传来大丫的声音，姜苗连忙回过神来，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穿到哪个时间点上了，只要一回想，头就刺痛的不行。丫，过来。这个大丫是徐家唯一一个对原主真心好的人。婶，你还头痛不？要不要我给你揉揉？没事，婶头不痛了。姜苗连着喝了4杯水才缓过来，嗓子眼的可意终于止住了，可此时肚子却咕咕的叫了起来。姜苗饿了，婶，要不我去隔壁王婶家给你借一块饼子吧，我就说是我饿了，到时候奶奶回来知道了，骂我几句也就没事了，反正我都习惯了。姜苗看着大丫清澈真诚的眼神，心里不由得一软，这个快瘦成人干的小姑娘眼睛是如此的干净。丫儿，你去把那个抽屉打开，里面有一包鸡蛋糕，你拿出来。大丫打开了姜苗指的柜子，顿时扑鼻而来一股香喷喷的鸡蛋糕味，大丫忍不住咽了下口水，她把它拿了出来，浓郁香甜的鸡蛋糕味顿时弥漫在了整个屋子里。大丫见他妈给弟弟狗蛋买过，但他妈说弟弟小，所以鸡蛋糕要让给弟弟吃，姐姐要懂事，等下次再分给他吃。三婶，这鸡蛋糕我妈也买过，那次一共买了5块鸡蛋糕，狗蛋3块，二丫2块。狗蛋和二丫都吃过，只有我没吃过，不知道鸡蛋糕是什么味。不过二丫说鸡蛋糕很香很甜很软，像天上的云一样软，好吃极了。他不知道好吃极了
到底是好吃到哪一种地步？难道比过年吃的白面馍馍蘸肉汤还好吃吗？他一直在等他妈说的下次，可下次他妈买了，对他又说下次。燕儿，你不吃，婶儿会生气，赶快拿着吃，吃完婶还有事求你啊，这算是婶儿在贿赂你。婶儿，你有啥事让我做？我不吃你的鸡蛋糕，也帮你做。江苗见大丫一直低着头，也不抬头，懂事的让人心疼。他欠起身子，把小姑娘拉到身边来，让她在床沿。江苗见面前的小姑娘低着头，仿佛她手里递过去的是毒药，她像是没有看到小姑娘羞红的脸似的。燕儿，你不吃，婶儿会生气，赶快拿着吃，吃完婶还有事求你啊，这算是婶儿在贿赂你。婶儿，你有啥事让我做，你就说，我不吃你的鸡蛋糕，也帮你做。那不行，帮婶做事就必须要吃婶的东西，你要不吃，婶就不求你办事了，是不是？燕儿嫌弃婶的鸡蛋糕不好吃？没有，大丫不嫌弃。俩人把一包鸡蛋糕倒得干干净净的，刚好二丫回来，二丫一踏进院子就闻到一股鸡蛋糕味。好啊，我要告诉奶奶和三叔，你们背着我们偷吃鸡蛋糕。大丫吓得立马站了起来，她下意识的想把三婶撇出去。不是，鸡蛋糕都是我吃的，三婶没有吃。不知道为啥，她就是不想让奶奶和三叔责怪三婶。燕儿，坐下，你怕啥？鸡蛋糕是我买的，我想吃就吃，我想让谁吃就让谁吃，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吃，你想告诉谁就告诉谁，现在马上从我屋子里滚出去。二丫愣了一瞬，还以为是自己耳朵坏掉了，这个女人竟然让她滚。这是我三叔的屋子，是我家，要滚也是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三叔说了，我还是个小孩子，你这个狐狸精应该多多包容我们这些小孩子。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找三叔告状，让三叔管教你这个狐狸精，居然还想让我滚，看来是最近三叔对你太好了，把你的脾气又养回来了。江苗没有说话，抄起手边的搪瓷缸朝二丫砸去。二丫捂着额头，不敢置信地看着江苗。你竟然敢打我，我要去告诉我三叔，让我三叔打死你这个该死的狐狸精。去吧，我等着。你给我等着，我让我三叔回来收拾你。二丫也就是徐盼娣说完这句话，捂着额头就跑了。婶儿，咋办啊？三叔回来肯定会怪你的。没事，别怕。燕儿，这是我结婚第几年啊？婶儿，这是你结婚第3年啊。结婚第3年，那现在就是1972年，原主是1970年结的婚，也就是说原文被丈夫资助的女孩父亲已经去世了，原主的老好人丈夫说不定已经开始帮助那对母女俩了，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趁着这段时间把身体养好，原主吃不饱，每天又要干这么多活，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就在江苗想事的时候，在地里上工的徐川拿着锄头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哭哭啼啼告状的二丫。徐川来到跟前，觉得今天他看他的眼神有点陌生，像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感觉。你不在地里上工，回来干啥？徐川被这样质问，突然不知道说啥了，他挠了挠头，好半天才冒出来一句：听大丫说你病了。对，我是病了，我是活生生被累病的。你这不是挺好的，也不像有病的样子。不像有病的样子，非要我病得吐几口血，才能像你口中的有病。徐川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他，就好像一朵无害的花，突然变成了扎人的仙人掌。我不是这个意思。大丫告诉你我病了，为啥现在才回来？难道说你压根不是因为我病了才回来，而是因为你的好侄女向你告我的状，你才火急火燎的回来给她撑腰？我不是，我是在路上耽搁了，刚好二丫去找我，我俩是在路上碰到了。碰到了，真巧啊！你这个好侄女对我这个三婶没大没小，张口闭口狐狸精，你说吧，怎么办吧？江苗一点都不相信徐川说的屁话，世上哪有这妖巧的事？一副冷眼看徐川准备怎么办的样子。你这个不要脸的狐，我说你2句咋了？我以前也是这样说，你不听着挺好的，为啥今天就听不得了？徐川，听到没？这就是你的好侄女。我以前不爆发，你们真的以为我这个人没脾气？你们难道不知道，一个人憋得久了，忍得久了，迟早有一天会爆发的。他还只是个小孩子，大哥又不在了，你是他三婶，是他长辈，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还有，听说你上午拿搪瓷缸砸他了，你是长辈，咋能这样做呀？你多大，他多大呀？他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这个做三婶的为啥不能包容他？我大哥就留下这3个孩子，你这样对他，等大嫂回来，我咋向他交代啊？徐川在路上早就憋了这一肚子话，他知道二丫平时说话没大没小，嘴巴有点刻薄，有点不饶人，可他没有坏心眼呢。再说了，大哥不在了，他这个三叔就是他们的爹。说得好。江苗忍不住笑了，他一脸笑意的冲二丫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二丫看了一眼三叔，反正三叔在这里，他就不相信这个女人敢动他。二丫一脸得意的走到了江苗跟前，还没站稳呢，江苗一巴掌就甩了过去。啊，我的脸！三叔，你看到没？你这狐狸精他又打我，他当着你的面就敢打我，好疼！三叔，你还管不完了？快帮我打他，打他！你咋又打他？按理说，徐川是应该生气甚至发火的，可他面对现在性情大变、陌生的他，尤其是对方看他的那种眼神，让他整个人不知所措。因为刚刚你提醒了我，我是他三婶，我是他长辈，长辈教训小辈，那不是理所当然吗？他一个没有爸的人，没有教养，不知
知道如何尊重人。我这个当长辈的，自然要教教他如何尊重人，如何做一个人。他爸泉下有知，肯定也会感谢我的。他还小，不懂事啊，你说说他就行了，咋能对他动手，还下这么重的手？说，要是管用，为啥他活这么大了，还现在这么一个德行？江苗看了一眼眼神怨毒瞪他的二丫脸上的巴掌印后，愉悦的笑了。你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好叔叔，啥都依着他们，纵容他们。看他现在成了什么鬼样子，一脸尖酸刻薄样，到底像这个家的谁啊？总不能是像我这个外人吧？你不管，我要是再不管，他成什么样了？一个小姑娘，你看他看我的那种眼神，像是要吃了我似的，好恶毒啊！这就是你的好侄女，告诉你，我打他是为他好，下次要是还对我没大没小，我这个长辈会依旧好好教育他的。你好好歇歇吧，我看你病的实在是糊涂了。徐川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现在这个样子的他，压根就不像以前那样听他的话。二丫，你以后少惹他，他毕竟是你三婶，是你长辈。三叔，你咋不帮我了？你咋开始向着他了？好了，今天看在你生病的份上，我就不计较这件事了，以后还是对二丫像以前一样就好。像是没有看到二丫满脸对他的谴责，他逃命似的快步走出了屋子。你对我三叔灌啥迷魂汤了？想知道吗？过来，我告诉你。谁怕了？上次是我没注意，才让你得逞了。二丫不服气，他才不会承认，一靠近他，他心里就发怵呢。不怕就好，打你是为你好，谁让我是你的三婶啊？希望你能懂得我对你的良苦用心。按理说，你应该心怀感激，我这可全是为了你好啊！你打我，还让我感激你？嘿，你当我傻啊？谁让你为我好？我才不要你为我好！可三婶就想对你好，只想对你好。你给我等着，等我奶和我妈回来了，要你好。下午4、5点的时候，大嫂张素芬带着儿子狗蛋从娘家走亲戚回来了。妈，你终于回来了。二丫，你这咋了？张素芬瞅见闺女额头上肿了一块不说，左脸蛋子上还印着一个鲜红的巴掌印。妈，我受大委屈了。二丫，别哭，快告诉妈，你这是咋了？妈，那个狐狸精他打我。啥？你说啥？他打你？张素芬有点不敢置信，因为那个女人自从嫁过来，性子就软得很，就二丫有点看不惯她，因为她那知青做派，别说二丫，就连她也看不惯。你看，这都是他打的。你三叔呢？你三叔知道那个女人打你不？三叔，他被那个狐狸精不知道灌啥迷魂汤，现在向着他。妈，三叔他不疼我了。在二丫心里，三叔就像是他爸一样，他现在忽然有一种三叔被人夺走的感觉。啥？你意思你三叔没有打他？不应该呀，平时三叔是最疼你的。三叔不仅没有打他，连骂他也没有。三叔还让我以后少惹他。走，跟我回家，和我说说他为啥打你。张素芬现在心情复杂极了，她昨天回娘家了，就1晚的时间，为啥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一个是软性子，任人拿捏，受了委屈只敢偷偷哭的人，现在竟然敢打人了。二丫他妈，你走亲戚回来了呀？江桂枝打着招呼，目光忽然落在了二丫红肿的脸上。哟，我的天老爷呀，这二丫的脸啥咋了？咋瞅着像是被人打的呀？二奶，是那个女人打的我。你这丫头咋能这样说？那是你三婶，别整天那个女人的。二婶，你也知道这丫头她爸走得早，给我批下这几个孩子，我一个人养这3孩子，没把她教好，也没教会她看人脸色。川子媳妇可能今天心情不好，这个死丫头还偏偏往上凑，她就拿搪瓷缸打了这个死丫头一下，后面又给了她1巴掌，也是怪我平常太忙，没时间管这丫头。你说是川子媳妇打的二丫？平常瞧的她是一个腼腆软和的人，说话都轻声细气的，不像是那种会打人的人啊。二奶，真的是他打的我，你们都被他骗了，他以前那样都是装的。说啥呢？你三婶她肯定不是故意打你的，你个没爸的死丫头，人家打你几下咋了？你又不是城里来的娇小姐，打不得骂不得。张素芬这番话表面上是为江苗开脱，为江苗好，自己的闺女被打是活该，可仔细想想又像是在含沙射影。二婶，我们先回家了。江桂枝看着张素芬一边骂着自己闺女不懂事，一边回家去了，她有点糊涂了。难道川子媳妇那个文静的女知青真的动手打了二丫？回到家的二丫把上午的事全部都说给了张素芬，还有大丫吃里扒外，胳膊肘子往外拐，背着他们偷吃鸡蛋糕的事。狗蛋听到鸡蛋糕3个字，眼睛顿时亮了。妈，我想吃鸡蛋糕，吃鸡蛋糕。张素芬被儿子狗蛋馋得不行，她正准备哄儿子说下次再给他买，忽然就看见大丫这个死丫头正站着门口。大丫，你过来。大丫看着他妈总拉着脸子看他，他就知道二丫肯定向他妈告他的状了，他吓得忍不住往后退。妈，你回来了。张素芬就看不惯他这副小家子气的做派，说道：听说今个你三婶打你妹妹的时候，你也在场。面对张素芬的质问，大丫只能点了点头。还亏你是个姐姐呢，你妹妹被人欺负，你就在一边眼睁睁的看着，也不说护着你妹妹，你还有一点当姐姐的样子吗？大丫沉默着不说话，她越不说话，张素芬就越生气。你是哑巴吗？为啥不说话？还有，听二丫说，
今个你三婶给你吃鸡蛋糕了，她给你你就吃，你咋就这么馋？你就不能有点骨气？真是给我丢人现眼！几块鸡蛋糕就把你哄得找不到北了，忘了谁才是你的亲妹妹？眼皮子咋就这么浅？咋就这么馋？我是缺你吃还是缺你喝了？为了几块鸡蛋糕就巴巴的讨好人，你是狗吗？大丫依旧不说话，可眼泪啪啪的打在他的手上、地上。你还有脸哭？我平时是咋教你？即使饿死也不能说自己饿，没想到你竟然巴巴的去吃人家的鸡蛋糕。是三婶给我的，我没朝她要。给你也不能吃，你就说你自己吃过了，不想吃。如果她非要给你，你就把鸡蛋糕带回来给你弟弟妹妹吃。你要记住，你是当姐姐的，有点啥好吃的，第一时间不能老想着自己，而是应该想着弟弟妹妹，这才是个好姐姐。张素芬说着说着，眼圈红了。你们死鬼爸走得早，我一个女人家含辛茹苦的拉扯你们仨，我容易吗？还要看人的脸色，平时有点啥好吃的都舍不得吃，都留给你们。可你们呢，真是的一点都不懂事。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早知道我也和你们死鬼爸一起走了得了。妈，我知道了，你别哭，以后再有啥好吃的，我都留给弟弟妹妹吃。这才是妈的好闺女，这才是一个好姐姐。去打2筐猪草回来喂猪，你妹妹今天被打了，让她好好歇歇，打快点，否则你奶回来又该说了。婶儿，起来吃饭了。是呀啊，这么快就晚上了吗？婶儿，快起来吃饭，起得晚了就没饭吃了。江苗中午吃了鸡蛋糕，下午又睡了一觉，身子至少有力气下床了。双儿他妈，你醒了？听说你病了，好点没？双儿他妈，这是在叫谁？江苗的脑子忽然卡机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好像他还有一个便宜儿子，就叫什么小川的。大嫂，没有好，我病得太严重了。江苗按原主以前的称呼叫了人。那就好好休息休息，等改天让川子带你去诊所看看。行，这个家还是大嫂你关心我。江苗脸上的感动让张素芬忍不住嘴角抽搐，不知道为啥有什么地方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说不上来。到了吃饭的时候，江苗打量着桌上的菜，一碟葱花炒鸡蛋，一盘凉拌野菜，一盘咸菜疙瘩。这时江苗突然一动，屁股下面的凳子就晃个不停。这是一个瘸腿凳子，这是刚结婚的时候徐家给原主的一个下马威。城里来的知青就是娇贵，坐不惯咱乡下的凳子。人家是城里的娇小姐，这是嫌弃咱徐家的凳子，配不上人家呢。城里来的就是事多，有本事别嫁给咱川子啊！这哪是嫌弃凳子啊，明明是嫌弃徐家，嫌弃川子啊！就当原主求救似的看向徐川，不料徐川却说：“咱家的凳子都是这样，您知青是下乡改造的，不是来享福的，你克服一下。”从那以后，原主就一直坐着这个瘸腿。江苗看到瘸腿的板凳，心里来了主意，他直接把屁股下瘸腿的凳子和左边腿脚齐全的凳子换了换。原主左边坐的是许川。快坐好，吃饭了。来，栓娃到奶奶这，奶奶抱着吃饭。自从原主生下孩子后，孩子就被徐老太抱走，不让原主亲近。这孩子也和原主不怎么亲近，只有朝女主要东西的时候，才肯来找原主这个妈。老三媳妇，听说你今个没上工，在家躺了一天，二丫去叫你，你还动手打她。我今天没有上工，是因为我病了。我打二丫，是因为她不尊重我这个三婶，满嘴骂我狐狸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大嫂教的呢。张素芬顿时坐不住了，急忙解释：“双儿他妈，我可从来没有教过二丫这样叫你，这也不知道二丫这个死丫头是从哪学的混账话。你放心，等吃完饭，我一定好好收拾她，不让她以后再这样对你没大没小。不是大嫂教的就好，我还以为是大嫂教的啊。今天我替大嫂教育二丫，大嫂不会怪我吧？天地良心，我打她可全是为了她好啊。”二丫听到这话，气得要跳起来。张素芬瞪了二丫一眼，笑着对江苗说：“怎么会呢？双儿他妈，你是她三婶，教育她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咋会怪你呢？你能帮我管管这个死丫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妈，你都听到了吧？我这不是打二丫，而是帮大嫂教育二丫啊！你看大嫂多高兴。老三媳妇，你教育归教育，咋能上手啊？还打得那么重。妈，你大字不识一个，没有上过学不知道，人家书上都说棍子下面出孝子，我这是巴掌下面出乖女，我这可是为她好。徐老太这辈子最讨厌旁人说她大字不识一个，没有上过学。江苗像是没有看到徐老太脸色有点难看，这是说啥？没大没小的。徐川见他老娘脸色有点不好看，便看向江苗：“你来了，快坐下。”江苗拍了拍左边的凳子，示意让徐川赶快坐下。徐川看愣了一下，然后没有想那么多，直接坐下。川子呀，这咋摔倒了？你咋这么不小心啊？川子，你没事吧？徐川疼的眉头皱在了一起，他右手捂着屁股，看向倒在地上的凳子。这凳子今天是咋回事？就是啊，
咋好好的就给摔了？这时，徐川把凳子从地上扶起，凳子摇摇晃晃的，只见其中一个腿明显短了一截。这凳子不是。张素芬话说到一半，看向了江苗，快坐下，这次要小心点，别再摔着了。这么大个人了，坐个凳子都能摔着，真是的。话里话外掩饰不住的嫌弃。老三媳妇，你没看见这个凳子瘸了腿吗？咋能坐？原来瘸了腿的凳子是不能坐的呀，可我都已经坐了3年了。徐老太包括徐川这才反应过来，想起当初瘸腿凳子这茬事，尤其是徐老太脸色糊的一变。老三媳妇，这个凳子我坐，来，川子，你坐娘这个。徐老太说着就要弯腰拿瘸腿凳子，不过被江苗打断说道：妈，这凳子我可以坐的，你儿子徐川坐不得。怎么，你儿子很金贵吗？我就不值钱啊。江苗说着看向了徐川，徐川的脸子忽然变得涨红了起来。娘，你坐你自己的凳子，这个凳子我能坐。这凳子你坐不习惯，娘坐娘来坐。哟，坐不习惯，克服一下不就好了？我当初也是这么来的，还记得当初你们对我怎么说的吗？说城里来的娇小姐坐不惯乡下的凳子，可现在我这个娇小姐倒是坐惯了。怎么，现在轮到你们土生土长的乡下人坐不惯了？徐川没有说话，直接把那个瘸腿凳子塞在了屁股下面，然后看向江苗。这下你满意了吗？满意，当然满意。徐老太深深地看了一眼江苗，然后才对大伙说：吃饭吧，赶紧吃饭。说着，江苗直接上手从筐里拿了一块玉米饼子。坐在对方的张素芬忍不住提醒道：生儿他妈，你忘了家里的玉米饼子是给男的吃的，来，咱吃窝窝头，窝窝头也好吃得紧，一样能填肚子。大嫂，那窝窝头还是留着你吃吧，我今天就要吃这玉米饼子，我又不是没有上公证公分。江苗咬了一口手里的玉米饼子，在众人的注视下站起来，弯着腰，筷子越过那碗黑乎乎的咸菜，直接落在那盘金灿灿的葱花炒鸡蛋上面，一筷子夹走了一半的鸡蛋。大家吃啊，都愣着干啥？妈，我给这个家当牛做马了这几年，现如今累得都病倒，不会还不能吃一个玉米饼子和一筷子鸡蛋吧？咋会呢？能吃能吃，只不过家里向来有啥好的，都是紧着男人吃，咱们女的随便吃点啥填填肚子就行了。不过你这不是病了吗？偶尔吃一次也没啥。那就行，我还以为我给这个家当牛做马3年，连块玉米饼子都不能吃啊。江苗说着，把鸡蛋塞进嘴里，一边吃还一边嫌弃道：妈，你下次炒鸡蛋多放点油，今天这炒鸡蛋吃着不咋香。徐老太看老三媳妇2筷子吃掉了这盘鸡蛋的2/3，像是个土匪似的。来，老三媳妇多吃点咸菜，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吃这咸菜的吗？妈，就因为我以前咸菜吃的太多了，所以现在我看到这咸菜就想吐，不像妈你吃了一辈子咸菜还吃不够，你多吃点才是啊。江苗真佩服这徐老太能说出原主最喜欢吃咸菜这句话，真是一点脸都不要。这老三媳妇是听不懂人话还是咋的？她让她吃咸菜是为了提醒她少加点菜，就这2盘菜，她一筷子下去，别人还吃不吃了？以前这老三媳妇乖觉得很，桌子上的好菜基本上一筷子都不动，知道把好菜让给家里的孩子和川子吃。奶，我也要吃鸡蛋。要知道这鸡蛋她哪一个星期才炒一盘，每次她都能夹一小筷子，就像大鸭她都没这个待遇。今个炒鸡蛋被人吃光了，等改天奶再给你们炒。饭后，徐老太和儿子在屋里说话。你媳妇今天到底是咋回事？咋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在饭桌上也不顾分寸了？娘，她今天是病了。病了？我看她好得很，一点都不像生病的样子。她以前也没装过病啊，有的时候甚至带病去上工。娘，她这次可能是真的不舒服。我听大丫说她头疼，她要不是疼到一定程度，肯定不会在家躺着不上工的，就让她在家休息2天吧，说不定病好了，人也就恢复以前的样子了。能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徐川也不敢打包票。他现在有点怀念以前的他，以前的他在饭桌上从来不会和孩子争。接上集，一夜无事。第2天早晨天刚亮，就听到二丫那嚣张跋扈的声音：哎，你把这堆衣服赶快洗了，昨天就没洗，害得我今天都没衣裳穿。还有，晌午饭不要忘记做。江苗看向盆里堆放的高高的衣服，已经把盆子都给淹了。江苗笑眯眯的都没起身，就用脚猛地一踢。你疯了？你这是干啥？你给我顺手洗一下能咋了？这么大一个人的，是没长手，连裤衩这种东西都让我这个三婶给你洗，你的脸咋这么大啊？要不是这2天我妈总是忘记洗，才不会让你这个狐狸精给我洗呢。你以前不是也经常给我洗吗？怎么了？今天是吃错药了吗？洗个衣服都这么多事。喂，我要吃鸡蛋糕。在外面玩疯的狗蛋看到了小牛在吃鸡蛋糕，忽然想起了昨天那个女人都给大丫那个死丫头吃鸡蛋糕了，那她肯定还有鸡蛋糕。喂，你听到没？我也要吃鸡蛋糕。昨天你都给大家吃了，我也要吃。鸡蛋糕没了，我即使有，凭啥给你吃？
你是我三叔媳妇，有好吃的就该给我吃，我可是家里的男娃，你下次不准再给大丫那个死丫头，她是赔钱货，听到没？以前老徐家有啥好吃的，都先紧着狗蛋吃，狗蛋都习以为常了。慢慢的，他就认为家里只要有好吃的，就应该紧着他吃，这是理所当然的。没了，想吃找你妈要。狗蛋，他骗你哪？他肯定还有鸡蛋糕，藏起来故意不让你吃。二丫在一旁煽风点火，其实不止狗蛋想吃，他也想吃。你这个坏女人，敢把鸡蛋糕藏起来不让我吃，我要告诉三叔，让三叔打你。狗蛋说完，举起手指，中间急忙往旁边躲了过去。让你这个坏女人不给我吃鸡蛋糕。正巧此时，张素芬见二丫一直没有去地里给她送绳子，她就回来看看。没想到一回来，院子里的气氛就有点不对劲。这是咋了？他三婶。张素芬见自己的儿子瞪着老三媳妇，老三媳妇脸色有点冷。妈，他把鸡蛋糕藏起来不给狗蛋吃。嫂子，你说咋办吧？刚刚你儿子拿石头砸我，要是我躲得再晚一点，现在脑门就被你儿子砸出来一个血窟窿了。张素芬看到了江苗指的石头以及门上的坑，她知道对方说的肯定都是真的。她抓住门口扫地的扫把，按住狗蛋，就开始朝他屁股蛋子上。谁让你打你三婶的？还不快向你三婶认错！谁让他不给我吃鸡蛋糕，我就打他，打他这个坏女人！狗蛋犟的不行，一点都不认错，反正他妈打的也不疼。嫂子，他三婶，你这次千万不要再拦着我，我这次非要打死这个没轻没重的小兔崽子！不是，我是让你用这个打。张素芬猛地一滞，眼睛望去，只见老三媳妇递过来一根细长的竹竿。嫂子，你用这个打，让他好好长长记性，否则下次还犯。行，嫂子，听你的。还记得以前狗蛋剪坏老三媳妇的衣裳，撕了老三媳妇的书，他一打狗，老三媳妇就会拦着他，他也会顺水的。毕竟儿子是他的心头肉，他哪里？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嫂子，打，使劲打，不打他下次还犯。日子，他打的是我，下次他把人家娃脑袋打了一个窟窿，人家还不拿着刀上门来拼命。妈，你别打狗蛋了，别打狗蛋了！妈，别打了，狗蛋疼。知道错了吗？还不快向你三婶认错，赔不是？我没错，那个坏女人不配做我三婶。狗蛋的嘴硬的不行，张素芬又心疼又气。张素芬喘着气，拿竹竿的手都是发颤的。他三婶，你看这孩子嘴硬的很，我这也打得累的不行了，要不咱晚上再接着打？累了，没事，我替大嫂你打。江苗一把从他手里把竹竿夺过，但是狗蛋就啪啪啪的打了起来，他的力气可没收着，狗蛋被打得惨叫连连。知道错了没？我错了，别打了，下次还敢用石头打人不？不敢了。嫂子，你不会挂我吧？我这可都是为了狗蛋好啊。江苗的茶言茶语让张素芬一口老血堵在嗓子眼，出不去下不来，难受的不行。哪能啊，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狗蛋好。狗蛋还不赶快谢谢婶子我打你，我这可都是为你好。狗蛋怕眼前这个女人再打他，他立马就怂了。谢，谢谢谁？谢谢婶子。江苗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这才是婶子的好狗蛋。”等徐川上工回来，就见一院子的衣服在地上，洗衣盆倒扣在地面上，而灶房没有一点烟火气，不像是做饭的样子。随后徐川推开了的屋的门，只见都这个点了，他竟然还躺在床上睡大觉。这都几点了，为啥衣裳不洗，饭也不做？看着一脸质问他的徐川，他心里疼的升起一股火气。你是没长手吗？自己不会做？我去上工干活去了，我干了一上午，你在家闲着，不能把饭做了吗？不能，当然不能，我身体都累病了，不能干活。累病了？我看你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还有，洗衣做饭那是活吗？那算得上干活吗？徐川声音有些大，说了这句后，见他没反应，又压下火气，带着好酒低声劝说：“这都1、2天了，二丫你也打了，也教育了，心里即使再大的气，也该消得差不多了吧？这2天你人就像是个刺猬似的，到处扎人。还有昨晚上，你看你是啥样子吗？明知道那盘鸡蛋是娘给狗蛋他们炒来补身体的，你倒好，一个大人当人长辈的，差点把那盘鸡蛋吃光，和娃抢吃的，你这三婶是咋当的吗？昨晚娘还问你来着，我说你是病了，这才替你苗补过去。我知道你前段时间不停歇的上工，一直干累着了，你在家歇2天也行，可家里洗衣做饭总要做吧？你看看咱村子里谁家的媳妇像你这样在家睡大觉啥也不干的？人家强子的媳妇王凤和你一样是知青，可人家家里家外那都是一把好手，你咋不向人家学学？还有你这心胸能不能大点？别总和二丫他们计较。不好意思，我心胸就这么小，大不了我今个还就告诉你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去上工了，家里的活老娘我也不干。你不去上工，咱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娘年纪大了，嫂子又经常身体不好，咱吃啥？狗蛋拴娃他们吃啥？娃咋有钱上学？徐川缺了我，你们徐家就吃不上饭了，上不起学了。对了，那是你娘、你嫂子、你的侄子侄女，不是我的。我没和你结婚之前，一个人挣的工分也够自己吃，怎么和你结婚后，我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了？你咋能这样说？咱俩结婚了，那我娘就是你娘，我嫂子就是你嫂子，我侄女侄子就是你侄子侄女，咱俩努力上工挣工分，争取让娘和大嫂都歇歇，享几天福。咱俩年轻，好好干，争取过2年在村里起一座新房子。对了，咱还有拴娃，咱把拴娃、狗蛋、二丫他们抚养长大，让他们都成了家。到时候
咱俩就能享福了，咱也能对得起大哥了。凭啥呀？啥凭啥？这不都是咱应该做的吗？这是咱的责任和义务。我不愿意。对了，我和你说一声，我要分家，把你的老娘分给你大嫂。以后我不准你再帮他们，更不准养他们，把他们从这个家给我赶出去。你说啥？你要分家，还要把娘分给大嫂，并且还把他们赶出去？你这说的是人话吗？怎么不是人话？我给你说，要是不分家，我就和你离婚，嫁给你这么一个没有本事，连让媳妇都吃不饱的人。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既然养不活媳妇，当初为啥要结婚？现在的江苗在徐川眼里，就仿佛和村子里的那些泼妇没啥两样。你威胁我？对，我就是威胁你，这日子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拉倒。原主以前就是性子太好了，如果原主是个搅家精，恐怕也不会落到书中那样的结局了。江苗不怕徐川和他离婚，如果离婚了，那正好他就能脱身了。他最怕的是徐川不肯轻易和他离婚，不过没关系，他会做到徐川主动想和他离婚那天，他不好过，大家伙都别想好过。他要把这个家搅得不得安宁。分家是不可能的，我娘现在就我这一个儿子，我求求你，你能不能不要闹了，咱好好过日子不成吗？现在不想好好过日子的是你，你如果想和我好好过日子，就把老娘还有你大嫂他们全部给我赶出去，做不到，哼！你这明明是在难为我。徐川第一次见他是如此的刻薄不饶人，以前的他从来不会为难他，那个时候的他是多么贤惠，多么心软，多么心好，多么懂事的一个人，对他娘和大嫂很尊敬，压根就不会说这样刻。江苗为了和徐川离婚，无理取闹之后，徐川居然开始服软。就在徐川无可奈何之时，二丫探头探脑的走了进来。三叔，你回来了。二丫感觉屋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劲。梅子，你过来干啥？这个女人，她把狗蛋给打了。你婶子为啥打狗蛋？狗蛋咋了她了？徐川知道，如果不是狗蛋主动招他，他是不可能打他的。狗蛋拿石头砸他了，可那是因为他不给狗蛋鸡蛋糕。我知道了，你去把院子里的衣裳捡起来洗洗。啥？让我洗？以前不都是他洗吗？现在凭啥让我洗？我还要写作业呢。现在你三婶她身体不舒服，作业啥时候写都行，先把院子里的衣裳洗了。徐川说完，又瞅了一眼江苗。还有以后别这个女人那个女人的，这是你三婶，以后叫三婶。二丫听他三叔这样说，气得他瞪了一眼江苗，然后转身走了。晌午饭我做，衣裳刚刚也让二丫洗了，你想躺就躺着吧，分家那事以后不准再提了。徐川说完这话，不等江苗回应，就大步逃出了屋子。刚刚听到二丫给他三叔告状，竟然也没生气，按照往常不应该要为狗蛋出头撑腰吗？对了，还让二丫以后喊我三婶，从徐川的态度来看，这婚肯定难离啊。川子，咋是你做饭？你媳妇呢？在外面干活回来的徐老太看着川子在做饭，不禁的内心有点恼火。快出去，快出去！这灶房哪是你一个男的待的地方？家里是没娘们了吗？竟然让男人进灶房！徐老太把儿子赶出去，自己撸了撸袖子，蹲了下来，把火点着了。娘，他身子不舒坦，我做一次也没事。是病得爬不起来了吗？让自己的男人动手做饭，你长这么大，我都没舍得让你下过灶房。这世上就没有让爷们下灶房的道理，你就惯着他吧。看村子里哪个男的这样惯媳妇，你这样迟早非惯出问题来。不是出问题，是已经出问题了。现在人家闹着要分家啊！叫我说，你这个媳妇这2天可变懒了，身子不舒坦就不舒坦呗。可这爱着做饭啥事，咋就这么娇贵？儿子都生了，还当自己是刚下乡的女知青啊！徐老太把粗糙的红薯粉和她今天挖的野菜，又倒了点棒子面，搅成稀面糊的样子，倒进锅里用水煮。等煮开后，往里撒点盐就成了。然后拿出油瓶，油瓶里常年插着一根筷子。他提起筷子，往锅里滴上一滴油，然后把油筷子插进刚刚做的杂菜汤里涮了涮，带着汤水的筷子又被插回了油瓶里。仔细看的话，瓶子里的油不仅没少，反而还多了点。这是徐老太向来值得夸嘴的，他家一瓶油吃了1年，还能是满满当当的一瓶子。川子，你那个媳妇就是没有你大嫂会过日子。娘这样说，你还别不高兴。这城里的姑娘不见得比咱下面的好。咱就拿做饭来说，你大嫂做饭半瓶子油吃1年，能变成1瓶子油，比娘我还会过呢。你屋里的那个就不行了，1瓶子油，她不出几天就能全给你造了。你说这同样都是知青，为啥强子家的王凤就那么会过日子？这还是要看人。你说你当初咋就偏偏看上了他？屋里的江苗不知道徐老太正在灶房说他的不是。我想吃鸡蛋糕，我想吃鸡蛋糕。跟着徐老太出去了一上午的栓娃，此时正站在江苗床前，嘴里咬着鸡蛋糕，连个妈都不会喊。他见江苗不搭理他，就有点生气了。大坏蛋，狐狸精！江苗冷眼瞧着床前这个豆芽菜似的娃，也不打算纠正他的叫法。这是谁在背后教的？自然不用多说。对于这个便宜儿子，江苗那是一点好感都没有。还记得原书中，在恢复高考后，原主也动了考大学的念头，就白天上工干活，
晚上看书。高考过后一直没有通知书，原主还以为是自己没有考上，其实不是，而是被他儿子，也就是眼前这根豆芽菜偷着给烧了。原主因此错过了一次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而他的儿子也长大成人，在提起这件事，仍旧为当初自己聪明的做法而感到得意自豪。当初我幸好烧掉了我妈的录取通知书，否则我就是个没妈的人了。还是我奶说的对，我妈那种人就是个不安分的，明明已经都和我爸结婚了，竟然还想考大学，甩掉我爸和我，这太自私了，一点都不为我着想。她不是一个好母亲。我是坏蛋，行，我今天就告诉你什么是坏蛋。张苗一边恶狠狠一边用手去捏对方的脸颊。啊，好疼！栓娃哇的一声哭了，哭声正好惊动了买药回来的张素芬。呀，这是咋了？娘，坏蛋，他掐栓娃。按理说，栓娃是应该叫张素芬大娘的，可不知道是他人小还是旁人故意少教了一个字的，就导致了栓娃平时叫张素芬娘。我的栓娃呀，快叫大娘看看，他掐你哪了？他掐我脸了。栓娃小手指着自己被掐红的右脸，张素芬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只见栓娃的右脸上红了一大块。栓娃不疼啊，大娘给吹吹。老三媳妇，栓娃可是你亲儿子啊，你咋舍得下这么重的手掐他呀？大嫂，就因为他是我亲儿子，我这是在教育他，我这可是为他好。可他还这么小，你咋能这样啊？栓娃，你还疼不疼？娘。江苗冷眼瞧着面前这对母子情深的戏码，原文中原主对这个孩子那可谓是掏心掏肺，可他依旧不买原主的好，只有索取东西的时候才会来找原主。可他对张素芬这个大娘却好得很，平常在外面得了啥好吃的啥好料子都会第一时间送给张素芬。可最后呢，他被张素芬和徐老太惯成了一个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打架斗殴的二流。栓娃刚被江苗收拾完，婆婆徐老太闻讯而来。这是咋了？娘，你看老三媳妇把栓娃掐成了啥样子，栓娃还那么小，有啥地方得罪了她，她也不能这样对栓娃呀。哟，咋掐成这样？来，奶的宝贝孙子，奶抱抱，不疼哈。老三媳妇，你为啥要掐栓娃啊？难道他不是你亲生的啊？我掐他当然是为他好，毕竟我可是他亲妈。江苗说着就迅速跑到徐老太跟前，又掐了一把徐老太怀里已经停止哭泣的栓娃。栓娃这下又哇的哭了起来。这下左右脸对称了。你这是做啥？咋又掐他？我掐他是因为他不叫我妈，叫我坏蛋狐狸精，反而叫大嫂娘。妈，你给评评理，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这样教他？妈，这孩子一直都是你养大，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这坏蛋和狐狸精以及叫大嫂这个娘都是谁教他的？徐老太见老三媳妇这样质问的，她刚刚还高涨的气焰一下子仿佛那被人捅破的气球似的瘪了起来，她眼神闪烁了几下。老三媳妇，这可不是我教他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听来的。至于叫你嫂子娘，他人还小，说话还说不全乎呢，以后再教他就好了。你别心急，这孩子以后迟早会叫你娘的。是吗？我还以为是有人在背后故意这样教他呢。老三媳妇，你今个是咋了？咋和以前不一样？今个心眼咋这么多？嫂子，看你这话说的，我生的孩子都喊我大坏蛋狐狸精了，我难道还要像以前那样子不闻不问吗？好了，老三媳妇，饭做好了，你赶快收拾出来吃饭。徐老太忍不住打着圆场，然后抱着孩子出了屋子。老三媳妇，算嫂子，我刚刚说错话了，不该那样说，走，咱出去吃饭吧。张素芬说完话就出了屋，看那匆匆的背影像是落荒而逃似的。江苗慢悠悠的出了屋子，来到灶房，往锅里瞅了瞅，然后嫌弃的撇了撇嘴。喂，你妈做的饭我不想吃，你去给我下碗白面条，对了，再给我煎一个荷包蛋。啥？你居然想吃白面和鸡蛋？妈晌午做的饭也不差啊，要不你先将就着吃。再说了，家里的白面是留着给孩子改善生活的，还有那鸡蛋是留着换盐的。我不管这些，今天晌午我吃不到白面条和煎的荷包蛋，今天晚上你就带给我分家，把他们给我全赶出去。你小声点，别让娘和大嫂听到了，让我想想法子。你先回屋子里等着。你最好给我快点。江苗冷哼一声，转身回了屋子。徐川把碗放回灶房，在嫂子屋子里为难的走来走去，中间还不时的看了一眼徐老太，像是不知道咋张口似的。徐川舍不得让他娘和大嫂伤心，因为一旦江苗闹腾着要分家，他娘和他嫂子肯定心里不好受。娘，我想吃白面条和煎鸡蛋。啥？川子，你想吃白面条和煎鸡蛋？行，娘这就去给你做。娘，是煎鸡蛋的味。娘，肯定是我奶给我煎鸡蛋了，你快去拿给我吃。张素芬觉得有点他娘还不知道狗蛋被打的事呢，他还没有来得及和他说呢，难道是二丫和他说了，所以他才给狗蛋煎的鸡蛋。好，你躺着别动，妈这就去给你拿煎鸡蛋。娘，这煎鸡蛋给我就行。给你干啥？这是我给川子煎的鸡蛋。张素芬这才反应过来，脸上神色有点不自然。原来是给川子煎的呀，我以为是给狗蛋煎的呢。不过老三今个咋想起来要吃煎鸡蛋了？
往常家里有啥好的，不都是让给狗蛋他们吃吗？狗蛋昨个晚上不是刚吃过炒鸡蛋吗？他又不上工干活，不像他三叔一个人撑起咱这个家不容易，这身子不能亏了。在徐老太心里，孙子即使再金贵，也是比不上他亲生的儿子的。再说了，狗蛋还小，以后吃的时候还长着呢，不像他的老三，天天上公证公分，这都熬身子呢。娘说的对，我就是随口一说，咱这一大家子都指望着老三呢，还有狗蛋二丫，他们以后都指着他三叔呢。川子是要吃好点，这咋还有白面呢？我的川子就不能想吃点白面？瞧你这话说的，难道川子为这个家出力出汗的，还不能吃点白面了？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平时也不见老三吃白面。行了，赶快吃饭去吧。川子，等急了吧？来，快趁热吃吧。徐老太笑眯眯地端着满满一大瓷碗面条，上面盖着一个煎得香喷喷的鸡蛋，面条的麦香、葱花香、鸡蛋香三者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味道。奶，我也想吃。赶紧的到那边屋里吃去，要不栓娃又要开始闹了。面来了，你快吃吧。放那吧，你去给我烧水去，我下午吃完饭要洗头洗澡。对了，我放在屋里的那几件衣裳给我洗了，我明个要穿。徐川强压着心中升起的火气，行，我去给你烧衣裳，等我下午上工回来再给你洗。你可要给我洗干净点，洗不干净我可不穿。没你事了，出去吧。被赶的徐川在这一刻有种自己是佣人的错觉。割猪草回来的大丫刚一回屋，就见他婶子对他招手：“婶儿，快坐下吃呀，是白面做的面条，还有鸡蛋。婶儿，这是哪来的？你叔让你奶做的，快吃。”江苗知道大丫在这个家吃不好，家里啥好吃的都被他那个偏心的娘给那个死二丫和臭狗蛋吃了，大丫瘦的这身上皮包骨了。婶儿，你吃吧，我去吃杂菜汤就行。大丫虽然很想吃，但三婶病了，她不能不懂事。快吃吧，我已经吃饱了，这是专门给你留的，来，自己端着吃。江苗把碗塞进大丫手里，大丫端着碗一点一点的吃。大丫第一次吃到这样好吃的面条，里面还有鸡蛋，她压根就舍不得一下子给吃完。大丫，上午割猪草去了。早上我见婶儿你还在睡，就没叫你。昨个妈让我这2天干完活去帮二丫割猪草喂猪。你妈咋不让二丫自己去？妈说二丫被婶儿打了，她要歇歇。江苗正要说什么，外面忽然传来了死二丫的声音。别上集，江苗正要说什么，隔壁忽然传来了死二丫的声音：“妈，我咋闻见鸡蛋味了？”此时在张素芬屋里，二丫在得知了是她奶煎给三叔吃的鸡蛋后，有些埋怨三叔不把鸡蛋让给她吃。三叔吃啥鸡蛋啊？他又不上学，我现在上学正费脑子呢。我们班那个第1名就是隔3差5总吃鸡蛋，所以才考那么好。我吃不上鸡蛋，脑子就笨，所以才总是考0分。你考零蛋和吃不吃鸡蛋啥关系？下次再考零蛋，这学你就不用去了，在家给我干活。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大丫想去上学，我都没让，狗蛋都比你强，至少还考个几分。大丫哪能和我比？我就要去上学。二丫主要想上学的原因，就是不想像大丫那样天天在家干活。二丫和张素芬的对话，江苗听得一清二楚，同样大丫也听到了。丫，要不从今天下午起，我教你认字吧。三婶，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好了，快坐好，我教你认字。然后江苗写了几个字，指给大丫看。你看这几个字，就是你的名字。徐招娣，原来这就是我的名字啊！就在江苗和大丫他们一个教一个学的过程中，张素芬从外面回来了。妈，你快看，这是婶儿教我写的字，我会读我的名了。大丫兴高采烈拿着本子让张素芬看她自己写的字的时候，不料张素芬连看都不看，就直接冷着脸子质问她：一个女娃家学啥字啊？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干点活。你猪喂了吗？给鸡把明天喂的草食剁了吗？晚上烧锅的柴火拿回来了吗？我没耽误干活，猪喂过了，鸡食也剁了，柴火也抱回来了。那猪晚上吃的猪草哪？我上午就割回来了。那明天的哪？后天的哪？张素芬见大丫不说话了，就知道她肯定没有割。你这个死丫头，非要人说一句才干一件，我不说你就不知道干，眼里就没活。学认字有啥用？到时候嫁人了，还不是一样在地里刨食？大嫂，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既然觉得认字没啥用，那你为啥让二丫和狗蛋去上学？老三媳妇，我让二丫和狗蛋去上学，那不是因为他们还小吗？在家整天调皮捣蛋的，让人头疼，这才把他们都赶到学校里去。他们不像大丫，大丫都懂事了，能帮家里干活了。张素芬说着，眼睛打量着焕然一新，好似回到了当初刚来村里时模样的老三媳妇。也不是我说，这上学有啥用啊？那是一点用就没用，到时候还不都是一样在地里刨食？我说的是这个理儿吧，老三媳妇。大嫂，既然你觉得上学没用，那为啥当干部、当老师的不是你啊？江苗知道张素芬是个大字不识、没有上过1天学的农村妇女。自打原主和徐川结婚，原主的年轻漂亮、有文化、城里人的气质，
就像是一根根肠子，深深地卡在了张素芬的喉咙里。可没想到，最近好似变了一个人似的老三媳妇，压根就没有像从前那样在他的贬低下变得自卑，而是讥讽他张素芬的没文化、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这碰巧踩中了张素芬心里一直以来最介意的痛点上，他脸色忽地涨红了起来。老三媳妇，你明知道我没上过一天学，人家咋会让我当干部、当老师啊？你这不是在故意嘲讽嫂子吗？不是嫂子，你先嘲讽我的吗？我的漂亮落到你嘴里，那就是耻辱，比不上你张素芬的朴素；我的气质和习惯，那就是从城里带来的娇气，比不上你张素芬的勤快，在地里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我有文化，那就是屁用没有的鸡肋，比不上你张素芬的能生娃。还是说，只允许嫂子你嘲讽我，不允许我嘲讽你啊？老三媳妇，我可没有嘲讽你，我刚刚说的那是实话。嫂子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喜欢直来直去的，心里有啥就说啥。老三媳妇，你可别多想了，嫂子刚刚说的那话没有其他旁的意思，你也太多心了。有没有其他旁的意思，鬼都能听出来。江苗懒得搭理他，可张素芬却不打算放过他。老三媳妇，你今个咋想着把头发绞了，衣裳也换了呀？这可不像平时的你，想绞就绞了，衣裳想换就换了，咋碍着嫂子你的眼了？不是，嫂子不是那意思。你和川子都结婚3年了，娃都有了，你还打扮成以前没结婚的闺女模样，瞅着一点都不像咱庄稼人，肯定该招村里旁人闲话了。到时候人该说你不安分了。嫂子说这些可全都是为你好啊。啥像庄稼人，啥安分？江苗审视的目光落在张素芬那黑一道黄一道的脖子上，散发头油味能把苍蝇招来的头发上，灰扑扑的脸上，眼角积攒的岩石上。难道像嫂子你这样长时间不洗澡、不洗头、不洗脸、不讲卫生，就是庄稼人，就是安分人？老三媳妇，嫂子我说这些可都是为你好，你咋这么不识好歹？咱庄稼人讲究啥呀？村子里谁不是这样？你以为谁都像你城里来的呀？江苗现在满脸的嫌弃，彻底激怒了张素芬，再加上这2天积攒的对老三媳妇的不满，这下子全给爆发了出来。你别嫌嫂子说话难听，本来就是这样。你嫁给川子都几年了，身上从城里带来的娇气和坏习惯咋又死灰复燃了呢？既然都和川子结婚了，你就该死心塌地把心都放在川子身上，你又变成以前城里来的那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想招汉子呢。你看嫂子你，自从嫁给你大哥后，连件鲜亮的衣裳都不穿，平时更不打扮。咱女人呢，就应该守妇道，一旦嫁给一个男人，就要从始而终。你看你大哥走了几年，我一直在为他守着，这才是一个好女人应该做的。求求你别说了，明明是你自己不爱干净、不讲卫生，还扯到村里其他人身上。村子里有的老太太人就是整天把自己捯饬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你咋不说？他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在张素芬镇，原来不讲卫生是因为女德学得好。你这是嫌我这个嫂？张素芬说着说着，忽然捂着脸蹲在地上哭了起来，耍起了泼。老三媳妇，她嫌我这个嫂子身子脏，嫌我这个嫂子没文化，瞧不起我呀，欺负我，欺负你的娃，你在下面瞅见了没啊？我咋就这么命苦啊？娃他爹死得早，我辛辛苦苦拉扯娃，操持这个家，容易吗？还被人嫌弃呀！娃他爹，你把我也带走吧。就在张素芬坐在地上，哭的鼻子一把泪一把，想让娃他爹把他带走的时候，江苗从灶房把切菜的菜刀提了过来，而大丫早就被江苗赶回了屋里。嫂子，你不是想下去吗？来，下去吧。江苗把菜刀往张素芬面前一递，吓得立马瞪大了眼睛，也忘记哭了，脸上满是红晕，倒在地上，一个劲的往后退。老三媳妇，你这是干啥呢？我可告诉你，嘎人可是要坐牢的。你不是想下去吗？想让娃他爹把你带走吗？江苗见他往后退，他就一步一步往前逼，菜刀也往前一个劲的逼。来，既然想下去，那就下去吧。老三媳妇，你别冲动，嫂子是说着玩呢。张素芬吓得整个人抖得不行，就怕眼前的刀刃上着他，他可一点没事。接上集，江苗拿着菜刀再次恐吓他：“咋可能是说着玩呢？来，我帮嫂子你下去和你娃他爹团聚。”江苗说着，手抓菜刀朝张素芬飞了过去。张素芬尖叫了一声，两眼惊恐地瞪得很大，而江苗砸过来的那把菜刀刚好插在了距离张素芬身边有1掌距离的位置。突然，江苗显然闻到了空气中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嫂子，我给你闹着玩啊，你咋吓尿了呀？刚刚那菜刀是我没拿稳，怪我。好个厉害的老三媳妇！张素芬颤抖着嘴皮子，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以张素芬为中心的地面很快就被如湿了一大块。爷，这是咋了？狗蛋他娘，你咋坐在地上啊？端着一碗豆腐的江桂枝出现在了房内，他是突然听见有人尖叫才跑了进来。江苗从原主的记忆里认出了眼前这个老太太，她就是徐川的亲婶子，也就是生产队队长徐福贵的婆娘江桂枝。原主的记忆里就是这个江桂枝给原主一个劲的推销徐川。江苗啊，像我们家徐川这样长得俊俏，为人又顶呱呱的，家里老娘和善，嫂子呢性格又软人也好，这么好的人家打着灯笼也难找。你要是和徐川结婚啊，那就是掉进了腐窝里了。川子媳妇，川子媳妇。桂枝的声音把江苗从回忆里拉了出来。是婶子啊。我问你呢，你咋发起呆来了？
你大嫂她这是咋了？咋一见我来，连话都不说，跑回屋里了？还有，这灶房切菜的刀好好的插在地上弄啥？江桂枝指着炕上插的那把菜刀问道，目光却停留在江苗身上，来回的打量。哦，嫂子她是突然想他娃他爹了，在这哭了起来，可能见婶子你来了，有些臊得慌，就回屋了。江苗扯起谎来，那是眼睛连眨都不带眨的。炕上那把菜刀是大嫂拿的，说这刀最近切菜太钝了，就想拿来磨一磨，可不知道咋了，忽然想起他男人了，我估计是憋得太狠了。江苗后面那句话一语双关，有点色。那菜刀旁边的地湿了一块，是咋回事？难道是磨刀磨的？可这地上也没有见磨刀石啊。江桂枝心中有些疑惑，但没有说出来。对于江苗的说辞，江桂枝心里是信的，因为平常就见老大媳妇动不动的就哭，这寡妇哪里是那么好当的？此时的江桂枝还没有咂摸出江苗后面那句话的意思。突然，憋得太狠了，憋得太狠了。明白了，难道是狗蛋他娘不想再继续守着了？还以为狗蛋他娘是想娃他爹想的，憋得狠了。但现在仔细琢磨琢磨，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这夜里哪熬得紧呢？这八成是她想嫁人了。江桂枝越想越对头，准备这2天就去找徐老太说说。人狗蛋他娘不好意思张嘴，他们这些当长辈的不能装不知道。躲在屋子里又羞又臊又恨，不敢露面的张素芬，做梦也想不到几天后将会有一场噩梦在等着他。这边江桂枝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曹婶，就给曹婶透了口风，因为曹婶是村里专门帮人说媒的媒婆，江桂枝让他帮狗蛋他娘想着点。曹婶的嘴是个把不住门的，一盏茶的功夫，整个疙瘩村都传遍了。徐老太像往常一样，胳膊里挎了个空篮子，去地里挖野菜。川子他娘，听说你家老大媳妇这2天要嫁人了，嫁的人还是咱隔壁村刚死了媳妇的王麻子。说话的是村长胡有才屋里的，村子里的人都叫他胡婶胡婶的。他胡婶，你说这话我咋听不懂啊？我家老大媳妇啥时候要嫁人了？还嫁的王麻子？这都是你听谁说的？谁乱胡咧咧呢？你还瞒着不想告诉大伙呢？现在村子里都传遍了。他胡婶，你说这话我咋越听越糊涂啊？老大媳妇要改嫁，我咋不知道啊？胡婶见徐老太那样子，不像是装的，恐怕是真的不知道老大媳妇要改嫁的事，也有点纳闷了。这哪有儿媳妇都要改嫁走了，婆婆还不知道的道理啊？呀，你看我这也是听人瞎传的，我这才想起来家里还有事。川子他娘，今个野菜我就不挖了，先回去了。胡婶说着转身快步走了，像是怕徐老太追着他问似的。徐老太这野菜也挖不下去了，这一路上碰到了好几个向他打听老大媳妇要改嫁事的人，徐老太的脸子越来越黑，黑的好似快要滴水似的。川子他娘，你咋在这呢？我刚刚去你家找你，扑了一个空。他曹婶，你找我啥事啊？还不是老大媳妇那件事。人家既然动了想改嫁的心思，咱这当长辈也不能拦着。他在咱这守了这么多年，也算是对得起你家大海的了。你这是打哪听来的？我咋不知道他动了那心思？原来你还不知道啊，这是老大媳妇亲口对强子他娘，也就是川子他二婶说的。听说是他不敢给你张这个口。徐老太还是有点不信，快步回家，想去质问老大媳妇。可还没等他走到家，迎面就碰上了江桂枝。还没等他张口呢，徐老太就先质问起他了。川子他二婶，老大媳妇想改嫁，是真的吗？江桂枝有些纳闷，他还没张口和他说呢，他咋就知道了？他压下心中的不解，为这个当了许多年寡妇的张素芬说起了好话。既然孩子想，咱也不能拦着，对不对？再说了，大海都走了这么多年了，她一个寡妇也不容易，也不怪她动了这样的心思，毕竟她这岁数也不大。徐老太听川子他二婶这样说，心中那点仅存的怀疑也消散得一干二净。好啊，好你个老大媳妇，虽说孩子走了，你守了寡，可她这个婆婆和小叔子川子对她有多好，她竟然最后还是动了要改嫁的心思，最后还是让一个外人告诉她老婆子的。其实要说张素芬改嫁，徐老太不应该生这么大的气，可谁让张素芬在徐大海走后，就在徐老太面前信誓旦旦地说：妈，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改嫁，一心一意伺候你，抚养狗蛋长大成人。那些改嫁的媳妇都是不守妇道，我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他当时说的那些话，把刚丧子的徐老太感动得哭得稀里哗啦的。就因为这些话，徐老太后面才会待老大媳妇比以前宽容。可现在不一样了，徐老太感觉自己被骗了。徐老太没有再回家去质问老大媳妇，而是直接出了村子，往老大媳妇的娘家。今天张素芬罕见的没有起床上工，她要好好的装一下，让徐老太和川子好好整治那个小妖精。妈，你咋了？咋到这个点还没起？昨个张素芬被江苗下尿裤子，二丫没有在家，而是跑出去玩了。张素芬也没和闺女说，因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二丫，你不好好上学，你咋回来了？妈，
也不知道咋了，我性格上课总是学不进去，眼皮子一直跳，心里不好受，像是发生啥事似的，我有点担心你，就跑回来看看。妈，你这是咋了？张素芬也没多想，觉得当娘的心里不好受，二闺女能感应的。这下子张素芬感动坏了，心里更加待见这个二闺女了。娘的盼弟呀，娘的二丫呀，娘就是没白疼你，你不知道，你那个三婶昨天都对娘做了啥事？妈，她对你做啥了？妈，你快说啊，她到底咋了你了？张素芬看着闺女的催促，就是张不开嘴，泪珠子啪啪的往下掉。即使面前站着的是她亲闺女二丫，她也张不开嘴。好丫头，你别问了，你越问，娘这心里就越不是滋味。你那个三婶，她再也不是从前的三婶了，她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张素芬很是怀念以前的那个老三媳妇。以前她就像是一只猫，无论旁人怎么欺负她，她都不会反抗，只会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独自舔舐牲口。可现在这猫好似变成了野猫似的，一句话不对付就会亮出她的利爪挠人。妈，我前几天就说她以前那样子肯定是装的，你还不信？看吧，她现在终于不装了。见她第一面我就知道她是个满肚子坏水的狐狸精，之前装的可怜兮兮的样子，就是为了卖可怜。二丫的话让张素芬沉默了，难道以前那个女人真的是装的吗？现在这个刻薄又坏心肝的样子才是她一直以来的真面目。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丫变得不咋听话了？我看就是和那个女人学坏了。张素芬仔细想想，最近确实经常见大丫和那个小妖精厮混在一起，她脸色啪的冷了下来，问二丫：你姐她现在在哪？还能在哪？估计又是和那个狐狸精待在一起，谁认字哪？你去把那个死丫头给我叫过来。屋里，江苗正在聚精会神地教大丫认字，他发现大丫很聪明，一般他教了一遍的字，大丫都能记下来，并且写出来。大丫，爸喊你过去呢。妈，找我啥事？张素芬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大丫，二话没说就把大丫胳膊里从软肉大丫疼得冷汗直往外冒，死死地咬着下嘴唇，连吭都不敢吭，他怕隔壁的三婶听到。此时的江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墙另外一边的大丫正在遭受着什么。还有脸给我站着，现在给我跪下！妈，你拧他胸口那里肉多，让他不长记性。对了，还有大腿那里捏着最疼了。你这个死丫头，我把你拉扯这么大，即使是养条狗，也知道亲主人呢。可你明知昨个那个女人欺负你妈我，你竟然还和她走这么近，你真是一点都没良心。你咋就不能向二丫学学？你看你妹妹，她多知道关心我这个娘，担心我，都逃学回来。你哪？从昨个到现在，你有问过我这个娘一句吗？我真是白把你养这么大。那个女人说几句好听的，让你吃几块鸡蛋糕，你就忘记自己是谁生的了。我让你没出息，我让你没良心。张素芬见大丫只掉眼泪没有声音，整个人仿佛木头似的，心里就更加的来气，手下的力道更重。你是傻子吗？不会出声吗？我这样扇你，你连一点羞耻都没有吗？在屋里一直等不到大丫回来的江苗出了屋子，抓住了在院子里踢毽子的二丫，问道：二丫，你姐呢？我妈让她割猪草去了。妈，姥姥，姥爷来了。你说啥？是你姥爷姥姥来了吗？我亲眼看见的，就快到咱家了。这不年不节的，爹娘怎么突然来了？他前2天不是刚回了一趟娘家吗？难道是家里出了啥事？连忙下了床，出了屋子迎他爹娘去了。他人还没出徐家大门口，就见婆婆徐老太领着他爹娘进了家。爹娘，你们咋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了啥事？张老爹涂炭般的大手就朝他的脸上扇了过去。丢人现眼的玩意，你爹我的这张老脸都被你丢尽了。张素芬被这一巴掌抽的耳朵嗡嗡的响，眼前出现重影，他捂着已经完全麻木的脸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稳住要往后倒的身体。爹，你为啥打我？要不是你婆婆来家里说，我和你娘还不知道你做的好事，你还在这给老子装糊涂。看我今天不把你这个死丫头的腿打断！爹，你别打我，干啥事了？娘，我做啥了？我做啥了呀？徐老太耷了个脸子，瞅见了老大媳妇那张脸，心里越发的堵得慌。老大媳妇，自打你进门，我对你啥样，村子里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你出去打听打听，哪家有像我这样不搓磨儿媳的好婆婆？可你哪？现在动了改嫁的心思，我也不是怨你改嫁，咱今个就当着你爹娘的面，我问你，当初老大走了，是不是你在我面前说这辈子不再嫁人？是我当初是说了这样的话，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嫁呀。老大媳妇，你不就是怕我不让你嫁人吗？不敢和我张嘴，最后还是我这个婆婆从外人嘴里知道了你要改嫁的事，连人家都找好了，是隔壁村的那个刚死了媳妇的王麻子。
看这眼睛在夜里都哭肿了。我老徐家庙小，容不下你这所大佛了。即使留得住人，这心也留不住了，早就跑到人家家里去了。真是巴不得去给人家当媳妇呢，怪我老婆子挡了你的好姻缘呢。张素芬现在即使浑身上下长满嘴，也说不清了，这都哪是哪呀？他咋越听越糊涂？什么王麻子？他连王麻子是谁都不知道。一旁的张老爹和张老娘被徐老太这番连损带贬的话骚得脸涨红。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看我咋收拾你！张老爹用手指着张素芬，说话间就要动手继续打他，被趴在门外偷看的曹婶子和江桂枝等人连忙拦。对了，我和你说一声，我要分家，把你的老娘分给你大嫂，以后我不准你再帮他们，更不准养他们，把他们从这个家给我赶出去。你说啥？你要分家，还要把娘分给大嫂，并且还把他们赶出去？你这说的是人？宁愿让原主饿死，给别人家埋怨死的丈夫。烧掉贴发录取通知书的混账是他儿子，而他就是那个被儿子毁掉前程、被丈夫饿死的保留路人精。而穿越成为原主的江苗却不信邪，居然成了远近闻名的脚丫精，把丈夫直接当不看见。正当张素芬他爹的巴掌又要抬起时，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喊道：“素芬他爹啊，你消消气啊！咋能动手打人啊？你闺女她都已经是3个孩子的娘了。”是啊，把脸打烂了，过几天咋结婚啊？二呀，你躲那干啥？还不快把你妈拉屋里去！你看你，要不是刚才你曹婶子机灵，你不得又得挨你爹一巴掌。不过你也不要怪你爹打你，你看看你做的这叫啥事？你婆婆找到村里，没进家门，站在门口当着村里人的面说你要改嫁，让你爹把你带回去。你爹和你兄弟的脸这次真是被你丢光丢尽了。你个寡妇在家，让你兄弟以后还咋娶媳妇？娘，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嫁，你是我亲娘，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说的？张素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为啥她婆婆说她要改嫁，村子里的人为啥说她要嫁给二麻子？她就像浑身被泼满了脏水，怎样都洗不干净了。你真的没动那心思？站在外面窗户下的江桂枝偷听着屋里母女俩说的话，江桂枝越听越不对劲，这老大媳妇咋一点都不像是想嫁人的样子？难道不是她想的那样？而另外一边的徐老太如今慢慢冷静起来，回想刚刚的质问老大媳妇，老大媳妇脸上的茫然以及说的话，让她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了。夜色降临，大丫悄悄地从外面进来，院子静得很，一点都没有白天那般热闹的痕迹。大丫，你去哪了？是啊，你咋还没睡呢？等会还有大戏要唱啊，哪睡得着？你下午干啥去了？去你妈屋里后面怎么没有回来？我去割猪草了，我妈让我把明天的猪草给割了，说这几天猪正在长膘。江苗没有再问，等回到屋里，他才看清大丫的样子。大丫，你的脸这是咋了？江苗忍不住惊呼，目光落在大丫红肿不堪的脸上。婶儿，我割猪草的时候不小心从坡上滚了下来，脸刚好磕在了石头上。因为大丫的脸肿的已经看不出痕迹了，就像是个发面包子似的。江苗细细打量，然后从大丫头上摘下来一根猪草。可大丫身上满是泥土和杂草，像是真的从坡上滚下来似的。可那脸到底是怎么磕的？竟然两边都肿，难道是张素芬打的？感觉不可能啊！张素芬再怎么说也是大丫的亲妈，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此时这俩人还不知道，张素芬出了江桂枝的家门，正气势汹汹地往家里走来，她身后跟着脸色难看的徐老太和徐川。川子媳妇，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对嫂子我一个寡妇咋就招了你的眼了？江苗打开门，脸上笑眯眯的，很和善，可从嘴巴里吐出来的话却很刻薄。哟，嫂子，这大晚上的，你在我屋门口嚎啥丧啊？你要哭也是该去你娃他爹坟前哭啊！不得不说，这张素芬确实挺能忍的。这张素芬不是最爱嚼舌头吗？这次让她也尝尝被人嚼舌头的滋味。记得原主的名声都是被张素芬在背后给搞坏的，说原主懒、娇气、眼界高、瞧不起人、嫌贫爱富、嘴馋、不安分，最后搞得村子里的人都不咋待见原主，天天在原主背后指指点点。原主的好，她是一点都不说，把原主名声搞臭，就显出她张素芬的好来了。你咋说这样的话？你在背后为啥那样编排我？我知道，自打你和川子结婚，进了这家门，就瞧不上我这个没文化的嫂子。可嫂子，我对你那是掏心掏肺的好啊，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呀？张素芬坐在地上，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余光一直瞅着大门口，见徐川和徐老太进来了，委屈说道：“你昨个拿刀要杀我，我都没对川子和娘说，我替你瞒着。可你怎么能这样败坏我的名声啊？”啥？嫂子，他昨个竟然拿刀要杀你！刚进门的徐川就听到了大嫂说的话，脸色黑得更加厉害了。他快步来到大嫂面前：“嫂子，到底是咋回事？”川子，你听错了，刚刚是嫂子说错话了，你媳妇没有拿刀杀我，你别怪她，都是嫂子不好。张素芬不解释还好，越解释徐川的脸越黑。他看着大嫂脸上的隐忍、惊慌，他垂在两侧的手忽然握成了拳头。大嫂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在为你瞒着，为你说好话，你的良心是被狗啃了吗？不仅在背后编排嫂子的闲话，竟然拿刀还要杀嫂子，你是疯了吗？我啥时候编排他的闲话了？我又啥时候拿刀要杀他了？
谁听见了？谁看见了？老三媳妇，我问你，你昨个是不是对川子他二婶说你嫂子想嫁人了？天地良心，我可没那么说，我只是说大嫂想她娃爹了，心里憋得很了，所以哭了。她二婶理解错了我的意思，这咋能怪我？好，就算你有理，那我问你，刚才你嫂子说你昨个拿刀要杀她，你给我这老婆子解释解释，我看你还能说出个啥话出来？那是我在和她开玩笑啊，是嫂子说她想娃她爹了，想下去陪她，一副受了啥委屈的样子，可家里谁也没有给她委屈受啊。娘，是不是你给嫂子气受了？江苗颠倒黑白的话，叫张素芬气的眼前一阵发黑。金哥这是够闹腾的了，就到这吧。老三媳妇，你以后说话办事还是要稳重点。徐老太罕见地站在了江苗这边，江苗纳闷极了。他不知道的是，即使事情已经整清楚了，可怀疑的种子到底是在徐老太心里生了根。此时的张素芬看着徐老太进屋的背影，心乱如麻。此时的她还不知道，以后关于她的流言将会在村子里愈演愈烈。你还不快给嫂子赔个不是？你知不知道嫂子金哥因为你那句话遭了多大的罪和闲话？凭什么？徐川，你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闲话是从你那个二婶子嘴里传出去的，你不去追究你二婶，反而来让我给张素芬赔不是，你脑子真是被生产队的驴给踢了。徐川见江苗不仅不听他的，脸上还没有一丝对嫂子的愧疚，他对他真的感到了失望。川子，你别怪他，不能因为我就让你俩不和，只要你和你媳妇好好的，嫂子啥都能受着。徐川失望地看了一眼江苗，然后转身走了。老三媳妇，川子好像生你的气了呢。张素芬望着徐川离开的身影，直起了身子。江苗挑了挑眉，转身把身后的门关上，然后突不及防地甩给张素芬一巴掌。去找你的好川子告状去吧。你就不怕我让川子和你离婚？你是在说笑话吗？他为了你舍得和我离婚，你也不拿块镜子照照。其实江苗是在故意激对方，如果张素芬真能说动徐川和他离婚，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你现在真是个无赖泼妇！张素芬阴沉沉地瞅着江苗，气得胸脯一个劲地起伏着，就是说不出来话。呀，该睡觉了，嫂子，我就不送你了。江苗脸上的不屑深深地刺痛了张素芬的眼。这几天江苗依旧老样子，睡到大中午才起床。江苗屋子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徐川二婶江桂枝的小儿子的媳妇王凤。江苗，我这刚回来就听说了前几天你嫂子那事，你说你咋这么不会说话？否则我那婆婆也不会误会，也不会发生那天的事。你知道外面人现在都咋说你大嫂的？真是说啥的都有，归根结底这事都怪你，毕竟咱俩都是知青，关系也走得近，以前你也都听我的，这次你还是照我说的，金哥给你嫂子道个歉，去县城再给她扯一块布，她能不能原谅你，这事还两说。你放心，到时候我再替你说点好话。王凤跟在江苗身后自顾自地说着，江苗拿着牙缸站在院子里刷着牙，目光呆滞，像是还没睡醒似的。江苗，也不是我说你，你都结婚了，嫁给人川子同志当媳妇了，你咋还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一点都不像当人吗？当人媳妇的，你看我，自打嫁给我家强子，生了孩子后，我就再也没讲究过，打扮过，咱嫁给人家是过日子的。你和我说，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回城呢？王凤说到最后一句，压低了声音，见江苗依旧不吭声，就以为被自己说中了。江苗依旧不说话，自顾自地洗着脸。你，咱都嫁给人家当媳妇了，娃都生了，还回啥城啊？你舍得你家拴娃啊？这辈子咱城市回不去了。再说了，咱都在这安家了，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在这过日子。叫我说，你赶快打消了返程的念头，咱可不能做那抛夫弃子、丧良心的人。我这辈子最瞧不起的就是那种人，人家川子对你也不赖，你也该知足了。当初他可是对你一见钟情呢，你还不愿意嫁给他，当初多亏了我那个公公。王凤说着说着，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江苗洗脸的动作猛地一滞，扭头看向神色有些慌乱的王凤。我当初和徐川结婚，这里面有你公公啥事？江苗察觉出了王凤话里的意思，根据原主留下的记录，原主之所以愿意和徐川结婚，是因为徐川总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帮他解围，帮他干活。原主确实很感动，再加上已经和徐川堂弟结婚的王凤一个劲的劝说原主，说结婚如何的好，还有那个和原主关系最好的孙小玲也在一旁说徐川的好话。原主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嫁给了众人口中一个极好的人。没啥，是我说错话了，你别放在心上。咱今个啥时候去县城买布啊？我陪你一块，顺便也去供销社给我家娃买包桃酥，他这几天一直吵着要吃。我啥时候说要去县城买布了？江苗懒得搭理他，洗好脸直接回屋了。等王凤回过神来，连忙追了上去，质问道：咱不是都说好了吗？去县城给你嫂子扯块布，赔个不是，毕竟这事是你造成的。你嫂子那人思想虽然有点古板老旧，但人性子向来软和不计较。
照我说的办，你嫂子肯定会原谅你的。王凤就像是一只大苍蝇似的，嗡嗡的在江苗耳边一个劲的响。终于，江苗的耐心被耗尽了。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吗？江苗，你现在脾气变得怎么那么大？你以前从来不会用这种态度和语气对我说话。再说了，我是见咱俩关系好，是好朋友，我才对你说这些话的。你咋还不领情？我求你，别拿我当你的好朋友，我不配。咦，真是的，我不管了，都是为了你好，你好自为之吧。江苗说完这话，王凤转身就走了。干完活的徐老太还没走到家门口，就闻到了一股扑鼻缠人的香气，她忍不住咽了几下口水，低声催道：“这是谁家不会过日子的小娼妇？咋舍得放这么多油？也不怕遭天谴？这闻着咋像蒜苗炒腊肉的味？真是败家娘们！但是这香味咋这么像是从我家飘来的？不可能啊！我走的时候把灶房的柜子给锁上了啊，钥匙也没落在家里啊。”脚下的步子却加快了。等徐老太进了家门，那香味已经浓得没法说了。她快步来到门子敞开的灶房一看，整个人差点绝望。我的天爷啊！只见灶房的案板上到处沾着的都是白面，今天早上还满满一罐子的油，此时用掉了1/3，剩下的放在灶台上，用来装白面的袋子被人随意的放在地上，地上还滚着数不清的鸡蛋壳。紧接着，徐老太又想起了腊肉，他的腊肉。徐老太把柜子来来回回翻了一个遍，都没见到腊肉的影子。贼，家里遭了贼了，遭天谴的贼！贼，我的腊肉，我的白面，我的油，还有我准备换银的鸡蛋。不对，老三媳妇，是老三媳妇。徐老太甩开江苗的屋门，只见老三媳妇吃得满嘴流油，桌子上摆着碟碟碗碗，上面还残留着零碎的葱花炒鸡蛋、油滋滋的蒜苗以及2片腊肉，还有半块白面馍馍。妈，你回来了，正好吃点。你个杀千刀的小娼妇，你是饿死鬼投胎吗？你咋这么馋我的腊肉啊？你个老婆子，我吃我自己家东西，咋了？这肉、鸡蛋、白面不都是给人吃的？我在你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难道还不能吃点好的？你叫我老婆子，你都叫我小娼妇了，难道我还不能叫你老婆子？江苗翘着二郎腿，看着一旁气得跳脚的徐老太，笑得眉眼弯弯。老三媳妇，你这是要翻了天了！呵呵，我就是吃了，能咋地？等徐川到家的时候，他家里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隔着人群，他都能听到自己老娘的哭声，顿时急了起来。川子回来了，川子回来了，娘，坐在地上干啥？快起来，这是咋了？发生啥事了？问你的好媳妇去，这就是你挑的好媳妇啊！我的儿，你当初咋就看上了她？这是咋了？你做了啥事？江苗哭哭啼啼的，没有看向徐川，而是看向在场的婶子大娘。就因为我吃了点家里的东西，我娘就说我是小娼妇，我不想活了。说着，站起来就要穿过人群，撞到墙上去，被张大嘴连忙抱住了。川子媳妇，你可别干傻事啊！不就吃了点家里的东西吗？都说一哭二闹三上吊，江苗是直接实施了第3招，只不过把上吊换成了撞墙。群众向来都是无条件支持弱者，江苗这副可怜兮兮的小媳妇受气模样，在场的大娘、婶子、小媳妇的心都偏向了江苗那里。徐大娘，也不是我这个做小辈的说你，川子媳妇不就吃了点你家的东西吗？你咋能这样对她？往日里你那么和善的一个人，原来在家里也刻薄媳妇啊！就是不都吃点家里的东西嘛，就算吃家里的肉了，也不能这样逼死人家，这可是一条人命。川子，你平时那样好的一个人，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老娘逼死自己的媳妇吗？张大嘴的质问让徐川神色有些不自然，一张口就是为老娘。接上集，在江苗继续装无辜的同时，张大嘴的质问，徐川着急的要为老娘进行辩护。嫂子，我娘咋可能逼死他？哪里？嫂子，你别替我出头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江苗说着，就要从张大嘴怀里挣扎着去撞树，张大嘴连忙抱住了他。妹子，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不过你这头挺铁，撞得我胸疼。徐婶，你平常确做多好的一个人啊，咋也像我那个死气的婆婆一样这样对媳妇啊？你也是给人当过媳妇的人啊，媳妇也是人啊。啊，对8成的好都是装给外人看的，在家里啥样的谁知道？川子，你真不是个男人，自己媳妇都被你娘要逼死了，连个屁都不敢放。张大嘴没想到平时川子看着是多好的一个人，可面对自己媳妇被老娘欺负，连句话都不敢为媳妇说。坐在地上的徐老太整个人像是傻子似的，这徐老太整个人都有点不好了。
你们知道什么？我家的油、肉、面都被这个贼给霍了。都说家贼难防啊，老话说的真是一点都没错啊。徐老太恶毒的语气让在场的人好像是第一次认识了他，心里不由得更加可怜起了江苗。徐川没法子，在众人谴责的目光下，把老娘搀回屋里。多谢婶子大娘们刚刚为我说话，我自打和他结婚这3年来，没有一天吃过饱饭，本想做个饱死鬼。妹子，你不要怕，好好活着，以后有啥事你就找你大嘴姐我，千万不要想不开啊。大嘴姐你真好。说实话，江苗是真的有点感动。按亲叔的话，徐老太是张大嘴的大娘，徐川是她丈夫的堂弟，可她为了江苗，竟然得罪了这俩人。妹子，你平常人腼腆，不爱说话，人也喜欢闷在家里，平常不和我们这些人走动，我们都还以为是你文化人瞧不上我们这群大字不识的，可今个才发现你日子过得这样苦，人也和善，一点都不像那瞧不起人的人。大嘴嫂子说的对，你一点都不像你大嫂说的那样。大嫂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她平常对我很好。江苗这番话一说出来，在场的张大嘴他们看他的眼神越发的可怜了。看到了吗？之前你还想嫁到他们老徐家，嫁过去有你的罪受。妈，你咋能这样说？刚刚肯定是那个江苗在说谎。徐大娘平时多好的人，咋可能对媳妇刻薄？还有川子哥，我就是想嫁给他，想和他结婚。要不是当初你拦着我，现在川子哥的媳妇就是我。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傻丫头片子？我才不傻，我这是讲良心。当年要不是川子哥救了爹的命，爹能活到现在。平常你们都夸他是个好人，顶呱呱的人，可你就是不让我嫁给他，你还说他家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人家。可你呢，宁愿帮着一个狐狸精，也不帮自己的亲闺女。那个叫江苗的，除了脸好看点，还有啥能比得上我的？瞧刚刚那个狐狸精哭哭啼啼的，要死要活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川子哥，真是丢人现眼，配不上我的川子哥。要是当初和川子哥结婚的那个人是我，该多好。恩情归恩情，这好人的媳妇是这天底下最不好当的，也是最当不得的。曹婶子喃喃自语道，她给人说媒拉线，什么人没见过？这女人呢，不怕给瘸子瞎子当媳妇，就怕给好人当媳妇呢。经过中午那一场，下午徐老太直接病倒了，与其说是病倒，不如说是被气倒的。她躺在床上，他二婶，你说说，我的命咋就这么苦了？摊上这样一个媳妇。川子娘，你就别难受了，当心气坏身子。也不是我说，这川子媳妇就是太不像话了。你看之前说老大媳妇的那话，故意让我误会不说，今个又把家里的吃的给糟践了，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寻死觅活的，还和旁人说进了你家门，一天都没有吃饱过，那一副小媳妇受气的模样，把你这个婆婆衬得多刻薄恶毒似的。徐老太听到江桂枝这样说，心里越发恨那个当着众人面前装可怜的小娼妇。徐老太明面上是没有不让原主吃饱，可原主多拿一块饼子，多加一筷子。老三媳妇，你看狗蛋栓娃他们饭量越来越大了，咱大人饿一顿没啥。老三媳妇，你咋不知道心疼你男人？男人要是吃不好吃不饱，这身子亏了可不得了啊！咱女人家肚子里随便填点东西就行。老三媳妇，你看你大嫂多懂事，桌子上的好菜从来不动，都是留给旁人，自己吃窝窝头。老三媳妇，来，咱吃稀的，稠的紧着家里的男人和娃吃。上面这些，徐老太就像是忘记了似的，她还一脸委屈的向江桂枝抱怨诉苦。自打他进了我老徐家的门，我对他多好啊，他还不知足，在外面这样编排我。他前几天一个人造了一盘子炒鸡蛋、玉米饼子，他婶子，你说说，这对他还不好吗？婆媳二人来到院子里，直接训斥起了还在装可怜的江苗。老三媳妇，你这也太猖狂了，看把你婆婆气成了啥样子，你咋能这样不懂事啊？对，江苗，你快进屋给你婆婆跪下道歉，这件事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婆婆就是吗？你不应该这样对你吗？大嘴姐，我害怕。张大嘴二话不说就把江苗护在了身后。护子媳妇，你个吃里扒外的家伙，你给我闪开！你护着他干啥？江桂枝不满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媳。嫂子，我和妈这是想让江苗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并且为自己犯的错去道歉赔罪。我们这是为他好啊，也是想修补他和大伯娘的婆媳关系。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强子媳妇，亏你还是从城里来的，有文化的女知青呢。我张大嘴虽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妇，但也知道站在理这一边，谁有理就帮谁。更何况你不是和川子媳妇一向关系好吗？咋的？
就这个好法呀？嫂子，就是因为我和江苗关系好，所以我才让她去给她婆婆赔不是。她婆婆是长辈，而她是小辈，又做错了事，本来就应该去道歉。要不是因为她婆婆也不会被气病躺在床上起不来。大嘴姐，王凤说的对，毕竟我婆婆是长辈，我是小辈，无论啥事都应该是我的错，我应该去给她跪下赔不是。只是真的不凑巧，我的腿昨天摔了一下，膝盖疼得跪不下去。王凤，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你肯定会愿意替我跪在地上的，对吧？我操，牛逼！张大嘴还没反应过来，刘小珍就连忙看向一脸错愕的王凤。是啊，王凤嫂子，你不是和她关系好吗？你就替她给徐大娘跪下，反正你俩关系好，你跪也就相当于是她跪了，这才是真正的为她好。你要是不愿意跪，就说明你心里压根没拿人家当好朋友，你口中的为人家好，也就是嘴上说说。跪啥跪啊？这有点老封建了，现在是新时代，弯腰就行，弯腰就行。我金哥可算是开了眼界了，刚刚你让人家跪下道歉，就是为他好，现在让你跪，就成了你嘴里的老封建。真是高手。为啥你一张嘴会说两样的话啊？溜了。这句类似调侃的话，就仿佛是一坨臭粪糊在了王凤腿上，让他彻底的没了脸，他再也在这待不下去了，捂着脸跑了。江桂枝有些嫌弃这个一向招他待见的女知青媳妇没本事，她眉头紧皱，小儿媳被羞辱跑了，她这个婆婆脸上也不上级。江桂枝的大儿媳张大嘴就像是一只撒蹄子的野驴，一点都不听她这个婆婆的话。虎子媳妇，走，跟我回家。要回你自己回，我才不回去。张大嘴的话让江桂枝很没脸，她瞪了一眼张大嘴，心里埋怨自己那个怕媳妇的大儿子管不住媳妇，让他这样对他娘。大嘴姐，还有小珍妹子，刚刚多亏了你们俩。妹子，你就是太好，让人欺负了，性子软，以后要学着硬气些。一旁的刘小珍，她看出了这个看似软弱、被人欺负的江苗，实际上不像她表面上那样。等张大嘴、刘小珍他们走后，江苗立马收起了那副无害、可怜兮兮的样子。张素芬一直在灶房龟缩在厨房，虽然人没出灶房，但耳朵一直听着院子里的动静。那个江苗真是会装可怜，他这会咋没有在我面前嚣张跋扈、刻薄恶毒的样子？要不是怕村里人说闲话，真是想冲到院子里，当着大伙的面撕开那个狐妹子的伪装，想让大家看看她的真面目到底是啥样。那个该死的老三媳妇把婆婆气得病倒，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在婆婆面前显显她我的好，让婆婆明白，只有我张素芬这个儿媳妇对她才是真正的好。顺便在婆婆面前再添添火，娃她三叔向来最听婆婆的话，如果婆婆执意让儿子和那个女人离婚，即使他三叔再舍不得那个狐妹子，到时候我倒要看看那个狐妹子还怎么猖狂。张素芬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见药熬得差不多了，然后把熬得黑乎乎的药汁倒进碗里，她直起酸痛的身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把瓦罐放在灶房最里面的位置，用水泡着。等她转身正准备端着她熬了2小时的药去给徐老太送去的时候，我的药呢？刚才就放到这的呀！我操，不对呀，这门也关住了。等张素芬发现不对劲的时候，灶房的门也被人从外面插着，急忙趴到窗口往外看。只见那个该死的狐妹子此时正端着她熬的药，笑盈盈地看着自己。你干啥？那是我给娘熬的药，还给我？谁说是你熬的？这明明就是我熬的。说完，端起碗就朝徐老太屋里走去。不准走，把药还给我，这是我熬的，你咋这么不要脸？张素芬趴在窗口大声怒喊道，见对方耍无赖，那明明是她熬了整整2小时的药，非说成是她这个狐妹子熬的。张素芬被气得半死。妈，快起来喝药，我专门给你熬的。听到老三媳妇那个小娼妇的声音，立马睁开了半闭着的眼睛。虽然她大字不识一个，但她也是听村子里的人讲过潘金莲和武大郎的故事。老三媳妇，你这是干啥？妈，我不干啥呀，就是来给你送药。听说你被我气出病来了，我心里难受极了。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对，所以想让妈你原谅我。徐老太见她脸上有愧疚，有害怕，心里忍不住想，这个小娼妇肯定是怕川子回来收拾她，所以怕了，这才巴巴的熬了药来讨好自己。一定要让儿子好好收拾这个皮痒的小娼妇，要让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这下轮到徐老太得意了，不过她对江苗熬的药还是有些半信半疑，这里面不会多加了什么东西吧？妈，我求你原谅我，我知道错了，我今个是被猪油糊了心了。等川子回来，您能不能替我说点好话？在打消徐老太心中的疑虑后，徐老太嘴角一副有你好看的样子，然后低头就准备喝药。对，就是这样，多喝点。正准备咽下，一抬头就撞见了江苗的眼睛，那双眼睛里之前的恐惧和哀求被一股莫名的笑意所取代。徐老太不由得瞪大了双眼，眼睛里一片惊恐。你个小娼妇，你居然在药里下毒，你想毒死我这个老太婆吗？我没有，妈，你怎么这么想我？来，再喝点药。江苗的话让徐老太不由得想起了那句：大郎，来吃药。
好你个小娼妇，想趁我儿子不在家就毒死我！徐老太说着，一把打翻了江苗手里的药丸。哦，突然忘记和你说了，这药其实是大嫂替我给你熬的，你打掉了真可惜。大嫂可是一番好心意呢。江苗说完这句，不顾身后的徐老太是什么样的表情，就走了。他前脚刚出了屋子，后脚站的地方就砸来了一只空碗，以及徐老太的怒骂声。江苗还没走几步，迎面就撞上好不容易砸烂窗户，从窗户爬出来的张素芬。张素芬急得不行，就怕那个不要脸的拿他熬的药去给徐老太卖好。哟，身手敏捷啊，已经出来了呀！你个不要脸皮的无赖，拿我的药去卖好，欺负我这个寡嫂！不怕告诉你，我欺负的就是你！我不仅现在欺负你，以后也照欺负不误。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拆穿你的真面目？你去啊！不过到时候大家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呢？就你现在在村子里的臭名声，你真是一个无赖，没皮没脸！张素芬眼前一阵发黑，快要撅了过去。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会装的人。下午，江苗在收拾完张素芬之后，江苗开始对二丫和狗蛋下手了。二丫，快点洗，这堆不洗好就不准吃饭。坐在院子里椅子上的江苗翘着二郎腿，他指着二丫面前那一大桶衣裳、床单、毯子啥的。他累得不行，但不敢停下。瞅江苗看不见的时候，目光怨毒地瞪着他。突然传来了徐川的声音：“二丫，咋是你哥这洗衣裳？我就买个药，家里又发生啥幺蛾子了？”只敢小声骂骂咧咧的二丫，一抬头看到了三叔，立马气势就不一样了。三叔，你咋现在才回来啊？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变成白忙女了。这是咋了？快给三叔说说。三叔给你做主。徐川看到坐着的江苗，内心一紧，想做主的心思又收了回去。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川子，你咋现在才回来呀？娘，大嫂，你们别哭，我回来了。他又做啥了？他抢走你大嫂给我熬的药，端来让我喝，戏弄我这个老婆子，还动手打你大嫂。川子，你这个媳妇，他欺负你娘我，还有你大嫂，还有你二丫，这都怪你把他惯的，看惯成啥样子了啊！眼里没有我这个婆婆，也没有她这个大嫂啊！你要是再不管教她，她就要上天了。这个搅家精啊，看把家里搅成啥样子了！当初就不应该娶她这个祸害。是啊，川子，他戏弄我这个嫂子，我把我这个嫂子放在眼里没事，可他不能这样对娘啊！还有二丫，他才多大呀？就让他干活，干不完就不让吃饭。我对不起你死去的哥呀！我去找他。川子，你和他好好说，可别打他呀！张素芬冲着徐川离去的背影喊道：“其实这是在提醒娃他三叔不要忘记打那个不要脸的。”接上集，在听完亲娘和大嫂的诉苦之后，徐川气愤的要找江苗算账。此时江苗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屋子里教大丫写字。三叔，你回来了。他看着三叔一脸黑沉沉的样子，扭头看了一眼三婶，然后想也没想的用自己的小身板挡在了江苗身前，伸开胳膊想护着他的三婶。大丫，这没你的事，出去。我不出去。三叔，你要打就打大丫吧，不要打三婶啊。丫儿，你先出去，我和你三叔有话要说。好的，三婶，那你有事就叫我。江苗对他点了点头，大丫这才慢腾腾的出了屋，但没走远。村子里的男的打媳妇那是家常便饭，寻常的很。突然，一只旧碗落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然后摔成了几瓣。有人动手了，不过那人却是江苗。徐川，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家子我忍的那是够够的了。你那个不识好歹的娘，碍眼的大嫂，累赘的侄子侄女，你今天给我个痛快话，啥时候把他们给我赶出去？站在地上捂着鼻血往外涌着的徐川，疼得面色已经扭曲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这个动手打他的媳妇，眼中之前的怒气被震惊所取代。你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以前是多温柔、多腼腆的一个人啊！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不应该是最清楚的吗？我今天当着外人的面说的那些话，没有一句是假的。自打和你结婚，我没有一天吃过饱饭。我结婚后挣得工分换来的粮食都去哪了？都填你嫂子、侄子、侄女，还有你娘的肚皮了。家里有3个上工的人，你还有你那个嫂子。可你嫂子隔三差五的不去上工，不是身子不舒坦，就是回娘家了。只有我，就仿佛生产队的驴，不，人家生产队的驴至少还有歇息的时候，我哪？即使病了，也要带病上工。我累死累活的，家里好吃的都轮不上我，在你家天天啃咸菜疙瘩。我不明白，我和你同样是去上工，凭啥你顿顿吃玉米面饼子，而我就吃红薯叶子、糠饼子，还有野菜窝窝头？工分，我一个女人比着你没少挣，为啥吃饭时却要分男女？我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眼瞎看不到，我欺负你老娘，你嫂子却把你的眼疾治好了，真挺好哈！哼！可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啊，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你看我娘、嫂子，他们也都是吃糠饼子，把家里好的吃食留给家里的男的，但从来没有过怨言，这都很正常，因为村子里的女人都是这样的。为啥你就这样斤斤计较，不能像我娘还有嫂子一样做个好女人啊？
这是徐川的心里话，他也和他奶在世的时候，他奶也是这样做的，家里的男人都习以为常了。去你娘的好女人！你娘她乐意当好女人，就让她好好当。徐川，我告诉你，并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做，就是对的。每个女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做你口中的好女人，以及我这样的坏女人，她们可以选择，你不能绑架她们。而你现在就是在绑架我，在某种意义上，你现在是在犯罪。绑架？我啥时候绑架你了？江苗这样的话是徐川第一次听到，他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以及难以接受。多的废话不想说了，离婚吧。我不离婚，咱俩还有栓娃，难道就因为这些你就要和我离婚？再说了，今天明明是你欺负了我娘，我大嫂，占便宜的是你。不离婚，难道等你动手打我？江苗回想起刚刚徐川刚进屋时的样子，脸黑沉沉的，像是动手要打的。江苗一点都不怀疑徐川会对他动手，虽然他是原文中的老好人，不过他的好给的都是外人，被原主的只有坏。我打你，明明是你打我。不想离婚，以后这个家就听我的，我当家，我说啥就是啥。不愿意的话，咱明个就去公社离婚，我说到做到。江苗的话徐川是相信的，如果他今个不点头，对方明个真会去公社。栓娃还那么小，而他自己也舍不得和他离，即使他闹出了这么多幺蛾子，他还是舍不得。哎，好吧，只要不离婚，咋都行，毕竟不能让栓娃没有妈呀。徐川他本质是一个懦弱又欺软怕硬的人，当原主软弱的时候，徐川就欺负他，但面对现在嚣张不好惹的江苗时，他就想委曲求全，一步步退让。去给我打盆洗脚水来，我饿了，让你那个好嫂子做饭去，晚上我想吃鸡蛋羹，让她蒸一碗来。徐川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但看着他脸上的威胁，到底还是啥都没说，乖乖出门给他打洗脚水去了。娘，大嫂，我刚刚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他以后不敢了。徐川现在不同于在江苗面前的卑微，他此时一副大男人的语气，仿佛刚刚揍了媳妇一顿。打得好，这好媳妇都是打出来的，越打越贤惠。这媳妇不听话就该揍，看那个脚家精以后还敢再作妖，就该给他点颜色瞧，敢不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这还得了？张素芬心里正在暗喜，抬头间忽然瞥见了徐川脸上的伤，她吓了一大跳。川子，你这脸上的伤是咋整的？进门前特意把脸上的血迹洗干净的徐川，还是被眼尖的张素芬发现了脸上的红肿和伤痕。嫂子，没事，刚刚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没注意看门，一不小心就撞到门上了。川子，你咋这么不小心？快过来，让娘瞅瞅你的脸撞成啥样了。刚才屋子也暗，娘眼睛也不好，都没注意到。张素芬看着娃他三叔脸上的伤，脸上闪过一丝怀疑，这撞门上咋会撞成这个样子？还有，他刚刚怎么没有听到他三叔打人的动静啊？大嫂，你晚饭给他蒸一碗鸡蛋羹吧，千万别告诉娘，就说是我要吃的。徐川恳求地看着张素芬，张素芬脸上的神情很勉强，就像是快要绷不住似的。川子，家里也没鸡蛋了呀？徐川早就去鸡窝里把2只老母鸡这2天下的蛋给捡了起来，放在灶房了。这下张素芬不好再说什么。此时的灶房只有张素芬一个人，她瞪着碗里黄澄澄的鸡蛋液，手中的筷子不停地搅拌着。他三叔脸上的伤8成不是自己撞门上了，而是那个小妖精给打的。他三叔竟然还让我给那个小妖精做鸡蛋羹吃，这真是被那个小骚狐狸精给迷住了心窍。张素芬越想越来气，瞅着碗里的鸡蛋液若有所思，然后瞅灶房门口没人，她飞快地把手往自己好多天没有洗的头发里挠了挠，随后一脸嫌弃，连忙把挠过头皮油亮沾满头垢的手指往鸡蛋液里搅了搅，看着鸡蛋液，她笑得一脸得意，喃喃自语道：让你吃我的头油去吧。张素芬眼珠子转了转，还嫌不解气，就又往鸡蛋液里吐了2口唾沫。让你这个小妖精打我欺负我，你就好好吃吧。被张素芬的加工过的鸡蛋羹端上了晚饭的桌子上，徐老太没有等着吃晚饭就睡了，她今个着实是被气狠了。坐在旁边的二丫和狗蛋眼巴巴地瞅着江苗碗里的蒸鸡蛋，简直是馋坏了。老三媳妇，以前都是嫂子我的不是，你别和嫂子计较。川子说你想吃蒸鸡蛋，这是嫂子专门给你蒸的，还特意放了芝麻油，香得很呢。你快吃，别等待会凉了。亲。张素芬说着，还特意把那碗蒸鸡蛋往江苗这边推了推。江苗瞅着张素芬，把她瞅得有些心虚。老三媳妇，你是不是还在生嫂子的气呀？今个你对嫂子做的事，嫂子原谅你了，谁让咱都是一家子啊？你光盯着嫂子不吃，是不是还在气嫂子我呀？你刚刚不是嚷着要吃鸡蛋羹吗？嫂子做好了，你还不快吃？江苗探究的目光从张素芬脸上移开，端起了桌子上的鸡蛋羹，用勺子挖了一块，在张素芬灼热的余光下，缓缓地正要送进嘴里。就在这时，二丫、狗蛋，你们想不想吃鸡蛋羹？来，今天二丫洗衣上辛苦了，狗蛋剁猪草也辛苦，这碗鸡蛋羹是三婶奖励给你们的。老三媳妇，你这是干啥？这可是我专门给你做的，他们小孩子吃啥？这是我奖励给二丫和狗蛋的，这有啥？你们俩还不快过来？三婶，狗蛋要吃鸡蛋羹，
不准吃狗蛋，听话。徐川，看你大嫂为啥要下狗蛋？我好心让狗蛋吃鸡蛋，他这是干啥？大嫂，狗蛋想吃就让他吃吧，咱都是一家人，又不是旁人。这也是徐川第一次见大嫂这样，他虽然搞不懂身旁的江苗今个晚上怎么突然转了性子，要知道前几天他不和狗蛋他们抢吃的就算是好的了，现在竟然还主动把鸡蛋羹给狗蛋吃，倒是有一点以前做婶子的样子了。川子，那是我专门给你媳妇蒸的鸡蛋，咋能叫狗蛋吃？狗蛋，今天晚上这碗鸡蛋羹让你婶子吃，明个妈再给你蒸。嫂子，川子以前总对我说，家里有啥好吃的都要紧着家里的娃吃，尤其是狗蛋和二丫，因为他们还小。今个晚上我这个做婶子的就想疼狗蛋，你这个做娘的为啥不让？江苗似笑非笑的看着一脸神色不自然的张素芬，像是开玩笑似的问道：还是说这鸡蛋羹里你放了其他东西，想毒死我？老三媳妇，你咋能这样说？这不是诬陷嫂子吗？嫂子咋可能在鸡蛋里放其他东西啊？还要毒你？你咋把嫂子想得这样坏？既然没有，那我就放心了。好狗蛋，别哭了，快来吃鸡蛋羹。狗蛋一听吃鸡蛋羹，正要吃，又被张素芬给喝住了。他三婶，狗蛋这孩子不爱吃蒸鸡蛋。谁说狗蛋不爱吃蒸鸡蛋？狗蛋，你爱吃蒸鸡蛋不？爱吃，狗蛋爱吃蒸鸡蛋。嫂子，你听到没？狗蛋说他爱吃。江苗说完，不顾对面脸色大变的张素芬是什么反应，直接把勺子里的鸡蛋塞到了狗蛋嘴里。婶子的好狗蛋，你娘做的蒸鸡蛋好吃不？香不？真好吃，油还放得多，不过味道好像和平时的略微有点差别，不过还是很好吃。张素芬看到他儿子吃，整个人仿佛失了魂魄似的，但就是说不出来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杀千刀的小妖精把鸡蛋一勺一勺的喂给儿子狗蛋。狗蛋，你说你妈坏不坏？这么好吃的蒸鸡蛋，她竟然不让你吃。妈坏，就是你妈就是坏。来，再来一大口，吃的真香。二丫，你再不过来，可就吃不上这么好吃的鸡蛋羹了。二丫见他妈这个样子，不敢去江苗那吃鸡蛋，只能探着头往鸡蛋碗里瞅着，盼望着能给他剩下一点。他肯定是知道了，肯定知道这里面他加了东西，他是故意喂给我儿子的，现在恨不得扒了江苗的皮，他怎么敢把鸡蛋羹喂给我的儿子？张素芬再也忍不住了，啪地站了起来，拽着不愿意回屋的狗蛋，把他硬生生的拉走了。可惜了，这碗里还剩点鸡蛋。这是咋了？难道是在气他今个没有给他出气？可是不应该呀！大嫂善解人意，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再说了，晚上我让给江苗蒸一碗鸡蛋羹，大嫂也没不愿意啊。刚刚在饭桌上说话也不像有怨气的样子，可怎么突然就变了？难道是借着鸡蛋羹发火？第二天一早，昨晚二丫把剩下的鸡蛋羹偷吃后，见天心情格外好。二丫，你妈呢？告诉她，让她别好吃懒做。现在都啥时候了，还瘫在床上不去上工，咋这么懒？江苗这句话说的故意很大声，为的就是让那个张素芬听见。躺在屋子里的张素芬果然听到了，她气得立马坐了起来。嘿，你个不要脸的懒货，整天在家里不干活，不是睡大觉，就是偷吃家里的好东西，还有脸说我好吃懒做。江苗一脚踹开张素芬屋子的门，看着坐在床上刚刚还在骂她的张素芬。哟，怎么不装你的好大嫂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妖精，昨天你就是故意的。我故意什么了？大嫂，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你还在这给我装蒜？我装什么了？江苗一副委屈无害的神情，下一秒脸色一变，一巴掌把张素芬的脸扇得偏向了一旁。我今个非要打死你这个黑心肠的贱货，我不动手，你以为我好欺负是吧？张素芬一脸狰狞的神情，连鞋子都没有换就撒了床，就要去薅江苗的头发，抓住他。打人了！救命啊！救命啊！你个黑心肠的小妖精，看我不打死你！张素芬光着脚，身上还穿着睡觉穿的碎花衣服，下面穿着大裤衩子，脸上神色扭曲，就仿佛那失去了神智的疯婆子似的。大嘴姐，救命啊！呀，这是咋了？大嘴姐，嫂子要打我，我不知道哪里又惹到了她。狗蛋他妈，你这是干啥呢？为啥要打江苗妹子？你给我闪开！我今天非要打死这个小妖精。这是咋了？正要去上工的曹婶子几人正好看到这一幕，看到往日张素芬挺体面的一个人，现在竟然头发不短，穿着裤衩，光着脚就出门了。张素芬被人指指点点的，等她冷静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狗蛋他娘，这才5月份，你咋就穿这么凉快就出门了？曹婶话中的凉快说的好听，但在场的妇女都知道，张素芬这一身明明就是女人家夜里睡觉穿的衣裳。真是不害臊，一个寡妇家穿成这样出来找男人。就是，之前他还瞧不起我那寡妇在家里妹妹，我妹妹再不好，也没有像她这样穿个背心裤衩都出门招摇。张素芬这回只管死死地盯着躲在张大嘴身后的江苗，又不想这样轻易地放过着。反正他已经这样子了，张素芬也不怕丢人。只见他往地上一坐，就开始哭。曹婶啊，你们都看看，
我这脸都是被老三媳妇打的呀，我不知道哪里就招了她了，进了我屋子里就给了我这个嫂子一巴掌啊！张素芬说着，撩开了挡着脸的头发，露出了有些微红的左脸。她的脸不像小姑娘那样甩上一巴掌就显得刺目，常年的风吹日晒早就把她的脸吹成了暗红粗糙的颜色，即使发红也不咋显眼，说到底还是皮糙肉厚。这个女人为了留神把丈夫做好的饭菜掀翻，心情稍微不好就对丈夫拳脚相加，今天甚至把存了几天的馊泔水泼到了婆婆身上，最后还让自己的大姑姐喝上了82年的洗脚水，真是女人变坏，男人变小猫。接上集，张素芬的哭诉并没有招来大家的同情，江苗看准时机开始哭诉：嫂子，我啥时候揍你了？你咋能这样冤枉我？我知道，自从我和川子结婚，你就看我不顺眼。你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整天看着我和川子，所以心里憋屈。平时你说我骂我，我都忍了，可你怎么能说我揍你？要知道，外表看着瘦弱文静，连质问张素芬的声音都是软软的江苗，在众人眼里哪能敌得过膀圆腰粗屁股大的张素芬呢？狗蛋他娘，你咋睁眼说瞎话呢？我刚刚来的时候没看见江苗妹子打你，反而见你要打江苗妹子，还一副要吃了她的样子。你说什么？真的是他打了我。大嫂，我知道你想嫁给王麻子，可是婆婆不愿意，你咋能把怨气发泄在我身上？崩溃了，我现在崩溃了。张素芬听到江苗这样说，血压一下子上去了，被气得失去了理智。她这几天最在意的就是外面说她和王麻子的那些闲言碎语，偏偏江苗还专挑她的痛处下脚，她眼睛被气的朝江苗扑了过来。我撕了你这个小妖精的烂嘴，我让你胡说，我让你编排我。狗蛋他娘，你没事吧？张素芬刚刚扑人，先落地的不是额头，而是下巴，再随后是鼻子。这是磕着下巴脱臼了，赶紧找辆板车把狗蛋娘拉去卫生所。江苗妹子，幸好你刚刚闪得快，要不然就被狗蛋娘给扑倒了。那吨位，就你这小身板，还不把你骨头弄断几根吗？大嘴姐，多亏你来得及时，要不然我就……妹子，没事了，你别害怕了。没想到狗蛋娘竟然是这样一个人。之前在背后说你的不是就算了，现在竟然还把气撒在你身上，你性子就是太软了，才会被他一个劲的欺负。要是我，早就一个大嘴巴子抽上去了。张大嘴很是愤懑不平。川子媳妇，以前只知道你腼腆，但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这次打结婚来，恐怕你没少被那个狗蛋娘欺负吧？嫂子，川子说，大嫂没了丈夫，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所以无论嫂子对我做啥，都叫我不要和嫂子计较，我听我家川子的，她让我咋做我就咋做。你咋这么不争气，这么软弱，凭啥都听川子了？你被人欺负成啥样了？怪不得那个狗蛋娘敢这样欺负你。现在都是新时代，讲究男女平等，你又是文化人，你和嫂子说句实话，你在家是不是不听川子的？他就动手打你啊？江苗一脸慌乱害怕的解释道：没有，他不打我。江苗不说还好，越说众人越觉得川子动手经常打他。大嘴姐，昨个还有今个，真是多亏了你了，要不是有你护着我，我真是没活路了。大嘴姐，这衣裳是我当初下乡时带过来的，其他的都被川子给二丫穿了，就剩下这件，我平时舍不得穿，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回家给你家草儿穿吧。这咋好意思啊？昨个和今个，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人，那只当啥？妹子，你赶快收起来。张大嘴连忙摆摆手，我拗不过一直坚持的江苗。要知道，在村子里，大家穿的衣裳都是用自己织的布做的衣裳，有的甚至打满了补丁。这样的灯芯绒褂子是县城里才有的，这放在村子里那是顶顶的稀罕物。妹子，你的衣裳咋会被川子给二丫穿啊？川子说，二丫小，只要是我这个婶子的好东西，就应该给二丫。二丫没了父亲，只有他这个三叔，不仅是我好点的衣裳，还有雪花膏、肥皂，凡是二丫想要的，川子都让我给二丫，说这样我才是个好三婶。撇，川子咋这么不要脸啊？那可是你的东西，关二丫啥事？还好三婶呢？哪有这样个好法？又不是你生的亲闺女，你在这个家都被欺负成啥样了啊？以前我就瞅二丫那闺女嘴巴刻薄的很，自打你进门，我就没见过她喊过你一声婶子。在外面，她还扯谎说你懒，在家睡大觉，她就不是一个好东西。真的是有啥样的吗？就有啥样的闺女。那张素芬，真是想不到她是这样的人，只怪她平时装的太好了。大嘴姐，你别这样说，被川子听到，她该不高兴了。江苗的话让张大嘴对徐川的不满更加严重了。等张大嘴出了徐家的大门，
在村子里逢人就说徐川做的那些事，还有二丫张素芬。下午，徐老太喝了治头痛的药，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给儿子徐川说好的要让江苗给他端屎盆子，结果到现在还没来。他脸色发黑的冲屋外喊：“老三媳妇，老三媳妇，不应该啊！昨天被川子狠狠教训了一顿，今天就应该识趣的来我这给我赔不是才对呀！我今天非要整治他不可，就让他给我端屎盆子，还要让他给我擦屁股。他要是表现好，再说谅解他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江苗姗姗来迟。老婆子，你喊混呢？还不快给我把屎盆子拿来！你半身不遂了吗？不能下炕自己走吗？怎么了？真的是气的把腿也气坏了吗？看来你这个小娼妇还是没有被打怕，要不等儿子回来再给儿子说说，让他再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娼妇。哼！江苗扭身出了屋子，不到片刻，手中拿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挑着一只脏兮兮的盆子。你这是干啥？你为啥不用手拿？当然是嫌脏了，你还不会拿？看我这个儿媳妇对你多好，还给你拿屎盆子，上哪找我这么好的儿媳妇？昨个不就吃了点家里的白面吗？瞧你气成啥样子了！咱都是一家人，谁吃不是吃啊？你心眼咋就这么小啊？你给我滚出去！江苗看了眼挑着的盆子，趁对方不注意，直接把盆子扣到了徐老太的头上。啊！你这个杀千刀的小娼妇！江苗身后响起徐老太怒不可遏的声音，伴随着用拳头砸床的沉闷声。走到门口的江苗禁不住的摇了摇头。哎，儿媳妇真是难做。这几只老母鸡是被徐老太养在东南角，平时宝贝的不行，家里吃的盐、酱油都指着它呢，并且给孙子狗蛋补身子也靠的是它。这几只肥嘟嘟的老母鸡，正好能给我好好补补。不知道早晨让二丫去推磨推的咋样了？你这个臭狐狸精，烂人，让我干活，坏心肠！骂人呢，不好好推磨。二丫吓得连忙回过神来，眼中微闪。不知道这个坏女人刚刚有没有在门外听到她骂的那些话，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要挨揍了。接上集，在江苗收拾完徐老太之后，开始对二丫下手了。打的就是你！刚才你念叨的什么？你为啥打我？你说为啥？去烧水，把院子里那只老母鸡身上的毛给我退干净。我晌午要吃炖鸡，顺便再给我贴一锅玉米饼子。再要是干多盐，小心我还揍你！等二丫看到院子里那只老母鸡时，才知道那个坏心肠的女人竟然把她奶看得比眼珠子还重要的老母鸡给宰了。这可是天天都能下蛋的老母鸡啊！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废话怎么这么多？还不快去烧水？中午不想吃饭了。没一会儿，灶房就飘出来一股子浓郁馋人的肉香味，还伴随着玉米饼子的甜香。这咋闻起来有点鸡肉的味道呢？不好，我得看看去。闹不好那个小娼妇又做啥妖呢？我的鸡，我的老母鸡！你个小娼妇，你竟然敢吃我养的老母鸡！徐老太这下啥病也没有了，抄起墙上挑水起来，就来打江苗。江苗连忙从椅子上和徐老太收起拳头前面。徐老太太后面拿着脸打得好，来，他跑那边去了，快追！徐老太按照二丫指的地方追了过去，江苗跑到屋门口的时候，一把抓住徐老太朝他打来的扁担，把人往屋子里一推，眼疾手快，把门从外面用锁给挂着了。你个小娼妇，快把门给我打开！等我儿子回来，我让他扒了你的皮！妖精啊，你这贪嘴的贱货！我辛辛苦苦养的鸡，就你也配吃？你个死老太婆，我吃你的鸡是瞧得起你，再敢给我瞎咧咧，我让你儿子把你给我赶出去！你个挨千刀的，等我儿子回来，我让他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无赖！那是我养的鸡呀，你还让我儿子把我赶出去？我看看咱俩到底是谁滚出这个家！你养的鸡儿媳吃，这不正好？江苗的话让屋里的徐老太差点气疯。下午徐川下工后，金哥做啥好吃的了？咋这么香？今天晌午炖的鸡没吃完，他怕二丫他们偷吃，江苗就给收了起来。等晚上的时候，他往锅里倒了热油，爆了葱花和几个干辣椒，然后把炖鸡做成了葱爆香辣干锅鸡。徐川一进屋就看到他媳妇面前摆着一盆炒得酱香油亮的鸡块，而二丫狗蛋两人一左一右，嘴里流着哈喇子，盯着他媳妇啃鸡块。回来了，你怎么不在那多干会？天都黑了，我就回来了。那明个我再多干会。徐川见媳妇不满意，连忙说道。他在桌子旁坐了下来，他的目光从江苗面前桌子上已经堆了一堆的鸡骨头上移开，然后盯着盆子里的酱鸡，一脸带笑地问江苗：“这哪来的鸡呀？
你娘养的呗，我这不是见你娘在床上病的都起不来了，都到了让我这个儿媳妇给她端屎盆子的地步，我寻思着杀只鸡给你老娘补补身子。江苗说着，用手又从盆子里挑了一块肉多的鸡块，放在嘴里啃着。徐川见他为了他娘杀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即使他有些心疼，但心里也是高兴的，暖乎乎的感觉他又变得懂事了些。那娘吃了没？别提了，你那个娘不识好歹，我好心好意杀鸡给她补身体，她还拿着棍子要打我。你别那样说，她是我娘。这就护上你娘了，我被你娘追着打，也不见你关心我。你这不是好好的吗？你杀了咱娘一直放在心坎上的老母鸡，她可不是要打你吗？好啊，你不向着我说话，向着你老娘。告诉你，徐川，这只鸡我是为你老娘杀来补身子的，甭不识好人心。徐川看着一旁的二丫和狗蛋，脸色尴尬的不行，不想再和江苗继续说下去。你别吃了，我用碗给娘扒一碗送过去，让娘消消气。送啥送？你还没看出来吗？你娘她不爱吃肉，就爱吃糠饼子，就咸菜疙瘩。你把糠饼子拿上2块，再给她端点咸菜疙瘩就得了。那是我娘啊，哪有你这个儿媳妇在这吃鸡肉，让我娘吃糠饼子的道理？再说了，你这老母鸡不是特意杀来给我娘补身子的吗？徐川要不是顾忌着二丫和狗蛋在场，语气还能再卑微点，他面露哀求，哀求对方在二丫狗蛋面前给他这个三叔留点面子。你娘拿着棍子打我，还想吃我做的鸡，做梦！再说了，她平常不是不爱吃肉吗？就爱吃咸菜疙瘩，这是她当初亲口对我说的。当初原主刚嫁过来的时候，有天徐老太罕见的做了一碗猪肉炖土豆，原主刚夹起一块猪肉，就被徐老太用筷子打掉了。那猪肉不好吃，没有这土豆好吃。老三媳妇，你快尝尝，这土豆我烀得软软的，还带着肉味，吃着比肉还香呢。我这人就是这样，一点都不爱吃肉啊、鸡啊啥的，这些东西都是让他们老爷们吃。我觉得那肉还没我腌的咸菜疙瘩好吃呢。老三媳妇，你快尝尝我腌的咸菜疙瘩，可下饭了。江苗这样说，徐川当然也想起来了他娘平时说的那些话。可徐川心里清楚啊，他娘那不是不爱吃，而是舍不得吃，想把肉让给他这个儿子吃。不给娘送就不送了，你总要给狗蛋二丫分点吧？家里都好长时间没有开荤了，他们俩还正在长身体呢，哪有你这个做婶子的在这吃，让这俩人在一旁看的道理？吃啥吃？我这个身子给你们老徐家当牛做马累坏了，正好补补。他们俩要是饿，就去吃糠饼子就咸菜。二丫，你待会去把我那2双鞋给刷了，刷好后才能去睡觉。这个家不留吃白食不干活的闲人。这都那么晚了，你让他刷啥刷？你自己不会刷吗？再说了，他明天还要去上学呢。哟，这就心疼了。他不让我和狗蛋去上学了，让我俩以后天天在家里干活。今天我都推了1天的石磨了。三叔，你看我手上都磨出来泡了。他刚说完，就伸开双手让徐川看。徐川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二丫手上被磨出了2、3个大水泡，还不等徐川开口质问江苗，江苗倒先说了起来：“不就起了几个水泡吗？咋就这么娇气？我以前干活的时候，手上脚上被磨出来血泡都没事，看来活干的还是少了。”你怎么能和他比？你多大了？他才多大？以后家里像这样的活不要让二丫做了，让她洗洗衣裳就行了。还有，你为啥不让他俩去上学？这不是你那个好嫂子说的吗？说女娃上学没啥用，既然上学没用，那二丫还去上学干啥？狗蛋也不要去了，等再大点，就和你一起去地里干活挣工分养家。江苗说完，从盆子里拿了一块鸡肉递给狗蛋，狗蛋高兴的正要去接，江苗忽然把鸡肉又收了回来。狗蛋，婶子说的对不对？不上学，你就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对，狗蛋不想上学，上学太累了，狗蛋喜欢玩。狗蛋真乖，快吃吧，这是婶子奖励给说实话的狗蛋的。狗蛋，不要吃这个女人给的鸡肉，咱有骨气点。鸡肉，狗蛋的鸡肉，快二丫，你赔我的鸡肉。好了，闹够了没？你有骨气？哼，我告诉你，你这不是有骨气，你这是浪费东西。这么好的肉就这样被你扔了，捡起来把它给我吃了，不吃你打明着起就不要吃饭了。我凭啥吃？这是我家，你是那个外人，这家还轮不到你做主。你说不让我吃饭，我就不能吃饭了。我奶还没有说话呢。我是个外人，这3年来你穿我的衣裳，用的雪花膏、肥皂，吃我挣的工分换来的粮食。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我是个外人？那是三叔给我的，我就说那衣裳上怎么一股骚狐狸味，原来是你的衣裳。如果知道是你的，我才不穿呢。那粮食我吃的是我三叔挣的，谁是你的了？二丫话音刚落，江苗那个大嘴把脸就抽了上去，瞪了一眼一旁准备护着二丫的许川。你三叔挣的，你问问你三叔，他一个人挣的那些工分够你们一家吃吗？呸，怎么不够我们吃？三叔，你快说句话啊！你告诉这个狐狸精，我们吃的是你挣的工分换来的粮食。你不要闹了，行不行？是我在闹吗？你的眼睛既然看不见，那就把眼珠子抠出来去喂狗。你的好侄女问你啊，你怎么不回答她？二丫，你们吃的口粮里也有你婶子挣下的，你别再闹了，快和你婶子赔个不是。听到没？你不是有骨气吗？把这3年来吃我的粮食全部给我吐出来。对了，
还用了我的雪花膏，那一罐子可值不少钱啊！还有我的肥皂，你不是有骨气吗？说话啊，婶子的好二呀！我以后都会还给你的，谁稀罕你的东西？呵，有本事你现在就还给我！既然都做了这么不要脸皮的事了，还张口闭口的讲骨气2个字，你未免太恶心了些。二丫还小，你为啥要和她这样计较？都别吵了，二丫，走三叔送你回屋。上集江苗再一次大闹之后，徐川为了讨好江苗，去给帕大洗脚水。川子，你在家吗？赶快开门！是二婶啊，怎么了？有事吗？栓妈都在我家一整天了，也不见你家里人去寻她。过会你过去接一趟。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个儿子啊？你媳妇呢？她在屋里呢。咋了？婶子，你找她？江桂枝见徐川还不知道上午发生的事呢，他连忙把川子拉到一旁。川子，我问你，狗蛋他娘现在在哪？你知道不？经江桂枝这一提醒，徐川才发现自打他回来就没有见到大嫂，可能在我娘屋里的吧。啥的？你娘屋里呢？你嫂子今天上午和你媳妇掐架，人被送去卫生所，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啥？我嫂子被送到卫生所了？你别急，你二叔说没啥大事，就是下巴脱臼了。我估摸着这个点也该回来了。川子，也不是我这个做婶子的说你，你可真要管管你媳妇了。看她这几天都猖狂成啥样子了，那样对你娘不说，还这样对你嫂子。你嫂子平时多和气的一个人啊，要不是被你媳妇欺负的不成样子了，她咋会光着脚就出来和你媳妇掐架啊？叫我说，你媳妇就是一根搅屎棍，看这2天把你家搅和成啥样子了。二婶，昨个发生的事我已经说过她了。只说她怎么行？川子，你也太疼你媳妇了，把她惯得这样狂。既然都嫁到咱老徐家了，你就不能让她翻了天去？看王瘸子的媳妇王秀娥现在多听她的话，当初刚结婚的时候不是挺傲吗？还整天说骗婚啥的。可你看现在王瘸子把她治的那是服服帖帖的，媳妇就该那样教训。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揉不坏的面，打不死的女人。你别心软，男人就应该硬气点。二婶，我知道了。等江桂枝走后，徐川从缸里舀了2瓢的凉水倒进了盆子里，然后给江苗送进屋里。江苗的脚刚放在盆里，然后一脚把盆子踢翻了，水流了一地。他横眉怒目地看着徐川，这么凉，你是想凉死我啊？哪里凉了？要不我再去给你端一盆，加点热水。还不快去！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你还能干啥？等徐川打了一盆水，又从暖瓶里倒了点热水进去，用手试了试温度，才给江苗端过去。听说你今个上午和大嫂掐架了，把大嫂都弄进卫生所了。你听谁在背后嚼舌根？那哪是我弄的，明明是他上来要扑我，我往旁边一躲，他扑到了地上，那是他活该。你以后能不能对大嫂好一点，别总是欺负她？大嫂这些年不容易，还有我娘，你以后别总是和她对着干了，她年纪大了。徐川，你大嫂还有老娘欺负我，你还为他们说话，让我让着他们。我是你媳妇，你为啥不向着我？他们一个是生我养我的娘，一个是我大嫂，你是我媳妇，让他们能咋了？被踹在地上的徐川也有点火了，江苗二话不说，拿起盆子里的洗脚水就朝徐川泼过去。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让他们。你徐川有能耐，就让他们别来招惹我。对了，今个我见你老娘追着我打挺有精神的，一点都不像有病的人。既然没病，就不要装。你去和他说，让他打鸣个起，就去地里上工，给我挣工分去。我娘那么大年纪了，你还让她去挣工分？徐川抹了一把脸上的洗脚水，就要对江苗动手之际，江苗不等他动手，拿起手中的洗脚水就朝徐川砸了过去。徐川被砸得嗷嗷叫，脑子也逐渐清醒了。徐川，咱明天就去公社离婚，谁不去谁是孬种。不离婚行不行？你也别让我娘去上工，以后我多干点，多挣点工分还不行吗？你挣的那点工分够干啥的？对了，你刚刚不是要打我来着？我告诉你，这婚离定了，不想让我离婚也行，你跪下向我保证。保证啥？保证从今往后都向着我，不准再向着你嫂子和你老娘。还有，以后我管教你侄子侄女，你不准替他们说话，也不准反驳我的话。在这个家，我说啥就是啥。那你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只要他们不来招惹我，我是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徐川听到江苗这样说，这腿就是弯不下去。他连自己的爹娘都没有跪过，现在竟然要跪媳妇。徐川心里纠结的要命，他可是一个男人呢。你可以不跪，咱明天去公社离婚。这下你满意了？满意什么？你还没有向我保证呢。徐川沉默了一会儿，到底还是屈辱的向江苗保证了。徐川，记住你刚刚说的话，以后在这个家，我说啥就是啥。你以后当着外人的面，能不能给我留点脸？我可是个男人，背地里只有咱俩的时候，你想怎么打我，怎么骂我都行。今天你当着二丫狗蛋的面拧我，以后让他们怎么看我这个三叔？哟，你还要脸呢？看我心情，去把我衣裳给洗了。徐川心里屈辱极了，他抱着衣裳来到院子的压水井旁，看着泄愤似的一个劲的洗衣服的侄女二丫。二丫，你回去睡吧。这些鞋子和衣服三叔帮你刷，他在屋里哪不知道。
三叔，那个女人就是个黑心肠的坏东西，你那蝎子还毒，你让她滚出咱家，滚出咱家！当初你要是和美丽姐结婚，咱家咋会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个坏心肝的不仅打你，还让你一个大男人给她洗衣裳，她自己没长手吗？咋这么不要脸？你小声点，小心让你婶子听到。三叔，你现在为啥这样怕她？你以前明明不这样啊！二丫，你还小不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你以后不要再招她了。你也看到了，她以前是小绵羊，随意你怎么欺负。可他现在就是一只母老虎，就连我也招架不住。他现在压根就不听我的话。你这几天先躲着他，上学那事，等过几天我和他说说，让你和狗蛋再去上学。徐川不放心的又对二丫叮嘱了一遍，记住没？这2天千万别惹他生气，他一生气动手揍你，我也没法护着你。我现在管不住他。二丫不敢置信，这是一向护着他的三叔说出来的话。三叔，你咋变了？变得这样怕媳妇？你一个大男人，为啥不能像王瘸子那样揍媳妇，揍得让她在床上爬不起来？好了，二丫，别说了，快去睡觉吧。徐川一个做三叔的，要怎么和二丫说是他不想和他三婶离婚呢？即使他现在变得这样刻薄、尖酸、霸道，可他还是不想和他离婚。三叔，你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三叔了。二丫气呼呼的跑回了屋子里。徐川觉得二丫这孩子有点不懂事，咋就一点都不知道体谅一下他这个三叔的难处？也可能是江苗之前平庸的样子让徐川太不安心了，给徐川一种踏实感，一种永远不会离婚的错觉。人一旦要即将失去某样东西，才会重现昔日的不爽。现在的徐川就是这个样子，在面对强势霸道的江苗时，他宁愿下跪被甩巴掌也不肯急。在徐川洗完衣服后，他想起来他老娘了，不知道老娘吃了没。徐川到底是不放心，从筐里拿了2个糠饼子，又端了半碗咸菜疙瘩，急忙朝徐老太屋里走去。欢子，你可回来了？那个小贱人把我锁屋里1下午了，现在人在哪？走去替娘出气去，这次你绝不能手软。徐老太拉着儿子的胳膊就准备去找江苗算账，可无论他怎么拉，儿子就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你这是咋了？还想护着那个小贱人？你知不知道那个小贱人杀了你娘我养的鸡不说，还把我锁在屋子里1下午。对了，他还骂我死老太婆，说吃我养的鸡翅看得起我。我呸！还有今天上午我让他给我拿屎盆子，可他倒好，把屎盆子倒扣在你娘我头上。娘，那鸡他杀就杀了，不是还给你剩下1只鸡的吗？再说了，最近江苗你也知道性情大变，我也是敢怒不敢言啊。还有，你以后别再让他给你端屎盆子了。你要是真的病的需要人给你端屎盆子，等改天我让二姐过来伺候你。徐川刚给江苗又是下跪又是保证的，这才换来短暂的宁静，他不想打破的。你在说啥？你今个是不是脑子烧糊涂了？娘，我好着呢。你被那个狐狸精灌啥迷魂汤了？你老娘都快被他给欺负死了，你不仅不帮我去教训他，反而护着那个狐狸精，你还是我儿子吗？徐老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有天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以前只要他这个娘说啥那就是啥，说让他去说他媳妇，他二话不说的就去把媳妇教训一顿。可现在，娘，她是你儿子的媳妇，你孙子拴娃的妈，这次要不就这样算了吧。徐川语气中的哀求让徐老太炸毛了。你为啥要这样护着那个贱蹄子？我可是你娘啊！娘，算我这个当儿子的求你了，咱家这2天已经够乱的了。你现在这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你之前还没有这样呢，你现在为了那个小妖精就这样对你娘我？徐川被他娘说的抬不起头来，他低着头不敢看他娘。徐老太见儿子不说话，他失魂落魄的回到屋里躺下。娘，你吃点东西再躺下吧。徐老太不接徐川话茬，徐川没法子，只能把饼子和咸菜放在桌子上。娘，饼子我给你放这了，等你饿了起来吃点。徐老太还是不吭声。徐川在屋里停顿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门给他娘从外面带上了。被送去卫生所的张素芬半夜才回来，被外出打猪草的大丫正好看见江苗和他妈掐架，躲在远处的大丫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没想到他妈在三婶那里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大丫见他妈被人用板车拉走，他不放心，就跟了上来。妈，到家了，你慢点，好好休息下。大丫，妈没事，就是磕破了个鼻子。张素芬难得的对大丫说话温和了一次，还是因为这次他被送去卫生所，大丫跟了过去。大丫到底还是有良心，念着他这个妈，知道妈比三婶重要。大丫，你要记住，你是我张素芬的闺女，无论啥时候，你都要站在你妈我这边。妈，我知道了。知道就好。你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要和我一条心，我让你干啥你就要干啥。那个贱货就是一个外人，你要分清楚谁才是你最亲的人。张素芬说完，难得亲昵的揉了揉大丫的头，大丫愣住了，
他感受着头上那只手，那是属于他妈的手，这还是他妈第一次这样摸他的头，是那样的温柔，他只见过他妈这样对二丫狗蛋。第二天一早，为了讨好江苗，徐川难得做了早饭，但是因为做的早饭不好吃，被江苗又是一顿收拾，二丫也被江苗骂跑了。徐川来到张素芬门外，他一个小叔子不好进寡嫂的屋，所以只能站在门外问大嫂，你现在咋样了？听二婶说你下巴脱臼了，严重不？卫生所的人咋说？川子，嫂子没啥事，人卫生所的说养2天就行了，你千万别和你媳妇置气，都是嫂子不好。嫂子，你要是有啥不舒服，千万不要忍着，我带你去县城大医院看看。没事，川子，嫂子没事。屋里传来张素芬哽咽的声音，徐川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门外站了一会才离开。离开后的徐川到处找还没吃饭的二丫，最后是在养鸡的西北角发现二丫蹲在地上，一个人哭得可怜巴巴的，他连忙蹲了下去，哄道：二丫别生气了，明天三叔去县城给你买糖吃。徐川说着，见二丫还不理着，他又从身上掏出2毛钱递给二丫，三叔给你钱，你去村头买碗豆腐脑喝，剩下的钱你留着花，明天三叔去县城再给你买双新凉鞋。二丫接过钱，这才破涕为笑，抬头间脸上的笑意猛地一僵，只见三叔身后站着那个黑心肠的坏女人。徐川见二丫神色不对劲，顺着她的目光往后看去，见是江苗，他眼神突然有些躲闪。你咋过来了？江苗双手环胸，没有看徐川，而是目光落在了二丫手里拿着的2毛钱上。他走上前去，二话不说，把钱从二丫手里拽了过来。你干啥？那钱是我三叔给我的，你还我。你三叔的钱，那就是我的钱。既然是我的钱，我为啥要给你？江苗不顾愤怒的要喷火的二丫，伸出了手，毫不客气的说道：给我钱。你要钱干啥？徐川见他抢了自己给二丫的2毛钱，心里有些憋屈，见他又问自己要钱，他有些吃惊，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有问他要过1分钱。我要买新衣裳，打钱。你不是有衣裳穿吗？好啊，我有衣裳穿，难道就不能买新衣裳了？你的钱舍得给你的好侄女花，就不舍得给我花？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家里日子不宽裕，这钱难挣得很。要不等过段时间你再买衣裳，我明天去供销社还要给你买咸鸭蛋和肉呢。好你个徐川，给你侄女买凉鞋都有钱，我要买衣裳就没钱，这日子没法过。江苗说着，直接动手狠狠地掐徐川的脖子，让你偏心眼子。快松手，别掐了，姑奶奶，求你了，我给还不行吗？在江苗的催促下，从口袋里拿出1叠钱，徐川正准备抽出1张2块的给江苗，可不料手里的一沓钱一下被江苗抢了过去。这点钱我先拿着花。这么多钱你怎么花得完？你拿5块去花，剩下的还我。这可是整整26块钱呐！这原本是徐川打算给资助小兰上学的钱，小兰就是原著书中那位被资助的对象。还你，咱俩可是两口子，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不给就不给，但你好歹给我留点钱啊！我明天还要去县城给你买西瓜呢。我不管，这钱进了我的口袋就是我的。我明天桃酥西瓜、咸鸭蛋、肉是一定要吃到，吃不到你给我走着瞧！哼！江苗说完，扭头走了。三叔，看你把他惯成了啥样子，那么多钱到了他手里，指不定1、2天就给你败光了。你刚刚为啥不给他1巴掌？他都那么掐你了，还有你这脸上也是他抓的吧？好了，二丫，这是大人之间的事，你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待会你机灵点，去灶房，我在锅里给你留了2个窝窝头，你偷偷吃了，别让他看见。在徐川上完工之后，江苗到县城的国营商店扯了1件半袖，还买了1件布拉吉，而且还用掉了江苗最后1张赌票。你是疯了吗？那可是25块钱啊！你就用来买了这么一条破裙子，不就才25块钱吗？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给你说句话，你记住，男人被甩，金钱问题；女人被甩，面貌问题。我被甩，你他妈脑袋有问题！徐川见他不在意的样子，气得半死。那可是25块钱呢，买猪身上最好的肥肉能买25斤呢。粮食站的白面才1毛3一斤，25块钱能买多少白面呢？咱在村子里你也穿不着这样的衣裳啊，这都是那没结婚的小姑娘穿的。你连娃都有了，快去县城退了，这钱用来干啥不好啊？既然你养不起媳妇，那就趁早离婚，别耽误我找下家。告诉你一句至理名言，人生就像大便，一旦冲走了，就不会再回来。这一口82年的老谭和江苗说的话，让徐川突然一愣。毕竟70年代的人怎么能听懂21世纪的话语？毕竟家里一直使用的是汉字。你的钱舍不得给我花，是不是背地里养人了？你这是说的啥话？我咋可能背地里养人？我挣得钱都是你的，可咱的栓子还小，咱娘年纪又大了，二丫狗蛋他们又要上学，这钱要省着花，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咱还要过日子啊。没养人就好，当初我看上你，因为我脑子进水了，可是现在我脑子抖干了，希望你讲的是真话。另外我告诉你，徐川，我可不管那么多，我要花钱，你就要给，不给咱就离婚，就这么简单。我也没说不给你钱啊，
徐川心焦的不行，这得多少钱才能够他花的呀？算你识相，告诉你，你娶了我，那是你老徐家祖坟冒了青烟了，花你点钱，就在这逼逼赖赖的，看你这穷酸样。明哥，你去县城，正好帮我烧一瓶雪花膏回来。雪花膏那肯定要花不少钱吧？你到底买不买？买，没说不买，只是我身上的钱今天都被你拿走了，我手上实在没钱了，要不等我有钱了再给你买。徐川打着商量，江苗想也不想的抡起巴掌就打了上去。把我当傻子啊？家里的钱不都是在你老娘手里攒着呢？你去找他要，我明天见不到雪花膏，你就不用再进这个家门了。真是女人不能惯，越惯越上头，女人越宠越会蹬着鼻子上脸。想当初他从来没有要这要那的，甚至拿出自己的钱来贴补家里，可现在买了25块钱一条的裙子，连眼都不眨，还要买雪花膏。这几天脾气坏就算了，可现在咋这样败家了？一点都不像曾经那样会过日子的。你还别说，这小妮子的手劲还真不小，真疼。徐川垂头丧气的去找他娘徐老太要钱去了。徐老太上午的时候就听二丫说了，那个小娼妇把他儿子的钱给夺走了，他心里甭提多气了，那可是他徐家的钱。他立马下了床就去找那个小娼妇算账，可没想到扑了个空。娘，你今天咋样了？好点了没？昨个晚上儿子护着那个小娼妇，着实伤了徐老太的心，可面前站着的到底是他放在心尖上的儿子。他过了一会儿还是说了话。干啥来了？娘，昨个是我不好，你别气了，我今天已经说了他了。说，你说他有用吗？你给我捶他，拿出你西北锤王的样子，锤死他！娘，你要给我做主啊！徐川正要说什么，被一道哭声给打断了，原来是徐川的二姐。闺女，这天都黑了，你咋这个时候回来？娘，刘大柱他想打死我啊！徐秀花几年前当姑娘的时候，被上岗村的一个上过几年学的小白脸给迷住了。徐秀花长得颇有几分秀丽，而小白脸惯会花言巧语的，俩人就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雷勾动了地火，搅合在了一起。啥？那个刘大柱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然敢打你！二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当初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对方，要不是你当初怀上了他的种，咱家又是给他找工作又陪送钱的，当初那个小白脸就没怀啥好心思，现在弄成这样。当时二姐不也是猪油糊了心啊？现在徐大柱嫌弃我大字不识一个，还和村里的一个寡妇不清不楚的。他为了那个寡妇，今天居然还和我动手了。刘大柱以前虽然不是个啥好人，但以前从来没有听说他打你。接上集，为了报复江苗，张素芬打算找人设计陷害江苗。新人物二姐出场，二姐也是被婆家欺负，回来到娘家告状，这下更精彩了。妈，这鸡腿可真好吃，你真偏心，我就吃了2口，你就让我给狗蛋吃了，我还没吃够呢。那个死大丫咋就给你拿过来一只？我明明记得有2只鸡腿，而那个坏女人自己没有吃，肯定都留给那个死大丫了。二丫，那是你姐，你别总是死大丫的，你平时叫她几句姐，把她哄高兴，以后她有啥好吃的，肯定也不会忘了你的。大丫绝不会想到，她舍不得吃，拿给他妈的鸡腿，最后他妈一口没吃，都进了狗蛋二丫的肚子。妈，咱怎么对付那个骚狐狸啊？三叔现在不是从前的那个三叔了，那个骚狐狸当着三叔的面抢走三叔给我的钱不说，还把三叔的钱都给抢走了，并且他当着我的面就掐三叔，三叔脸上的伤也是被他抓的。都这样了，三叔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更不用说动手打他了。谁说不是呢？我看这老徐家的贴要变了，再也不是之前那个样子了。现在连川子都怕那个女人，连你奶奶都被那个女人气得躺在床上了，也不见你三叔对她动手，不仅不对她动手，竟然还帮那个女人打洗脚水、洗衣裳，就连我被那个女人欺负进了卫生所，也不见川子给我这个嫂子出气。二丫，你再忍忍，娘已经想到法子了，等过几天就让那个女人好看，她敢这样欺负咱娘仨，我这次让她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张素芬一脸的阴狠，她小时候拜了一个跳大神的当干娘，她这次一定要去找干娘，让干娘帮着出个法子，好好治治那个小妖精。对，最好能让那个骚狐狸浑身长满烂疮，躺在床上起不来的那种，到时候他倒要看看他还怎么猖狂。妈，我咋听到二姑的声音了？说啥傻话呢？你二姑要是来也该白天来，这都那么晚了。好了，二丫，你赶快把煤油灯灭掉，上床来睡觉。川子，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婆家过的是啥日子。我那个婆婆整天就知道刻薄我，家里有点啥好吃的都端到自己屋里，让刘大柱还有小姑子吃，把我晾在一旁。还有我那个小姑子都18岁的大姑娘了，现在连里面穿的裤衩都让我这个嫂子给她洗。平时刘大柱一喝醉酒就打我，而婆婆和小姑子就装看不见，有的时候甚至帮着她欺负我这个外人。我以前怕你们担心，都不敢和你们说，
可这次刘大柱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娘。我的闺女啊，你咋就这么傻啊？当初他一次打你，你就应该跑回来和娘说啊。那个良心被狗吃的刘大柱咋这么狠的心啊，把你踹成了这个样子。娘，你闺女我给她刘家生了一儿一女，可他们拿我当畜生使唤啊。我在他家过的都不是人过的日子，这才结婚几年，刘大柱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好了，整天都是嫌弃我这不好那不好，甚至还动过想和我离婚的念头。还是我拿了一瓶农药要喝下去，这才吓得刘大柱再也不敢和我提离婚的事了。可不提离婚，刘大柱打我就打得更狠了，这些我也就咬咬牙都能忍下来，可这次刘大柱背着我偷人，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苦命的闺女啊，他们一家都是狗娘养的东西啊，这样搓磨你，真是丧尽天良啊！徐老太一直以为闺女在刘家是享福的，以为闺女每次回娘家都是报喜不报忧，她真是个老糊涂了，就信以为真了，还真以为闺女在婆家日子过得不错呢，摊上好婆婆和好男人了。离婚，和他离婚。徐秀花听到兄弟川子这样说，顿时沉默了，只一个劲的哭。徐老太看出了闺女不想离婚，她对儿子说：你二姐她和刘大柱都有了2个娃了，要是和他离婚，那娃咋办？你二姐舍不得牛蛋和草儿啊！再说了，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你二姐要是离了，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啊？人家还不在你二姐背后指指点点的，你让她咋做人？二姐，要不你还是和他离了干净，把牛蛋和草儿接到家里来，我养着你们。徐秀花支支吾吾，就是不吭声。徐川察觉出了二姐的意思，恨铁不成钢的看着神色不自然的二姐。二姐，你不会是还舍不得那个刘大柱吧？他都背着你偷人不说，还打你，都这样了，你还舍不得他？川子，我……徐秀花瞅了眼兄弟，然后捂着脸呜呜的坐在床上哭了起来。接上集，第二天徐川喂完鸡，准备钻进灶房要去做饭，被二姐徐秀华给拉了出来。川子，昨个晚上我都听娘说了这几天发生的事，你媳妇也忒不是东西了，以前装模作样的竟然都把大家给蒙了，现在不仅欺负娘，还欺负他兄弟你，这是哪来的道理？做饭哪是你这个男人干的事情，等我去叫。昨个他娘给他说了家的事，气得他反而把自己家的事抛在了脑后。敲什么敲？大早晨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都啥时候了，谁家媳妇这会了还睡觉呢？还不赶紧给你家男人和婆婆做早饭去？什么？让我做早饭？谁想做做去，我还罚着呢。徐秀花见这个平日里3棍子打不出来一个屁的老三媳妇，现在真的像他娘说的那样，整个人变了，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这个大姑姐说话。你不做饭谁做饭？娘被你气得在床上起不来，大嫂更是被你害得摔伤了下巴和鼻子。你不做饭，难道让我这个大姑姐做饭？徐秀花一脸的不爽，她来到这个家可是客人。再说了，以前她回娘家那次不是随便使唤这个弟媳妇，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是你做，怎么的？这次你来我家又哭着手来的吗？江苗双手环胸，目光上下打量着徐秀花。他昨个晚上就知道徐秀花回来了，不过徐秀花以前每次回来都是空着2只爪子，带着几张嘴回来啃娘家的。啥是你家？这是我家，我回自己家，空着手咋了？我娘我兄弟都没说我，轮得到你一个外人说我？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现在这个家是我当家，你回来不拿着你吃的口粮回来，你不会还想吃家里的粮吧？嫁出去的闺女回娘家，谁家不是挎着一篮子在自己家蒸好的馍带到娘家吃？你倒好，从来没有拿过一次的馍，每次都是张着嘴吃，吃的环境是些好的，走的时候还拿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我吃家里的粮咋了？我吃的是我兄弟挣得粮，关你啥事？好啊，你兄弟1年挣得粮食，供他娘吃，他嫂子吃，他侄子侄女吃不算，现在还要加上一个你，你兄弟是长了3头6臂吗？这么能挣粮食？二姐，算了，我去做饭。川子，你打小就没进过灶房，那灶房都是娘们进的，哪有你一个大老爷们往里钻的道理？你快出来，你让他做，这做饭本来就是女人的活。江苗被徐秀花这一折腾也睡不着了，他来到灶房门口。川子，你把水瓢给我，你一个大男人咋能做饭？家里的女人又不是死绝了，传出去让人笑话。徐川打金个起，家里的饭定量定着做，每天做饭前都要问我，我说金个吃啥就吃啥。今天早上这顿饭，你给我单独蒸2个玉米饼子，然后你嫂子还有你娘3个人，那就蒸6个野菜窝窝头，每个人2，再给家里的娃每个人蒸1个窝窝头，另外给我煎个荷包蛋，你们都吃咸菜疙瘩。对了，再熬点红薯面汤。你咋把我二姐漏下了？要不也让我二姐吃玉米饼子？
我多整几个。徐川见他话里的意思，完全没有把他二姐算进去，他忍不住问道：凭啥？我要吃白面蒸的馍，不仅我要吃，娘也要吃。野菜窝头让你媳妇吃，你媳妇以前不是最喜欢吃野菜窝头的吗？对了，还有咸菜，我每次来都见她吃那个，那就还让她吃。江苗还没说什么呢，徐秀花倒是先不乐意了起来。要知道，她每次回娘家吃的都是白面做的，家里的鸡蛋啥也都是紧着她吃，她都习以为常了。二姐，家里的白面没有了，要不等你下次来再吃，这次先凑合着。徐川的话让徐秀花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起来，但想想她还要在这住几天呢，吃玉米饼子就吃玉米饼子吧，她在婆家的时候还吃不上玉米饼子呢。娘也要和我一样吃玉米饼子，川子你也要吃野菜窝头，向来都是家里当媳妇的吃。徐川，你二姐吃啥我不管，她从婆家带来的口粮放在哪了？我咋没看见？难不成这次你二姐又要白吃白喝？啥是白吃白喝？我吃的是我兄弟的。徐秀花最听不得的就是白吃白喝两个字，她在婆家已经听得够够的了。你兄弟真是厉害啊！一个人挣得那点工分换来的粮食，竟然能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还能让你这二姐隔三差五的来打秋风。川子，你听到没？你媳妇敢这样和我这个大姑姐说话，还说我隔三差五回娘家打秋风。你哪次来不是吃的满嘴流油，把家里好吃的都塞进你和你娃的肚皮里，这样还不算，走的时候拿的大包小包的，你这不是打秋风是什么？我那是回来看我娘的，我想我娘了，这是我家，我还不能回来了。走的时候那东西是我娘硬塞给我的，这是我娘疼她闺女，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娘疼我。你娘疼你当然可以，但你能不能告诉你娘，让她别拿我挣下的东西疼你？还有，你说你想你娘，回来看你娘的，可你哪次回来不是两手空空？你想你娘就是这样想的，真是不害臊。打秋风就打秋风，还给自己找了一块遮羞布挡着，这就没意思了。你川子，你还不快管管你媳妇？你就这样看着她欺负你姐我？二姐，你先回屋看娘醒了没？徐秀花见兄弟川子一脸的恳求，她到底还是心软了，瞪了一眼江苗，然后气哼哼的走了。我求求你，让我做这二姐的饭吧，让她和我一样吃野菜窝头也行。她被刘大柱打得浑身都是伤，你就可怜她吧。可怜她。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你娘还次次都给你二姐让她拿回婆家。以前在饭桌上有啥好吃的都是你们吃，让我啃咸菜疙瘩，那个时候你们吃着鸡蛋肥肉，咋不可怜吃咸菜的我？我在你家顿顿吃不饱，把粮食省给你们吃，还带着病上工，那个时候怎么不见你来可怜我啊？我被你娘你二姐刁难讥讽的时候，你怎么不可怜啊？我被你嫂子侄子侄女欺负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可怜我啊？现在你厚着张脸皮，怎么好意思说出让我可怜曾经讥讽欺辱过我的人？你怎么不说话？我知道以前他们对你有点不好，可他们毕竟都是咱的家人啊，咱要学会包容他们，迟早有天他们会认识到你的好的。包容个屁！我砍你一刀，你也包容我，好不好？江苗说着，又抄起案板上的菜刀朝徐川砍去。徐川想，静点，你这是干啥？你不是让我包容吗？让我包容，那就先让我砍你一刀。你如果能包容我从此以后就包容你。是我说错话了，你以后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以后再也不多说话了。徐川被自己抽的脸仿佛发烧了似的，又热又疼又胀。可见江苗气没消，只能继续抽自己的嘴巴子。他也知道嘴欠的慌，放着眼前这个人不再是以前的好性子了，现在对方就一抹老火。徐川，我告诉你，刚刚当着你二姐的面我给你留着脸啊，但你不要，下次就不要怪我不给你留脸。今天晚上你去给我跪搓衣板，跪到我气消。我跪，姑奶奶，你放心，以后你说啥我做啥。还不快做饭，想饿死我啊！做，这就做。那我二姐……江苗一瞪眼，徐川立马不敢再说下去了。接上集，今天老徐家的饭桌上，罕见的所有人都到齐了。川子，你的脸咋这么红啊？刚坐下的徐老太就发现自己儿子的脸红的像关公似的，看着似乎还有些肿。娘，没事，是我刚刚烧锅被烟呛的，咳嗽咳的。徐川说着，偷偷的瞥了一眼身旁的江苗，见江苗刚坐下，他就连忙站起来，给江苗又是舀汤，又是递筷子，又是拿饼子的，殷勤的很。徐老太看到这一幕，心里不爽的很。他用眼睛狠狠地剜着江苗，这个小娼妇真拿自己当地主老财了，拿我儿子当伺候人的长工，他自己是没有长手啊。徐秀花见自己兄弟这样巴结媳妇，心里也不高兴，这还哪有一点当家之主的样子？这个给你煎的鸡蛋，我这次小心着呢，没煎糊。川子，以后不准再进灶房了，家里又不是没女人，让你一个男人进灶房，那要女人有啥用？娶媳妇有啥用？徐老太这句话是专门说给江苗听的。徐川看了一眼江苗的脸色，怕他生气，连忙扭头对他娘说：娘，现在都是新时代了，讲究男女平等，灶房女人能进，男人也能进。再说了，我挺喜欢做饭的。现在真是连说也说不得了。娘，
赶快吃饭吧。徐老太见儿子这样没出息，心里气得不行，但没法子，他收回瞪着江苗的眼神，看桌子上的野菜窝窝头。你二姐她不爱吃野菜窝窝头，她家那个婆婆坏得很，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是紧着自己儿子和闺女吃，整天让你二姐啃野菜窝窝头，就连玉米饼子都吃不上。那家人简直不拿你二姐当个人，你好歹给你二姐蒸几块玉米饼子啊，还有煎鸡蛋，你二姐也爱吃。徐老太说着这话，看向江苗跟前的玉米饼子和煎鸡蛋，话中的意思很明了。徐川，你去把窝窝头分一下。徐川站了起来，在徐老太疑惑的眼神中，把装有窝窝头的筐拿了起来，先给徐老太面前放了2个，张素芬2个，狗蛋1个，栓娃1个，二丫1个，大丫1个，最后筐里就剩下了2个窝窝头。最后徐川拿出1个窝窝头递给了二姐徐秀花。川子，你就让我吃野菜窝窝头，我可是你二姐。徐秀花拿起徐川递过来的窝窝头就往地上砸去。还有，你让娘和大嫂吃野菜窝窝头就咸菜，让你媳妇一个人吃玉米饼子就煎鸡蛋，你咋忍心的？二姐，现在家里粮食不宽裕，这也是没办法。我媳妇身子不舒服，腰吃的好一点，今天就这野菜窝窝头，你要不先凑合着对付对付吧。川子，秀花，来，你要吃不饱就吃嫂子的，嫂子胃口小，吃1个就行了。还是嫂子你好。反正从今往后家里的饭都是定量做，谁把口粮分给徐秀花，谁就只能饿着肚子。2个窝窝头，像张素芬这样的人吃，别说2个吃不饱，就算是4个，他勉强能吃个差不多，2个撑死只能算半饱。现在张素芬又把自己的窝窝头分给了徐秀花1个，那剩下那个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老大媳妇，等待会吃完饭，你去灶房用白面给秀花擀碗面条，多滴点香油，多擀点，你也吃点，省得都进了旁人的肚子。张素芬有些说不出的惊喜，还不等他应承下来，徐秀花就抢着说道：川子说家里的白面早没了，被他烙油饼给吃完了，他一直盯着家里的白面呢。那天袋子里就剩下那点白面了，还都被那个女人全都烙了油饼，进了他的肚子。啥？还有这事？合着家里的白面都进了你的狗肚子？你个死老太婆，你说话给我客气点。啥是狗肚子？你的肚子才是狗肚子，是我挣的粮食，嘴里还吐不出一句人话来。你这是端着我的碗，嘴里还骂我娘啊！江母说着，一把掀翻了吃饭的桌子，桌子上的早饭都落在了躺在地上的徐老太身上，她身上一片狼藉，众人都吓傻了。我的天爷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啊！你个搅家精，给我滚，给我滚！看看你把我好好的家给搅成啥样子了！我儿子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这个搅家精回来。你赔我的白面，你的白面？呸！自打我进门来，你这个老婆子有上过1天工，挣过1个分吗？还你的白面！我告诉你，我3年来干了多少活，分了多少粮食，你这个老婆子是我的，和我的，我挣的粮食那真才是进了狗肚子啊！我吃的是我儿子挣的，谁吃你挣的了？你挣的你自己吃了。我进你家门3年来，从没有吃过白面，队里给我分的白面去哪了？你个老不休，整天躺在床上装病，好吃懒做，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天上咋不下来一道雷，劈死你！川子，你给我揍他，揍他！一旁的徐秀花也在加劲。川子，打他，打他！你今个不打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只听见啪的一声，那是甩耳光的声音。原本喧哗的场面一下子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你竟然敢打我儿子！只见徐老太身子一软，就跌倒在了地上。娘，你咋了？完了，娘被老三媳妇气晕了。娘，你可不能有个好歹呀！徐川也慌了，连忙把老娘抱到了里屋的床上。只见徐老太闭着双眼，一动不动的。张素芬他们也都慌忙的围在了床前。这个时候，只听一声闪开！徐川他们条件反射的往旁边闪了下身子，只听哗的一声，躺在床上，原本徐川怎么掐人中都掐不醒的徐老太，仿佛鲤鱼打滚似的，猛地睁开了眼睛，头发上脸上的馊水直往衣服里淌。你这个该死的小娼妇，竟然拿馊水泼我！你不是晕了吗？这馊水啊，就专门治晕病。然后江苗头也不抬的走出了屋子，剩下只剩他们娘3在那恶心的不停的呕吐。是，你要不先去大嘴婶子家躲躲吧？你刚刚打了三叔，又泼了奶奶馊水，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没事，燕儿。江苗话音刚落下，就听到屋里的徐老太喘着粗气，一个劲的哭喊：我快要嘎了，我快要嘎了，我要被那个小娼妇给搓磨嘎了。这是咋了？隔老远都能听到家里闹哄哄的。徐富贵见今天侄子徐川没有去上工，他有点不放心，就来家里看看。二叔，你来了。江苗到底还是笑着给他打了声招呼，毕竟现在还不是和徐富贵闹僵的时候。老三媳妇，前天见你也没注意到，现在才发现你这头发角了，显得人也精神了。前几天我还问川子你咋没去上工，川子还蒙我说你病了。今一瞅，这人不好好着的吗？
二叔，徐川没有蒙你，我就是病了，我得了一种一干活就头疼的病。江苗睁着眼睛说下话，徐福贵脸上的笑容一僵，随后又恢复了自然。这是啥病啊？我咋没听过？看样子还是你们城里来的知青懂得多，见识广，竟然知道还有这病。我今个也算是长见识了，等啥时候让川子带你去县城医院瞅瞅，有病就治，可不能耽误。等把病治好了，就和川子一块去上工。二叔，你没听过这病也正常。甭看你在疙瘩村是个队长，但毕竟你也没过啥世面，你都快入土的人了，但论见识方面，你还真比不上我。江苗的话让徐福贵脸上的笑有点绷不住了。这几天没见，老三媳妇真是越发的会说话了哈，真不愧是从城里来的高中生，就是和我们这些村里人不一样。不过你们这些上过学的文化人，咋也和我们乡下人这样爱计较？前个你和你嫂子掐架，把你嫂子害得下巴脱臼，鼻子也伤了。人卫生所的同志都说，再严重点，恐怕就要去省城大医院治了。二叔，你咋说话？啥是我害的？那明明就是他自己往地上扑的。你要是不往旁边躲，你嫂子也不会扑到地上啊。我这也不是批评你的意思，我就是说，你和你嫂子可不一样，你是城里来的知青，而你嫂子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除了干活照顾家里老的小的之外，就啥也不会，啥也不懂。不像你有知识有文化，懂得大道理多，你平时多让让他，不要和他计较。你嫂子也是苦命的人，不容易。徐福贵说的话表面上是让江苗让张素芬，实际上是在说江苗仗着自己有文化，上过学就欺负老实巴交苦命的寡嫂。二叔，瞧你这话说的，还不是批评我啊？你这不就是怪我在我嫂子即将扑过来挠花我的脸的时候，我不应该躲？照你这话意思，我是不是就应该站在原地让她揪着我的头发打我啊？你这不就想多了吗？二叔哪是这个意思啊？徐福贵话还没说完，江苗冷哼一声就走了，把徐福贵直接晾在了那。徐福贵心里诧异的慌，这川子媳妇现在咋变成了这个样子？他记得他以前不是挺老实的吗？现在咋变得这样伶牙俐齿，还敢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这个二叔说话？接上集，在江苗收拾完婆婆之后，二叔徐福贵在江苗跟前也吃了瘪。徐川听到二叔的声音，忙迎接了出来。二叔，你来了。川子，你这个媳妇可要好好管管了。你媳妇刚刚和我说啥？说她得了一种一干活就头疼的病。呸，这就是懒病。我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谁家媳妇这样多懒。这懒病你可要好好的给她治治。他还嘲讽我没见过世面，一个从城里来的死丫头片子，谁借他的胆子敢这样说我？二叔，你别生气，我待会好好说说他。他二叔，你进屋来，给我这个老婆子评评理，我被媳妇搓磨的实在活不下去了。屋里传来徐老太哽咽的不行的声音。徐富贵进了屋。川子他娘，你还好吧？看这屋子咋这味道？别提了，都是那个小娼货给闹的，现在是搅得我家都不得安宁。你可以要给我们一家做主啊！接着，川子他娘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的给徐富贵一顿诉说。你这媳妇敢这样对你娘，真是翻天了！你这脸上的伤也都是他打的吧？你也不嫌丢人的慌，一个大男人竟然被媳妇打了，这说出去都让人笑掉大牙。你今天必须要好好修理他一顿。徐福贵话里的恨铁不成钢，让徐川臊得抬不起头来。其实徐川想告诉他二叔，江苗想和他离婚，可他怕二叔真的让他和江苗离婚，他不想离。你也不要不舍得打，反正人都娶回家了，娃也给你生了，即使是城里来的能咋样？最后还不是嫁给你当媳妇了？别看当初他是城里人，还不是让咱使手段娶回了家？你也不要怕把他打跑了。你看王瘸子现在打他媳妇打得多狠，他媳妇还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他过，这是为啥？因为有了娃，娃就是娘的心头肉，就是拴着女人的绳子，无论你怎么打他，只要娃在你这，你赶他走他都不走。退一万步讲，即使他舍得娃，你把他打跑了，可他又能去哪？他的户口还在咱村子里哪？没有我这个大队支书开的介绍信，他哪也去不了，只能乖乖的待在咱村子里。江苗回了屋子后，就在教大丫学写字。另外一边的徐秀花从徐老太屋里抱出一堆满是呕吐物的被褥，还有徐老太的衣裳。老三媳妇，你出来，把院子里这堆娘的衣裳洗干净，把被褥拆开洗洗，再去给我娘烧一锅热水，我娘要洗澡洗头发，你听到没有？徐秀花喊了半天也没见有啥动静，又开始大喊道。在屋里的江苗拿起昨晚那盆还没有来得及倒掉的洗脚水，二话不说的朝徐秀花泼了过去。你这是什么水？怎么是这么个味道？洗脚水好喝吗？什么？江苗叫得很甜。徐秀花刚吐完又开始一阵呕吐，接着转头就朝灶棚跑去。川子，我咋听着像你二姐的声音？你快出去看看，别让那个脚家精欺负她。娘，你躺着，我出去看看。
徐川出了屋子，刚走到院子里，就被站在屋门口的江苗给叫住了。不是说好今天去县城给我买大西瓜的吗？这都啥时候了，还不去？西瓜改天给你买行不行？现在咱娘还在床上躺着呢，就算我求求你了，不要再闹了。今天当着家里人的面打了我，真是让我在娘还有二姐嫂子面前没了脸啊！别攒的，那是你娘，不是我娘。你娘那是躺在床上装病呢，她个老不死的。姑奶奶，我求求你，快别说了，成吗？你是想把我娘气死吗？不想让我说，她就别做那样的事啊！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吃大西瓜。我明天去给你买还不行吗？不行，我今天必须要吃，还有昨天我说的那些都要给我买回来，不买回来你就给我仔细着你的皮。我买还不成吗？但你能不能消停会儿，不要再惹我娘还有我二姐生气了，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二姐是个苦命人，她在婆家被欺负的够惨了，你就别再欺负她了。再说了，她是女人，你也是女人，你咋就不能心疼她？徐川的话音刚落下，江苗就瞪大了眼睛，指着院子里那堆臭烘烘的衣服被褥。徐川，是谁欺负谁啊？你老娘这堆脏衣服，你二姐让我洗，她为啥不洗？还让我给你娘烧水洗澡，我是你家的佣人吗？我昨个听我二姐说，她在婆家日子不好过，她那个婆婆还有小姑子，天天让她干活，家里的啥脏活累活都是她干。她这好不容易回娘家来了，你就让她好好歇歇吧。躲在灶房墙角偷听的徐秀花听到兄弟心疼她这个二姐，她忍不住眼圈一热，下一秒她就听到兄弟徐川的痛哭声，她连忙出了灶房。干啥呢？你干啥拧我兄弟的耳朵？快松开！既然你这么心疼你的二姐，那这堆脏衣服就等着你从县城回来洗。江苗冷冷地瞥了一眼徐秀花，然后松开了徐川的耳朵。二姐，我没事。川子，你就这样惯着他吧，看把他惯的现在已经骑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被他这样欺负，就不能上去给他狼耳光吗？二姐，算我求你了，你别说话了，行不行？徐川现在欲哭无泪，他小心翼翼地瞅着江苗的脸色，就怕江苗生气。你先回屋歇着，要是困就睡会觉，等你睡醒后，我西瓜就买回来了，正好吃西瓜，你快去歇着。啥？他咋能歇着？这院子的衣裳还没洗呢，咱娘擦身子的水还没烧呢。你是当媳妇的，给婆婆洗衣裳是你应该做的，居然还能在大白天睡懒觉。徐秀花见他兄弟让他媳妇回屋歇着睡大觉，顿时不乐意了。她在婆家都是伺候婆婆，给婆婆洗衣裳干啥的？二姐，娘的那衣裳要不你洗，你不想洗就让大嫂洗，水让大丫烧，她最近身子不舒坦，还是不要让她做这些了。徐秀花她心里酸的不行，在婆家她被婆婆要求干这干的，她男人刘大柱连个屁都不放，凭啥这个女人能让她兄弟这样维护？啥不舒坦？我看他身子这不挺好的吗？今个早上掀桌子骂咱娘，还拿馊水泼咱娘，这精神头瞅着比我的都好，咋可能不舒坦？再说了，要不是他朝咱娘泼馊水，咱娘的衣服褥子至于脏成这个德行吗？这都怪他。还有，咱娘是他婆婆，她是当人儿媳妇的，给婆婆洗几件衣裳，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别说洗几件衣裳，就是给咱娘端尿壶擦屁股也是应该的。二姐，她只是嫁给我当媳妇，又不是来给咱家当奴才的。好了，她最近心情不好，你就少说几句吧，别再招惹她了。你要是不想干，就等我回来，我干。徐川说完这句话，就再也不理会身后气得跳脚的二姐，他急匆匆地跑到二叔家，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往县城干。哼，别以为我兄弟性子软，你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我告诉你，伺候婆婆是当媳妇应该做的。徐秀花看着江苗一脸的不满，而江苗更是懒得搭理的，直接回了屋。你没看到我刚刚让老三媳妇给你洗衣裳，她不干不说，川子还护着她，你说哪有这样当人儿媳妇的？再说了，要不是她泼馊水，你的衣裳咋会脏？秀花，你今个看见了吧？老三的媳妇平日里都是这样对我的，她今天当着你们的面就敢掀桌子，骂我死老婆子，还泼我馊水，她这是压根就没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呀！我受了她多少气，你兄弟也不知道啥时候开始怕那个小娼妇的。你看，今天当着我们的面就敢扇你兄弟的脸，背地里还不知道把你兄弟欺负成啥样呢？你兄弟就是性子太好，才被他拿捏住了。那个小娼妇现在打扮的就像小妖精似的，我上次回来还没这样呢，她这一看就不安分，说不定以后还给我兄弟戴绿帽子呢。还有，你才是一家之主，现在她爬在你头上，这样作践你必须要管管那个小妖精，这样下去可不行。秀花，现在娘已经治不住她了，这个家里娘还有我二丫狗蛋连着双娃都被她欺负，你不知道她有多厉害，你看我的鼻子就明白了。秀花，你嫂子我命苦啊，摊上这样一个妯娌，你都不知道她有多能装，背着娘和川子，她私下里扇我的脸，
还骂我。那天我实在气不过，想还手，但他哭哭啼啼的跑了出去，恶人先告状，说我打他，他在家里就是一个毒蝎子，逮到谁就折谁，在外面装的就像是一朵小白菜，说我们都欺负他。还有二丫才多大，就让二丫给他洗衣裳刷鞋子，还让二丫推了一天的石磨，不让二丫吃饭。狗蛋人还没灶台高，就让狗蛋刷锅洗碗，给猪剁猪草。天哪！他怎么这样恶毒啊？徐秀花听得张口啧舌的，心中震惊的不行。这个老三媳妇以前不是挺好的吗？让干啥就干啥，和现在这个样子判若两人。二姑，你不知道，他现在一肚子的坏水，整天都是想着怎么折磨我和狗蛋。秀花呀，你都听见了，他现在一个人把这个家搅得不成样子，就是一个心黑透的搅屎棍，谁挨着他谁就倒霉。他就是没脸没皮的一个无赖，不知道啥是羞耻。让川子和他离婚，休了他，把这个搅屎棍赶出咱家。我兄弟川子要啥样的姑娘找不到啊？让川子离了他，回头我再给我兄弟说个18岁的黄花大闺女。我兄弟川子要文化有文化，有模样有模样，又是村子里的计分员，这样的香嬷嬷10里8乡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当初川子还没结婚的时候，有多少姑娘惦记他啊？可他愣是一个没看上，把一个搅屎棍当成了宝娶了回来。合着这个搅屎棍以前都是装出来的。那可不，就是装的，装的性子那么好，把我们都给骗了。现在他就仗着自己生了栓娃，栓娃大了，他可不就露出了真面目。徐老太悔恨不已，自己咋才看清这个小娼妇的真面目？栓娃当初生下来的时候瘦瘦小小的，徐老太为了养活的，所以才给他取了一个栓娃叫着，意思就是想拴住他。这个女人为了逃离这个家庭，挑拨妯娌和二姐互相掐架，后来婆婆也加入战局，而自己在一旁却笑嘎了腰。接上集，在折腾完徐川一家子后，为了方便给大丫交字，江苗打算到知青点问孙小玲要回借给他的几个笔记。是江苗吗？真是你啊！我刚刚还差点不敢认，你好长时间不来咱知青处了，我猜你肯定是来找孙小玲的吧？江苗渐渐认出来了眼前这位男知青，在原书中，这个叫高大林的男知青一直对原主有几分好感。是你呀，高大林。也不是我说你啊，江苗同志，你看你自打结婚有孩子后，就不咋来咱知青处了，都生分了哈。毕竟结婚了吗？家里事也多，以后要常来走动。你刚结婚那阵，我们几个知青去你家找你玩，可惜你不在家，你丈夫也不太欢迎我们。什么？还有这回事？咋？你不知道徐川他没有告诉你吗？我们去找了你好几次，后面你丈夫说你不希望我们再去打扰你的生活，后面我们就没再去。原来这里面都是徐川在这捣鬼，怪不得以前夏公走在路上碰到了以前的知青，不再像以前那样亲近，以为是他们见自己结婚了，所以就疏离自己了。那是他在骗你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当初走在路上，你们都不和我咋说话，我还难过了好长时间，以为是你们都嫌弃我结婚了。啥？他骗我们？可他虽然对我们态度不好，但在村子里口碑还是挺好的，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江苗，你别难过，我听说你在他家日子不好过，他那个娘还有大嫂经常欺负你。其实你不来，我这2天还打算厚着脸皮去你家看看啊。你可别误会，我是出于老同学对你的关心，没有旁的意思。我明白，这都怨当初那个孙小玲把那个徐川夸的有多么的好，你一向和他玩的最好，最听他的话，否则也不会和那个徐川结婚。高大林此时心里后悔的不行，他当初如果不那么懦弱，再勇敢一点，拦住他不让他结婚，那现在或许会不会不一样？他这几年其实都一直在后悔。待会再聊，我先去找小玲了。江苗下意识的想躲开高大林那灼热的目光，他说完就朝陈小玲住的屋子走去。江苗来到孙小玲屋门口，正准备敲门，就听到了里面的谈话。他敲门的动作猛地一滞。呀，小玲，你打哪弄的银镯子，咋这么好看啊？屋里传来女知青林青青的声音。这个屋里住了4个人，原主嫁人后就剩下了3个人，一个和原主关系最好的孙小玲，一个林青青，还有一个叫江云的。这是江苗家的那个叫徐川的给我的，我当初都不想要，嫌他太土气，可那徐川非要给我，就想让我在江苗面前帮他说说好话。一个在地里刨食的农民能有啥好东西？这倒也是，啥东西到了庄稼人家里都变得土气巴拉的。小玲，我记得当初你和江苗一起来的疙瘩村吧？你看他和那个叫徐川的庄稼人结婚这3年变成了啥样？我上次在路上遇到都不敢认了，就像土生土长的农妇，一点都看不出曾经女知青的样子。你俩现在再站在一起，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曾经那江苗可是咱这群女知青里最拔尖的人，可你现在看看，她连咱这里最磕碜的王芬都比不上。当初再怎么拔尖，还不是嫁给了一个在地里刨食的？她现在啊，到底和咱不一样了。等啥时候咱回城找个城里人结婚，而她就只能留在这种地了，过着狗吃屎的日子。即使长得再漂亮，又能咋样？要是让我和一个地里刨食的结婚，我真是有想死的心都有。小玲，你当初不是和他关系挺好的吗？
为啥哄她嫁给那个徐川啊？我最近听说她在婆家日子好像过得挺艰难的。这是江云的声音，她是大院出身，家里有背景，平常虽然也和其他女知青说话，却藏着一股子高于其他人的傲慢。谁和他关系好啊？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你们不知道，他仗着自己那张脸，在初中就开始勾引班上的男同学，连大林哥被他勾引了。其实这也怪不得我，谁让他这么好骗？我说徐川好，让他和他结婚，他就真傻乎乎的结了，他也真听我的话。不过他这辈子算是完了，只能留在这个臭水沟了。要怪就怪他自己不长脑子，旁人几句话就把他耍得团团转了。江苗听着屋里的这一切，为原主感到不值。在记忆里，这个孙小玲妈死得早，又捡又娶后妈待不再好。以前江苗总是把他自己的饭给孙小玲留下一半，家里做了肉啥的，更是背着家里人偷偷拿给孙小玲。孙小玲平时啥都用原主的，就连身子来那个用的卫生纸都是原主买的。孙小玲见原主信任她，就百般的哄骗原主。原主哪里经过事，村子里的大队长徐福贵每次都把又累又脏、超出他负荷的活分给他。每当他干不完的时候，徐川总是能及时出现帮助他。一次两次倒还罢了，可次数一多，原主对他的感激多了起来。孙小玲又在他耳边一直说徐川的好话，原主本就耳根子软，没有主见，听得多了，他把感激当成好感。再加上徐福贵的婆娘江桂枝，也就是徐川的二婶，一直和原主说，嫁给徐川后就不用再干这样累的活了。你成了川子的媳妇，以后生产队队长徐福贵就是你二叔了，咱就是一家人了。这样的累活脏活，咋能让咱自家人做啊？你说是不是？屋里的孙小玲还在洋洋得意地贬低着原主，江苗啪的一声推了。江苗，你怎么来了？孙小玲眼底满是心虚和慌乱，而是笑眯眯的来到了孙小玲的床上。当然是来看你的呀，小玲。孙小玲虽然察觉到面前的江苗有点说不上来的怪异，但她见对方笑吟吟的，显然没有听到她刚刚说的那些话，她松了一口气。江苗啊，你变化咋这样的？我上次见你，你还没这样呢。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嘛，我再不改变一下，还不让你们在背后嘲笑死啊？你这说的是啥话？我们咋会在背后嘲笑你啊？就是青青说的对，那样的事我们可做不来。不管你有没有嫁人，你都是我的好姐妹。江苗，你都结婚了，娃都有了，咋还打扮的这样好看？你就不怕你家徐川同志吃醋吗？怎么会呢？我不过就是把自己收拾的齐整点。再说了，我都结婚了，你不会还担心自己看上的人会看上我吧？你说也是，咱俩以前是邻居，又在一个学校上学，你说那些人为啥就是看不上你啊？我真是为你打抱不平。不过你也别自卑，你好好捯饬捯饬，多往脸上抹点粉，也算不咋丑。孙小玲脸色一僵，但看到江苗说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她也不好发火。小玲，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向来就是不会说话，嘴巴笨，你不会生气了吧？咋会了？咋会了？咱俩可是好姐妹，我咋会生你的气啊？不过你今个确实比以前话多了点哈。这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吗？就心里憋了好多话想和你说啊。你也是都不去找我，你是不是都快忘了还有我这个人啊？江苗说着，目光落在孙小玲床上铺的床单上，一副惊讶的不行的样子。呀，小玲，你咋还用着这条床单呢？这条床单我当时想扔的，但你没床单用，就给你了。没想到你还铺着啊！你家里还是没有给你打钱吗？啥？小玲，你不是说这条床单是你在县城商店买的吗？江苗，你看错了，你给我的那条我早就扔了，现在这条是我在县城买的。不可能啊！我给你的那条这里有个洞，你看，就在这。真的啦，小玲，没想到你竟然捡江苗的床单铺。你不是说你家挺有钱的吗？你爸是棉花厂的副厂长，你妈是厂里的会计。林青青诧异极了，孙小玲神色慌张的要说什么，被江苗抢在了前面。什么？小玲，你怎么可以骗人啊？你爸不是因为断了半条腿在给棉花厂看大门吗？你妈不是因为大字不识待在家里给你生弟弟吗？江苗，你快别说了。小玲，你是不是眼睛不舒服啊？怎么一直眨啊？林青青和江云闻言朝孙小玲看去，孙小玲连忙低头用手揉了揉眼睛。对，眼睛进沙子了，那可要好好揉揉才行啊。你本来长得就不咋样，要是眼睛再不好了，以后可咋办啊？男同志就更不会看上你了。哎呀，小玲，你不会怪我的吧？我真是太不会说话了。你也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和你关系最好，就有啥说啥了，直肠子。再说了，你本来就长得不咋地，我说的也是大实话。怎么会呢？孙小玲脸上的神色都快要绷不住了，再让江苗这么揭露下去，自己非疯了不可。小玲，你知道吗？现在一想起你以前你饿得吃不上饭，偷人家的土豆吃，我就很难过。还是我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把自己省下的饭偷偷的给你吃。啥？你还偷过人家的土豆？我啥时候偷过人家的土豆？江苗，肯定是你记错了。孙小玲眼睛闪烁，神色心虚的不行。我咋可能会记错啊？你偷的还是隔壁王老太家的，最后被你妈打得到处窜，还是我打开门让你躲进我了家，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很。你现在记性咋这样不好了？小玲，没想到你在城里的日子过得这么苦啊，还偷人家的土豆吃。你以前不是和我说
你在城里的时候，家里隔三差五的就吃肉吗？我还以为你日子过得多好呢。林青青脸上露出一抹鄙夷，这个孙小玲经常在她面前说她家里条件有多好，还让她一度羡慕的不行，没想到竟然是个连土豆都吃不起的穷爹。啥？隔三差五就吃肉？小玲，你啥时候变得这样虚荣了？你家明明一年到头来都见不着一点肉腥，每次我家做了肉，都是我偷偷的给你送。还有，你以前都是捡我的衣裳穿。对了，你身上这件褂子就是我的，我还给你。别呀，反正这褂子是我不要的，你穿就穿吧，毕竟你从小到大都是捡我的衣裳穿，也不差这一件了。江苗说着，像是没有看到孙小玲的脸色似的，还扭头和林青青说：“你们还不知道吧？小玲以前里面穿的裤衩都破了好几个洞，像是被老鼠咬的。后来还是我把自己新买的给了她。小玲，原来你连裤衩穿的都是人家江苗的啊？那有什么呀？我和小玲可是好姐妹。小玲，你不会怪我把这些事说出来了吧？毕竟林青青他们人都很好啊，大家都是好同志，不会在背地里嘲笑你、看不起你。你别担心哈，林青青，你不会看不起小玲的吧？”被点名的林青青看着孙小玲的目光满是鄙视，可她却口是心非，一脸假惺惺的说道：“当然不会，小玲，你也是，要不是江苗和我们说，我们都还不知道你日子过得这样苦。来，这是我的旧裤衩，还有旧背心，不穿了就给你吧。你怎么不接着？不会是嫌弃我吧？”孙小玲低头看着林青青用2根手指嫌弃的捏着的裤衩和背心，那裤衩和背心穿的布都已经发旧，更不用说还有一股异味，这是前2天孙小玲准备用来当抹布擦鞋子的，现在竟然拿给她，难道她是收破烂的吗？林青青，来，把衣裳放在小玲盆里，你人真好。小玲，你能遇到像林青青这样心肠好的人，真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你以后可要好好对人家林青青，至少不能再欺骗他们。同志之间最要紧的就是要相互坦诚。江苗说的对，小玲，你以后不要再瞒我们了。我这有双袜子，就穿过几次，也给你吧。小玲，你还不快谢谢林青青和江云，他们真是个好人，这样帮助你，你应该给他们俩鞠一躬。孙小玲站着一动不动，眼圈已经红了。她看着枕头上那双红色的袜子，觉得现在连江云都看不起她了。她一直以来小心翼翼维护的自尊，现在碎了一地。小玲既然不愿意，就算了。怎么不愿意？你们看，小玲感动的眼睛都红了。江苗说的对，我谢谢你们。小玲，你咋不鞠躬？不鞠躬没有诚意。你不会觉得他们好心好意送你衣裳是在羞辱你吧？怎么会？我就说小玲不是那样的人，那你还不赶快给他们鞠一个？孙小玲看着江苗那张笑吟吟的脸，恨不得撕了他。他凭啥要给瞧不起、羞辱他的人鞠躬？孙小玲心里满是不甘和愤怒，她的背挺得很直，就是弯不下来。小玲，你愣着干啥啊？还不快鞠躬？江苗，人家小玲平时傲得很，咋会给我俩鞠躬呢？林青青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这个孙小玲平时看不上这，看不上那。上次家里给我寄了一件县城最流行的毛衣，连江云都觉得好看。就这个孙小玲，一副眼睛长在头顶的样子，非说土气，摆出一副瞧不上的样子，还说他那当副厂长的爸最近又给他从上海带来了一件那边流行的牛仔裤，只是他在乡下穿不合适，所以没让他爸寄来。当时我还真的就信以为真了，没想到刚刚江苗说他那个当副厂长的爸其实就是看大门的瘸子，还给他从上海带来的牛仔裤，真是笑死人了。小玲，我今天要批评你，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啊？林青青和江云刚刚可是送给了你衣裳，你为啥连个躬都不愿意鞠？你是不是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不配让你鞠躬？江苗的话让一旁的江云也忍不住对孙小玲有意见了。算了，你们不要逼他了。孙小玲见江云对他态度忽的冷淡了，他顿时有些慌了。这江云可是有背景的，他还指望着和他打好关系回城呢。我没有瞧不起你们，江云，谢谢你送我的袜子，还有林青青，也谢谢你。孙小玲说着，身子已经深深地弯了下去。她不用看就知道，现在林青青肯定得意极了。她是那样势利的一个人，从她爸妈的身份被揭穿的那一刻，她就知道林青青看她的眼神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包括江云也是，她之前和他们平起平坐，现在她狠狠地跌在了地上，而他们以后都将会高高的俯视的。可怜的，瞧不起她。孙小玲心里深处一直掩藏的很好的自卑感，快把她给淹没了。她整个身子冰凉冰凉，而且上天为什么这样对她？给了江苗一个生来就是疼死娃的出身，又给了她一张那样讨人喜欢的脸蛋，却给她一张那样平淡丑陋的脸。小玲，你放心，我以后肯定会多帮助你，我还会告诉其他人，让其他人一起来帮助你，毕竟你这生活也是太困难了。真的吗？林青青，你咋想的这样周到啊？我替小玲谢谢你，你真是个善人。看来小玲以后日子会好过很多。江苗，你够了没有？孙小玲实在受不了了，脸色难看的冲江苗吼了一句。江苗脸色一正，然后眼圈顿时红了，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小玲，你怎么能吼我？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咱俩不是好姐妹吗？就是孙小玲，你咋这样不分老赖啊？人江苗对你多好啊！江苗，我刚刚不是故意吼你的，我就是声音有点大，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是那么小鸡肚肠的人吗？你放心，咱俩可是好姐妹啊！林青青见江苗一副没心没肺、傻乎乎，又被孙小玲一句话给骗了的样子，她正准备说话提醒她，
就被屋外进来的人给打断了。小玲，这是我妈刚给我寄来的肉干。只见进来一个身材不算高大，长相很平庸不起眼。他刚进了屋，就见小玲旁边站着一个有点眼熟的女同志。江苗，是你啊！我刚刚差点没认出来。是王爱国呀。江苗，你还不知道吧？人孙小玲和王爱国他俩最近在处对象。林青青瞥了一眼王爱国，话里有些酸。他孙小玲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有一个江苗对他这样好还不够，现在处了个对象王爱国也是对他这样好。爱国，你过来，把肉干拿出来点，让大家尝尝。尤其是我的好姐妹江苗，你可要多给她点。她在婆家日子不好过，恐怕很长时间都没有吃过肉了，都快把肉是啥味的都忘了。江苗，过回走的时候多拿点啊！你在婆家可是吃不到这样的东西。孙小玲仿佛是为了报之前江苗让她丢人的仇，她反常的亲密的抱着王爱国的胳膊，向江苗炫耀。刚刚江苗还说我长得不好看，不会有男同志喜欢。怎么会没人喜欢？我就喜欢。王爱国说完这话，脸就红了。他甚至往家里打了电报，告诉家里人他处对象了。那人叫孙小玲，他甚至还让家里人想想办法，多弄一个反城名额。他想带着小玲一起反城。小玲，你和王爱国处多长时间对象了？才半个月，但我和王爱国的感情很好，最重要的是他是知青，到时候我们能一起返程呀。忘了和你说了，江苗，你还不知道吧？听说在农村结婚的知青以后就不能返程了，好像是失去了什么返程资格。不过你不返程也没事，在这疙瘩村守着男人孩子也挺好的。孙小玲这番话可谓是诛心，凡是下乡的知青，哪有不想返程的？只有那个别几个觉得这辈子返程没有希望的，才会死心认命，然后嫁给村里人，踏踏实实过日子。王爱国，你以后可要好好对小玲，小玲已经够可怜的了，幸好遇上了不嫌弃她以前那件事的你。孙小玲听到江苗这句话，身子立马僵了。她显然是听出了江苗话里的那件事指的是哪件事。啥以前那件事啊？什么？难道小玲没有告诉你吗？到底是啥事啊？就连林青青都好奇的不行，旁边的小玲这回内心简直慌的一批，王爱国更是好奇的不行。这个女人为了报仇，吓跑闺蜜男友，闺蜜半路截杀，反被女人一把处理，自己男人也来帮忙，毒闺蜜下场很惨。接上集，就在大家急切的想知道发生在孙小玲身上的事情时候，孙小林首先开口了，说道：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被一条毒蛇咬过，就是这件事，对不对？江苗，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小玲，那件事你难道没有告诉王爱国吗？其实孙小林是提醒江苗，要让江苗知道自己也曾经帮助过他。曾经江苗放学路上差点被蛇咬，是孙小林出来赶走了那条蛇，并且为了保护江苗，自己还被那条蛇咬了一口。江苗，你出来时间这么长了，你家栓娃肯定要闹了，要不你就先回去吧，等改天我去找你玩。孙小玲迫不及待想赶江苗走的态度，勾得王爱国越发的对江苗嘴里小玲的那件事感到好奇。当初小玲不想下乡，就和一个男同志处对象，对方承诺会让自己的妹妹替他去下乡，可没想到这个男的出尔反尔，把小玲的肚子搞大了，人就翻脸不认账了。最后没法子，小玲为了自己的名声也不敢声张，还是我陪她去打的胎。江苗的话让王爱国直接当场傻掉了，他不敢置信的看了一眼孙小玲的肚子，然后又把目光移到孙小玲的肚子，像是无法接受似的，他转头跑出屋，甚至连质问孙小玲的勇气都没有。江苗说完这话后，就走出了屋子，往来时的路上走，被抄巧到孙小玲给止住了步子。你为啥要这样对我？为啥要这样对我？难道你就见不得我比你好吗？咱俩可是这么多年的姐妹。江苗没有说话，而是直接甩给了他一巴掌。我把你当成最要好的朋友，对你掏心掏肺，可你在玩弄我感情的时候，坑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咱俩是这么多年的姐妹？对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提姐妹两个字，你这种人不配。我不配？难道你忘记当初我为了救你被毒蛇咬了一口吗？江苗，你没有良心，那个时候要不是我救了你，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躺着呢。你真的以为我不认识菜花蛇？孙小玲，你的那些把戏，以为可以骗我一辈子啊？孙小玲听到江苗这话，不再挣扎，眼底闪过一丝慌张，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不管那条蛇有没有毒，要不是我，被蛇咬的人就是你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对你这么好，可你呢？今天毁了我。江苗，你毁了我，你是不是想把我一直踩在你的脚底下，让我被人看不起嫌弃，你才高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的心思怎么这么恶毒？乡下的菜花蛇怎么突然出现在了城里？有那么巧的在原主回家必经的路上，而这孙小玲又恰巧的出现救了原主，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你真是把我当成傻子了，孙小玲，恶毒的从来不是我，而是你。你为了让我对你有愧疚，从而照顾你，为你付出，你就抓了一条蛇在我回家必经的路上等着，不是吗？不是，我没有。孙小玲连忙否认，可他那躲闪的神色已经把他给卖了。江苗看着他这个样子，忍不住冷笑。有没有？孙小玲，你心里清楚，这些年我对你还不错吧？你用着我对你的这份愧疚，他在我身上吸了这么多年的血，回过头来，你为了心中那份不甘、嫉妒、坑害我，你的心思是那样的卑劣，你以为把我推进泥潭里，你就能变成白天鹅了？你以为没有我，旁人就看得见你了？可惜啊，无论你怎么做，你都掩盖不了你爸是残废，你妈是后妈，而你就是一个从乡下来的丫头片子。你看你自己多像那条菜花蛇呀！不，你比菜花蛇毒一点，
即使没有我，你孙小玲依旧是你孙小玲，就像是你那断腿爱打人的爸永远都成不了棉花厂副厂长一样，你那大字不识的后妈更不能成为会计一样。你以为你用谎言伪装了一切，你就可以脱离他们，变成另外一个人吗？我能，我当然能，都怪你，要不是你，没有人会知道这些，是你害了我，你害得我以后在林青青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你更害得我失去了王爱国。孙小玲恨透了江苗，她原本的一切都被江苗给毁了，尤其是她当着王爱国和林青青的面说出她以前打过胎的事，她知道用不了半天，肯定所有的知青都会知道，他们会用那种眼神看的。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自己心术不正，做下了那样的事，难道还怕我说吗？再说了，你欺骗人家王爱国，这也是不对的。无论你准备不准备和他一直好，他都有知道这件事的权利。对了，你当时打胎的钱还是我出的啊，啥时候记得把钱还我。我心术不正，我只是不想下乡，我有错吗？还有王爱国，你承认吧？江苗，你就是见不得有人对我好，你就是见不得我好，你嫉妒我，这些年你对我的好，但那都是你心甘情愿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再说了，你那也不是对我好，你那是施舍我，其实你打心眼里压根就没瞧得起我，我就像你跟前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吃你吃剩下的，捡你穿剩下的，我是乞丐吗？你这种人，对你再好你都觉得不好，可我从来都不欠你的，你吃我的，穿我的，还嫌弃那是我对你的施舍。孙小玲，你的心已经坏透了，压根就不配有人对你好。江苗说完这句话，推了他一把，就想转身走，可江苗脸上的怜悯深深的刺痛了孙小玲，一把抓住了江苗。你不准走，你把我害成了这个样子，还想走？正在孙小玲使劲纠缠江苗的时候，突然出现的高大林连忙把俩人分开，然后把江苗护在身后，质问孙小玲：孙小玲，你干啥呢？咋能这样对江苗？大林哥，你不知道江苗都对我做了什么，枉我把她当成好姐妹，她当着众人的面捅我刀子，现在王爱国也误会我了。江苗，你都结婚了还不安分，还勾引大林哥，你能不能要点脸啊？孙小玲瞪着江苗的目光，恨不得把他吃了似的。他一直觉得江苗就是靠那张狐媚子脸勾引男人，凡是他孙小玲喜欢的男的，对方接近的为的都是江苗。后面来了个高大林，也是这样。孙小玲，你胡说什么呢？我哪里胡说了？大林哥，他都结婚了呀，结婚了，你还是对他不死心。我孙小玲对你这样好，你愣是瞧不上我。他一个结了婚连孩子都生了的贱货，到底哪里好了？孙小玲，你不该这样说江苗，再这样污蔑江苗，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大林哥，你为了这个贱人，居然还想打我吗？高大林心里本来就不咋待见这个孙小玲，这个孙小玲明明知道自己对江苗的心思，他还故意的撮合江苗和徐川。等江苗结婚后，这个孙小玲曾经纠缠过他一段时间，可被他拒绝了。他当初以为撮合江苗和村子里的男人结婚，高大林就会死了那条心，可他想错了，即使没有江苗，高大林也始终不愿意多看他一眼。江苗啊江苗，你咋就这么贱啊？都结婚了，还用你那张狐媚子脸吊着大林哥，你是不是一天不勾引男人，你就浑身难受的慌？高大林，你能不能先离开一会儿？我有点话想和孙小玲单独说。那我去前面等你。高大林说完这句，不等江苗答应就走了，但他没敢走远。孙小玲，你一口一个贱人，一口一个狐妹子，你的嘴巴咋这么脏啊？来，让我好好的给你洗涮洗涮。孙小玲，怎么办才好呢？人家高大林同志就是不喜欢你啊，偏偏就喜欢我，我结婚了也喜欢，你咋这么可怜啊？不过也是，人高大林咋会看上一只阴沟里的菜花蛇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直到见孙小玲已经没有力气挣扎不动了，这才大发慈悲的把他一脚踢到了地上。小玲啊，以后可要管好你这张嘴，要是让我再从里面听到了什么贱人啊、狐妹子啊，我会不高兴的。我一不高兴就会还想给你漱嘴啊，知道了吗？躺在地上的孙小玲望着江苗的目光满是憎恨，但他已经不敢说话了，怕江苗这个疯子再把他按进臭水沟里，那样生不如死的感觉他已经不想再体会一次。江苗见他不吭声，就笑了笑，然后转身向高大林方向走去。刚才真是谢谢你护着我，还为我出头。这有啥？那个孙小玲，我以前就看出来他对你并不是那样真心，而你对他却好的有点过分了。我当时就提醒过你，不要总听孙小玲的话，后面你没有放在心上，我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了。毕竟我是一个男人，挑拨你们女同志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太好。我后悔当时没有听进去你的话，反正就是谢谢你。要是没事，我就先回去了。高大林看着江苗的背影，顿时也顾不得旁的了，急忙问出了一直憋在心里的话：江苗有徐川，他对你好吗？我听说你在婆家日子过得不好。他对我挺好的。高大林讪讪道，他望着江苗的背影，明显还有最重要的话没有问出口，他的嘴巴一个劲的蠕动着，就是没有勇气叫住前面身影快消失不见的江苗。他的目光一直等到江苗的身影彻底消失不见才收回来。高大林懊恼地蹲在了地上，他刚刚为啥就没说出来呢？他就是一个懦弱的不能再懦弱的人，高大林瞧不起这样的自己，这一次他又退缩了。接上集，江苗回到老徐家的时候，就见张素芬他们围在一起，都在哄着一个看上去衍生的正在哇哇哭的男娃。舅妈的乖牛蛋，别哭了，你把舅妈的心哭的都难受了。来，舅妈抱抱，
别哭了哈，待会舅妈给牛蛋做好吃的。牛蛋，听着这个名字感觉很熟悉，那好像是徐秀花的儿子。我这就才出去一趟，家里又多出几个人，看来这下家里可更热闹了。不过江苗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直接回了屋。他推开屋门，见大丫没有在屋里，眉头微皱。这都大中午了，该吃晌午饭了，这大丫去哪了？江苗不知道咋回事，之前走在回来的路上的时候，眼皮子就一个劲的跳，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把徐家每个屋都找了一遍，来到徐家大门口，见狗蛋正蹲在地上玩石头。狗蛋，你姐呢？婶儿，姐不是在那的吗？我说的不是二丫，是大丫。大丫去哪了？咋没在家？江苗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的。不知道，谁知道他去哪了？刚刚牛蛋玩骑大马，他驮着牛蛋，把牛蛋给摔了，马打了他。大丫，婶子，你有没有见大丫呀？川子媳妇，你去村口看看，大丫那孩子是不是在村口玩哪？我上午的时候好像看到小花他们几个在那里踢毽子。行，婶子，那我过去看看。这川子媳妇人真是好，对侄女这样上心，一会儿不见就急成这个样子。江苗得了张婶这句话，就往村口跑去。妹子，你这是去哪啊？看你这火急火燎的，是发生啥大事了吗？大嘴姐，你有没有见大丫呀？大丫，我刚刚摘樱桃的时候，见大丫往大河那边走了，我叫她还不应，像是没听见似的。这大中午的，大丫去大河那边干啥？江苗听到张大嘴这样说，心里越发的不安了。他没有顾得上身后张大嘴喊他的声音，急匆匆的朝张大嘴刚刚指的方向跑去。这咋了？咋像火烧了屋子似的？这样急着找大丫？大丫！张大嘴看着江苗急匆匆的样子，喃喃道。突然他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慌张的就朝大河那边跑。张大嘴直觉大丫那娃肯定出事了。之前他摘樱桃的时候，就见大丫整个人不对劲。大丫在大河边上已经站了有一会儿了，她脸上满是泪痕，眼睛里透着一股子绝望，看着自己那已经伸不直的脚趾头，一头扎进了水里，对着他脑海里闪现着以前的一幕幕，有责怪他没有照看好狗蛋的责骂声，有扇巴掌的辱骂声，有他被二丫欺负，他妈说他是姐姐让妹妹的声音，有牛蛋摔倒，他妈打他的巴掌声。大丫赶来的江苗刚好看到大丫跳进河里的这一幕，他想也不想的就跑到河边，叫着：“妹子，你胆子实在是太大了！这河里的水急成这个样子，即使是男人也没有敢这样跳下去的。”吓出了一身冷汗的张大嘴，目光复杂的看着面前这个瘫坐在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水的江苗。大嘴姐，我刚刚见大丫跳进去了，就没想那么多。江苗抬起酸痛无力的胳膊，擦了一把脸上的水，他看着躺在地上悠悠转醒的大丫，眼睛一亮：“大丫，你醒了？”江苗刚刚已经把他胃里的积水给他挤压出来了，见他心跳恢复正常，这才松了一口气。是啊，我这是在哪？你这个死丫头啊，总算是醒了。刚刚要不是你三婶，你现在恐怕都躺在这河里喂龙王了。你说说你，好端端的跳啥河啊？张大嘴也算是看着大丫长大的，他嘴上骂着大丫，可那也是刀子嘴豆腐心，着实着急了一番。大嘴婶，大丫呆滞的眼珠子转了一下，看向抱着他哭的妇人，然后目光收了回来，愣愣的看着上方那湛蓝的天空和棉花状似的白云，嘴里喃喃自语道：“是婶儿救了我呀。”大丫，你别这个样子。大丫怔怔的看着江苗，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你为啥要救我呀？我这样的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有人在乎的。你这个傻丫头，怎么会没有人在乎你呀？婶子就在乎你呀。江苗哽咽的不行，刚刚要是他晚来一会儿，恐怕大丫现在就不在这个世上了。是啊，这一幕看得张大嘴心酸极了。大丫这丫头要不是在家受的委屈太大了，咋会想到去跳河呀？与大河边上绝望的哭声不同，此时的徐家满是欢声笑语。张素芬正在给牛蛋他们煎豆腐，几个孩子都围着他，叽叽喳喳的热闹极了。牛蛋，快尝尝舅妈煎的豆腐，仔细烫着。妈，我也要吃。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出去看看大丫死哪去了。这大晌午的也不见人影，都没人给我烧过。谁知道她去哪了？二丫不想出去找大丫，她撇了撇嘴，脸上带着不耐烦，眼睛紧紧地盯着锅里喷香的煎豆腐。妈，你给我吃一块吧，就一块，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豆腐了。张素芬耐不住二丫磨，只能也给她加一块。好香，好香。张素芬今天为了不得罪小姑子，只能委屈了大丫。等她哄好牛蛋后，却发现大丫不见了，她心里罕见的升起了一丝愧疚和不安。另外一边的大丫和江苗他们以为大丫换好了衣服，一旁的张大嘴和江苗惊得说不出来话了。他们刚刚看到了大丫浑身上下的痕迹，吓得不行。张素芬是疯了吗？下这么狠的手，难道大丫不是她的娃吗？张大嘴真是怎么也想不到，平时看着张素芬挺好的一个人，背地里竟然这样搓磨大丫，更何况大丫还是他的亲闺女，哪有人这样当妈的？我苦命的大丫，你咋摊上这样一个娘啊？江苗也终于明白大丫为啥每天都是等他灭了煤油灯才脱衣裳，在他醒来之前又把衣裳都穿好了，他还以为是大丫醒得早。大丫，刚才给你换衣服，婶子发现你的脚也咋成了那个样子了，磨得到处是血泡，
你妈知道吗？娘知道的，说是家里穷，要紧着弟弟妹妹来。我是老大，所以每次我都是穿二丫换下来的旧鞋。娘还说鞋穿一穿就大了。每天晚上我都是把磨的血泡里的脓水挤掉，只是今天给牛蛋当马骑，才磨得这么厉害。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张素芬给大丫留的那3块煎豆腐早就凉了，原本金黄的颜色也显得暗沉暗沉的。之前诱人的豆腐香现在变成了一股豆渣味。张素芬心烦意乱的在屋里给二丫做了新鞋。二丫的脚长得太快了，上半年还给她做好的鞋，现在穿着多汗急巧。她见大丫一直不回来，心里七上八下的。二丫，大丫回来了吗？没有，你都问多少遍了。婶儿，你回屋吧，我一个人能行的，我不会再做傻事了。婶，你放心，刚才在路上说的我都听进去了。大丫看向江苗，这是他们在路上说好的。大丫想自己一个人面对他妈，江苗虽然不理解，但还是尊重大丫的选择。江苗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时愤怒，就把大丫推向更深的沼泽。有不对劲你就喊我。你这个死丫头，去哪了？一下午都不着家，把我都快急死了。没去哪。大丫神色有些冷淡，张素芬以为大丫还在生气，连忙把人带进了屋里，把盖着煎豆腐的盘子拿掉，就把碗端到大丫面前，一脸的殷切。这是中午煎的豆腐，你没在家，我专门给你留的，连二丫和狗蛋都没让吃，你快尝尝。大丫看了一眼碗里的煎豆腐，脸上没有任何的喜色，平静的就像是一滩死水似的。这要是放到平常，张素芬给她留了3块煎豆腐，她能乐半天。让狗蛋和二丫吃吧。既然不想吃煎豆腐，那就吃糖，我中午还特意给你留了1块麦芽糖。我已经不想吃了。为啥不想吃？上午分糖的时候不是挺想吃的吗？张素芬脸色有些难看，她这个当妈的都已经这样了，她还想咋样？你是不是还在气我上午打你那事？我知道上午那事让你受委屈了，但那牛蛋是你二姑的心头肉，你摔了你二姑的心头肉，你妈我那种情况下只能让你受委屈，否则你二姑肯定要生气。她一旦生气，你奶奶向来疼她，那咱娘几个在这个家哪还有好日子过？张素芬苦口婆心的解释着，可大丫就像是没听到似的，脸上依旧没有一点表情，这让张素芬忍不住火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这个当妈的也给你赔不是了，这又给你煎豆腐，又给你糖的，还给你赔脸子，你还想咋样？我一个寡妇拉扯你们姐弟几个，我容易吗？你还不体谅我？现在的张素芬连大丫身上穿的不是她自己的衣裳都没察觉出来，她心里忍不住埋怨大丫的气性大，她这个当娘的都哭了，她竟然还无动于衷，不就上午打了她一巴掌呢？至于这样给她脸。接上集，第2天清晨，江苗嘴里看着昨个晚上徐川买回家的桃酥，把站在他面前的牛蛋馋得一个劲的盯着他手里的桃酥流口水。三舅妈，你这吃的是啥啊？牛蛋是吃过桃酥的人，他这样明知故问，就是提醒江苗把手里的桃酥让给他吃，因为以前只要他这样问，对方都会让他吃。以前的三舅妈也是这样，他都习惯了。这叫桃酥。江苗说着，斜了一眼牛蛋，逼道：“你没吃过吗？”没有，舅妈，桃酥好吃吗？它是啥味的？又甜又香，又酥又脆，好吃的紧。江苗的话把牛蛋馋的口水流得更多了，但江苗压根就没有给他掰一块让他尝尝的意思。牛蛋忍不住有些急了，牛蛋都没吃过。狗蛋，快过来！江苗向在大门口的狗蛋招了招手，狗蛋打老远就瞅见了江苗手里的桃酥，他见三婶叫着，立马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三婶，江苗从桃酥上掰下来一小块递给狗蛋，狗蛋接过来，在牛蛋羡慕的目光中，迫不及待的塞进了嘴巴里。狗蛋，桃酥好吃吗？江苗笑吟吟的看着这一幕，看火候差不多了，他看向一旁眼巴巴的牛蛋。牛蛋，你也想吃桃酥吗？牛蛋听到这话，立马激动的点了点头，以为江苗要分给他桃酥。江苗把手里剩下的那块桃酥递给了他，就在他伸手去接的时候，江苗突然把桃酥又收了回去。我昨个听说牛蛋你喜欢玩骑大马，三舅妈想看，你和狗蛋你俩去玩玩，舅妈看高兴了，你就有桃酥吃了。牛蛋听到不仅能吃到桃酥，还能玩骑大马，整个人顿时高兴的不行。狗蛋，狗蛋，你快趴到地上！狗蛋才不愿意当马呢。牛蛋，这次你来当马。我当马？对，就是你，你不当也可以，不过就没有桃酥吃了。这么好吃的桃酥，看来只能我一个人吃了。我当马，我当马。行，那就围着院子爬吧，爬一圈就有一个桃酥吃，但要在这条道上。牛蛋二话不说就趴在了上面，不用给牛蛋当马骑，还能骑牛蛋的狗蛋，乐坏了，激动的骑在了牛蛋身上。他学着昨个牛蛋的样子，嘴里也喊着驾驾驾。地上硌得生疼生疼的，他爬了几下，疼的就受不了了。讲不完了，耳边却响起三舅妈的声音：牛蛋还没有爬够5圈呢，就没有桃酥吃。坐在屋门口的江苗冷漠的看着这一幕，他想让牛蛋也尝尝昨个大丫给他当马的滋味。婶儿，待会二姑要是看见了，她肯定该怪人了。大丫走了过来，站在了左边门口屋里面，看着院子里的牛蛋驮着狗蛋正在院子里爬，脸色有些担忧。他二姑啥性子的人，他知道如果被他看见自己捧在手里的金疙瘩给狗蛋当马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大丫，你的性子就是太好了，你二姑她能吃人还是咋？
凭啥这是你就行，放到他儿子身上就不行了？下次他们要是再敢让你给谁当马骑，你就抄起院子里的棍子打他们。这些不要脸皮的烂人就会搓磨你。大丫，你以后要好好上学，好好读书，这样才能脱离这里，摆脱这些人。你不要永远都做徐招娣。江苗说到后半句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很认真。只有上学，你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做徐招娣。你现在才12岁，小学、中学、高中，最后再去上大学。大丫，到那个时候，你就再也不是徐招娣了，你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未来的日子很长很长，也很好。只要上学，只有上学，你才能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过上你想过的日子。大丫看着这样的江苗，原本死灰般的眼睛慢慢亮了起来。婶儿，我真的只要上学就行吗？当然了，婶啥时候骗过你？有的时候，人的一句话真的可以改变别人一辈子原有的轨迹。大丫人生的轨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江苗改变了。在原书中，大丫早早的就被张素芬嫁给了一个跛脚的男人，换来了100多块钱和一份养猪场饲养员的工作。牛蛋，这院子你连一半都没爬到哪，你再不爬，这桃酥我可就让狗蛋吃了。舅妈，你不准给他，我爬。牛蛋又撑起身子爬了起来，他的膝盖这回已经被磨破了，火辣辣烫的难受。但牛蛋更想吃桃酥，他咬着牙一步步的往前爬着。快点爬，快点爬，哈哈哈哈！突然站在大门口的徐秀花看到儿子在地上爬，狗蛋坐在他儿子身上，他顿时炸了，连忙跑上去，一把狠狠地推开坐在他儿子身上的狗蛋。大嫂，狗蛋被徐秀花打了。张素芬听到声音，跑到狗蛋身边，见狗蛋摔在地上，捂着被磕碰的头。我的儿啊，娘的狗蛋呐，这咋还擦破皮了？如果说牛蛋是徐秀花的心头肉，那狗蛋就是张素芬的眼珠子，旁人都碰不得。即使这个人是他一直巴结讨好，怕得罪的小姑子也不行。大嫂，你怎么教的孩子啊？怎么能让他骑在我儿子牛蛋身上？真是没大没小。昨个他不是也骑在大丫身上了吗？你可是狗蛋的二姑，你咋下这么狠的手？这可是你大哥留下的毒苗。张素芬气红了眼，她平时对小姑子这样好，处处都忍着让着，可她竟然这样对待狗蛋。妈，我腿疼，胳膊疼。牛蛋掀开袖子让徐秀花看，顿时火冒三丈，对着张素芬破口大骂了起来。你这个克死我大哥的死娘们，我今天和你没完！你敢让你儿子这样欺负我儿子，谁给你的胆子？我推他一下还是轻的，我就应该扇他几巴掌。小兔崽子，竟敢把我儿子当马当畜生，我非要打死你这个小兔崽子！张素芬也恼了，我撕烂你这个小娼妇的嘴！你哪来的脸说我？我至少结婚前的时候没有和男人鬼混搞大肚子，真是不要脸皮！你就是那骚狐狸，耐不住寂寞的，活该你被你男人打，打死才好哪！场面一下子乱了，俩人掐在了一起，又是抓头发又是挠脸的。江苗在一旁看得乐得不行，他就是要让他们狗咬狗。老大媳妇，你个作死的小娼妇，竟然敢打我闺女！俩人掐架，现在变成了仨人，也越发的精彩了。江苗怕有人来打扰，掐架很贴心的走到了大门外面，他把门从外面关上。就在关完门，一扭头，刚好看到一个和二丫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往这探头探脑的。婶子，川子叔有没有在家啊？江苗寻思着这是谁家的闺女，突然他睁大了眼睛，这个好像就是原女主，叫什么陈小兰的，他妈是叫刘红梅。婶子，川子叔有没有在家啊？陈小兰是实在没法子了，上次川子叔带到家里的白面鸡蛋都吃完了，钱也没有了。他妈最近身体又不好了，也没钱看病，他上学的学费老师也一直在催。你找他有事？没事，婶子，要是川子叔回来了，你就告诉他我来找过他。陈小兰说完就要走，不料却被江苗叫住。小兰，听说你上学了，你家给你爸看病欠了一屁股债，你们家困难成这样，哪里来的钱供你上的学呀？我爸留下的。原来是这样啊！江苗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看，陈小兰再也待不住了，跑了。等人跑得没影了，江苗这才收了脸上的笑，阴沉沉地看着陈小兰消失的路口。这就是徐川自己的丈夫，为了捐助这对孤儿寡母，把原书中的媳妇意外死亡赔偿金都给了他们，甚至把自己家的东西都掏空，就为了……别上急，等江苗打开门回到徐家的时候，徐川从地里被二丫叫了回来，这才结束这场掐架。大嫂，虽然咱俩之前不对付，但今天我站在你这边。你说早上狗蛋和牛蛋骑大马玩得正开心啊，这个徐秀花一上来就狠狠地推了一把狗蛋，看把狗蛋推的脑门都流血了，幸好狗蛋命大，要是一个不小心那就……他差点把狗蛋害死，竟然还和他娘一起欺负你，看把你欺负成啥样了，脸上挠得没有一块好皮了，这不欺负人吗？你说说你，大嫂，从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对那对母女俩那真好的没话说，他们今天竟然合伙这样对你呀，这头皮咋秃了这么大一块，这也太狠了吧！江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老三媳妇，你是不是在看我的笑话？张素芬不认为眼前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女人会可怜她，肯定是在笑话她。大嫂，我要是看你笑话，就不会给你说这些话了。我在一旁吃着西瓜，看不挺好的吗？
咱俩是妯娌，都是这徐老太的儿媳妇，我早就看不惯那母女俩，你也是知道的。我见你这样被他们欺负，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亏你平时对他们这样好。张素芬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他此时正满腔的委屈没得说。虽然他以前恨这个老三媳妇，恨得牙痒痒的慌，可刚刚他这番话，那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他暂时放下了对他的成见和戒备。我的命苦啊！我这样伺候他们母女俩，他们不拿我当人了。我可怜的狗蛋被那个小娼妇害成这样，他们娘俩还合起来打我。叫我说，大嫂，你就不能放过他们娘俩？我的姑奶奶呀，你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再拱火了呀？你是不是就见不得咱这个家太平一会儿啊？我这哪是拱火，你可别诬赖我，我就是看你娘和你那个二姐不顺眼，看把大嫂欺负成啥样子了。徐川见这个时候江苗罕见地站在了大嫂那，感觉有种说不出的纳闷，他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你是不是又憋啥坏了？我憋啥坏啊？我看啊，真正坏的就是你那一大家子，还不快去做饭？这都啥时候了，想饿死老娘啊！你中午想吃点啥呀？你昨个不是割了一条子肉吗？去做个辣椒炒肉，咸鸭蛋再煮上几个。行行，我这就去。你回屋先吃点桃酥和西瓜，我一会儿就做好。你别再去大嫂那拱火了。你烦不烦？还不快点去！江苗回到自己屋里，切了半个西瓜，正吃得美呢。我也想吃西瓜。栓娃不知道咋摸到这个屋里来了，他站在江苗面前，眼巴巴地看着江苗手里的西瓜。你个小白眼狼，还想吃西瓜？哪来这么美的事？看到没？桌子上有西瓜皮，啃西瓜皮去吧。栓娃虽然人小，但也知道西瓜红色的才甜。他丢下西瓜皮，气呼呼地去找徐老太了。此时屋里的徐老太正一手拿着镜子，一手用唾液往脸上被张素芬指甲划出的血印子上抹。奶，我想吃西瓜。好栓娃啊，咱家哪来的西瓜呀？等啥时候让你爸去县城里给你买？徐老太还不知道，昨个他儿子已经把瓜买回来，江苗已经吃上的事。徐川昨个怕他娘发现他给江苗买东西，所以专门等到天黑才进家门。三舅妈那有西瓜，还有桃酥，我都看见他吃了。啥？他哪弄来的桃酥和西瓜呀？当然是老三给他买的。昨个早上就听见他朝川子嚷嚷着要吃西瓜。去，牛蛋，把桃酥和西瓜给我要回来。我儿子买的东西，那个小娼妇凭啥吃？你瞅瞅，那个脚家精多会败家，那桃酥西瓜多贵呀，竟然让你兄弟去买给他吃，这家里有多少钱也不够他败啊！就是一点都不会过日子。这西瓜桃酥，连我家的那个小姑子想吃，我那个婆婆都不舍得给她买。这城里的女至亲就会这么败家。再说了，我兄弟买的西瓜桃酥，你这个娘还有我这个二姐都还没见着呢，全被他自己拿屋里去了，哪有这样的？徐秀花酸的很不是滋味，她怀牛蛋那阵，夏天那桃啊里啊什么的都下来了，她嘴馋想吃桃子，那个刘大柱都不愿意给她买。现在这西瓜刚下来，川子就舍得给那个女人买，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娘，让川子和他离婚，你看看他整天又馋又懒，衣裳不洗，饭也不做，啥贵吃啥，啥稀罕吃啥，眼里还没有你这个婆婆，也没有我这个大姑姐，还打我兄弟川子。要这样的媳妇有啥用？离了，我再给我兄弟说个好的，会过日子的，勤快的。徐老太听着这话有些心动，她看了眼栓娃，到底还是没说啥。你也别担心栓娃，到时候再给川子娶一个，栓娃在你眼皮子底下，亮后妈也不敢对栓娃咋样。你看看那个女人现在还有一点当妈的样子吗？整天不管栓娃，有好吃的净想着自己，一点都不想着栓娃，自私的要命，人后妈都比她强。可不是嘛，以前他人至少勤快，不贪吃，可现在哪不上工干活，天天在家躺尸，太阳不起来他就不起来，啥好吃就吃啥，家里的好的都让他给糟践完了。这哪是媳妇，这明明就是个祖宗啊，脸皮还厚得像城墙，无赖得很。要是早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当初说啥也不让儿子川子娶这个烂婆娘。说到底，这都怪他二叔当初给出了个这样的馊点子，否则也不会把这样的无赖娶回来。就在徐老太和徐秀花逼逼赖赖的时候，牛蛋哭着回来了。这是咋了？老娘，三舅妈不仅不给我西瓜和桃酥，还骂我们是吃白食的小兔崽子。妈，你看那个女人多坏啊，竟然骂我们是吃白食的，这可是我家，她才是那个吃白食的。我算是看透了，她不仅又懒又馋，还坏得很。今天早上要不是她拿桃酥哄骗牛蛋当马，也不会有今天这出子事。去，把你兄弟给我喊来，我今个倒要问问他，准备拿那个女人咋办。徐秀花来到灶房的时候，就见到兄弟在那切肉呢，案板上已经切了一堆了，他眼睛顿时直了。川子，你昨个买肉了？割了一小块，
家里好长时间也没开荤了。徐川不能说这肉是给江苗买的，否则他二姐和他娘肯定要炸了。他不知道的是，现在他娘已经炸了。你这个先放放，也不是我说你，你为啥不叫他做饭？他天天就知道张着嘴吃，他是猪圈里的猪吗？二姐，你小声点，可别让他听到了。娘让你去他屋里一趟。徐川看了眼他二姐，就准知道他娘找他没啥好事，这一句肯定要耽误不少时间，吃不上饭，那人还指不定要闹啥幺蛾子。二姐，你先去吧，我这就来。行，那你快点哈。娘，你找我啥事啊？你咋现在才来？我正准备让你二姐再去喊你呢。刚做饭啊，牛蛋、草儿，二姐你们快去吃吧，菜在锅里呢。娘，我去把饭给你拿屋里来。我多嘴问一句，你给那个脚家精买西瓜和桃酥了，是不？徐川脸色一变，他娘咋知道他给他买西瓜和桃酥了？娘，那不是给他买的，是给你买的。我不寻思着这西瓜下来了吗？就想买来让你尝尝。还有桃酥也是。听了儿子的话，徐老太心里稍微好受点了，脸上也露出了笑。你说你也是，娘从来都不爱啥瓜儿枣的，你浪费那个钱干啥？那你给我买的咋被他拿到自己屋里吃了？你快去给我要回来！我这就去。徐川这会心虚的不行，就怕那个祖宗再惹出什么幺蛾子，再这么不安宁下去，这个家得散。那就是个小娼妇，当黄花大闺女的时候就和男的混在一起，钻玉米地，真是一点羞耻都没有。要不是川子又贴钱又贴工作的，人流大柱咋可能娶她这么一个货色？接上集，徐老太又叮嘱了几句，刚走出门，迎面却撞上拉着脸子不高兴的二姐。二姐，咋了？还咋了？川子，我刚刚不是见你切了很多肉吗？咋锅里就剩没几块了？二姐，我本来就没有切多少肉，现在肉贵的不行，肉票也难搞。其实徐川是把锅里的肉都挑给江苗了，因为怕他找事，再加上他切的确实不多，总共就买了1斤多的肉，咋能一次吃完？哼，肉是不是都让你给你媳妇了？没有，我吃了。你要是想吃肉，就回你自己家去吃。徐川被问的受不了了，直接丢下这句话就走了。不过徐川也没有去江苗屋里要西瓜和桃酥，而是出门上工去了。家里这摊子事，他是真的不想管。一个是他娘，一个是他大嫂，偏向谁都不好。在后面又加上一个江苗。等江苗吃饱喝足后，他反常的去灶房拿了一盘子窝窝头，又盛了一碗辣椒。锅里的肉早就被牛蛋他们娘几个给挑着吃完了，然后朝张素芬屋里走去。你来干啥？这老三媳妇咋突然这么好了？上午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平时和这老三媳妇关系又不好，这突然上午还站他这边为他说话，现在又给我们娘几个送饭，不对劲，不对劲！老三媳妇这么黑心的人，不会在饭里下毒了吧？江苗见张素芬一脸戒备地看着桌子上的菜，他像是知道张素芬是咋想似的。这辣椒炒的还行，原本还有肉啊，被那娘几个全给抢光了，快吃吧！来，二丫狗蛋。婶子，这辣椒真香，好吃你就多吃点，可惜就是没肉了。妈，啥时候把那几个吃白食的赶出咱家？这是我三叔买的肉，牛蛋他们又不姓徐，凭啥吃咱家的？二丫一脸刻薄地对张素芬说，她心里恨毒了二姑一家。今天二姑把他妈打成了这个样子，又听到牛蛋他们把肉给挑着吃完了，心里越发的气。都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看看村子里谁家嫁出去的闺女还拖家带口的来啃娘家，还打我这个嫂子。张素芬现在和徐秀花闹白了，也不想着在八姐讨好她啥了，所以心里有啥就说啥。原本她心里就对她很不满，这些年一直憋着呢。那就是个小娼妇，当黄花大闺女的时候就和男的混在一起，钻玉米地，真是一点羞耻都没有。要不是川子又贴钱又贴工作的，人流大柱咋可能娶她这么一个货色？江苗过来可不是想听张素芬在这吐槽徐秀花的，他把目光看向正吃饭的二丫。二丫，昨个你三叔给你买了双凉鞋，咋没见你穿啊？啥凉鞋啊？我三叔给我买凉鞋了吗？你三叔没有给你吗？我昨个晚上见他网兜子里有一双粉色的带花朵的凉鞋，现在不见了，我以为是他给你了。也真是的，他不给你能给谁了呀？他只有你和大丫这两个侄女，平常他可是最疼你的。我三叔没有给我啊，这就奇了怪了。你也先别急着问你三叔，他可能是给了旁的小姑娘，不想让你知道。他能给谁？我才是他亲侄女。这个就不知道了。江苗叹了一口气，把目光落在狗蛋身上，这回开始睁着眼睛说下话了。这要不挑起点矛盾，那怎么能行？嫂子，你看狗蛋多矮，人家书上说这是吃的不好造成的营养不良，以后可能长不高。人家城里的娃像他这么大都长得比他高一头了，人家都吃麦乳精面做的挂面、大米粥、白面馍馍肉。听到江苗这样说，张素芬看向自己儿子狗蛋，脸上有些不确定。老三媳妇，咱家啥条件呢？人家城里啥条件呢？咱咋吃得起麦乳精、挂面那样的稀罕物？张素芬嘴上说着吃不起，但这狗蛋真的长不高咋整啊？准得很，我家旁边就有一个，小的时候营养差，现在30多了，还没二丫高啊。其实不只是狗蛋，还有二丫大丫他们，你看都面黄肌瘦的，
按理说，咱家有这几个人上公正公分，咱大人吃差点没啥。但狗蛋二丫他们平常也很难吃得上白面，这就有点怪了。咱家公分换的那些粮食也不知道都去哪了，咱大人天天在家啃野菜窝窝头，把粮食省下来给孩子，也没见孩子吃几顿啊。好像确实是这样，以前婆婆都是把家里分的粮食锁进柜子里，谁也看不见，每天做饭提前挖出粮食来，也不知道那粮食剩下多少。不过队里分的小麦我还是有印象的，白面磨出来了大半袋子，可去掉老三媳妇前几天吃的那点，狗蛋和二丫这半年来吃那白面的次数还没有3次呢，这大半袋子白面咋说没就没了。江苗见张素分上了心，就不再往下说了，看向二丫。二丫，你吃完饭去村口帮我摘点樱桃回来，也不着急，你玩好后再帮我摘。行，我正好要去村口那找小花踢毽子。其实原书中的女主人公陈小兰一家就是住在村口，那棵樱桃树就种在他家对面。你不知道刚刚川子都和我说啥？他让我回自己的家，他这是嫌我在这了。徐秀花把刚刚徐川和他说的那些话都和徐老太学了一遍。那肉是我想吃吗？我那是为着娘你啊，家里好不容易买次肉，就留下那几块，剩下的全巴巴的被他拿去讨媳妇的欢心了。这哪是个男人啊，必须要离婚，再不离婚，那个女人恐怕叫他把娘你赶出去，他都会照做。啥？他去给我要西瓜去了，等回来我问问他。其实你兄弟心里有我这娘，我自己生的儿子我了解，在他心里我这个娘比他媳妇要重要的多。那西瓜和桃酥就是你兄弟专门为我买的，但被那个小妖精给拿走了。他没有去拿西瓜，他出门上工了。徐秀花见自己老娘还被蒙在鼓里，连忙说道。徐老太脸色一下子阴了下来，等川子回来，她非要好好问问他。川子媳妇，你来就来了，咋还拿啥桃酥啊？村长媳妇胡婶看着手里的桃酥，喜得跟啥似的。要知道桃酥那可是稀罕物，即使胡婶是村长媳妇也不例外。你坐着等着哈，我去给你叫小珍。胡婶热情地往江苗手里塞了一把瓜子，就去喊闺女了。没一会儿，刘小珍就过来了。嫂子，你真是稀客啊！江苗从来没有找过小珍，他们俩人也是最近才熟悉起来的。小珍，我听大嘴姐说你相好人家了。江苗那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来这是有目的的，因为刘小珍的爹和生产队队长徐富贵俩人不对付。如果说疙瘩村谁能与徐富贵抗衡，那就只有村长刘有才了。相好了，只是以前家里为了给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找工作，花光了家里的钱，现在嫁的毕竟是城里的，家里的嫁妆钱还没凑够呢。你也知道我爹是个好面子的，现在让他问村里人借100块钱，说啥也不肯拉下脸去找人借。你家里的难处我也知道些，给你的礼物你拿好。说完，江苗转头就快步向家。别上急，第二天一早，徐川早早的就把饭做好了，然后出门上工去了。等徐老太醒来，见家里已经没有儿子的影子了。江苗起来吃了早上饭，就出门去和张大嘴一起摘樱桃了。他俩一起喊着小珍仨人拿着个篮子朝村口走去。这樱桃树长在刘红梅家门口，这可方便了他们娘俩，啥时候想吃就去摘，方便得很。江苗故意提起了这娘俩的话头，果然张大嘴就接了。妹子，人家哪稀得吃这酸不溜、啥肉都没有的谷子啊，这都是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家吃的。就是啊，我们可不敢和人家比呢。啥？他们娘俩家里没有种劳力，难道日子过得比咱还好吗？江苗一副震惊的样子，张大嘴这时候就像是给他打了鸡血似的，他顿时来劲了，指了指前面的刘红梅家，一脸的鄙夷说道：妹子，你成天待在家里，没有听过啥闲话，你都不知道。那刘红梅别看是一个寡妇，但人厉害着呢，勾的也不知道哪家的汉子往他家里送白面送鸡蛋啥的，愣是让这母女俩过得滋润的不行，顿顿吃的都赶上我家过年吃的了，还送他闺女陈小兰上学去了。那寡妇刘红梅自打她男人死后，我就没见她去上过几次工，他们娘俩现在都是靠野汉子养活，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男人。他没有媳妇就还好，如果有媳妇，那他媳妇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摊上这样一个男人。倒了8辈子血霉的江苗就在他面前静静地听着，在合适的时候提一句，就会引得张大嘴再说一大堆。叫我说，寡妇的女娃上啥学？靠野汉子过日子，竟然还有脸用那脏钱去上学？寡妇的女娃凭啥不能去上学？日子过得好，就是偷汉子的脏钱嘛！你们的心咋这样脏？张大嘴他们只顾着说话呢，没注意到闲话的主人早就站在他们身后听了好一会儿了。陈小兰这一嗓子把江苗他们吓了一大跳。小兰这孩子不懂事，你们别和他一般见识。刘红梅满是歉意的和江苗他们说，把说闲话被抓包的张大嘴搞得挺尴尬的。等刘红梅回到了家，在屋里找到了坐在床上哭的小兰。小兰，别哭了，咱娘俩要忍到你长大那天。妈，他们凭什么这样编排我们？我们是用了川子叔的钱
吃了川子叔给的粮食，但以后我都会一分不差的都还给他的。小兰，不要管那么多，咱现在必须要依靠你川子叔，让你川子叔供你上学。咱要熬到咱不需要他的时候，妈就盼着你有天能出人头地。妈，你放心，我迟早有天会出人头地的，到时候我要把这群看不起我们的人踩在脚底下。对，就是这样。你川子叔是个好人，他媳妇人不咋的，你以后看到他躲着走，千万不要让他发现咱的事。妈，我觉得那个女人配不上川子叔，川子叔这样好的一个人，竟然会和这种女人结婚。我上次去徐家找川子叔，我就感觉这个女人看我的眼神不像啥好人。是啊，你川子叔是个一诺千金、仗义的好人啊，当初就因为你爸的一句话，他自打你爸走后就一直照顾我们，你川子叔应该娶一个配得上他的人。刘红梅想起了这些天村子里传的徐川家的事，这样的女人真是拎不清，不仅搞得家宅不宁，还小气计较，有点啥事都整得人尽皆知。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徐川这样顶呱呱的人呢？晌午，徐家的饭桌上坐着樱桃没有摘成的江苗，还有张素芬、大丫、二丫几个人。晌午饭分了2次，一次是徐秀花做好后都端到徐老太屋里了。这几个人就像是那老虎，要把他们喂得饱饱的，等那天才能有力气去互相狗咬狗。二丫看着干嘛？多吃点，看你最近都瘦多了。这个女人受啥刺激了？咋变得这样好？哥哥还去给我们送饭吃，没想到这又让自己赶紧吃窝窝头，还笑得一脸和蔼。不仅二丫惊讶，就连饭桌上的张素芬也觉得纳闷得很，这老三媳妇是吃错啥药了？从昨天就开始这样反常。哎，咱家的日子过得苦啊！瞧瞧，这都是啥？野菜窝窝头，在各大村真是找不到第二家比咱吃食还差劲的人家了。就连村口住的那个寡妇家，日子过得都比咱好。你说的寡妇是不是住在村口的那个刘红梅？她闺女叫陈小兰。是啊，咋？你也听说了？听说啥？我今天不是和大嘴姐去村口摘樱桃吗？还是大嘴姐告诉我的，说那个叫刘红梅的寡妇，自打死了男人，那日子过得简直赛神仙，顿顿都吃白面馍馍，还有鸡蛋挂面。我听大嘴姐说，她闺女还吃麦乳精啊。你没瞧见这娘俩穿的也好，尤其是她闺女陈小兰穿的比咱二丫还体面啊。那个寡妇也是，她家日子过得滋润的不行，简直天天就像是在过年。你说啥？她家天天吃白面鸡蛋，还吃挂面和麦乳精？对呀，大嘴姐说的，刘小珍也在场，人家顿顿白面鸡蛋，你再看看咱，平常不是野菜窝窝头，就是汤饼子就咸菜，咱的日子还比不上人寡妇家的呢，这过的叫啥日子啊？来，狗蛋把这些窝窝头都吃了。哎，也真是，人家闺女吃麦乳精，咱的狗蛋就只能吃这野菜窝窝头。这时江苗又添了一把火。嫂子，你说咱几个人这样拼命干活，为的是啥？不就是想让娃都过得好一点吗？你看看你，就一忙碌命，整天天没亮就爬起来上工干活。咱家里你也出了不少力，按理说家里的钱和粮都是你挣下的多，可你看看狗蛋长这么大，连麦乳精是啥味都没尝过吧？这整天家里的钱和粮食也都不知道去哪了，我猜肯定是被老太婆塞给闺女徐秀花了。江苗后面那句是故意这样说的。徐家的粮和钱，徐老太有没有给徐秀花？张素芬的门清。现在张素芬怀疑，娃的三叔徐川把他挣下的钱和粮食都拿去补贴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为啥川子买的凉鞋穿到了一个寡妇的闺女脚上？现真是恨不得冲到那个不要脸皮的贱人家里，把那双原本属于我闺女的鞋从那个小贱皮子脚上脱下来，砸到他们娘俩脸上。现在真想去问川子问个明白，但毕竟没有亲眼看到抓到。他更怕打草惊蛇，如果徐川真的把家里的钱和粮给了那2只骚狐狸，他第一个饶不了他。江苗见张素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就知道差不多了。那我兄弟之前说的那是咋样了？他啥时候能去县城当工人啊？你小声点，你兄弟这事你可不能让你大嫂听见，还有那个脚家精也不能知道，你兄弟专门交代的。知道了，你都说多少遍了，知道能咋的？这个家可是你当家，即使知道川子拿家里的粮和钱去给人家送礼，能咋的？再说了，我兄弟的工作要是有了着落，那一个月可是有10-20块钱呢。你大嫂闹啊，她啥样的人你不知道啊？看着挺好的，其实泼得很，看把我脸上给挠的。她要是知道川子拿家里的粮食和钱去给人送礼，她肯定要闹。说到底，屠夫的闺女还是眼皮子浅，以后川子有了工作，那每月得的钱她也能占便宜，不是？徐老太说完，神秘兮兮地对闺女说：你兄弟说了，他进厂能当干事呢，因为你兄弟学问高，只要再给那家人送点钱和粮，你兄弟的工作准跑不掉。这多亏了你兄弟同学的朋友啊，竟然认识这样有关系的人。真的，真能一进厂就能当干事。
当然能，你还不信你兄弟的能耐吗？徐老太一脸的得意，等他儿子当上厂里的干事，一准惊掉村里这些人的下巴，包括他二叔徐富贵。妈呀，我这以后可就有一个在厂里当干事的兄弟了。那我兄弟那可是未来当干事的人，你让他赶快蹬掉那个脚夹精，到时候咱这下面的黄花大闺女还不随便让我兄弟挑，即使是再娶城里的姑娘，那也使得我兄弟可是干事。那可不，听你兄弟说，厂里的干事那一个月足足有25块钱呢，一年就是300块钱啊。那这钱和粮食送的值，旁人想送还摸不到门路呢，还是我兄弟有本事。等你兄弟成了干事，那刘大柱也就不敢再打你了，还有你那个恶婆婆和刻薄的小姑子都要讨好你，看你的莲子过火，你以后腰杆就挺起来了。哼，他前2天还让我回自己家呢，他要是当了干事，恐怕眼里也没我这个二姐了。徐秀花不知道咋又想起了这事，与刚才得知自己兄弟要成为干事的高兴不同，她拉着个脸子撇了撇嘴，显然是还在意着前2天徐川说。下乡女知青夜晚偷听丈夫墙角，得知丈夫第2天要去城里给村里刘寡妇买东西，女知青暗地撺掇小侄女继续跟踪丈夫。这些嫂子婆婆二姐都知道了，好戏要开始了。夜幕降临，徐川下工回家，他一回来就钻到徐老太屋里去了。一直趴在窗口注意大门动静的江苗连忙出了屋子，做贼似的来到了徐老太窗户下面，贴着墙根蹲好。娘，你再给我拿30块钱来。今天下午的时候，要不是小兰的孩子去找他，他都快忘了又到了该给他们娘俩送钱送粮的时间了。啥？又要30块钱？我昨个不是已经给你拿过钱了吗？娘，我不是都和你说了吗？我这是要去县城送礼，人家说我的工作就快定了，就差厂里厂长的一句话了。我这不是要买点东西给人家厂长送过去吗？徐老太一点都没有怀疑儿子的话，他有些肉疼的看着儿子。娘，人家可是厂长，20块钱买的东西，就怕人家看不上。徐川骗他娘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他娘把钱和家里的粮食看得比啥都重要。要是知道他拿钱和粮食去帮助那对母女俩，他娘肯定不同意，所以他就扯了这么一个谎。行，你等着，娘这就给你拿。徐老太下了床，从墙脚下的土里扒拉出一个带着土坷垃的黑坛子，打开坛子，从里面拿出红红绿绿的票子，他从里面给儿子徐川数出了30块钱来，这可把徐老太心疼的够呛。川子，这次是真的行了吗？肯定行，娘你就放心吧。徐川一点都不脸红的欺骗着徐老太，小兰和他娘现在日子过得艰难，正需要钱呢。那就好，那就好，你明个赶快去县城买点东西给人家厂长送过去吧。行，那娘你早点睡吧。徐川说完就出了屋子，徐老太这才想起来，他忘了问儿子那个小娼妇的事了。那说给他买的西瓜和桃酥，他到现在都没见影。第2天一早，江苗听见院子里的动静，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透过窗户缝，见是徐川身上背着只有去县城才带着的网兜子，出了徐家的大门。等到该吃早上饭的时候，二丫一进灶房就见锅里啥都没有。三叔今个咋没做饭啊？这几天早上饭都是徐川在做，就连二丫都习惯了。二丫，你不知道吧？你三叔今个一早就去县城买东西去了，我还见他这次拿着上次买西瓜的网兜子。老三媳妇，你知不知道老三去县城买啥了呀？这谁知道啊？应该是给二丫买零嘴去了吧？我前几天听他提了一嘴。二丫倒是挺高兴，三叔去县城给他买零嘴了。二丫，等待会咱俩去村口等你三叔，看看他都给咱买了啥好吃的。好的，三婶。江苗的话正中二丫的下怀。以前每次他三叔去县城，他三叔每次都是给他带糖、带鸡蛋糕啥的。和二丫的兴奋不同，一旁的张素芬越发的沉默。江苗和二丫吃完早上饭，就去村口守着了。二丫，来，咱来这边阴凉的地方等着，省得待会太阳出来晒着咱。二丫瞪着2只大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而江苗双手枕在脑门后边，躺在了靠着路的斜沟上，显得整个人有点吊儿郎当的。没一会儿，二丫就等得不耐烦了，想出去找小花踢毽子。江苗威胁她：“你去踢毽子也行，待会你三叔买的那些好吃的可都全是我的了。”没一会儿，二丫一抬头就见三叔回来了，只见他那个骑着自行车的三叔没有回家，而是把那挂满了好东西的自行车停在了陈小兰家门口，并且还做贼似的往门口四周瞅了瞅，才把自行车推进去。陈小兰那个不要脸的人穿的鞋，果然是三叔给买的。二丫即使再傻也看出来了，他就气呼呼的把江苗一个人丢在了后面，急匆匆的跑回家告状去了。江苗开始演戏了，嘤嘤的哭着去找张大嘴了。大嘴姐，我好委屈。妹子，你这是咋了？大嘴姐，徐川他和村口那个刘寡妇背着我搞在一起了。你说啥？张大嘴惊掉了下巴。他虽然看不惯徐川，觉得徐川偏心张素芬等，待江苗不咋好，可人在大事上还是挺说得过去的。他能干出这样的事？昨天说的那个给刘红梅母女俩送白面送钱的，原来是徐川。
妹子，原来你就是我说的那个倒霉蛋啊！大嘴姐，我不想活了呀！你别哭，该哭的应该是他徐川，这样不检点的男的，你为他哭成这样，值得不？真是想不明白，江苗妹子要模样有模样，要文化有文化，这样的女的肯和他徐川一个穷小子结婚，他就偷着乐吧。竟然还看上了刘红梅那个寡妇，他是眼睛瞎了吗？江苗妹子甩那个刘寡妇100条街呢。我到底是哪里不好？他竟然这样做！大嘴姐，那个刘寡妇是不是真的比我好啊？我呸！妹子，那个老骚狐狸连你一根小手指都比不上，我早就看出他不安分了，整天不干活，就知道往脸上抹粉画眉的，还穿成那个样子，这哪像一个寡妇啊！我一直以为他勾搭的是旁人，但没想到竟然是你家川子。大嘴姐，我该怎么办啊？我刚刚看到徐川去刘红梅家，都不敢闯进去闹。妹子，你咋这样没本事？怪不得徐川敢背着你偷人呢，都怪你太好欺负了。要是我非要拿棍子打断他的狗腿。大嘴姐，他这样对我，我都想去跳河死了算了。说着，他抄起墙边挑水的扁担，拽着江苗就朝刘红梅家里杀去。时间回到半个小时前，二丫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向他妈张素芬告了他三叔的状。张素芬一脚踹开徐老太的房门。娘，我问心自问，自打我嫁到你们老徐家，对你们一家人那是掏心掏肺，可你们呢？你和你闺女合起来打我这事就先不提，你竟然让你儿子拿着我挣下的钱，我挣下的粮食去养刘红梅母女俩，你是不是看我好欺负？屋里的徐老太和徐秀花看着气得眼睛都红了的张素芬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都有些糊涂。你说这话啥意思？我哪个儿子拿你挣的钱去养旁人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还有哪个好儿子？总不能是躺在地下那个，他拿着我挣的钱去养寡妇。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寡妇穿的比我都好，他们母女俩顿顿白面鸡蛋，他闺女还吃麦乳精。可怜我的狗蛋长这么大，连麦乳精是啥味的都不知道。你的好儿子都快把这个家都掏空了，家里的那些白面，我说没吃几顿咋就没了？合着都让你儿子给寡妇拿去吃了。还有家里的钱呢，我平常连见都没见过，也都被他拿去给寡妇花了。亏我平常省得跟啥似的，舍得不得吃，舍不得穿，天天啃咸菜疙瘩，合着都是给外人省的。人家刘寡妇母女俩天天吃的都快赶得上过年了，我们还在家啃那糠饼子。你是说川子拿着家里的粮食和钱去养村口的刘寡妇，替旁人养媳妇和娃？他不是拿着钱和粮食去县城送礼的吗？你还想说瞎话蒙我呢？二丫亲眼瞅见的，见他的好三叔从县城拉了一袋子的白面，还有零零碎碎的东西装的自行车都塞不下了，进了刘寡妇的家门。现在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人家刘寡妇勾搭上了一位汉子，那汉子整天往他家送粮食送钱的，他母女俩的日子过得都赛神仙。张素芬说着，忍不住讥讽地看着徐老太。他倒是对那对母女俩是真好，让你这个老娘，我这个嫂子，还有家里的娃，天天都肯窝窝头，家里的好东西都被他们母女俩给吃了，身上穿的、喝的、吃的都是咱家的。亏你这么省，你省下来的东西没进你孙子的嘴，倒进了那个陈小兰的肚皮。你孙子在家吃的这样差劲，那陈小兰吃麦乳精，没吃鸡蛋，吃挂面，吃白面馍馍，穿你儿子给买的新凉鞋。张素芬越说，脸上的神色越狰狞，她现在满脸的尖酸，恨不得去活剥了那对吸她血的贱人的皮。什么吃的麦乳精，顿顿白面鸡蛋？徐老太已经信了张素芬的话，因为她儿子徐川就是打那个刘寡妇的丈夫死后，就开始把家里的白面和鸡蛋往外拿，说是有人能帮他找到厂里的工作，他拿去送礼，还有那些钱。这样说，我舍不得吃的白面鸡蛋都进了那对狗母女的肚子，我辛辛苦苦攒的钱都被那对狗母女拿去穿了吃了。你以为呢？咱在家里吃草，人家在家里吃肉，咱省下来的东西都进了他们的肚子，穿得好，吃得好，这都是吸了我身上的血。川子咋这样糊涂？我这个二姐在婆家连玉米面饼子都吃不上，她竟然把白面鸡蛋这样的稀罕物给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寡妇吃。我家牛蛋都没吃过麦乳精这样的好东西，那个寡妇的闺女叫啥陈小兰的算什么东西，也敢吃我徐家的东西。徐秀花也气得不行，这样的好东西应该让他家牛蛋吃才对，咋能让陈小兰那个狗东西吃？这可是他徐家的钱买的东西。走，给我去撕了那对不要脸皮的母女俩。接上集，这回的徐川还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关心刘红梅母女俩呢。嫂子，这是今天我在镇上给你们买的半袋子的白面，半袋子的玉米面，在供销社还买了1兜子苹果，1包鸡蛋糕，1包桃酥。哦，对了，还有1条子肉。小兰他妈，这还剩下9块5毛钱，你先拿着，留着给小兰上学用，等过段时间我再拿点钱过来。川子，你帮我们娘俩帮的已经够多了，自打小兰她爸走后，你就一直给我们送东西又送钱的，这次你又给我们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叫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东西我留下，这钱你拿走，我们娘俩这次不能再要你的钱了。嫂子，你这是干啥？我和刚子可是好兄弟，再说了，我答应过他要照顾好你们娘俩的，这点钱你给小兰交学费，剩下的钱去给小兰还有你扯点布做点衣裳穿。对了，
我这还有2张布票，你拿着。川子，这可不行，布票稀罕的紧，这2张你还是拿回家给你媳妇吧，让她扯不做衣裳，我和小兰穿啥都行，见旁人的旧衣裳缝缝补补也能穿。嫂子，她有衣裳穿，前几天还去县城买了一件破裙子，花了10几块。徐川语气里满是对江苗的抱怨，刘红梅忍不住傻了眼。啥裙子竟然要花10几块钱啊？也不是嫂子说你媳妇花钱这样大手大脚，真是一点都不知道体谅你挣钱有多难。她最近也不知道咋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也不持家了，变得好吃懒做，和家里的娃争吃的不说，还整天在家里睡觉，也不去上工，眼里也没了我娘他们，啥事都能做出来，打我大嫂，气我娘，让二丫狗蛋他们干活，不让吃饭啥的，家里啥好吃吃啥，把家里搅的都不成样子，并且对我不是掐就是打的。我在家天天给他端洗脚水、做饭、洗衣裳。徐川越说越生气，他看着眼前的刘红梅，嫂子，他要是能有你一半的好，我也就知足了。你这样贤惠的女人，现在不多见了。川子，可别这样说，我这样的女人再贤惠有啥用？还不是死了男人，命苦，不像你媳妇，她命好，摊上你川子这样顶呱呱的人。川子叔，你媳妇她咋能这样欺负人啊？她本来就配不上你，竟然还这样。你每天上工干活多累啊，竟然叫你给她端洗脚水、洗衣裳，她咋这样不知道心疼你？又懒又馋的，还对你家里人这样刻薄，这就是人家说的母大虫。小兰，你咋能这样说你川子叔的媳妇？徐川见刘红梅凶小兰，连忙把小兰护在了身后。嫂子，你不要怪小兰，小兰这孩子说的也没错，她就是一只母大虫。川子，你媳妇要是知道你给我们送这些东西，她会不会和你闹啊？刘红梅一副担心徐川的样子。她敢，嫂子你放心，只要她敢给我闹，我就和她离婚。这些天我也真是受够了，你没见她现在压根就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尖酸刻薄的要命，自私的只顾自己。我娘我姐和大嫂掐架，她还在大嫂那拱火，现在我那个家已经不是一个家了。徐川看着眼前的嫂子这样为他着想，这样的温柔，再想想他家里的那只母老虎做的那些事，一下子就激起了他对他的不满来。川子，刚子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真是在下面也瞑目了。嫂子，你别难过，我会帮刚子把小兰养大成人的。好啊，江苗妹子果然说的没错，这青天白日的你俩就在这乱勾搭，真是恶心死个人。川子，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亏我江苗妹子对你一心一意，对你这样好，你咋就这么骚啊？竟然背着他和这个刘寡妇搞在一起。嫂子，你胡说啥？我和小兰他妈清清白白的。徐川恨不得上前去捂着张大嘴那张大嗓门的嘴巴。有胆自作，还不让人说啊？江苗刚刚走得慢，张大嘴性子急，拿着扁担火急火燎的来捉奸，而落在后面的江苗其实一直注意着老徐家的动静。你咋来了？徐川见到江苗这样的神色，被张大嘴看在眼里，越发的认定徐川就是背着江苗和寡妇搞在了一起。川子媳妇，听说你是个知青，应该也明白些事理。川子今天就是来看看我们娘俩，他和我死去的男人是好兄弟，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他。我呸！我刚刚进来都看到了，你俩都快抱在一起了，你还在那哭哭啼啼的，你这个老骚狐狸，咋这么不要脸，勾搭人家有妇之夫？你凭啥骂我妈？你才是老骚狐狸呀！老骚狐狸的闺女小狐狸出来了啊！上次也不知道是谁理直气壮的说，他家日子过得好，花的不是他妈偷汉子得来的钱，还说我们心脏，现在被我们逮到了吧？我看真正脏的是你们娘俩，一个身子脏，一个心脏。陈小兰见张大嘴这样羞辱他们母女俩，气得眼睛发红，身体合劲就要扑过去撕烂这个女人的脏嘴。刘红梅连忙拉住了闺女，看向张大嘴和江苗，焦急地解释道：我和川子真的没什么，你们误会我没关系，可怎么能误会川子啊？他不是那样的人，我男人快死的时候托川子以后照顾我们娘俩，川子今个来我家就是为了给我们送点吃的。刘红梅，你还在帮着他骗我，其实我早就发现你们的事了，一直忍着呢，可你们不该这样明目张胆的欺负我，大白天的都勾搭在一起，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江苗看着徐川，大声质问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江苗才不管他们俩到底有没有搞在一起，反正今个他这盆脏水就泼在他俩身上了，想洗白门都没有。我和嫂子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咱回家再说行不行？我回去给你从头到尾都说清楚，咱别在这闹，算我求你了，行不行？江苗才不愿意回去呢，他就是要把这事闹大，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徐川和刘寡妇的那点破事啊！我不想活了呀！你怎么能对得起我呀？
你不检点，你背着我偷人。我当初和你结婚，不嫌你穷，不嫌你家里负担大，你就这样对我。妹子，你在这堵着门，不准让他们跑。我去喊村长来，问问村长，咱疙瘩村出了对这样不要脸的贱货，该咋办？咱让村长给咱做主。江苗恨不得给大嘴姐点个赞，真是太好了，去喊人了，到时候带着一帮人来围观。你先让我回家，我回家你想怎么打我都行，待会人都来了，这误会可就大了。江苗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动作极快地出门，在徐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大门从外面给扣上。你快打开门放我走，我求求你了，你别闹了。江苗懒得搭理他，他伸着脑袋往路上瞅，终于见到了徐老太太可爱的身影。顿时笑了，他从没有像这一刻这样待见徐老太。张素上集，陈小兰见他妈和他川子叔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有些不解。妈，川子叔，咱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待会即使有人来了，咱也不怕，咱没做过那样的事。小兰啊，你不懂，虽然你妈我和川子之间清清白白的，可止不住村里那些流言蜚语啊。现在你川子叔被关在咱家，那大家伙该咋想啊？再加上张大嘴认定了我和川子有事，到时候村民到底是信谁啊？到时候我和你川子叔这以后的名声可就臭大街了。老三媳妇，你咋在这？张素芬跑得快，把徐老太太们都甩在了后面。她刚跑到刘寡妇家门口，就见老三媳妇正在门口站着呢。大嫂，我怕他把用咱家钱买的好东西给拿走，所以在这堵着门，正等你们来啊。你不知道，刘寡妇家的桌子上堆满了猪肉、白面、苹果，那都是咱家的钱啊。以前她吃的比这还好哪，还有那对母女俩身上穿的好衣裳，都是大嫂你从牙缝里扣下来的。大门突然打开了，徐川刚刚好像听到了嫂子张素芬的声音，正要喊人呢，他娘、他大嫂、他二姐、二丫仿佛土匪似的冲了进来。娘，你们咋来了？徐老太现在就仿佛那爆发的火山，他直接来到刘寡妇面前，二话不说的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然后用手狠狠地揪着她的头发，把刘红梅疼得哇哇大叫。你个不要脸的贱货，竟然敢哄着我儿子，把家里的钱和粮食拿给你，养着你们这对吃白食的狗东西！我的天啊，娘，你快看啊！这桌子上都是咱平时吃不着的好东西，还有鸡蛋糕、五花肉、布票、钱。屋里传来徐秀花的声音，让徐老太心中的火气更上了一个台阶。她用手狠狠地抽着刘红梅：“你这个杀千刀的老贱货，我家的钱都填了你的狗肚子！那是我家的白面，我家的肉，我家的苹果，你们不准动！你个狗东西，这是用我家钱买的，你还敢拦着不让拿？这是川子叔给我买的，就是我的，你们凭啥拿走？凭我是你祖宗！二丫，快把东西拿回家，然后再赶快过来继续拿。”被打陈小兰见二丫要去拿着她爸活着的时候买的收音机往自己怀里揣，她顾不得身上疼，连忙站起来去说：“这是我爸买的，你还给我！谁说是你爸买的？这明明就是我三叔拿家里的钱买的，你还给我，还给我！这不是你三叔买的，这是我爸买的。呸！我说是我三叔买的，就是我三叔买的，给我滚一边去！”摔在地上的陈小兰看着张素芬他们在她家里到处翻东西，到处拿东西，眼圈通红的她吼了出来，死死地瞪着他们，恨不得要吃了他们似的。娘，你快松手，别打了！徐川想把嫂子从他娘徐老太手里解救出来，可他不知道的是，他越护着刘红梅，徐老太心中的火气就越大，下手打人就越狠。二姐，你这是干啥呀？还不快把人家的罐子给放下！放啥放啊？你姐夫就爱吃腌的咸鸭蛋，我拿回家让他尝尝。再说了，这鸭蛋肯定也是用了你给他的钱买的，按道理说，这鸭蛋就是咱家的，我把咱家的东西搬回家。早了！徐秀花说完，翻了一个大白眼，雄赳赳的出了刘红梅的家门。大嫂，那是人家刘红梅家的钱，你咋把它揣进你自己的裤腰带里了？你快拿出来，给人家放回原来的那个地方。啥他家的钱？这明明就是咱家的钱，放啥放？大嫂，你咋能这样啊？你这是在偷人家的钱！啥是偷？那对狗母女吃了咱家多少粮，花了咱家多少钱，我才拿回来5块钱，就是偷了。再说了，我可是你大嫂，你咋能这样说我？川子叔，你快管管你家里的人啊，他们是贼，都快把我家的东西都给搬光了。我爸买的收音机，还有给我打的银锁，都被你家里的人给抢走了。小兰，你别急，我去找他们，让他们把东西都还给你们。等徐川来到屋子里，只见到屋子里被二姐、大嫂、二丫翻了个乱七八糟的。如果干出这种事的是旁人，他肯定早就一拳头就走了。可偏偏干出这种无耻的事的是他的亲人。突然屋外又传来了大嫂的声音，连忙出了屋子。老大媳妇，你给我抓着他的2条腿。娘，你把他身上这件好衣裳扒下来，拿回家留着咱穿。徐老太闻言打量了一下这个娘们身上穿的衣裳，果然好，还是细布料子的呢，上面一个补丁没有。你这个老贱货，我家的钱都被你拿去买布穿了，
我平时连个布头都舍不得买，倒便宜了你。你放开我，这衣裳是我用自己的钱扯的。嘿，不要脸皮的贱货！你一个寡妇咋买得起这样好的布？你哪来的钱和布票？肯定是川子给你的。娘，嫂子，你们别这样行不行？那真是人家刘红梅用自己的钱扯的布，人家刘红梅母女俩就够可怜的了，你们为啥要这样欺负人家？还不快放开他！现在徐川无力的很，欺负刘红梅母女俩的为啥偏偏是他娘和嫂子？他扭头间就见江苗坐在凳子上，在一旁看好戏，他脑门上的青筋就一个劲的突突的跳。你能不能帮我去劝劝娘和大嫂？他们现在压根就不听我的，不听你这个儿子的，就听我的了。他们可都是你娘、你嫂子，你咋就不让刘寡妇多包容包容他们啊？江苗看着不吭声的徐川，当初原主被他娘、被他侄女二丫欺负的时候，他每次都让原主多包容包容他们。现在他娘和大嫂欺负刘寡妇，这徐川看不下去了，咋不说让刘寡妇多包容包容他娘和嫂子？你们放开我妈！陈小兰见自己妈被这样欺负，拿起家里的棍子就朝徐老太他们打了过来。徐老太尖叫的声音响起，她捂着自己的背倒在了地上。张素芬急忙去扶徐老太，刘红梅趁机连忙跑回屋里穿衣裳去了。娘，你没事吧？娘，你哪个地方疼？肩膀疼。川子，你给我揍这个小贱蹄子，他竟然敢打你娘我，你去给我揍他，揍他！娘，小兰还小，你别和他一般见识。你为了一个别人的娃，竟然这样对你娘我，你到底和谁最亲？我看你脑子真是进水了，骗我这个娘，拿家里的钱和粮食去给旁人养媳妇闺女，你是不是傻了？还有，他刚刚用棍子打我，你竟然不去给我报仇？是你欺负我娘，我才打你的，我打你是你活该。川子叔，你这么好个人，咋有个这样的孬娘啊？好你个贱皮子，竟然还说我孬！徐老太差点被气歪了嘴，要不是她背上疼得不能动弹，她一定要撕烂这个贱皮子的嘴。你们母女俩吃我家的，花我家的钱，就连你上学的钱都是我家的，日子过得逍遥的很，你们才孬，坏透了，吸我们一家人的血，你咋还有脸说我孬？那钱是我川子叔给我们的，粮食也是，关你啥事？再说了，我欠我川子叔的钱和粮食，总有一天会还给他的，我不会欠你家一粒粮食。关我啥事？那是我家的钱，我家的粮，你能力不行啊？现在就把你们花了的钱和吃了的口粮还给我。现在我家没有，等啥时候有了就还给你们。再说了，我川子叔都答应我爸要照顾好我和我妈了，我吃我川子叔的粮食和花他的钱，那也是应该的。徐老太感觉自己被气得眼前一阵发黑，还吃他的粮食，花他的钱是应该的。坐在门口的江苗听到陈小兰这副理所当然的话，他忍不住用异样的目光审视着她。这个女主陈小兰能说出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奇怪，毕竟在书中，她可是一直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徐川对她。刘有才已经在张大嘴那里把情况了解的都差不多了，他一进门就扫了一眼院子里的情况。村长，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徐川背着我和刘寡妇搞在了一起。江苗又开始了他的演技，他当着众人的面哭哭啼啼的。江苗妹子，你放心，村长肯定会给你主持公道的。张大嘴上前连忙扶住了身子哭得发抖的江苗，他之所以去叫村长而不是他公公徐富贵，为的就是怕徐富贵偏袒侄子徐川，怕他为了息事宁人保全徐川，就不肯给江苗个公道。川子啊，你以前多好的人啊，没想到竟然会干出这种事。人江苗对你多好啊，给你生娃照顾老娘，没想到你咋是这种人啊？胡婶自然偏向江苗，因为他暗地里已经是江苗的干娘了。虽然他家老头子和徐川的二叔徐富贵不和，胡婶以前也是挺待见他的，没想到他就是那个养了刘红梅母女俩的野男人，这真是让人惊到眼睛。川子，我问你，一直给刘红梅他们母女俩送粮送钱的人就是你吗？村长，就是我儿子川子，他一直在背地里帮助这对不要脸皮的娼妇，我家的白面、鸡蛋都不知道给他们送了多少，还有钱。村长，你快让这对贱货把我家的粮食还有钱都还给我。川子娘，粮食和钱的事咱先放着不说，咱现在就先说说你儿子和刘红梅的作风问题。川子，我问你，你是不是和刘红梅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村长，那都是刘红梅那个老骚狐狸，她勾引的我家川子，不关我家川子的事。徐老太又一次抢先回答了村长刘有才的问话，就连徐老太都认为儿子川子和刘寡妇搞在了一起，刘寡妇勾搭儿子骗他这个娘，不断的拿家里的细粮还有鸡蛋钱啥的养他们母女俩。娘，有才叔，我和小兰他妈之间真的是清白的，没有啥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我和他男人刚子是好兄弟，刚子在世的时候就把他们母女俩托付给我照顾，我一直在暗地里照顾他们。你们都误会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了。人刘红梅一个寡妇拉扯娃，挺不容易的。你们咋说我没事？但你们不能这样重伤人家刘红梅。你和他之间啥事没有？谁信啊？我和你结婚3年，队里分的白面啥的，你从来不让我吃，还有家里的鸡蛋，好东西。你对我说，家里的侄子侄女小，咱大人饿着没啥，不能饿着娃，家里的粮食不够吃，让我把口粮省下来。后面我连野菜窝头都不敢多吃。我白天上工，一个女人家挣得工分和你这个男人一样多，即使病了都硬扛着去下地，就是想多挣点工分，能换多点口粮，让家里日子好过点。可你啊，竟然拿着我省下来的口粮去养这对母女俩，还给他们吃白面吃鸡蛋。我和你结婚3年，连白面鸡蛋是啥味的都不知道。江苗在场说的这一番话，真是把大家给膈应坏了。不让自己媳妇吃白面，转头把白面送给刘寡妇母女俩，让自己媳妇饿着，把媳妇省下来的口粮去养旁人。小兰他妈身子一直不好，小兰又在长身体，我把咱家的细粮拿给她点，这不应该的吗？再说了，你身体好好的，吃啥细粮啊？刘红梅死了男人，小兰没了爸，他们娘俩已经够苦够可怜的了，你能不能不要再计较了？川子，你对你媳妇咋这么不厚道啊？如果你送给刘红梅母女俩的粮食是你自己挣下的，那旁人也不好说啥。但据我所知，你家就有3个人上工挣工分，你媳妇、你大嫂挣的工分是你媳妇的1半，你家不算你媳妇一共有7口人，你扪心自问一下，就凭你和你大嫂挣的那点工分，够你家里的人吃的吗？你媳妇别看是城里来的知青，但活干的一点都不少，你倒好，拿着你媳妇挣下的口粮去养旁人，转过头来还让你媳妇把口粮再省省，让她饿着肚子，你干的这叫人事吗？有才叔，我答应过刚子要照顾好他们母女的。再说了，江苗是我媳妇，吃点亏受点委屈咋了？我这可是在干好事，她应该理解我支持我才对。人家报纸上不都是宣扬舍己为人的精神吗？我这也是啊，我是宁愿愧对我媳妇，也不愿意对不起刚子。我承诺他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徐川觉得江苗虽然是城里来的，但思想觉悟还没有他高呢。你这是啥舍己为人啊？别往你脸上贴金了，你这明明就是舍你媳妇为旁人了。刘有才听得瞠目结舌的，他以前咋没发现徐川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真是谁做你媳妇谁倒霉啊！刘小珍为江苗感到不平，这样的人咋能配得上江苗啊？一边吸江苗的血，一边还大义凛然地说自己是在干好事，这嘴脸丑的真是没法看。有才叔，他和我结婚，我俩就是一家人啊，他的就是我的，自己家人吃点亏没啥，不能亏了外人。徐川说完，看了一眼江苗，你能不能别再闹了？你这自私的性子啥时候能改一改？把口粮省出来帮助红梅嫂子母女俩，不是挺好的吗？咱这干的可是仁义的事啊！自私仁义，大家都傻了？难道不愿意把自己辛苦挣来的口粮送给旁人吃就是自私？你高尚啊，你仁义啊，你了不起啊，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宁愿让自己媳妇吃糠咽菜，也要去帮助这对母女俩。我江苗妹子真是配不上你。就连一旁的曹婶都在庆幸自家那个傻闺女幸好没有嫁给徐川。她现在有些后悔，当初就不应该帮助徐川去说服知青江苗和他结婚。村子里以前谁家有难处我也帮忙，现在人家刘红梅家有难处，我帮帮咋了？你们为啥就这样看不惯？他家有啥难处啊？人家刘红梅长着胳膊长着腿呢，没有残废，能上工干活。可她自打她男人死后，去上过的挣过工分吗？不用再说了，徐川这样维护刘红梅母女俩，他俩说不定在刘红梅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搅合在一起了。刘红梅呢？那个破鞋躲在屋里，为啥不敢出来？心虚了。川子叔是个好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往他和我妈身上泼脏水？脏水？我看脏的不是水，而是人吧。这对母女真不是啥好货，明知道现在这个时节，谁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他们还安心的吃着徐川给他们送的白面鸡蛋，难道真的就不知道这些白面和鸡蛋给他们拿过来，徐川家里的人就没得吃吗？川子，我看你这个计分员也甭做了，你和刘寡妇这样乱搞男女关系，真是给咱疙瘩村抹黑。刘有才失望地看着徐川，徐老太听到这话顿时急了。村长，明明是那个骚狐狸勾引的我家川子，你应该去游行他批斗他，咋能不让我儿子再当队里的计分员啊？
我家川子以前多正经的人啊，都是刘红梅那个寡妇的错。他俩都有错。川子娘，你别再说了，如果要批斗的话，你儿子那也是跑不掉的。村长，那刘红梅母女俩吃的我家的白面、鸡蛋，还有花的钱，咋整？对，让他们母女俩赔我家的粮和钱。刘红梅呢？你从屋里出来，这是今天必须要有个交代。你这样躲在屋子里不露面也不是个事。刘有才冲屋里喊，等了一会儿，见刘红梅还不出来，眉头忍不住皱在。接上急，眼看刘红梅不出来，张大嘴坐不住了，我去把那个缩头乌龟拽出来。张素芬说完就进了屋子，屋里传来一直躲在屋子里不吭声也不露面的刘红梅的声音：放开我，放开我，你别拽我！张大嘴把刘红梅扔在地上，刘红梅哭了，她从来没有被这样羞辱过，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们都欺负我这个寡妇，见我男人不在了，就乱往我头上扣帽子、泼脏水，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嫂子，你快别哭了，你们要把人欺负成啥样才满意呀？谁欺负他了？刘有才脸子不由得冷了下来，没有再搭理徐川，而是看着地上的刘红梅。刘红梅，你把人家川子给你的东西，口粮还有钱啥的，都还给人家。人家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容易，家里日子过得苦巴巴的。他媳妇在家都啃糠饼子，还饿肚子。那都是我自愿给他的，不用他还。凭啥？凭啥不用他还？川子，你咋这样糊涂啊？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能不能不要和他再要那些东西？那是我送给他们的。徐老太没有说话，张素芬倒先冷笑了起来。川子，你送给刘寡妇他们娘俩的那些钱，里面也有你死去的大哥挣下的，那是他留着给你侄子侄女花的，你凭啥拿着这个钱装大方啊？大嫂，我给红梅母女俩的这些钱，我以后会挣来还给你的。咱都是一家人，我是可怜他们娘俩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才给他们送点钱。你可怜他们娘俩，为啥不可怜我这个二姐啊？我不管你给了那个刘红梅多少钱，也要给我这个二姐多少钱，我日子可比她难过得很。你既然都愿意帮衬一个外人，那肯定也愿意帮衬我这个二姐。徐秀花都寻思好了，等她把这个钱拿到手里，就回家给她男人进县城买一辆28大杠自行车，她一直都想要。二姐，你就别在这个时候给我添乱了，行不行？咋的？不愿意给？好你个川子，愿意帮衬这个骚狐狸，都不愿意帮衬我这个咱一个娘生的亲二姐，你没良心！忘记你小时候我对你有多好了。徐秀花脸上满是对徐川的不满，为啥这钱可以给刘寡妇，不可以给她这个亲二姐呢？她日子可比刘寡妇难过得很。听说这个刘寡妇的闺女都吃麦乳精，这样的好东西，她的娃都还没吃过呢。你凭啥要钱？这是我徐家的钱，和你这个出嫁的姑娘有啥关系？川子，你也别嫌我这个嫂子说话难听，我今个就明摆的就把话给你撂这，今个你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给你没完。素芬嫂子，你别为难川子，你为啥就不能可怜可怜我这个寡妇啊？你这是想逼死我们孤儿寡母啊？地上的刘红梅抬起头来，轻蹙着眉头，这样的神态放在小姑娘身上，那是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但放在一个半老徐娘身上，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我可怜你，你咋不可怜我呀？张素芬当着众人的面，啪的一声甩给了刘红梅一巴子。你闺女在家顿顿吃白面鸡蛋的时候，我的二丫狗蛋在家啃窝窝头，你们母女俩拿着我家的钱，吃香的喝辣的，我们一家人在家里啃草，你还让我可怜你？谁给你的脸说出这样无耻的话呀？嫂子，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别打人家红梅。川子，你真是太让我这个嫂子寒心了。狗蛋他爸，也就是你带哥走的早，你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娘几个。你让那个刘红梅的闺女陈小兰吃的比你侄子侄女都好。我问你，那个陈小兰是不是你和刘寡妇的娃？随着张素芬的质问，在场的人都把目光看向了陈小兰和徐川。嫂子，你快别胡说了，小兰是刚子和红梅的闺女，我对她这么好，只是刚子把她托付给我了。徐川慌乱地解释道，可在场的人都在指着他和陈小兰窃窃私语着。我就说徐川为啥对这母女俩这么好，原来陈小兰是徐川和刘红梅生的。你们快看，这陈小兰和徐川长得确实有几分像啊。这场闹剧最终还是散场了，刘红梅到底还是给老徐家打了一张欠条，这下徐川、刘红梅他们的名声在村子里算是彻底的臭了。你们为啥要这样对我和我妈？陈小兰仇视着面前的江苗，如果刚刚他能站出来为川子叔和他妈说两句公道话，川子叔和他妈就不会被人泼脏水，说他俩关系不干净。陈小兰，我挣的粮食好吃吗？那是川子叔给我们的。你和你妈这种人真是自私到了骨子里，那粮食那钱你们就拿得这样心安理得吗？你还去上学，拿着旁人家辛苦挣来的钱去上学，你哪来的脸啊？这对母女就是吸血虫。江苗没有再搭理身后陈小兰的怒吼声，他之所以留下，
就是想看看原文中的女主还有没有一点良知，结果让他很失望。江苗走在回去的路上，他的心情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好过。徐川没有在家，而是去找他二叔徐富贵拿主意去了。他二叔向来主意最多，这是闹到这一步，也只有他二叔这个生产队队长才能帮他了。婶儿，外面有个叫高大林的男知青找你。大丫已经知道他三叔干的那件好事了。大丫从来没有这样恨过他三叔、三婶这样好的一个人，他为啥要和陈小兰他妈搅和在一起？三叔他伤害了三婶，他配不上他。高大林，大丫，我出去看看。高大林，你找我啥事啊？那是我刚刚听说了，就忍不住想来找你。你还好吧？我挺好的。江苗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其实江苗是真的高兴，可落在高大林眼中，江苗就是在强颜欢笑。江苗，要不你离婚吧？我为啥要离婚？徐川这个家伙不是个东西，你这样好，他竟然背着你做出这样的事。你离婚，我带你返城。当初要不是你替你大哥下乡，你现在恐怕还在城里，也不会这么早就结婚。但现在也不晚啊，你现在才21岁，还这么年轻，不能一辈子毁在这个地方。和徐川离婚，我带你走，咱们回到城里去。高大林眼中炙热的感情，像是要把江苗给灼伤似的。他不想和高大林有太多的瓜葛，他也不想借着他而返城。高大林，你自己返城去吧。江苗，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徐川呢？要不就是舍不得那个孩子？不是，高大林，你也看到了，我是个已经结了婚、生过孩子的人，即使再离婚，那也是已经有了一段婚姻的人，你明白吗？江苗可以选择任何人，但唯独不能选择高大林，因为在他心里，高大林是属于原主的，而不是他的。他不能冒充原主，取代这份他们之间的感情。我不介意的，我们返程，只要我不说，就没人知道你在这里结婚生子的事，我也可以接受那个孩子。江苗，我不想再错过了。我以前是个懦夫，不敢和你说，从我们上中学那会，我就对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高大林耗尽自己最后的勇气，红着眼说出了这番话。他见江苗不说话，他明明在笑，却像是快哭了似的。你不愿意也没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就当我刚刚在胡言乱语，你不和我好也没事，我还是想带你回城。江苗，这里会埋葬你的，你跟我返程吧，只要你过得好，我就挺知足的，咱毕竟也是老同。高大林，你很好，但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自己返程吧。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回了徐家。高大林望着江苗的背影，整个人失魂落魄的。晚上，徐川从二叔徐富贵家回来，找到江苗。江苗，你去和村里人解释解释，就说你今天是因为撞见我给刘红梅家送粮食，因为太过嫉妒他，所以才这样说我和他的。你就说，其实我和他清清白白的，现在我走在村子里都不敢抬头，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和小兰妈的闲话，我倒没啥，可小兰妈是个女人家，这样被人戳脊梁骨，骂破鞋，这叫他在村子里咋抬起头啊？这是二叔徐福贵给徐川出的点子，而这事要怪就怪张大嘴和江苗，他们给众人一胡说，大家都认为他和小兰妈有一腿。徐川，我凭啥要按你说的去做？你也是女人，应该多体谅女人。村子里的人这样说她的闲话，这不是要逼死她，不给她活路吗？她一个寡妇，本来日子就够难的了。哦，这样啊，我不愿意，你让她去死吧，她死了我还挺高兴的。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恶毒？徐川眉头紧锁，心里对他的不满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只是让他去给村民们解释一下，又不会掉块肉，他不仅不愿意去，还说这样歹毒的话。你才知道我恶毒吗？江苗反问道，心里正寻思着该怎么收拾这个狗东西的时候，忽然传来陈小兰的拍门声。川子叔，川子叔，你快去看看我妈吧，我妈她不好了。小兰，你刚刚说你妈咋了？川子叔，我妈她病了，发高烧，你快去看看吧。小兰话还没说完，徐川就往刘红梅家跑了。站在屋门口的江苗瞅着大门口的小兰，面无表情。小兰见江苗瞅他，他脸上露出一抹挑衅的神情。江苗有种想去扇他的冲动。第二天熬了一宿，满脸憔悴的不行的徐川打开刘红梅家的大门，只见大门上昨夜被人挂上了一只破鞋，他把破鞋摘下来，立马扔了，怕刘红梅看见心里难受。川子叔，我和我妈现在只有你了，你不会丢下我和我妈不管的吧？小兰，你放心，川子叔不会不管你们的。婶儿不会不高兴吧？我害怕他，我怕他再来打我和我妈。他要是敢动你们一根手指，我就和他离婚。徐川见小兰这样怕江苗，心里对江苗越发的不满了。川子叔，要是你的媳妇不是他该多好，他昨个趁你不在就骂我妈，还打我。陈小兰低着头，带着哭腔告状。其实昨个江苗连他的头发丝都没有碰到，更没有骂刘红梅。陈小兰这是故意的，想让徐川和江苗离婚。等徐川回到家中，自己的儿子向自己飞快地跑来。爹，我好饿，我好饿。他牵着儿子来到灶房，掀开锅盖，只见锅里抛着昨个没有洗的碗和筷子，压根就没做饭，而这一锅的碗像是要等他回来洗似的。在这一刻，徐川感觉到很累，很累，前所未有的累，以及对江苗的失望。等江苗睡醒后，就见消失了一夜的徐川在他门口正杵着，也不知道站了多长时间。江苗，我们谈谈吧。谈啥？
江苗挠了挠头，瞅着徐川满是不耐烦，这更加坚定了徐川心里做下的那个决定。咱们离婚吧。江苗见徐川终于和他提离婚了，可他不仅没有应下来，反而吐出来一句：不离。啥？你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嚷着要和我离婚吗？那个时候想离是那个时候的事，我现在不想离。我现在发现不离婚日子挺好的，在你家有吃有喝，也有人伺候。我要是和你离婚了，还要下地干活挣工分，受苦受累的，多划不来啊！你就好好下地干活，挣工分养我这个媳妇吧。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和你提离婚的事了。现在是我想和你离婚。你想和我离婚？做你的大头梦吧！敢和老娘离婚，你是不是想娶刘红梅那个寡妇？我告诉你，你做梦！徐川看着泼妇似的江苗，气得牙疼，但为了离婚，只能继续说下去。我不是想娶她，我就是和你这日子真是没法再过下去了。你看看你现在哪有一点当人媳妇的样子，当妈的样子？咱这个家被你搅和成啥样子了？你不孝顺我娘，欺负我娘，打大嫂，让二丫一个小姑娘给你这个当婶子的洗衣裳、刷鞋子，整天好吃懒做，也不去上工，眼里更是没有我这个男人。对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还让我一个老爷们给你做饭、端洗搅水，伺候你，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咱明个去公社把婚离了吧。凭啥你想让我离我就离？我告诉你，你以后还要接着伺候我，不仅是你，还有你家里人的人，这样舒坦的日子我还没过够啊！想离婚？哼！自打上次徐川向江苗提出离婚，被江苗拒绝后，已经过了很多天了。这些天，徐川想离婚的念头一天比一天的强烈，越得不到什么，就越想得到。这句话在徐川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都啥时候了，还不去上工，想饿死我！那个小娼妇又开始作践你兄弟了，咋就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他？徐秀花这几天都没给兄弟川子好脸子瞧，对他心里有气。他兄弟凭啥给那个刘寡妇钱，就不愿意给他这个二姐钱？他躺在被窝里没有坐起来，冷哼了一声：“哎，八成还在生那件事的气呢。川子和刘寡妇搞在一起，又背着他偷偷把家里的粮食和钱送给那对母女俩，他不生气才怪呢。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男人啊，这都气几天了。”这几天天天这样搓磨你兄弟，你没见你兄弟这几天憔悴成啥样子？天不亮就出去干活，回来后又被他指使干这干那的，这才躺下多长时间啊？又来催他去上工，这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啊！谁家男人没几件这样的事啊？说说他就行了。可你看老三媳妇这个不依不饶的劲，这几天天天在家拿这件事骚你兄弟，以前就欺负你兄弟，现在拿了礼，你兄弟日子更难过了。现在连早上饭都不让你兄弟吃，让你兄弟饿着肚子去上工，你说哪有这样的？那是他活该，谁让他把家里的粮食拿给了那个刘寡妇，就应该好好饿他。徐秀花嘴上这样说，可心里还是有点心疼他兄弟。我们才不要和破鞋的闺女玩，二丫，咱们走。二丫却不肯这样放过陈小兰，她猛地一把把人推倒在了地上。我告诉你，以后再敢让我三叔给你买东西，我绝饶不了你。还有你和你妈赶快把欠我家的钱和粮还给我家。我凭啥要还给你们？你们拿走了我家的东西，我爸买的收音机、银锁片、凉鞋、衣裳，还有我家吃的盐，你们把从我家拿走的东西还给我们。呸！这些东西明明就是你们花的我三叔的钱买的，我三叔给你们的钱是我家的，我拿走我家钱买的东西再正常不过。我告诉你，敢不还我家的东西，你就给我等着瞧。二丫说着就把陈小兰给按在身下了，对她又掐又拧的，疼得陈小兰嗷嗷叫。二丫，人来了，咱赶快走吧。这边先不说二丫，另外一边徐秀花做好早上饭，往篮子里捡了2个玉米面饼子，又往里放了1碗大碴子粥和2根就饼子的大葱。牛蛋提着篮子还没出徐家的大门，就被江苗给拦了下来。牛蛋，你提个篮子是不是要给你三舅送吃的去？三婶，你咋知道的？江苗往篮子里瞅了瞅，然后把篮子从牛蛋手上夺了过来。去，你三舅那样的人不配吃饭。我兄弟昨个一天都没吃饭，今天天不亮就被你喊起来去干活，你再不让他吃饭，他咋能抗住啊？我和你说，啥事做个差不多就得了，不要的理不饶人。你不心疼你男人，我还心疼我兄弟呢。徐秀花说着就要从江苗手里把篮子夺过来，江苗手一闪，把装着饭的篮子扔进了猪圈里。这么好的吃食就被你扔给猪吃了，你就不怕遭雷劈吗？猪吃了至少还能长膘，你兄弟吃了能干啥？去和刘寡妇胡搞。谁家男人不犯点错？哪有人像你这个样子？你应该好好想想，我兄弟为啥愿意和人家刘寡妇好？就你这样的人，不仅不伺候自己男人，还打他，让他反过来伺候你。如果我是男人，我也愿意和刘寡妇那样的女人好。你要是想让我兄弟的心回到你身上来，你就应该好好伺候他，讨好他，说不定我兄弟的心啥时候就回来了。是吗？听说你丈夫刘大柱好像也有个相好，你为啥哭着跑回娘家来了？你咋不回去伺候他，讨好他啊？这个家不留吃白食的人，既然你刚刚说出了那番话，
就说明你现在心里想回去巴结讨好你那丈夫。既然这样，那你就带着你的娃回去吧。我凭啥回去？这可是我家，哪里轮得到你这个外姓人赶我？这可由不得你，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这个家现在当家做主的人是谁。徐老太听到动静，从屋里走了出来，见江苗在赶自己闺女，对。接上集，徐老太听到动静，从屋里走了出来，见江苗在赶自己闺女，顿时不依了。你个小娼妇，徐家啥时候轮到你做主了？江苗见徐老太冲过来，瞅到窗户上放着一小罐子黄豆撒在地上。那你没事吧？我的腿，我的腿。那你的腿不会是断了吧？你等着，我去喊川子回来。你这个小娼妇，我的腿断了啊！娘，你走路咋这样不小心，偏偏往黄豆上踩？你这个黑心的东西！等我儿子回来，你给我等着，我让我儿子和你离婚。哼，离婚？只要我不愿意和你儿子离婚，这婚就离不掉。你啥意思？我儿子都不要你了，你不会还想赖着我儿子吧？说对了，我就是要赖着他，赖他一辈子。他不仅要管我吃，还要管我喝。你儿子就是我的长工，他挣钱我花，他挣粮食我吃，这日子美滋滋的很啊！傻子才离婚啊！徐老太知道这个小娼妇不要脸，可她不知道她能这样不要脸。你咋这样没脸没皮呀？徐老太差点被气哭了。她活了大半辈子，就一次见到这样的人，咋就没点羞耻？男人都不要她了，她竟然还扒着不放，让她儿子继续养着她呀？哪有这样的好事？他娶了我，就应该养我一辈子。离婚，想都不要想。我儿子真是瞎了眼，咋就娶了你这么一个无赖呀？徐川急匆匆地跑回家，他腿软得很不像话，有气无力地看着他娘。娘，你腿啥样了？川子，那个黑心肝的往地上撒豆子，让你娘我摔倒了，我现在腿疼的没法。徐老太这次真的不是装的，而是腿真的疼。这才没一会儿，徐老太摔着的膝盖现在就像是发面馒头似的肿了老高。娘，我们去卫生所看看去吧，这看的挺严重的呀。去啥卫生所？现在家里啥情况你还不知道？过会把家里的膏药给我抹点，我缓缓就行。咋这么矫情？不就摔了一跤吗？连亲都没亲，贴啥膏药？你这说的是啥话？没见我娘的腿都肿了吗？肿了就肿了呗，谁让她走路这样不小心？我看着一点都不严重，你娘疼成这样，肯定是装的。川子，我不想听他说话，我不想看到他，你让他走，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不想看到他。我想。你啥意思啊？不待见我，想让我走？这可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天天就会装病，卖可怜。川子，娘不想听到这个搅家精的声音。你先回屋行不行？当然不行。娘，我说你也是，这么大年纪了，隔三差五的装病，真是不害臊。人家张婶子上次摔了一跤，爬起来照样在地里干活，你说说你，咋就不能向人家张婶子学啊？矫情个啥劲啊？不就肿了一点吗？至于吗？徐老太本就钻心的疼，耳边又听着江苗说她的话，她整个人简直快疯了。你给我滚滚！哼，徐川，你也不说说你娘。我说这些话她不耐烦听，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啊。我以前从山上滚下来，腿肿的走不动的，你娘就说我矫情，可现在她的膝盖才肿这么一点，就装成这个样子，这是老不休。江苗骂完人，扭身走了2步，突然停住，转身看向徐川。对了，徐川，今天日落之前，我要是还在这个家里看到你二姐和你二姐的娃，你就给我等着，咱这个家谁也甭想好过。你和他离婚，离婚！徐川眼圈红了，他恨自己的懦弱和无能，现在他的肠子都快悔青了。娘，我现在管不住他，我也想和他离婚，可他不离。我可怜的儿子，他就是个无赖，要缠死咱家啊！给我站住！这把家里都搬空了吧？这是我娘给我的，闪开！人可以走，东西必须给我留下。江苗看了一眼徐秀花胳膊上挎着的那个篮子，把家里的好东西扫荡一空，还想走？二丫去守着大门，不要把贼放出去。你说谁是贼呢？我拿我自己娘家的东西咋了？徐秀花把胳膊上的篮子往身后藏。张素芬见他这个样子，越发肯定那篮子里是好东西。你们要干啥？张素芬和江苗一步步的逼近，此时徐川刚好没在家，家里只有那个躺在床上腿疼的下不来床的徐老太。徐秀花娘仨最后蓬头露面，衣衫不整的被赶出了徐家。突然有东西砸到了徐秀花的头。娘，他们太欺负人了。去请曹婶的徐川还不知道，他的二姐已经被江苗他们撸干净，赶出了家门。娘，你放心，我把曹婶子给请来了，让他劝劝他，说不定他就能答应和我离婚了。这事就怪你，你当初咋会看上这样一个女人，把一个无赖娶回来？好了，现在甩不掉了。这事也怪你那个二叔，当初不说拦着你点，反而还给你出馊点子，现在可咋办才好啊？我现在一看到他，我就难受得慌。徐老太忧虑地看着儿子。川子，要是你曹婶子说不动那个无赖，咋办啊？他这是赖上咱家了，想在咱家白吃白喝一辈子啊，还让咱伺候他，
这就是个活祖宗啊！咱必须要把这个祸害赶出去，不能再让他待在咱徐家。他要是不走，咱徐家往后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不说，他还欺负咱。你看他这几天把你搓磨成啥样子了，又把我害得摔了腿，那样对你二姐，咱家这过的是啥日子？坐在床沿上的徐川没有吭声，不仅是他娘担心的慌，就连他也担心，无论如何，这婚他一定要过。曹婶子进了屋坐下，都不知道咋张这个嘴。自古以来，人都是劝和不劝离，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请来劝人离婚不说，最主要是这俩人的事，当初也算是我给保的媒，这不是让我自己拆自己的架子吗？川子媳妇，你看，川子真不是个东西，竟然背着你和刘寡妇胡搞，要不你还是和他离了吧，离了婶子再给说个好的。这个曹婶子也不是什么好货，当初就因为徐川对他家有恩情，他就昧着来良心去撮合原主和徐川结婚。曹婶子，你现在说他不是个东西，是不是有点晚了？当初也不知道是谁，在我跟前把徐川夸的都没边了，说是这10里8乡顶呱呱的好小伙，和他结婚那就是掉进福窝里了。想当初让我进这个福窝的也是你，现在让我出这个福窝的也是你，咋？江苗的话把曹婶子臊得脸都红了。川子媳妇，你咋这样说话？我当时不是也不知道川子会做出和刘寡妇胡搞的事吗？你说我要是知道，咋会把你说给他啊？你去外面打听打听，你婶子我的心向来都是好的，压根不会做出那种坑害人的事，是吗？当然啦，婶子咋会骗你？你听婶子的话，和那川子离了，婶子再给你找一个比川子强100倍的好人，到时候日子过得可比这好。谁知道你嘴里的好人会不会是下一个徐川啊？虽然徐川人不行，但曹婶子，你有句话那可是说对了，这个徐家呀，就是一个福窝，我才不舍得和徐川离婚呢。福窝？曹婶子忍不住反问，这川子媳妇是不是被徐川气糊涂了？咋把火坑说成福窝？川子媳妇，你可别和他赌气，你看看你，城里来的女知青，长得又俊又有文化，和川子那个不是个东西的家伙离了，外面有大把大把的俊小伙等着你挑呢，你可别钻牛角尖啊！你看这川子有啥好的？一个老好人，在外面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家里寡妇侄子侄女又一摊，负担重着呢。他是个拎不清的，不知道心疼你，那白面不让你吃，还让你省着点口粮，他转头把白面口粮给了刘寡妇母女俩，你说这气人不？婶子我都气得不行，更为你感到不值啊！咱女人找男人就不能找这种老好人，这种人的媳妇难当，他啥委屈啥苦都让自己的媳妇受着，在外面看来这人还好的不行，这种人的媳妇啊，背地里就像那吃了黄连似的，有苦说不出啊。叫婶子说，咱女人就应该找个知冷知热，知道疼媳妇的男人过日子。江苗听着曹婶子的这些违心话，越听越觉得恶心，怒气立马媒婆上门劝女主离婚，女主反而不想让丈夫得逞，顺着爆发，揍得媒婆被丈夫赶紧拉起来，媒婆女儿过来报仇，这下要被收拾惨了。好啊，既然你都知道好人的媳妇不好当，那你当初为啥还把我撮合他？原来你这老货心里都知道。说着，江苗抓起桌子上的搪瓷缸，就朝曹婶子的脸泼去。我好心好意来劝你，你咋这样不识好歹？说漏嘴的曹婶子被泼了一脸的水，但自知理亏，连忙出了江苗的屋子，站在门口，不想就这样落荒而逃，又气势不足的说了句：“你这不识好歹的，你以为我曹婶子是好惹的吗？今天我非要到村里给你宣传宣传。天热了，给婶子你洗个澡，好叫你凉快凉快。下次在帮着旁人坑人的时候，小心着点你的老胳膊老腿。你就是个泼妇，怪不得川子要和离婚，你活该。”江苗没有话，而是啪啪的甩了个巴掌，把他抽得眼冒金星。你这个老货，不给你点颜色瞧，是不是真拿我当拿你捏的人了？川子，徐川，你媳妇打我。徐川听到动静，连忙从屋里跑了出来，就见他说了一堆好话。好不容易请来的曹婶子，现在正在地上撒泼，而江苗正站在门口看猴似的看他。曹婶，这是咋了？徐川，你还不快管管你这个媳妇！我刚刚好心劝她，可她不仅不领情，还拿水泼我，又伤我的脸。你婶子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今个你给我打他，给我出气！在地上撒泼的他，还满心指望着徐川能为他打媳妇出气，可他压根就不会想到，徐川怕媳妇，压根就不敢和他动手。川子，你啥意思啊？你曹婶我被你媳妇给欺负了，你为啥站着不动，不去帮我打回来？婶子，你快走吧，别撒泼了。你再不走，我估计你待会还要挨揍。啥？川子，你这啥意思？你不会是怕媳妇不敢揍他吧？
真是想不到啊！你在外面装的那样可怜，原来在家里是个横行霸道的母老虎啊！连川子都怕你，川子背着你偷人，那真是你活该。徐川见曹婶子说这样吧，而江苗从门口一步步的走向曹婶子，这下完了，他连忙搀起地上的曹婶，把人往大门口拉。曹婶子摸着被那个小妖精打得红肿的脸，眼珠子一个劲的转。不行，绝不能这样放过他！我要让村里人都知道，他们都上了那个小妖精的当了。这个小妖精在他们面前装成一副可怜兮兮，在家里被人欺负的样子，可实际上在那个家是他欺负旁人，他就是个泼妇母老虎。曹婶子打定主意，逢人就说他被川子媳妇打了脸的事，并且还添油加醋的说江苗在家里如何的厉害，连徐川都怕得要命，他在那个家把徐川一家人欺负得如何的惨。曹婶，你真是笑死个人！如果他在家真是母老虎，那天在刘红梅家，恐怕早就上去打刘红梅那个狐狸精了，而不是在一旁哭得可怜巴巴的，连句骂人的话都没说，这性子都软成啥样了？曹婶，我知道你和那个徐川关系向来好，走的也比旁人都近，你想给徐川说好话，也没必要说的这样离谱吧？我江苗妹子那种性子的人，咋可能是你嘴里的母老虎？她要是母老虎的话，也就不会被徐川欺负成这样了。你为了徐川，就在这乱编瞎话，往我江苗妹子身上抹黑，你咋不怕烂舌头啊？曹婶子现在是又气又急，恨不得把这些人拉到徐川家，让大家看清楚那个小妖精的真面目。曹婶子，你这么大年纪了，我劝你多给你闺女积点德，别总是说些烂舌头、烂肠子的鬼话。说完，几个人走开了，不在李身后站在原地的曹婶子，你们都被那个小妖精骗了，想和我离婚？徐川，你长能耐了呀，还知道请说客。咱俩不适合在一起过日子，江苗，我求求你放过我吧，也放过我这个家。看在咱的拴娃面上，放过你？你做梦！我下乡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长期饭票，我咋可能就这样放过你？再说了，当初你不是费尽心机的要和我结婚吗？这才3年，急啥呀？咱俩还有剩下的几十年啊！江苗说的这些话让徐川感到窒息，他可不想剩下的几十年都和他一起过呀。这样被搓磨、被压榨的日子，他真是一天都不想过了。第二天，走亲戚回来的曹美丽得知他娘被江苗给欺负了，气冲冲的来到了徐家，要找江苗算账。川子哥，那个敢打我娘的狐狸精在呢。正在院子里洗衣裳的徐川见曹美丽来了，连忙对她嘘了一下，示意那个母老虎在屋里呢。他站起来，压低声音劝道：美丽，我知道你想为你娘出气，可你来了也只有被她揍的份。她就是个母老虎，凶得很，听川子哥的话，回去吧，别闹了。川子哥，他再厉害能厉害到哪里去？我俩都是女人，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他。再说了，不是还有你的吗？咱来一起揍他。徐川听着曹美丽话中的意思，可他现在也不知道咋了，一看到江苗就怵得慌，脑海里都是他平时打他的场景，还有那次拿菜刀要砍他。美丽，要不就算了吧，你别再惹他了，你惹他，最后受罪的还是我。他现在就像是一匹野马，我已经管不住他了。美丽，你来了。嫂子，你把他拉走，劝劝他。徐川见到了张素芬，心里松了一口气，见张素芬把人拉到了灶房，然后又蹲回去继续洗衣裳去了。嫂子，你都不知道那个狐狸精有多过分，他竟然打我娘。川子哥现在咋这样怕他？他是不是在家总是欺负你们？美丽呀，他何止是敢打你娘啊，他连我都打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对川子也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就连川子他娘，也就是你徐大娘，现在被他整得都摔着腿了，在床上躺着呢。这个家他谁不欺负都欺负。张素芬虽然之前和江苗的关系有了点缓冲，后面又统一战线的对付过徐秀花，可这徐秀花一走，家里的好吃的好喝的都被江苗给扒了去，他心里自然不舒坦。说起江苗的不是，那比谁都来劲。他现在不做饭，连衣裳都是旁人给他洗，家里的好吃的都进了他的肚皮，我们几个就像是他招的长工似的，那使唤起我们来，连二丫狗蛋都不放过。昨个晚上还让二丫去给他这个当婶子的铺床，你说哪有这样的？我的天啊，他在你家，这就是土匪大爷啊！他真有那么厉害？那就不是个女人，没脸没皮，就是一个无赖。昨个把你徐大娘都生生的气哭了，现在他是年上川子了，我看说啥都不会离婚的。我家这日子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美丽呀，那就是个搅屎棍，谁碰上他都落不得好。听嫂子的话，先忍着，嫂子我绝不会让他在这个家这样猖狂下去的。张素芬盯着曹美丽，忍不住说道：如果当初和川子结婚的人是你，该有多好啊！咱俩做妯娌，那肯定是和和气气的。他以前把我欺负成啥样子了，说出来你都不信。嫂子，
这都怪那个狐狸精当初把川子哥的魂给迷住了，迷的川子哥非要娶她。曹美丽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她觉得是江苗抢了她的川子哥，而不是她的川子哥硬缠着人家江苗。嫂子，饭做好了吗？其实刚刚在院子里洗衣裳的徐川见她出来了，就一个劲的咳嗽，给灶房里的俩人提醒，可这俩人说的太专注了，压根就没察觉出来。做好了，做了啥好吃的？给我蒸白面馍了吗？江苗说着，就打曹美丽身边过，准备去掀开锅盖。突然，曹美丽故意朝江苗身边啐了一口唾沫。我最近嗓子不舒服。江苗看着他鞋面上的那口唾沫，抬起头看着眼底满是挑衅的曹美丽，他突然笑了。曹美丽，嗓子不舒服是吧？一旁的张素芬还寻思着江苗今个脾气咋这样好，美丽吐到鞋面上了，他就好看好看。女青年前来替手，没想到女子大嫂为了当家做主，要使坏手。素芬嫂子，还有川子哥把这个狐狸精说的有多厉害，看来也不过如此。就在他准备再继续恶心江苗的时候，被江苗一把抓住头发，拖到了灶房的阳台。既然嗓子不舒服，那我就帮你好好润润嗓子。曹美丽还来不及说话，整个头就被按到水里。她的头急忙去扒拉江苗按着她头的手，可压根就扒拉不开。江苗的手劲很大。老三媳妇，美丽她不是故意的，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嫂子，我咋会和她一般见识？我这是在帮她润喉咙啊，她不是嗓子不舒服吗？你这是干啥呀？快放开她！在院子里听到动静的徐川来到灶房，就见他媳妇正把曹美丽往水里按。好了，你随便教训她一下就行了，快放开她吧！江苗瞅时间差不多了，把人揪了上来，看着满脸都是水、大口喘气的曹美丽，他笑眯眯地问：咋样了？嗓子舒坦没？曹美丽被这样的江苗吓得气焰早就没了，她眼中满是对他的恐惧，急忙点点头。曹美丽转身就要离开这，她不想再体验刚刚那种窒息无助的感觉了，她有点怕他。慢点，把我鞋上的东西给我擦干净。落荒而逃的曹美丽步子一直蹲下身子，用袖子擦干净，直起身子。行了吧？行了。她年龄小，没经过事，原本就是一个气焰嚣张的纸老虎，被江苗这样一收拾，连坑都不敢坑。徐老太听到儿子给他讲那个祸害刚刚又干了啥好事，他忍不住非常气愤。儿啊，咱可咋办啊？咱拿这个祸害咋办啊？这天，张素芬瞅着江苗没有在家，就连忙进了江苗的屋子。妈，你干啥呢？大丫一进门就见他娘在床上找着什么东西。哎呦，你这个死丫头，走路咋没个声响？吓死我了！张素芬，她一边说着，一边不动声色地把背在身后手里的那根乌黑的头发塞进袖子里。你找啥呢？我能做啥呀？不就是来看看你们床上有没有脏衣裳，我好拿去给你们洗洗。对了，大丫，你知不知道你三婶是啥时候生的呀？不知道，你问这个干啥？我也就随口一问，这不你兄弟狗蛋的生日快到了吗？我就寻思着你三婶是啥时候生的，到那天我好给她煮个红鸡蛋吃。张素芬说完就出了屋子，大丫看着他妈慌张的背影，忍不住纳闷，狗蛋的生儿不是还有3个多月的吗？老三媳妇回来了，来嗑点瓜子，我见你爱嗑这玩意，专门给你炒的，你快尝尝。江苗觉得今天的张素芬反常的很，这几天她都是耷拉着个脸的，像是旁人欠了她800万似的，从她穿过来。这张素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她态度这样好。我最近上火了，你吃吧。上火了呀？那我给你冲一碗鸡蛋水喝吧，那个是最下火气的。江苗看着不对劲的张素芬，眉头微皱，忍不住问她：嫂子，你是不是有啥事啊？我这能有啥事啊？啥事也没有，真的，我这不是想着快到狗蛋的生了吗？就想问问你，你啥时候生儿啊？到时候嫂子给你煮鸡蛋吃。江苗眼底闪过一丝疑惑，这张素芬咋想起来问他的生了，还要在那天给他煮鸡蛋，真是笑死个人。他知道张素芬肯定是憋傻坏了，他绷住嘴角的笑意，一本正经地告诉张素芬：嫂子，我的生是10月初8。10月初8呀？那你是啥时辰生的呀？好像是晚上11点，对，就是晚上11点。晚上11点呢？狗蛋是早上5点生的，那时候鸡都打鸣了。张素芬遮住眼底的喜色，怕江苗怀疑，后面又连忙扯一句狗蛋。等张素芬第2天凌晨回来的时候，没有进自己的屋，而是来到徐老太屋。事都办妥了，妥了。你那个当神婆的干娘到底是咋说的？娘，我把老三媳妇的生辰八字给我干娘一说，我干娘就烧香问了家仙，那个家仙说她上辈子就和我不对付，我上辈子就是被她给搓磨死的。娘，你是被她活活饿死的，川子是被她累死的。家仙说咱仨上辈子就是婆媳，这辈子也是。家仙还说她就是一个搅家精、扫把星，嫁到谁家就不得安宁，并且家里的大人和娃都不好过，这个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差。娘，你想想是不是自打川子娶了她，咱家似乎就不大对劲了。你看这些天咱家有过一个安生日子吗？你这腿摔了，狗蛋的额头破血了，川子又出了这档子事。准，说的太准了。当初川子和那个搅家精结婚的那天晚上，咱家的鸡就叫个不停，透着一股子怪异。我当时就寻思着哪里不对劲，
大仙还有没有说啥？大仙还说了，如果他一直待在咱家，会影响下一代。大仙说，我家狗蛋是个有出息的命，但被这个绞家精一影响，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有啥大出息了。徐老太一听大仙说那个绞家精影响了他孙子的命，顿时急了，这可咋办啊？大仙有没有给出啥破解的法子啊？娘，大仙说了，必须要尽快的让川子和他离婚，把他赶出咱家，否则咱家就完了。他会一直祸害咱家的，把咱家祸害的七零八散。川子这辈子应该是当干部的命，就因为娶了他这个绞家精，所以才在地里刨食。我就说我的川子文化这样高，像是有出息的。小时候村里来个算命的，说川子是个当官的命，我还以为是那算卦的胡说，没想到竟然是这个绞家精影响了我儿子的命，他把我儿子原来的好命给整没了，要不然我儿子现在都是干部了。娘，我给我干娘说她不愿意离婚，我干娘就说被绞家精缠上的人家一般就很难甩掉她。后面我干娘就给了我这包东西，我干娘说了，只要让她喝下去，保准身上生烂疮，不到1个月，下面就会有人把她的魂给勾走，到时候旁人问，咱就说她是自己得了怪病走了。张素芬神秘兮兮的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脸上有些不忍和迟疑。娘，要不还是算了吧，那毕竟是条人命，咱实在不行就去找我二叔徐福贵，让他给咱拿主意，帮咱把那个绞家精给赶出去。你二叔那个人就会出馊点子，啥用也没有。当初要不是他出的馊点子，川子咋会把那个绞家精娶回家来？这事说到底都怪他，找啥找？他能有啥主意？哼，咱上辈子都是被那个绞家精给害死的，这辈子咱害死他就当两清了。徐老太脸上露出一丝阴狠，谁让这个绞家精影响了他儿子的官运？娘，你给我拿50块钱来，我干娘说了，让他把这包东西喝进肚子里，然后让我去找他施法。这50块钱是给大仙的，咱求了大仙办事，这是应该的，应该的。一向抠门的不行的徐老太，这次也不心疼钱了，只要能把这个绞家精除掉，花在哪儿钱也值。这天，张素芬把大丫喊进了徐老太屋里。大丫，快过来，那这里有好吃的。徐老太一见大丫就笑眯眯的，整个人和蔼的不行，把一个苹果塞进了大丫手里。大丫拿着手里的苹果，有些不知所措，这还是他奶徐老太第一次给他好吃的。这孩子高兴傻了，你奶给你的苹果还不快吃？被张素芬催促的大丫咬了一口手中的苹果，很涩。徐老太见时机差不多了，就给张素芬使了个眼色。张素芬接收到后，看着啃苹果的大丫就张口了。大丫从徐老太屋里出来，手上端着一缸黑乎乎的红糖水。大丫，你手上端的是啥？屋里刚起床的江苗抬头看着大丫端着搪瓷缸进来了，他还以为是大丫给他倒的水，伸手就要。婆家一家人打算要收拾这个媳妇，没想到这个媳妇有背景，没有被挨打，反而将丈夫打得嗷嗷叫，就连坏事的二叔都不放。女人发誓晚上要收拾二叔一家，吓得婆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大丫，你手上端的是啥？屋里刚睡醒的江苗抬头看着大丫端着搪瓷缸进来了，他还以为是大丫给他倒的水，伸手就要去接。咋了？大丫就把刚刚在徐老太屋里发生的事给说了一遍。他知道这杯红糖水里有古怪，他娘还有他奶让他哄着使喝下。说时候再给他一个苹果吃，可不傻。江苗接过那杯掺了东西的红糖水，弯腰把它泼在了床底下。你就告诉他们我喝完了，还想喝，问还有没有，然后他给你苹果，你就高高兴兴的拿着，记住一定要高高兴兴。他真的喝光了，我看着他喝光的。婶说哪来的红糖水，他还想喝。那你是咋说的？我说是家里以前给狗蛋买的，就剩下那一点了，没了。说得好，对，就是要这样说。大丫说完就走了，徐老太眼底的怀疑这才渐渐散去。老大媳妇，你说大丫不会把刚刚那事和那个绞家精说了吧？娘，你意思是老三媳妇没有喝红糖水，刚刚大丫骗了咱？应该是我想多了。肯定是你想多了，刚刚大丫那样子都不像扯谎的，你看他多高兴，娃都是这样，甭看他平时和老三媳妇多好，可我才是他亲妈，他心里明白着呢。再说了，小孩子随便一哄，他就感动的不行了，念着我这个妈的好，让干啥就干啥。张素芬得意的不行，徐老太听了张素芬的话，心安了很多。难道真的是他想多了？江苗同志，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举报，咱们公社最近一直在抓封建迷信的典型，上面给派了任务，咱公社正愁抓不到呢，多亏了你大义灭亲。张素芬干娘家墙上贴的到处都是黄纸，黄纸上是用朱砂写的鬼画符，案台上放着一张白纸，用朱砂写了江苗的名字、生辰八字以及啥时候把江苗带到下面去的话。公社里的干部踹开神婆家的大门，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没事，主要是我发现了，这都是些封建糟粕，
必须要除根。我大嫂就交给你们好好改造，别说是我大嫂，就算是我亲娘，我也同样举报。咱这是帮助他思想进步，除掉旧思想。公社里的干部原本以为江苗是出于个人私怨才来举报的，可看着一脸正气的江苗，他们都有些刮目相看。你是个好同志，思想就是比旁人要进步。你是故意的，故意的，你压根就没喝那杯红糖水。我嫂子的情况太严重了，已经被封建糟糠给腐蚀掉了，你们一定要改造她的时间长一点。你这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大仙也不会放过你的。公社里的同志看着满嘴喊大仙的张素芬，他这已经是走火入魔的状态了，都忍不住摇了摇头。你放心好了，不把你嫂子改造好，我们是不会放她的。她这种情况已经是县里说的重大的典型了。此时的徐家那已经炸翻天了，江桂枝、王凤、张大嘴他们都来了。徐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也挤满了人。你咋这么歹毒？那可是你大嫂，你竟然去公社举报她！你们从神婆那搞来的药想毒死我，我为啥不能去公社举报？江苗的质问让徐老太满脸的心虚，她咋知道他们想用药毒死她的？老三媳妇，你说的话我咋听不懂啊？谁要毒死你啊？当然是你和张素芬啊！那天天还没亮，江苗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把那天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甭管院子里的众人信不信，反正他该说的都说了。川子他二叔回来了。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徐川的爹死得早。”这个二叔徐富贵在徐川家挺有话语权的，见他回来了，就连徐川都感觉有了主心骨似的。大家伙怎么都围在这？咋不去上工啊？徐富贵笑吟吟地说道，脸上之前的阴狠早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之前在公社被公社干部训了一个残，毕竟是自家侄媳妇干的事情，这让他很没脸面。回去吧，都快回去吧，这是徐家的事。村民见徐富贵赶人，也不好再继续留在这，都出了徐家的院子。大嘴，你在这干啥？回家做饭去。张大嘴向来最怕这个公公徐富贵，他心里感觉有点不安，想继续留在这，可徐富贵瞪他一眼，他吓得立马就缩了脖子。走的时候，江苗见徐富贵来者不善，就给一直还赖在这的刘小珍使了个眼色，刘小珍这才肯走。徐富贵见村里人都走得干净了，现在院子里剩下的都是他们老徐家的人，他看了眼一旁的王凤，老二媳妇，去把大门从里面关上，用木头把门插好。王凤瞅了一眼江苗，没有说话，而是乖乖的去插门了。老三媳妇，你以前干的那些好事我都知道，我以为你会改，可你越发的变本加厉。在这个家，你好吃懒做，自私刻薄，眼里没有你这个婆婆，害得她摔断了腿，对你男人又打又骂，搓磨你侄子侄女，不敬大嫂，现在又把你大嫂送进了看守所。徐富贵越说脸色越黑，在这个家，你这是要翻天啊！不修理你真是不行了，谁家的媳妇敢像你这个样子？川子，今天你就放心的揍她，按不住她，咱这还有这么多人呢，就不信还对付不了一个丫头片子。徐川见二叔过来给他撑腰，他心里也有了些底。徐老太见状，甭提多高兴了，随手把窗户下面那根有手臂粗的扁担递给了儿子徐川，瞅着江苗，恶狠狠地说：“用这个打他，打死这个脚家精，让他这么猖狂，把他的腿给我打断。”徐川接过他娘手里的扁担，朝江苗走过去：“打，给我打那个无赖、不要脸的懒货，让他缠着咱家不肯离婚，揍死他！”江苗看不对劲，拔腿就跑。江桂枝他们跑上前要去按住江苗，抓住他，他在那，打他，快打他，让他敢搓磨咱娘几个，这次不给他点颜色瞧，还真拿咱老徐家没人了。川子也是个没本事的，他要是像王瘸子那样，早就把这个城里来的丫头片子给治得服服帖帖了，让他在这家里连大声说话都不敢，更不用提敢欺负你们了。你们一家也都是泥捏的人，被他欺负成这样子，怪不得他敢去举报，把老大媳妇送进看守所。这次必须要好好揍他一顿，让他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否则这眼里就盛不下人。徐富贵看着院子里的几人追着江苗打，他刚刚去公社，因为老带媳妇这事，公社不仅批评了他，甚至这大队队长都有点不想让他干的意思，还是他又赔笑脸又保证的，才让对方没继续说啥。我看谁敢动我闺女。刚刚江苗给刘小珍使眼色，就是让他回去喊他爹刘有才去了。有才，你咋来了？我要是再不来，我闺女说不定就被你们徐家给打死了。啥？你闺女？你闺女小珍不是在这的吗？闺女，娘来了，你爹他们也来了，看今天谁敢动你一根头发丝。有才，她啥时候变成你闺女了？她可是城里来的女知青，她是我前段时间认的干闺女，咋的都行。这边的江苗来到徐川跟前，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扁担，然后毫不手软的把手中的扁担朝徐川身上砸。别打了，别打了，我的胳膊！徐川被打得嗷嗷叫，徐老太见儿子被打，
急得不行。他二叔啊，你快管管啊，那个脚家精打川子呢？老三媳妇，你给我快住手！徐福贵上前要去拦江苗，被江苗一棍打在了背上。有才啊，有才啊！你快管管你这个干闺女，她要打死我这个二叔啊！闺女，别打了，先歇歇吧。你个该死的老东西，怂恿你侄子打我，你给我等着，等晚上半夜你们都睡着了，我拿着一把刀把你们全给嘎了。富贵啊，你看你们把我闺女欺负成啥样了，把人逼成啥样了，你们晚上都小心着点吧。有才啊，你好好劝劝她，不要让她干傻事啊。你们徐家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一个下乡来的知青，不就仗着人家疙瘩村没人吗？可以随便任你们欺负，你们就是活该。我这个干闺女的性子我是知道的，你们一家就等着吧，她是不会给你们善罢甘休的。刘有才的话让一旁的徐老太给慌了神，他瞅着神情怨毒的江苗，忍不住往后悄悄退了退。他知道他们要下毒毒死他，他肯定不会服。二叔设计收拾侄媳妇，没想到被干爹亲自化解，最后媳妇为了返程还讹来了一笔安家费，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等江苗走后，徐福贵哎呦哎呦个不停，再也撑不住的跌坐在了地上。他二叔，这都怪你，要不是你当初出的馊主意，我家咋会把这么一个祸害给娶回来啊？此时徐福贵心里也不好受，他原本寻思着揍这个死丫头一顿，但没想到最后反而是他们挨了打。大嫂，你这咋能怪我头上？当初不是川子看上人家，非要和他结婚吗？我这才那样做的。徐福贵当时仗着自己是生产队队长，没少刁难那个江苗，只要他一天不答应和侄子川子结婚，他就刁难他一天，啥脏活累活都让他干。没过一段时间，江苗就答应了。我不管，那个祸害现在是缠上我家了，你必须想个法子让他同意和川子离婚，否则我就不活了。你当初把他弄进我家的，现在也必须把他给我弄走。徐老太想起刚刚那个祸害临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心里怕得不行。他二叔这个祸害啥事都能干出来啊，你快想想法子。他不愿意离婚，我能有啥法子？打也打不过，原本寻思着揍他一顿，把他打怕了，然后逼他和川子离婚，可他现在有刘有才撑腰，我拿他也没法子啊。我不管，你不想法子把他弄走，我就天天去你家哭。你大哥现在可就剩下川子这一个儿子了啊！那个祸害要是再留在我家，我们一家不仅没有安生日子过，也会被他搞得七零八散啊！大仙都说了，他就是个搅家精，在谁家谁就倒霉呀！我川子本来是当干部的命，硬生生被那个搅家精给祸害没了。还不快住嘴！什么大仙，家里都已经出了一个搞封建迷信的典型了，你又来，你们是不是诚心不想让我当这个大队长？徐福贵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问徐老太：“那个大仙真是这样说的？他在谁家谁倒霉？”老大媳妇亲口和我说的，这还能有假？徐福贵本来也信这些东西，他心里忍不住信了徐老太的话，这婚必须要离了，即使不为着川子他们，也要为着他。他当初费尽心机才当上这个大队长，可不能让这个搅家精给他祸害没了。他娘，咱今晚睡觉，你把那门还有窗户都从里面关好，门用桌子给堵着。你放心，我早就用桌子给堵好了。这一夜都没咋睡，而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徐老太甚至把柜子都堵在门口了，就怕江苗来找他报仇。爷，吃饭了。老二媳妇王凤像往常一样喊徐福贵，可徐福贵这次冷冷地瞅了他一眼，然后冷哼一声进了屋。你刚刚给老二媳妇甩脸子干啥？哼，昨个我都说了，让他把门从里面插着，要不是他没插好，咋会让刘有才带着人闯进来？他要是不进来，可咋会挨打？听说这个老二媳妇以前当知青的时候和那个祸害关系好，说不定他就是故意没有插门的。应该不会吧？老二媳妇现在和咱一条心。江桂枝忍不住为王凤说好话。其实那天开门的人是大丫，只是众人都顾着打江苗呢，就没注意到大丫。徐家的屋子里坐满了徐家的人，而最有话语权的徐福贵坐在了上首。川子媳妇，我这个二叔也不和你绕弯子了，你到底咋样才能愿意和川子去公社离婚？我凭啥离婚？我离了婚，一个人还要干活挣工分，累死累活的，在徐川家多好啊，啥也不用干，有吃有喝，还有人给我洗衣裳洗脚的。徐家就是个福窝，我要在这个家过一辈子。徐福贵还没说话，徐老太就先忍不住了。他二叔，你听听，他这是赖上我家了，把我一家当他的长工啊！我记得你是3年前来的咱村，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回去看看，你想不想家？想不想你爹娘啊？想啥想啊？
我爹娘待我不亲，我当初就是替我大哥来下的乡。刚来那会，真是受不住，整天干活，太苦太累了，那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不过幸好我遇到了徐川，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好日子。真是谢谢你们当初逼着我嫁给他，我这后半生就在蜂窝里过了。看江苗一点都没有想反城的意思，这可难坏了徐富贵。旁的知青恨不得做梦都想反城，为啥这个祸害和旁人不一样啊？见他好像打定主意，准备就赖上川子了。这算啥好日子啊？我听说你们城里过的那才叫好日子呢。咱村里要啥啥没有的，又落后又穷。听说你们城里人顿顿吃的都是白面，政府还给你们发布票、肉票啥的。再说了，你们知青不是都想反城吗？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现在的日子比在城里的日子还好啊，在城里要天天干活，我在这天天躺着睡大觉，啥也不用干，多美啊！反城干啥？江苗提起反城就一脸的嫌弃，旁边的刘有才也帮腔：对，还是咱哥的村好，让川子好好干活挣工分养家。一个大男人如果连媳妇都养不起，那就还算是男人吗？有才，你就别在这添乱了，他俩日子过不下去了，还是离了好。江苗啊，你看，你和川子去公社把婚离掉，然后我给你开一张回家探病的证明信，你返城去，城里日子美着呢。在咱哥的村，你虽说不干活，靠川子一个人，可川子他还有老娘、侄子侄女要养，你吃能吃多好啊？能顿顿白面馍馍吃肉，还是返城好，你可别犯傻。就是你二叔说的没错，我们可都是为你好。旁的知青想返城，你二叔还不给人家开这证明信呢，你可是头一份啊！拿着证明信赶快离婚返城吧，咱村里日子过得苦巴巴的有啥好啊？啊，你们拿我当傻子啊？这探病返城，我的户口还留在你们这啊？我的是农村户口，我回去那就是黑户，领不到粮食，吃啥喝啥，傻子才离婚返城啊！你们真当我好骗？说你傻你还不信？你回城找份工作，把户口从咱哥的村扒回去不就行了吗？徐富贵真想敲开这死丫头的脑门，看她里面究竟在想些啥。他把旁人都抢破头的返城证明都送到他面前了，他还不要？哪有这样的？那工作都是分配好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想蒙我？城里工作好找得很，叔不骗你，真的。那厂里现在缺人，让你家送点礼，你就能进去了。厂里缺人？我咋没听说过？江苗满脸的怀疑和不相信。真的，你叔我天天去公社开会，听来的。你在哥的村能听到啥？再说了，你都下乡3年了，城里的情况和你之前的早就不一样了。返城吧，返城当工人多光荣，一个月能拿20多块钱呢，那日子比这疙瘩村可是强太多了。再说了，当工人比这种地一点都不累，你在疙瘩村虽然啥都不干，但也闲得发花，对不对？返城回家看看爹娘去。徐福贵苦口婆心地劝着，江苗脸上露出了一丝松动。他看向徐川，徐川，我和你离婚返城，你在疙瘩村可不能结婚啊！你要等着我，我在城里当不成工人就还回来，咱俩继续过日子。江苗的话可把徐老太给吓坏了。啥？这个瘟神还要回来赖他们？那明个早上你就和徐川去公社离婚，你看咋样？我不离婚，也不返城。你这咋又反悔了？我和徐川一离婚，那我返城家里也没我住的地儿了。我家里人都知道我在疙瘩村结婚生子了，他们肯定不让我进家门，都嫌我丢人。我还是不离婚好，至少有地方住，有饭吃，日子过得也不赖。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徐家给你拿点安家费，你返城先安置着。安家费？江苗眉头紧皱，看着徐福贵伸出了5个手指头，他一脸的嫌弃。才500块钱啊？是50块钱，咱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压根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你体谅体谅。50块钱？你打发叫花子？那你想要多少？那至少也要1000块钱啊！江苗撇了撇嘴，说了个数，把在场的徐家的人都快吓死了。你个小娼妇，你真敢要啊！徐老太被气得对江苗破口大骂。要知道，1000块钱在乡下都能起2间房子了。这1000块钱，我们徐家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啊！这样，叔再给你甜点，也甭50块了，咱凑个整数，100块咋样？100块？江苗明显看不上徐福贵口中的100块钱。我和他结婚3年，给你们老徐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又当牛做马的，想拿区100块钱就打发我，做梦！100块也行，不过要让我带走栓娃。啥？你想带走栓娃？栓娃是我徐家的根，只要我这个老婆子活着，你就休想带她走。那就没得说了，这日子咱就继续过下去吧。江苗准备转手要走，被徐福贵给喊住。3板，
我们老徐家只能拿出300块钱。江苗眼底满是嫌弃，仿佛300块钱都入不了他的眼。有才啊，今天能不能先把咱俩的恩怨放一放？你帮我劝劝你干闺女，这300块钱真的不少了呀，就算我求你了。这个时候想起来我了。刘有才明显还是对之前他抢了他生产队大队长的事耿耿于怀，他哼了一声，没给徐富贵好脸子瞧。闺女，这300块不少了，你就拿着吧，返程去再找个好人家结婚。干爹，这300块钱够干啥的呀？去百货商城买几件衣裳就没了。刘有才见闺女不愿意，只能看向徐富贵。富贵啊，要不你再给他添个100块钱？徐富贵震惊出声，那不就400块钱了吗？天老爷呀，那可是整整400块钱呢，几年还挣不到这个数呢。400块他就愿意返程了，不会再继续要吧？你放心，他那有我那，他要是拿着这个钱还不愿意和川子离婚，我这个当干爹的就饶不了他。他二叔这400块钱给他，只求他能走，实在受不了了。徐老太疼的心都在滴血，但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钱还能再挣，要是这个祸害继续赖着他儿子，那花的钱恐怕就不止400块了。这个祸害就是个败家娘们。给他吧，二叔，让他走，我不想再和他过日子了。我们把400块钱凑齐给你，你拿好就去公社和川子离婚，咋样？现在会不会太赶了？这才上午，要不下午去吧？不赶，你们骑我的自行车去公社，快得很，一会就把手续给办完了。办完离婚，你下午就能返程去了。这返程的证明信我都给你开好了，你快拿着。徐富贵、徐老太他们见江苗和徐川终于去公社离婚了，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心依旧还没有放进肚子里呢，就怕中间再出点啥意外。婶，大丫，婶在城里等你。好，婶你一定要等我，我考上大学就去找你。江苗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抬起头看向了天空。丫，看！大丫顺着江苗的目光朝天空望去。江苗从公社回来，身上又多了一张离婚证，说白了，那就是一张盖了公社章的离婚证明纸。离了，离了，这下好了，终于是离掉了。哼，和我离婚，你就这么高兴？江苗阴阳怪气的打徐川身边过，瞪了他一眼。徐川没有吭声，脸上的笑淡了些。他二叔，你瞅瞅，这都离了，还这个德行，我看他离了以后谁敢要他这个小家精？这婚离了，你就别再惹他了，再生出事端来，他赖着不走了，可咋整？先忍忍，把这个瘟神送走后，你在家想咋骂他就咋骂。娘，二叔说的对，咱忍忍，把他先哄走返程去。徐川最怕的就是江苗已经和他离婚了，最后还赖在他家不走，这可就完犊子了。那他这啥时候能离开咱家啊？大嫂，400块钱都花了，不在乎这一会儿了。川子，你去把生产队的牛车拉来，待会我把他送到汽车站。就希望这个祸害返程后，可千万不要再回来了。他的户口最好赶快拔走，才让人安心。大丫，等我走后，无论是你奶问还是你妈问，你就说我喝了那杯红糖水，其他的事你都不知道。你要在他们面前说我的不是，骂我，知道吗？这样他们才会对你好。婶儿，你放心吧，不要记挂我。大丫眼睛瞪得很大，因为她怕自己一闭眼，眼泪会不争气的流下来。丫，还记得婶儿给你说过的话吗？一定要上学读书，走出这里，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上学，不能放弃。这是150块钱，留着你上学用，你一定要藏好，不要被你妈发现。不仅是你妈，任何人都不要告诉，更不要让旁人知道我给了你钱。江苗拿出一沓钱塞给大丫，细细叮嘱着她。大丫不要，被江苗硬塞给了她。你不要这个钱，就是让婶走得不安心。这钱是婶给你上学用的，知道不？藏钱的时候，不要都藏在一个地方，也不要都藏在家里。江苗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了一遍，他能给大丫的不多，也就这点钱了。大丫点点头，把钱塞进了口袋里，然后江苗又递给了他一张纸，纸上写的是我在城里的地址，你在徐家过不下去了，就去找我，记住没？这纸一定要放好。记住了，婶儿，我以后还能叫你婶吗？当然能，无论我和你三叔有没有离婚，你对我来说都是丫。江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舍不得大丫，更不敢看大丫的眼睛。他匆匆地拿起包裹，背上书包，踏出了屋门。婶儿，大丫，婶在城里等你。好，婶你一定要等我，我考上大学就去找你。江苗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抬起头看向了天空。丫，看！大丫顺着江苗的目光朝天空望去，只见天湛蓝湛蓝的，云很白，很纯粹美好，仿佛心头的雾霾就会被冲散似的。丫，感觉难熬的时候就看看天，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江毛妹子，你以后常回来看看大嘴姐啊。刘小珍手里攒着刚刚江苗偷偷塞给她的120块钱，这是他们一家维护她的报酬。
可刘小珍心里酸酸的，说不上来啥味。坐在牛车上的江苗遥遥地望着村口。其实江苗出了村子就有些后悔了。他刚刚在徐家的时候就应该问问大丫愿不愿意和他走。如果大丫愿意，他肯定会想法子把他带走。很多事情都说不准，其实也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上了火车的江苗，他看着手里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中找着自己的位置。我早就说了，我们买包厢，你不听，非要来挤什么硬座？回临城的时间长着呢，这硬座都是土包子做的，你没闻见吗？空中一股子土腥子味。对方说着，眼睛还看了一眼江苗，明显就是在说江苗。郑秀，你烦不烦？你要是想去包厢，你就自己去。沈三儿，你啥意思？信不信我告诉周姨？那个叫郑秀的女人威胁道，可那个叫沈三儿的男人却嗤笑了一声，像是对他口中的那个周姨很不屑似的。江苗撩开眼皮子，瞅了一眼对面的男人，没想到目光直直地闯进一双黝黑深邃的桃花眼中，对江苗眨了下含着笑意的桃花眼。这不是个正经人。好你个沈三儿，我儿子都给你生了，你竟然这样对我！郑秀不依不饶，沈三仿佛聋了似的，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本书，看了起来，不搭理身旁还依旧聒噪个不停的女人。同志，你这是去哪呀？去临城。我也是去临城，我男人在临城酒厂当工人呢。我这次就是去看他。是那个临城双水酒厂吗？对，就是那个酒厂。咦，你咋知道的？我大哥就是在那个厂子当工人。江苗答了，想当初原主就是被分到了那个酒厂当工人，那个时候恰逢他们那片先祖知青下乡运动，下乡名单上有原主大哥江向军的名字。啥？这要巧，你大哥叫啥名啊？江向军。江向军，我的天，江向军和我家男人关系可好了。原来你是江向军的妹子啊！江苗眉头微挑，他不动声色地向旁边的大姐打听江向军的事。这个曹大姐是个嘴巴没有把门的人，没一会就把关于江向军的事全都给说了出来。江苗也因此得知了江向军最近在争取厂里一个干事的名额。妹子，来吃块大姐自己烙的饼子，老香老香了，好吃吧？你大姐我烙的饼，在我老家那块可是数一数二的，我男人最爱吃这口。的确很香。曹大姐是那种大大咧咧没有心眼的人，她看了几眼对面的俩人，热情地把饼子递了过去。大妹子，你们吃不吃饼？可好吃了。你叫谁大妹子？谁吃你的饼？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郑秀嫌弃地看了一眼曹大姐手里拿着的饼子，很是不屑。面前这个女人即使穿了一身的确良料子的衣裳，也掩盖不了她身上那股乡下女人的村味。就在她难堪的要把手收回来的时候，斜对面突然伸出来一只男人的手。大姐，我刚刚就闻到香味了，正寻思着怎么开口炒你啊。沈三从油纸里拿起一块油滋滋的葱花饼子，把曹大姐从刚刚那股尴尬中解救了出来。沈三儿，你要是想吃饼子，等待会回去让周姨给你做。这乡下来的女人也不知道她做饼子有没有洗手，你快把饼子扔了，别吃坏肚子。你咋这样说话呀？我乡下来的咋了？我做饼子的时候，那手洗了好几遍，洗得可干净了。再说这饼子我自己都吃了。曹大姐见郑秀这样说，顿时急了。她可以说她饼子不好吃，但不能说她做的饼子脏。她虽然是打乡下来的，可她也讲卫生了。大姐，你甭搭理她，她这有病。沈三指了指郑秀的头，意思是她脑子有病。这可把郑秀气坏了。沈三不搭理她，自顾自地吃着手里的葱花饼，一边吃还一边夸曹大姐饼子做的地道。小兄弟，你爱吃就来拿，大姐做的饼子干净着呢。郑秀见沈三不搭理她，她就在一旁生起了闷气，也不知道是不是嫌窗外的光太亮了，就看向江苗。你把帘子给我拉起来。郑秀见江苗不搭理她，有点恼羞成怒了。你耳朵聋了吗？我在和你说话。江苗就像是没有听到似的，身子靠在后面，欣赏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郑秀，你够了！沈三儿，你没良心！我这么喜欢你，你却对我这个态度。你对一个不认识的村妇都比对我好，你还要和我离婚？我除了家世配不上你，到底还有哪一点不好？小兄弟，要不你哄哄他，这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磕着碰着的？大姐，我不会哄人，他哭就让他哭吧。沈三儿，你这个负心汉，我就知道你和外面的小妖精好上了，你对不起我。虽然郑秀很讨人厌，但他这番哭诉把沈三塑造成了一个始乱终弃的坏男人形象，听得江苗忍不住又打量了他一眼。这男人瞧着就不像那正经男人，那个叫郑秀的咋会眼瞎喜欢上这样？等江苗按着记忆中的路线找到江家所在的那栋墙皮已经有些裂开的筒子楼前，正准备进去的时候，你是吴淑兰家的三闺女江苗吧？正在楼下晾衣上的孙嫂用不确定的目光瞅着江苗。孙姨，是我呀，真是你啊！我刚刚都差点不敢认，你这下乡3年咋变化这样大呀？我爸妈在家吗？不巧，你爸妈刚走去棉花厂了，
不过你小妹江敏在家里呢，快回去吧。这3年没回来，肯定想家了。你妈肯定不知道你回来，我待会去厂里告诉她这个喜事。行，孙姨，那我先回家了。江苗说着，就进了筒子楼，来到了3楼里面第3间房门口，推开门走了进去。你是谁啊？我是你下乡回来的三姐。江敏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皱着眉头质问江苗：你咋回来了？这是我家，我想回来就回来，没必要和你说吧。江苗用脚把身后的门给踢上，把手中的包裹随意的扔在门口旁边的柜子上，然后毫不客气的走到沙发旁边坐了下去。你现在说话咋这么冲？江敏有点诧异，她印象中的三姐是个很腼腆的人，说话从来都是细声细气的。你不是在乡下当知青种地的吗？你咋突然跑回来了？不想种地了，就回来了。江苗到底还是耐着性子解释了一下。这个江敏也真是够冷血的，3年下乡没回来的姐姐，现在回来了，竟然这个样子。那你住哪啊？家里可没你住的地了。原主为了这个家，让出了自己的工作，替大哥下乡3年。这几年，江家人连份电报都没有给原主打过。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替大哥下乡3年，我可是家里的大功臣，谁没地主都行，也要有我的地主。去，给我倒杯水来。江家是小3居，原本是有3间房，可大儿子江向军要结婚，吴淑兰2口子就把2间挨着的房打通，合成了1间大屋。如今那里面住着江向军2口子，剩下的1间是小屋，住着江敏和江娟，而吴淑兰2口子住在了阳台。吴淑兰，你闺女回来了。这还不到我家娟子回家的日子呢，这咋突然回来了？不是你大闺女？不是我大闺女，那是哪个？吴淑兰以为孙嫂说的是她小闺女江敏，她解释道：你说小敏呢？她不是突然回来了，而是今天没去牧场，在家休息呢。吴淑兰，你咋这么糊涂啊？你难道忘了不成？你可是有仨闺女呢。孙嫂见吴淑兰把那个下乡3年的闺女江苗给忘了个干净，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吴淑兰也真是的，平时就没听她提起过这个下乡当知青的闺女，就像是没这个人似的。你是说我家老三江苗她回来了？就是她，你家老三回来了。孙嫂话还没说完，吴淑兰就不见了人影。这个吴淑兰也不知道是不是高兴傻了，听到自己下乡3年的闺女突然回来了，脸上连个笑都没有。吴淑兰快步来到家，推开屋门，就见他那个下乡3年的老三正站在屋子里。刚好江苗听到门口动静，一扭头，母女俩的目光就撞上来。老三，你咋回来了？江母吴淑兰问了和江敏一样的话，她脸上没有一点笑。妈，你见到我回来不高兴吗？高兴，高兴。妈做梦都念着你呢。妈这是突然看到你回来，高兴傻了。我也想你，想得晚上睡不着，所以才回来的。江苗上前一把抱住了吴淑兰的胳膊，埋怨道：妈，我下乡3年，为啥你们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看你们一点都不想我。吴淑兰像是很不习惯闺女这突如其来的亲昵似的，想把胳膊抽出来，但见闺女满脸的委屈，到底还是没有抽。都怪厂子里太忙了，我和你爸前2天就说，等今天下工就去邮局给你打份电报，没想到你今天突然回来了。你不知道，自打你下了乡，你爸和我那是天天在家念叨你，还有你那个大哥大嫂，一家人都念着你呢。今天回来了，可真好，等他们下工回来看到你，甭提多高兴了。高兴就行，我还以为你们不乐意我回来啊。江苗表面上没啥，但心中忍不住冷笑。妈，你快去做饭吧，我都快饿死了。行，妈这就去做。我在农村啥苦活累活都干，身子亏了。妈，你可要给我好好补补，我中午要吃肉。江苗想吃肉，这让吴淑兰有些迟疑，但想想闺女在农村日子不好过，还是应了下来。行，我闺女想吃，妈就给你做。不过这肉咱能不能晚上？今天晚上再吃。你大哥嫂子也下工了，到时候咱一家吃个团圆饭。妈，是不是我下乡3年你就不疼我了？这肉我中午就想吃，等不到晚上了。你们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我在农村3年来连肉腥子都没闻过，都快忘了肉是啥味的了。江苗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吴淑兰只能答应，从屋里拿出1张肉票，让江敏去供销社割点猪肉回来。江敏瞅了一眼性情大变，以前从来不会撒娇的三姐，然后接了他妈递来的肉票去供销社。妈，我晚上想喝鱼汤，你下午去买鱼给我炖汤喝，我身子虚的厉害。江苗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仿佛这个家欠他的。不过乡下日子苦，说不定是把人给磨成了这样。吴淑兰这样想，心里反而越发的对这个闺女感到愧疚的慌了。她要喝鱼汤就喝吧，反正也在家陪不了几天，就又要回去了。行，妈下午就去给你买鱼去。江苗的话前半句让吴淑兰听着心疼愧疚这个闺女，可听到后半句味就变了，她整个人变得有些说不出的尴尬，望着这个闺女干巴巴的解释道：当初妈也不知道乡下日子会这么苦，要是知道肯定不会让你顶替你大哥去的。你为咱这个家的付出，妈都知道，当初都怪你那个大嫂。她说你大哥要是去下乡，就和他吹了，就因为这，我和你爸才迫不得已让你去替你大哥下乡。你放心，我和你爸还有你大哥都念着你的好呢。咱家你向来是最懂事的那个，从来不让我和你爸操心。
吴淑兰说的话是骗鬼呢，还不知道乡下日子苦。要是知道，肯定不让他去。要是原主听到这样的话，恐怕会被他妈感动。可江苗只感觉到了恶心。哟，这谁家炒肉了？咋这样香？回来吃饭的江建国刚走到楼下，还没进楼道，就闻见了从筒子楼飘出来的香辣扑鼻的肉香。还能是谁家？这不年不节的，咋想起来买肉了？你的那个好闺女回来了，嚷着要吃肉。娟子回来了，她回来要吃肉，你也不能中午炒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向军他们两口子中午不回来吃饭，在厂里吃食堂，你咋不晚上做？他们家都好长时间没有开荤了，按理说好不容易买点肉，应该等向军他们两口子回来一块吃才对。啥娟子啊？是你那个下乡的闺女回来了。吴淑兰见向军他爸和之前在厂里的他想到一块去了，都以为是娟子回来了。江建国急忙进屋，就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齐肩短发、穿着朴素的年轻女同志。是我三闺女江苗吗？爸，你这都长成大姑娘了，要是走在路上，爸肯定都不敢认。爸，我才下乡3年。这个江建国倒是比那个吴淑兰要强点，至少没有一进门就耷拉着脸子质问闺女江苗咋回来了。3年也不短了。江建国觉得这个3年没见的闺女，不仅是外表变化了，连性格都比以前开朗。好了，你们爷俩先别说了，这饭做好了，快去洗手，准备吃饭。吴淑兰一边说，一边张罗着让老四江敏过来端饭。你在乡下受苦了，来，快吃。是啊，快尝尝你妈专门给你炒的肉。江建国拿起筷子往闺女碗里夹了一块炒肉片。江苗也不含糊，端起桌子上那盘江母专门为他炒的白菜肉片，把菜里面的肉都捡到了自己碗里，然后又把白菜扒了一半。你都把肉挑走了，我们还咋吃？爸妈、小妹，你们在城里隔3差5就吃肉，还顿顿这大米饭，生活好的跟啥似的。我在乡下3年都没见过一块肉，吃的更是糠饼子，你们不会怪我吧？江苗的话说的可怜巴巴的，但细琢磨的话，就能感觉到哪里怪怪的。咋会怪你？吃，今天这盘子菜都是你的，不够吃的话，再让你妈去给你炒盘子鸡蛋。真的吗？我自打下乡，连鸡蛋是啥味的都快忘了。这可把江建国心疼坏了，闺女在乡下的日子也太苦了吧，竟然连鸡蛋都没吃过。向军妈，你再去给闺女炒盘子鸡蛋去。吴淑兰原本对闺女就很愧疚，站起来从橱柜里拿出2个平时家里都舍不得吃的鸡蛋，去屋外给闺女炒了一盘。妈，我真羡慕你们啊！你们没去下乡，在城里可以天天都吃炒鸡蛋，不像我，3年来我这是第1次吃。江苗这话把吴淑兰和江建国搞得有点尴尬，因为当初是他们逼着闺女下乡的。吴淑兰看了一眼没吃到鸡蛋和肉，愤懑不平的小闺女，她把桌子上那盘仅剩的咸菜往小闺女那推了推。小敏，咱和你爸吃咸菜，那肉和炒鸡蛋让你三姐吃，她在乡下日子苦。你妈说的对，今天中午先紧着你3姐吃，等下个月发了肉票，再让你妈去买肉。江父江母回来的时间很紧张，对付一口。江苗吃完饭，抹了抹嘴，就又歪在了沙发上，一点都没有要收拾桌子上碗筷盘子的意思。你吃完就往这一坐，咋不去刷碗洗锅？我在乡下干活伤了身子，身子虚，不能累着。累着？洗碗刷锅咋会累着？江敏满脸的质疑，他记得下乡前的3姐勤快能干得很，每次家里吃完饭总是很自觉地主动收拾碗筷，压根就不用人说。好困，我睡会儿。江苗没有回答江敏的质疑，他站起身子打了个哈欠，就朝江敏的屋子走去。你干啥？江苗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了大姐的床上。呀，那是大姐的床，她那个人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睡她的床。江敏以为3姐下乡3年，忘了大姐的这个毛病，所以好心提醒大姐是在造纸厂上班，平常都住在厂里分的宿舍里。我知道，你可以去外面收拾碗筷了，顺便帮我把门给带上，我要睡午觉了。江苗脱掉鞋子，那脚毕竟在鞋子里捂了1天1夜了，又走了这么多的路，到底还是有点味道。啥味啊？你去洗洗脚丫子。哦，我这个人不讲卫生，不爱干净，委屈你了。你去洗洗脚吧，屋里都是味，我还咋在这个屋睡啊？都说了，我这个人不讲卫生，洗啥脚啊？要是你能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我勉强能洗洗。什么？你让我给你端洗脚水？江苗无耻的话让江敏整个人对他这个刚回家的3姐又有了新的认识。不愿意端就臭着吧，反正我都习惯了。出去，把门带上，我要睡觉。江敏看着这样不讲理的3姐，气得啪的一声把屋门给甩上了。果然和泥腿子待一块久了就变了。转眼到了下午，提前下工的吴淑兰回来了，见桌子上还放着中午那一摊子没有洗的碗和锅，她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小敏，你们在家怎么连碗都没有洗？妈，你回来了。江苗从屋里走了出来，一脸虚弱的样子。妈，我在乡下干活伤了身子了，一干活手就发抖。人卫生所的同志说让我要好好歇歇，要不这碗还是我去洗吧。你赶快去歇着，这碗让你妹洗。吴淑兰见闺女中午的时候还精神着呢，现在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听她话里这样说，哪能让她去洗碗呢？小敏，这碗放着1下午了，你姐身体不舒服，你在家你咋不洗？我3姐她哪里不舒服了？我看她好好的，她咋不洗？你3姐在乡下干活，身上落了病，让她好好歇歇。你去把碗还有锅洗了，
咋这么不懂事？江敏觉得三姐就是在装病，她冷哼一声，甩手走人了。苗啊，你别和你妹妹一般见识，她就是那样的人，你快去屋里歇歇，妈这就给你炖鱼汤哈。妈，我不会和她一般见识的，我只怪自己的身子不争气，大冬天的去地里干活，被冻晕在了地上，没有来得及休息，第二天就又去挑粪啥的，在那个地方。他们是拿女人当男人使唤，啥重活累活的都让干，生生的把我的身子给掏空了。哎，我回来想替你洗碗干点家务都困难，要是当初下乡的是大哥，我身子也不会成这个样子。江苗把自己塑造的惨兮兮的，话里也带着埋怨，这是在提醒吴淑兰，要不是当初他让江苗去替儿子下乡，他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苦，受这么多的罪。可以说三闺女的罪都是替儿子受的。苗啊，回到家你趁这段时间就好好歇歇，家里的啥活都不让你干。吴淑兰以为闺女是探亲回来的，只在家里待几天就走，所以对她也格外的宽容，毕竟她过几天又要回乡下了。等晚上江向军两口子回到家的时候，看到返程的江苗，很是诧异。苗，你咋突然回来了？江向军的媳妇孙英子见自己男人这么不会说话，连忙用胳膊撞了他一下，替他描补了几句。你哥见你突然回来了，太惊喜了，他前天还和我说等过2天就去你插队的地方去看看你，没想到你这回来了，真好，你哥平时老记挂你了。大嫂孙英子说的话，江苗听得很恶心，瞧江向军刚刚见到他的那副熊样子，似乎不欢迎他回来似的，这样这些人才高兴，就能心安理得的继续霸占着原主的工作。是吗？当然了，自打你走后，我就没有一天不记挂你的。既然你们这样记挂我，那这3年来为啥不给我打电报，寄钱寄吃的？江苗见不得这样虚伪的人，明明把替他下乡的原主给忘得干干净净，还非要装出一副记挂他的样子，虚伪的让人作呕。旁的知青，人家家里隔3差5的就发电报寄包裹啥的，只有我像是被人忘了似的。你哥让咱妈给你寄钱了，你没收到吗？孙英子把这事推到了吴淑兰身上，一旁的江向军也连忙附和。屋外做饭的吴淑兰听到了这话，把事揽到了自己身上。苗，你不要怪你大哥，这都怪我，你大哥把钱给我了，叮嘱让我寄给你，可我那段时间忙就给忘了。江苗看着这3人在他面前唱双簧，心里忍不住冷笑。原来这样啊，我以为我把自己的好工作让给大哥你，然后我自己去替你下乡遭罪，你转头把我这个替你受苦的妹妹给忘了个干净啊！你看你说的这是啥话？你可是我妹妹，我咋会忘了你？再说了，你下乡是替我下的，你对哥的好，哥都记着呢。江向军连忙解释道：“他这个三妹咋和以前不一样了？下乡3年，人怎么变得这样咄咄逼人？记着就好，我还以为大哥你忘了，我替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又把人人抢破头的好工作让给你，如果大哥忘了，那就真是白眼狼了。”江苗说着，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江向军，然后把目光落下孙英子脸上。大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三妹你说的对，你大哥记着你的好呢，他不是那样忘恩负义的人。孙英子觉得这个江老三和以前不一样了，仿佛变了个人似的。他以前和江向军处对象的时候，来过江家几次，见到过这个江老三。好了好了，快吃饭吧，你妈把你今个点名要喝的鱼汤都给炖好了。平时我想喝，你妈都不给我炖，我今天算是沾了闺女的光了。江父打着哈哈，转移了话题。江父在家里一直担任的是搅稀泥的。毕竟当初我顶了他的工作，而他替我下的乡，你就当他是上门来打秋风的。这知青探亲一般那个地方只给批几天，他过几天就回去了，先忍忍。幸好我当初没有下乡，这乡下日子可不是人过的。你没听见他说在乡下干活把身子都熬垮了。接上集，江苗坐在凳子上，大嫂孙英子很是主动地站起来，给江苗盛了一碗炖得奶白的鱼汤。江苗，你快尝尝，当初我和你哥结婚的时候，你也不在家。我咋在家呀？我那不是去乡下替他种地挑大粪去了吗？江苗不知道为啥，瞅着这两口子心里就不得劲，也不知道是原主残留的情绪，还是江苗在原主抱不平。嫂子知道，你替你大哥遭了不少罪，你大哥有你这样的妹妹是他的福气。知道就好，我替他下乡插队，整天干活，就像牲畜一样，原本好好的身子都熬垮了，我这些可都是替大哥遭的。江苗的话让孙英子脸色一僵。苗，快吃点鱼，好好补补身子。在家这段时间想吃啥就对你妈说。妈，那我明天早上要吃油条肉包子，中午我要吃炖排骨，晚上我要吃葱花油饼子和小米粥。他这番话一说出来，江家的其他人脸色都变了。要知道江家1个月才沾1次荤腥，排骨就先不提，光是前面的油条肉包子就要拿着粮票和钱去国营饭店给他买。亲，明个早上妈起早点去给你买油条包子，晚上的油饼子和小米粥也没啥，就是中午的炖排骨。家里没有那么多肉票了，你看咱今天中午吃了肉，这晚上又是鱼的，没肉票那就找人借呀，可不能耽误我明天中午吃排骨，我都3年没吃到了。
没肉票，那就找人借呀，可不能耽误我明天中午吃排骨，我都3年没吃到了。江苗一所理所当然的语气，就仿佛这个家欠他的，不过也确实是欠他的。既然苗想吃，我明天去找人借2张肉票，你给他做。江建国打了圆场，被吴淑兰暗地里瞪了他一眼。这都是应该的，苗儿这几天想吃啥，和你大哥说，或者和我说都是一样的，我下工回来买给你。孙英子原本是客气客气，可被江苗当真了。行啊，我明天想吃大西瓜，大哥你回来买2个。嫂子，你看我回来的急，像牙刷啊、毛巾啊、睡衣啊、洗脸的香皂、擦脸油啥的都没有，要不你明天去帮我置办置办，我替大哥下乡。你也知道我没有收入，没有钱，不像你和我大哥一个月有几10块钱的工资啊。行吧。孙英子脸上的神情很不自然，天哪，这得要花多少钱？你看看你那个妹妹，在今天的这个饭桌上，张口闭口就是替你这个大哥下乡，所以才熬坏了身子。她这啥意思啊？不会是想讹咱们吧？还有我今天在饭桌上那样说，就是一般的场面话、客气话，她倒当真了，让你给她买西瓜，还让我给她买睡衣、买擦脸油、买毛巾，她倒真不客气。他说的也是实话，毕竟当初我顶了他的工作，而他替我下的乡，你就当他是上门来打秋风的。这知青探亲一般那个地方只给批几天，他过几天就回去了，现忍忍。幸好我当初没有下乡，这乡下日子可不是人过的。你没听见他说在乡下干活把身子都熬垮了，还是城里好啊，有吃有喝还不累，我这都快当干事了。江向军洗完脚躺在了床上，一脸的庆幸。也是，反正他过几天就要回去了。孙英子想了想，准备明天把那便宜货给他置办一套，应该也花不了几个钱，肥皂啥的，接到这个月初发的肥皂票应该还没用完呢。你明天不要舍不得钱，即使破上1个月工资也没啥，把他哄高兴，好好的送回去，反正也就这一次，我估计他下次再来就又是几年后了。现在我正处于竞选厂里干事，可不能让人发现我这是。我们厂子里有个和我情况差不多的，当初替他下乡的姐姐去厂里闹了一顿，原本应该他提干的事吹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这种由兄弟姊妹顶替下乡的事不是挺多的吗？大家一直都默认的吧？我们厂里有好几个都是顶替姊妹的名额，现在为啥这样啊？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事只要不闹到明面上就没事，要是闹到明面上……江向军剩下的话没有说，就像是他厂里那个人熬了4年，比他还早1年了，眼瞅着要提干了，被他姐姐一闹，提干的事不仅吹了，恐怕以后在酒厂也不好再往上走了，毕竟这种事不光彩。行，我知道了。这种时候，孙英子可不能给丈夫拖后腿，不就几个钱吗？买就买了。你不是说你这个三妹在乡下结婚生子了吗？今天咋没见她提这事啊？你爸妈也没提？有啥好提的？还不嫌丢人吗？一个高中生下乡插队，竟然嫁给了农民，还生了娃。不过这样也好，她在那结婚生子了，就不会总想着回城了。她要是闹着回城，去哪给她找工作啊？今天晚上，不仅江向军2口子在屋里说江苗的事，就连吴淑兰和江建国都在阳台改造的小屋里谈论着这个下乡3年突然回来有些陌生的3闺女。你说她变化咋这样大？这下乡3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从今天一回来就嚷着要吃肉喝鱼汤，明天还要吃顿排骨。其实在饭桌上我是故意说没肉票的，你倒是巴巴的要去借肉票。既然家里有肉票，那你为啥扯谎说没肉票？他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江建国不理解妻子吴淑兰的做法。你没见他回来要吃这要吃那的，我要不这样说，家里的那几张肉票肯定让他2、3天就给吃光了。再说了，娟子还没回来呢，他回来没有肉票了咋办？吴淑兰解释道，她的3闺女一回来就像是那饿了3年的狼似的，真是啥好吃吃啥。等娟子回来，我出去借肉票总行了吧？苗3年都没有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回家，你明个多买点排骨炖给他吃。知道了，你以为就你疼闺女啊？她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我也心疼她。她这次回来，幸好没有带上在乡下生的娃，否则真要丢人死了。吴淑兰提起这件事就来气，好好的高中生嫁给谁不行，非要和那泥腿子结婚，她都不敢让旁人知道，真是太丢人了。要是传出去，她的脸面往哪搁？她在那城的家也挺好的，可人踏实在那过日子。等啥时候咱去闺女插队的地方去看看？看啥看呢？穷山沟，他有没有说啥时候回去？吴淑兰脸上遮不住的嫌弃，仿佛提起那个地方就脏了她的嘴似的。这她闺女江苗今天刚回来，就迫不及待打听她啥时候回去了。这个倒没说，我估计在家撑死5、6天就回去了。你可别问他啥时回去啊，整得多不希望他回来似的，像是要赶他走。他在乡下日子不好过，他这几天想吃啥你就给他做，甭不舍得也就吃这5、6天。江建国心里觉得愧对这个闺女，他原本应该是在酒厂当工人的，要不是为了替他哥向军下乡插队，也不会这个样子。在
穷沟沟里结婚生子，这一辈子也算是毁了。第二天一早，江家人匆匆忙忙的起床洗刷去上工。娘，今天你在家歇着，啥也不要干，等中午你妈回来给你炖排骨。江建国一边对吃油条的江苗嘱咐道，说着趁江向军和江母没看到，一边塞给江苗1块钱。你上午要是闲着没事，就去外面逛逛。江苗把这1块钱收下来，蚊子再小也是块肉。不过讲真的，这1块钱能买啥呀？妈问，中午我和你哥回来吃饭，顺便把你昨个要的东西买回来，你还有没有想要的？我一块买了。孙英子是知道中午有排骨吃，所以才回来的。平常他们俩口子都是在厂里吃食堂。那你再给我买2双鞋吧，我穿37码的。家里好像没有鞋票了，要不我找人去借借。行啊，我就知道嫂子你不会看着我没鞋子穿的，也不用买太好的，就给我随便买2双凉鞋。对了，再给我买双运动鞋。要知道，在这个年代，即使是那厂里的工人穿的大多也都是布鞋。江苗口中的凉鞋不便宜，在百货大楼里2双就能花掉一个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更不用说运动鞋了。买啥买呀？家里我给小敏做的还有2双没有上脚的布鞋，你先穿着。吴淑兰对这个闺女在愧疚，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这样花儿子向军2口子的钱。妈，你不疼我了，我在乡下日子这么苦，要2双凉鞋穿咋了？江苗把油条扔在了桌子上，拉着张脸。妈咋不疼你了？你这孩子，妈疼你就跟疼你大哥他们几个是一样的。哼，既然疼我，就去给我买凉鞋，我要穿凉鞋。买的，江苗，那布鞋你先凑遮穿，我找人借到鞋票，就立马带你去百货大楼买。这还差不多，你们都快去上班挣工资去吧。你那个小姑子，下乡3年，咋变成了这样？刚刚要我给她买2双凉鞋，还有运动鞋，再加上昨天要的那些，我2个月的工资都打不住啊！真是的，脸皮咋这样厚？你先给他买双凉鞋，哄哄他得了，等过几天就走了。我才不给他买，我都想好了，我就说鞋票借不到，拖到他走，那凉鞋我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凭啥给他买啊？孙英子嘟囔着，心里忍不住盼着丈夫这个小姑子赶快走。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江苗这次回来压根就不准备。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就要待在这个家里，你们还必须好吃好喝的伺候我，因为这是你们欠我的。等中午江母回来，把排骨炖好，又炒了一盘子青菜，一盘子咸菜。江苗当着大家伙的面，直接把那盘排骨放在了自己跟前。我不爱吃青菜咸菜，你们吃吧，我吃这个就行。苗，你看家里还有那么多人呢，这排骨你大哥嫂子也爱吃，那你咋不多做点？这盘排骨还不够我吃啊！我在乡下熬坏了身子，正该要好好补补。江苗说着，直接下手捞起排骨砍了起来。这一幕把江向军2口子看呆了。妈，你咋不多做点？这盆子排骨还不够我吃啊！我在乡下熬坏了身子，正该要好好补补。大哥，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说的对，那盆子排骨你吃吧。我和你嫂子吃这青菜咸菜就行。孙英子忍不住气得偷偷拧了江向军一下，家里难得吃一次排骨，凭啥都让这个江苗吃啊？这家里的肉票那可还有他一份呢。我也要吃排骨，家里的肉票也有我的。江敏上班的地方是牧场，离家里远，原本中午都是在食堂吃，可今天毕竟家里改善生活炖排骨，他不惜大老远的从牧场赶回家，可不是吃青菜豆腐的。有你的咋了？有你的还不让我这个三姐吃了？你咋这么不懂事？我为这个家出了那么多的力，吃点排骨咋了？你好了，小敏，等下个月发了肉票，让你妈再去给你买排骨。这次的排骨就先让你三姐吃。等吃完饭，江苗碗又是没洗，扔在了桌子上，赖在沙发上躺着，看着桌子上江向军买的东西。大哥，我昨个不是让你买俩西瓜吗？你咋就买一个？还这么小，够谁吃的呀？江向军对这个挑三拣四的妹妹心里升起了一丝的不满，但他还是耐着好情说：“等我明天的时候再给你买个大的，顺便再给我买串子香蕉。”行，明天下班给你买。江苗这几天在江家的日子过得滋润的很，不过同样的，家里的人对他的不满越发的大了。就连原本对他觉得愧疚的江父江母，现在都有点不舒坦。你那个妹妹啥时候走？我受不了了！你看咱金哥好不容易休息，那饭桌上做的都是啥饭？竟然是咱俩窝窝头，还一个人一个，够谁吃的？以前咱们家每个月在街道领的粮票都够吃，可这个月自打你那个下乡的小姑子回来了，家里的粮食就不够吃了。我可是上班的人啊，伙食这么差就不说了，还吃不饱。自打我和你结婚以来，咱家的日子还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呢。你再忍忍，我估计就这2天了。要不你找妈要张粮票，咱明天中午出去吃。今天不光是孙英子没吃好，就连江向军也是。他此时心里早就没了对替他下乡三妹的愧疚，在这几天中，之前的愧疚早就在三妹朝他要这要那的事中给消磨掉了。哼，你妈手里的粮票早没了。你没瞅见这几天你妈天天早上去国营饭店给你那个妹妹买饭吃，那不要粮票啊？你那个妹妹昨个早上还嚷着要喝羊肉汤，那羊肉汤多贵啊！我嫁到你们家这几年，我都没有过这种待遇。自打你妹妹回来，在家啥也不做，我昨天看不下去了，让她去把地扫扫，一直使她干活，她立马一副虚弱的样子，张口闭口就是替你下乡，累坏了身子。这种屁话
这几天每次在饭桌上，你这个妹妹就像是怕我们忘了似的，总是拿出来翻来覆去的说她在乡下日子过得有多么的苦，我们在城里有多享福，一让她干活就说自己虚，可一上饭桌就像是狼似的，立马来了精神，专挑好菜吃，一点都不像虚的样子，每次吃饭都能干2碗大米饭，这比我都能吃，胃口好得很。你快点去找你妈说说，让她赶快回去，一直在家吃白食，这也不是个事。知道了。江向军准备今天晚上就和他妈说说这事，眼瞅着三妹回来好多天了，也该回去。江苗啊，我前几天就听说你回来了，你这真是长成大姑娘了，出落的越发好看了。张婶、孙婶，我都离开家下乡插队3年了，你们咋一点都没变啊？还是那么年轻？咋能啊，婶子都快老了，倒是你妈那真是没变化，还是原先的样子。这几天看你回来了，把你妈高兴的，天天在家给你做好吃的，咱这楼道里啊，那香味都是从你家飘的。我妈疼我，见我在乡下插队累坏了身子，就想着给我做点吃的补补。你们瞧，我这回来，我妈连衣裳都不让我洗。江苗说着，身子晃了晃，像是虚的不行的样子，可把张桂兰他们给吓坏了。你没事吧，苗儿？张婶，我没事，这是在乡下大冬天修河坝挑大粪落下的病根。我早就听说去乡下插队日子苦，我娘家的侄子刚去1个月，就打电报闹着非要回来，说那的日子不是人过的，人去了天天干活，干的还是重活，拿人当牲口使坏。我那个侄子可是一个壮小伙，他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像你这样的小姑娘了。真是不知道你是咋熬过来的，瞧着身子都给熬垮了。等江苗走了，张桂花和孙嫂还一个劲的盯着江苗，脸上都是对他的同情。听说当初下乡知青的名单上写的是江向军的名字，可最后去下乡的人却是江家的这个三闺女。可瞧着这江家的三闺女在乡下累成了这个样子，身子都空了，也是忍不住让人心疼。这是要怪就怪他那对偏心的父母，明明就是该儿子去的，非要让闺女去顶替他。这个闺女比江向军还小2岁呢，让妹子去顶替哥哥下乡，这是整的。妈，我放在那的衣裳你咋不帮我洗呀？你回来这么多天啥也不干，这自己的衣裳总要自己洗吧。我在乡下大冬天干活，冻坏了身子，手不能碰凉水啊，我身子好虚。妈，今天中午给我炖1只老母鸡，我要补补。老母鸡？我昨个中午不是才给你包了肉饺子吃吗？那肉饺子又不补，我现在身子是虚，我要喝老母鸡汤，最好再给我做点爽口的小菜配着吃。家里没醋了，顺便打点醋，让我蘸着鸡肉吃。我现在上哪去给你找老母鸡呀？你也不怕你嫂子生气？不要看你才回来这几天，可硬生生的把家里吃的顶得上我们2、3个月吃的了。不是给你炖鱼汤，就是给你炖排骨，早上都是去国营饭店给你买着吃。昨天你说要喝羊汤，你爸昨个晚上就给你买回来了。你现在又要闹着吃老母鸡，你这是准备把咱家给吃穷吗？吴淑兰苦口婆心地劝着闺女，想让她懂事点，不要再闹着吃这吃那了。她一回来就仿佛是祖宗似的，这些好东西他们平时可都舍不得吃。我不管，我就要喝老母鸡汤，你去给我买。我遭的罪可是替我大哥遭的，难道连只老母鸡都吃不得了？江苗不依不饶，一个劲地晃着吴淑兰，非让她去给她买老母鸡。我的祖宗啊，你快停下来，不要再晃我了，我去给你买还不行吗？吴淑兰被晃得头昏眼花的，她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她那个以前木讷懂事听话的三闺女咋变成了现在这个熊样子。你去干啥？你不是吵着要吃老母鸡，我去给你买呀。那这衣裳咋办？还没洗啊？等我回来再洗吧。还是你吃鸡当鸡。孙英子见到婆婆吴淑兰在炖老母鸡，就知道肯定是那个小姑子整的事，她心里的火气已经快压不住。这几天自打小姑子回来，不是排骨就是肉，现在又是鸡，日子还过不过了。英子啊，你也别生气，昨天晚上我和你爸就商量了，今天问问三闺女啥时候回去，毕竟已经在这住了有7天了。这只老母鸡算是我这个当妈最后能补偿给她的，吃了这只老母鸡就该回去了。她早该回去了，再这样下去，咱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娘，你看你都回来这么几天了，你们村里给你批的探亲日期是不是超了呀？你家里的男人还有娃，见你这么长时间不回去，肯定也想你了。要不明个让你大哥把你送到汽车站，你回家去。我啥时候说我要回去了？江苗这句话就仿佛往平静的湖面里丢了一颗炸弹，把江家人都给炸晕了。你这啥意思啊？是不是舍不得咱家，还想在这再住几天啊？江建国刚刚听到闺女的话，心里猛地一咯噔，他试探地问了问，如果是想在家再住几天，那还是可以的。就连大嫂孙英子、大哥江小军，还有吴素兰以及江野，都忍不住看向他，眉头微皱。不是，我在这不准备走了，乡下日子太苦了，还是城里好。早知道我就应该早点回来。江淼，你开啥玩笑呢？你不是在乡下和人结婚，连娃都有了吗？你不回去他们可咋办啊？
我离婚了，那个娃扔给了他爸。你咋又突然离婚了？日子过不下去就离了呀。江苗不知道原主的妈为啥这样惊讶，她回来这么多天了，可吴淑兰就像是不知道闺女已经结婚生子了似的，没见她问过一句。你娃还这么小，为了孩子也不能离婚啊。可你户口在你插队的地方，你回到咱这，你就是黑户啊！街道不给你发粮票啥的，你吃啥喝啥？江向军毫不客气地问道，叫他说这个三妹就应该乖乖的回去，继续去乡下种地，这跑回来不走了，算是哪门子事啊？我吃啥喝啥？难道爸妈还有大哥，你们会让我饿着吗？我当初可是替你去下的乡，你现在在酒厂的这份工作是我的，当初要不是我的话，你能坐在这？听说你好像要提干了，这多亏了我啊！要不是我替你去遭罪，那现在提干的人就是我了。你这个白眼狼还不感谢我？啥提干的人是你啊？那是我在厂里勤勤恳恳工作才换来的提干机会。我不把那个工作让给你，你现在就在农村打土坷垃啊，还提干？提个屁的干！所以你提干都是我的功劳，你把我的工作抢走了，这干事原本就应该是我当。你咋这样不讲理？江向军妄想和三妹讲道理，可被三妹这简直无赖的话给镇住了。啥是理？我江苗就是理。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就要待在这个家里，你们还必须好吃好喝的伺候我，因为这是你们欠我的。我把你养这么大，我还欠你钱，明明是你欠我的。哼，我不管，你下次再打我，价格就是100块了。你说说你下乡这3年咋变成这个样子？怪谁啊？当初要不是你们逼着我替那个白眼狼下乡，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吗？现在嫌弃我，晚了。接上集，屋里江建国在劝闺女苗，我知道你还是在气当初我和你妈让你把自己的工作让给大哥，让你去顶替你哥下乡插队那事，这就算是我和你妈欠你的，不关你大哥的事。江建国说着，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递到了江苗跟前。别闹了，回来这几天就可以了，回去好好和你男人过日子吧。你待在城里也没个工作，还是回去吧。江苗快速夺过那20块钱，质问江父：“你这是在打发要饭的吗？”江父是棉花厂的老师傅，1个月工资足足有31块钱，现在拿出这20块钱就准备把亲闺女打发走。你咋说的这么难听？啥是打发要饭的？你要是嫌少，我再给你点。江建国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30块钱来。这都快赶上你爸我2个月的工资了，拿着回去给你娃买点好吃的，在乡下和人家踏实过日子。江苗把递过来的30块钱揣兜里了，然后从兜里掏出那张离婚证明，扔在了江父的脸上。你以为我在饭桌上说的离婚是在诓你们？江建国顾不得闺女语气里的嘲讽，把纸从地上捡起来，展开，见那纸上赫然写着离婚证明4个大字。你这个死丫头，咋真的离婚了呀？你不嫌丢人的慌？吴淑兰气得要打江苗，还没碰到他呢，江苗就好起来了。吴淑兰同志要打死他闺女了！吴淑兰同志要打死他闺女了！我个小冤家呀，你给我闭嘴！吴淑兰气得跺脚，因为这筒子楼不隔音，在屋里说话声音大点，外面楼道就能听到。而吴淑兰是个爱面子的人，否则也不会一直瞒着闺女在乡下结婚生子的事。想让我闭嘴？拿钱来，50块钱，不给我就出去说你打我。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在家里不缺你吃不缺你喝的。不给，我现在就出去嚎，只要你不怕丢人。江苗说着就要往外走，被吴淑兰给拦着了。江苗算是一把掐住了吴淑兰的命脉，他这个人爱面，最怕丢人。没有50，只有15块。吴淑兰把身上的钱都掏给了江苗，这15块钱可不是小数，要知道他1个月的工资才23块钱。你还欠我35块，下个月发工资记得给我。吴淑兰一听这话，顿时反驳道：“我把你养这么大，我还欠你钱，明明是你欠我的。哼，我不管，你下次再打我，价格就是100块了。你说说你下乡这3年咋变成这个样子？怪谁啊？当初要不是你们逼着我替那个白眼狼下乡，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吗？现在嫌弃我，晚了。啥白眼狼？那是你大哥，他刚刚在饭桌上也没有旁的意思。就是。大哥说的那也是实话，你留在城里就是黑户啊！咱这街道发粮票都是按城市人口发的，到时候没有你的粮票，这可咋整？江建国把话接了过来。这简单啊，你让那个江向军把工作还给我，我有了工作，户口就能从疙瘩村扒回来了，到时候就能领到粮票了。江苗眼底满是快要溢出来的讽刺，江建国还没有说话，吴淑兰倒先忍不住了。你当初那个工作，你大哥现在做得好好的，这眼瞅着就要提干了，你现在要求他把工作还给你，你这不是想毁了他吗？那你说咋办？我要求他把我的工作还给我，我就是毁了他。我咋办？我没有工作，户口就扒不回来，没有城市户口，街道就不给我发口粮，咋办啊？你给出个主意。要不这样，你先回去，等过段时间你大哥真当上了干事了，让他再给你找份工作，到时候你就能返城了。江建国这是把江苗当成傻子了，想当初哄原主替江向军下乡插队就是这样说的，说只要他在下面1、2年，就在城里给他找份工作，让他回来。可3年来连份电报都没有，还什么找工作，骗鬼呢！江建国同志，我已经不是3年前的那个我了，现在的我没有那么好骗。你去让你儿子江向军把我的工作还给我。那工作已经是你哥的了，你能不能别再胡闹了？江建国见闺女这样不懂事，有些生气了。那意思就是不还给我了呗？也行，那我的后半生就交给我哥，让他养我。我不仅把自己的好工作让给了他，还替他下乡去遭了3年的罪，我对他的恩情如再造父母。
这么大的恩情，他也该报答我了，让他养我不过分吧？正好我也不想工作。江建国见闺女准备赖上他大哥了，顿时有点急了。你怎么能挟恩图报啊？那可是你亲大哥。我就是那种挟恩图报的人啊，干这种挟恩图报的事不正常吗？江建国老同志妄图用道德绑架江苗，可江苗面对他们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这种东西，所以绑架不了他。自打上次江父江母劝江苗回去未果后，江苗就在家算是彻底住下了，这可急坏了大嫂孙英子。老儿，那天你大哥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回屋后就后悔了，不该说那样的话。咱都是一家人，你想在家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家里有我、你大哥还有爸妈他们分的粮票，大家仅仅也够吃，即使不够吃，你放心，我们先请着你吃。嫂子，还是你明事理，本来就应该这样。你看你生的那娃才多大啊，哪能离开吗？你要不就先回去看看孩子，等啥时候想咱爸妈了，你再回来。嫂子，你前几天不是嚷着借不到鞋票吗？今天咋突然借到了，还带我来买鞋子，是不是想哄我回去，嫌我在这你们的眼了？看你说的这是啥话？嫂子，我是今天才借到这鞋票，问了好多人，他们都没有。嫂子不是哄你回去，是想着家里的孩子该想你这个妈了。这样啊，如果嫌我碍眼了，那就给我忍着。大哥的工作那可是我的，没有我就没有大哥的今天，大哥应该好好报答我。江苗把试好的鞋子脱了下来，放在木头制的柜台上，指着上面的那几双。同志，这几双都要，给我包起来。这么多双都要啊？对，嫂子愣着干啥呀？掏钱啊，掏票啊。三妹啊，嫂子我就借来了一张鞋票，你看看你选了4双。不料一旁的售货员听到了这话。那个女同志，这4双鞋里有3双不用鞋票，付钱就行了。嫂子听到没？有3双不用鞋票。孙英子心里暗恨那个多嘴的售货员，她一脸为难之色地看着江苗。嫂子今天带的钱只够买1双的，要不咱先买1双吧。哼，说好带我来买鞋的，带的钱只够买1双，你咋回事嘛？是不是故意的？就是不想给我多买。既然你钱不够买这4双的，我去酒厂找我哥去要，我就不信我替他下乡遭了3年的罪，他连几双鞋都不舍得给我买。好妹妹，好妹儿，嫂子给你买还不成吗？嫂子这就回家拿钱去。现在丈夫正在竞争干事的名额，她可不能让小姑子在这个时候去厂里闹。最后，孙英子到底是出了一次大血，那带跟的皮鞋啥的，4双鞋竟然花掉了她整整3个月的工资。江苗用彩色的网兜提着买来的鞋，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难受郁闷的孙英子在前面泄愤似的蹬着自行。等江苗回到家，大爷似的又歪在了沙发上，鞋盒扔在了地上。吴淑兰已经知道闺女赖在百货大楼，非要让老大媳妇给她买鞋子的那事了。你大哥大嫂挣钱能容易吗？你这一口气让他给你买4双鞋子，你才有几只脚啊？能穿得过来吗？大嫂非要拉着我去百货大楼买鞋，又不是我逼她的，是她主动要给我买的。再说了，大嫂是替大哥给我买的，大哥给我买鞋是应该的。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去把盆子里的衣裳给洗了，别整天除了吃就是睡的，在家啥也不干。妈，你忘了我下乡身子冻坏了，手不能碰凉水。现在是夏天，那水一点都不凉。不行，我觉得它凉，它就凉。行，那你把地给我拖了。吴淑兰压着火气，让这个懒闺女去拖地。不料江苗又有话说了：我下乡插队干重活累垮了身子，我要歇歇。妈，这地你还是让旁人拖吧，我有心无力啊。歇，你回来半个月，歇了半个月还没歇够。吴淑兰看着刚刚还精神抖擞的人，现在就像是半死不活的，虚弱的不行，咋会不知道她是装的呢？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闺女下乡3年，现在整个人变得好吃懒做的，连自己的衣裳都让我这个当妈的给她洗，在家啥也不干，连碗都不刷，外面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我上班这么忙，不说在家里帮忙把饭做好，就知道等着我回来做，还特别好吃。那好菜一端上桌子，她一筷子就夹走了一大半，啥好吃啥，还隔三差五的嫌弃我做的菜没有油水，闹着要吃肉，那嘴巴更是从来都没有闲过，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气我，气起人来能让人绝过去。我下乡前的闺女多勤快多懂事，除了嘴巴有点笨外，其他都好。可下乡3年再回来，变得又懒又馋又气人。没有歇够，我这不歇个2、3年就缓不过来。妈，做饭去吧，晚上记得给我炒盘子鸡蛋，不要再蒸那个杂粮窝窝头了，我都吃够了。我要吃白面馍馍，那窝窝头要吃你们吃，我可不吃。吃，整天就数叨着吃，家里的那篮子鸡蛋都进了你的肚子，还要吃白面馍馍。你跟你嫂子、你爸还有我们都是吃杂粮窝窝头，你个不上班的，天天在家游手好闲，还吃白面馍馍。我不管，我就要吃，晚上我吃不到白面馍馍，你们给我等着。哼！吴淑兰头疼的不行，她咋就生了个这样不讲理的无赖啊？最后她将火气去给这个狗东西吵。我一个不高兴就去你们厂里闹，让你们厂里的领导都知道你是个让妹妹顶替下乡的自私鬼，逃避下乡插队。就你这样的觉悟，还能被提干呢？我让你提个屁的干！你好，我还，你说个数，你这个工作多少钱？我给你钱。行啊，给我拿20万来，我就拿了钱麻溜的离开。
接上集，在吴淑兰的抱怨声之后，江建国下班给江苗带了一包红糖糍粑。他这些天一直给江苗买东西，说好话，目的就是想让江苗回乡下去。苗，看爸爸对你咋样？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红糖糍粑，可花了不少钱啊！把米汤熬好的吴淑兰正端着铝锅往屋里的桌子上送，整天就知道往那个破沙发上一歪，没见我这饭做好了吗？也不说去外面帮我端个碗，拿个箩筐啥的，整天就知道吃。饭做好了，那可以吃饭了。江苗听话，向来只听重点，听说饭做好了，立马在饭桌前坐好，没有等其他人来洗呢，就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蛋塞进了嘴巴里。你哥还没回来呢，等他回来了再吃。吴淑兰说曹操就到了。江向军提着厂里今天发的一包橘子味的饼干回来了。妈，厂里今天给每个工人都发了一包饼干。江向军话还没落地，手中提着的那包饼干就被江苗给夺走了。你干啥呀？那是厂里给我发的饼干。啥是给你发的饼干？你不要忘记你现在的这份工作是谁的，那是我的。厂里不是给你江向军发饼干，那是给你所在的工作岗位发饼干，也就是这饼干是发给我的。不仅是饼干，你每个月的工资也是我的。妈，你也不说说他，看他现在啥样子，整个就一无赖。江向军被气得胸口疼，饼干说是发给他的，他上过一天班吗？都是他江向军在上班，还他每个月的工资是他的。你这个死丫头，这饼干你拿2块就行了，把剩下的还给你哥。还有那工资，你咋能说出这样不要脸皮的话呀？你下乡3年，没上过一天班，你哪来的工资？不仅是江向军气得慌，就连吴淑兰也气得不行。我哪来的工资？你说我哪来的工资？他江向军这3年挣的工资全都应该是我的，不仅是工资，还有他的城市户口也都应该是我江苗的。当初要不是我替他下乡，他会有这些东西吗？原本就应该是他下乡，我舍身为他，把自己原来的工作给了他，他才能在城里天天享福。江苗瞅着江向军，一脸的愤懑和鄙夷。你江向军有能耐，现在就把我的工作还给我，不还那就老老实实的伺候我。我一个不高兴就去你们厂里闹，让你们厂里的领导都知道你是个让妹妹顶替下乡的自私鬼，逃避下乡插队。就你这样的觉悟，还能被提干呢？我让你提个屁的干！你好，我还，你说个数，你这个工作多少钱？我给你钱，你拿了钱就滚回乡下去。江向军被江苗的话给激住了，他当初不就顶替了他的工作吗？至于他天天这样吗？就像是他欠了他多大的恩情似的，值得他天天在这拿出来说。行啊，给我拿20万来，我就拿了钱麻溜的离开。什么20万？你是疯了吗？一个酒厂的破工作，你竟然敢要20万？要知道，江向军在酒厂每个月的工资才25块钱，一年才300块钱，江苗要20万，无异于天价。我不仅把工作让给了你，还替你在乡下遭了3年的罪，这20万还是少的呢。你这是在讹诈我。苗，向军可是你亲哥呀，你咋能这样对他？一看从你回来，你就朝他要工作，你这不是看不得你哥好吗？你小时候，你哥对你多好啊，你可不能这么没良心。江建国皱着眉头看着讹诈儿子的闺女，你要是不想回去就不回去了，爸也不逼你了。你想留在城里就留吧，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说让你哥还你工作的事了？咱都是一家人，没必要为了一个酒厂的工作就闹成这样。不想让我闹也行，那你们要让我在这个家吃好喝好，我说的吃好，那可是有要求的。啥要求？只要不再闹着让向军还他工作了，咋样都行，不就吃好点吗？这有啥难的？江建国这样想。顿顿要有肉有蛋，有荤有素，还有我可不吃杂粮，我要顿顿吃细粮。江建国听这个闺女说的，眉头一个劲的皱着，越听眉头皱的就越紧。他们家里不算上大闺女娟子，一共有5个上班的人，每个月领的肉票、细粮票都是定量的。细粮还好说，家里的人不吃，全省给他吃。可肉票咋办？他们5个人领的肉票加起来，那也不够他顿顿吃的呀。对了，你们还要每个月给我50块钱的零花钱。啥？你还要零花钱？还50块钱？吴淑兰早就憋不住了，瞅着这个，先是要讹儿子向军20万，后面又要顿顿吃肉，顿顿吃细粮，现在又要每个月50块钱的狗东西。你咋不上天呢？不给，那好办，我明天就去酒厂找江向军的领导，问问我这种情况咋办，我让他的干事提不上去。江向军给父亲江建国使了个眼色，让江建国先答应他。江建国收到了儿子的示意，只能为难地看向江苗。行，你说啥就是啥，不过每个月的50块钱实在是有点多了，每个月给你10块钱咋样？也够你花了。还有你顿顿要吃肉，可家里我们5个人的肉票加起来也不够你顿顿吃啊，要不咱每隔5天吃一次咋样？不行，没肉票你们就出去借，我反正就要顿顿吃肉，50块钱1分钱都不能少我的，要是敢少我的，你们给我等着瞧。江苗说着看了一眼江向军，就猜到了他心里咋想的。你也不要以为你先拖着我，等你当上干事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怎么当上的，我就怎么给你搅黄它。作孽呀！我咋就生了你这么个不是东西的玩意呀？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存心想把家里搅和的不成样子啊？吴淑兰被气哭了，她拍打着江苗，江苗不躲也不闪，就静静地站在那任他打，淡淡地说：你们每个月不是给我50了，而是55，如果妈你再打我一下，那就是60块。我明天早上起来
要在那张饭桌上看到55块钱。你这是在抢钱！我1个月工资才25块钱，哪来50块钱给你？江向军憋屈的不行，他是真不明白，以前的三妹多懂事，性格多温顺，也知道心疼他这个大哥，可现在呢，变得自私自利，尖嘴薄舌，贪婪心狠，不讲亲情，连爸妈的话都不听了，还要搅黄他这个大哥的好事。我才不管，见不到钱你就给我等着瞧。在屋里趴在门上偷听的孙英子，把刚刚外面的那些话听得清清楚楚的。等江向军一回屋，就和他闹起来了。咱凭啥每个月要给他55块钱？咱俩的工资加起来都还没有55块钱呢，都给他，咱花啥？英子，咱不给他这个钱，他明天就会去厂里闹。我提干的事也指定的会黄掉。我为这次提干疏通了多少关系啊，送了多少礼啊！要是被他搅黄，那我这不全打水漂了吗？你咋就摊上这样一个无赖不讲理的妹子啊？今天下午讹了他几双鞋不算，这晚上又要讹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啊！江向军也想知道自己咋会摊上一个讨债鬼妹子，为啥这个老三江苗偏偏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来了？咱这个干事不当了，看他还拿啥威胁人？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吴淑兰再不情愿，还是乖乖的回来给这个狗东西做饭了。中午吃啥呀？吴淑兰见这个讨债鬼凑过来了，拉着张脸子不搭理的，泄愤似的，啪啪啪的剁着菜，把案板阵子都乱动。吴淑兰同志，你这对我啥态度啊？拉着张死人脸，难不成我欠你钱了？你个讨债鬼，一边去！看到你就烦，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你的，你这辈子这样来报复我。江苗看着吴淑兰对自己满脸的嫌弃，他也不生气，继续往他身边凑。你多放点辣椒，我喜欢吃辣的。吃，辣死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吴淑兰同志，做饭辛苦了，把肉多炒炒。我不爱吃挂面，不爱吃也给我吃。你不是嚷着要吃细粮吗？这挂面就是细粮。你咋这么坏？吴淑兰同志，我不爱吃挂面，你还非让我吃。我明天中午要吃饺子，你记得早点回来给我包。我要吃韭菜猪肉馅的，要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那吃着才香。吃，就知道吃，家里都被你吃垮了，还要韭菜猪肉馅饺子，还五花肉的，你挺挑啊。旧时代的资本家小姐都没你这样的。前几天不是刚吃了饺子，现在又要吃。吴淑兰埋怨的不行，你也不小了，都结过婚生过娃的人了，还舔着脸让我这个当妈的给你做饭，你整天在家啥也不干，我在厂里干活都快要累死了，还要去买菜回来给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货做饭。你说我生你有啥用？除了天天气我，啥用也没有，在家整天也不知道帮我分担点，气死个人。也不知道你下乡3年是咋改造的，原本下乡前好好的一个人，给改造成了这个鬼德行。我在乡下插队干活，把身子累垮了。停，你给住嘴！我一点都不想再听这些话。江苗话还没说完，就被吴淑兰给打断了。这些话他听的耳朵都生茧子了。不想听，这可不行。吴淑兰越不想听，江苗就越要说，把他在乡下日子过得有多么的苦，又絮叨叨的给吴淑兰讲了一遍。吴淑兰恨不得找块棉花把耳朵给塞上。他现在越发的觉得，这个下乡插队3年没回来的闺女，这次回来就是来折磨他的。他不去骂这个家真正不要脸的人，竟然来骂我这个大好人，真是瞎了他的狗眼了。江苗说着，又给了他2巴掌。江娟子见这个三妹现在变得这样虎，吓得也不敢往上走。接上集，这天是江家老大江娟子厂里放假的日子，他和江敏一块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姐，你不要再和我提他了，他现在变得不讲理，就是一个大无赖，家里已经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他就是一个土霸王，脸皮贼厚的土霸王。不对，他没有脸皮，还不讲卫生。现在他是讹上大哥了，让大哥每个月给他55块钱的零花钱。咱爸妈为着咱大哥的事也不敢对他咋样，整天好吃好喝伺候着他，他在家懒得连碗都不洗，提起他我就糟心的慌。提起这个好吃懒做的三姐，江敏就一肚子的牢骚。不会吧，他下乡前也不这样啊，你说的就像是另外一个人似的。以前你三姐多勤快，家里的家务啥的从来都是他做，就连你和老二的衣裳也都是他洗，饭也做。即使江敏之前已经和他说了很多关于江苗的事了，可他还是有点不信，因为一个人下乡插队，短短3年怎么会变化这么大？他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三姐了，不过幸好当初下乡的是他，不是大姐你。我听他说乡下日子苦得很，要挑大粪、挖河、种地，把女人当牲口使。江敏一脸的唏嘘，幸好当初他年龄小，顶替大哥下乡插队是在2个姐姐中抽。乡下日子这么苦吗？苦得很，三姐在那遭了不少的罪。别看她嘴上整天嚷嚷自己在乡下日子苦，我原来不咋信，可那天我瞅见了她脚上那厚厚的茧子，还有手也是，她这几年干的活应该挺苦挺累的。江敏说着，看向神色有些恍惚的大姐。大姐，其实这也怪她自己手气不好，谁让她抽中了黑鹫，去乡下遭罪，那也是她活该。当初你幸好让她先抽了，要不然抽中黑鹫的就有可能是你啦。不过这也是运气，那个时候谁让大姐你运气好。
江娟子低着头没有接枪，脸上闪过一丝心虚。小妹，她毕竟是你三姐，又刚从乡下回来，你多包容包容她，即使她做的再不对，你也不能发脾气。到了家，江娟看到3年未见的江苗，此时她正在客厅的沙发上正歪着，手里拿着一本外国书，看得聚精会神。苗，江敏见大姐和三姐打招呼，三姐只顾着看，不搭理人，她顿时看不过去了，走上前一把把她手里的给夺了过来。大姐叫你呢，你耳朵聋了吗？大姐，桌子上放的这2个梨是给我买的吗？江苗把人来回打量了几遍，然后目光落在了桌子上的那2个梨上。对，这是我给你买的。买这2个梨还不够人塞牙缝的啊！大姐，你咋这么抠？苗，要不我再去给你买，你想吃几个？江娟子尴尬的不行，她买梨的时候见梨价不贱，就买了2个，被三妹当着小妹的面说她抠，她真的是有些难看的慌。甭去了，你买的这烂梨我也不爱吃。哼，我下乡3年第1次回来，就给我买俩烂梨，这是瞧不起谁呢？江苗说着，把手里的梨砸到了地上。你咋这样？大姐好心给你买梨，你不吃就不吃，干啥要把梨砸到地上？苗，我买的梨不烂啊，你要是不喜欢吃梨，我去给你买几个苹果。大姐凭啥给他买？他就是故意的。江敏话还没说完，就被江娟子给拉了出来。大姐，你人就是太好了，他才这样欺负你，这好心给他买梨吃，他不仅不领情，还把梨砸到地上，哪有这样的啊？小妹，别这样，他在乡下受了不少苦，咱多包容他，不就几个苹果吗？他想吃就给他买，这样他心里也好受点。江娟子妄想用几个破苹果来弥补自己心中对三妹江苗的那份愧疚，可这也要看江苗答应不答应。江苗把他买回来的那兜子苹果用手扒拉扒拉，里面都是些又小又烂的青苹果，一看就知道是供销社里处理的下等货。江苗拿起其中一个有虫眼的苹果，朝江娟子砸了过去。买的这苹果是给人吃的吗？江娟子被苹果砸中了胸口，她眉头紧皱，一脸痛苦地捂着胸口。你咋这么孬？大姐给你买苹果，你竟然拿苹果砸她！她给我买苹果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她自己，她做了亏心事。苗，你说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懂啊？我做了啥亏心事？江娟子捂着自己被砸疼的胳膊，有些不安地看着江苗。难道三妹知道她当初做的那件事了？你做了啥？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的好大姐，你欠了我的，准备怎么还呀？江苗说着，来到了江娟子跟前。我啥也没做，你别诬陷我。大姐她能做啥啊？欠你啥？她对你多好啊！听说你回来给你买梨子还买苹果的，你不识好赖，还欺负大姐，哪有你这样的？江敏看不下去了，这个刚从乡下回来的三姐也太欺负人了。当初下乡那时是你自己运气不好，倒霉抽中了黑鹫，关大姐啥事？当初大姐还是让你先抽的呢，你别再追怨大姐，要怨就怨你自己手气差。苗，我知道你因为当初抓阄那事怪我这个大姐，但我真没想到你会抽中黑鹫。我当初还让你先抽，我当时其实都做好顶替向军下乡插队的准备了，可没想到是你抽中了黑鹫去下乡。你不知道，我当时都恨不得替你去下乡，让你留在城里。江娟子说的情真意切，一副好姐姐的模样。是吗？那你当初咋没拦着我自己去下乡啊？这不抽中黑鹫的是你吗？你前脚刚走，我就后悔了，后悔没有替你去。哼，大姐凭啥替你去？抽中黑鹫的是你，你还好意思怪大姐？真是蛮不讲理。江敏气坏了，她活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人，明明是当初自己抽中的黑鹫，还责怪大姐。不怪她怪谁？我就怪她，她是大姐，当初就应该替我去，这是她应该做的，可她没做，害得我在乡下遭了3年的罪，都是她害的。江苗这下彻底是不讲理了。你咋这么不要脸啊？她虽然是大姐，但凭啥就应该替你去下乡啊？还应该做的，还害得你遭罪。你在乡下3年，咋变得这样不讲理了？你这不是耍无赖吗？被骂的江苗可不依了。说谁不要脸啊？说谁无赖啊？我可是你三姐，没大没小的，我今天就教你个怪。江苗说着，一巴掌呼在了江敏的脸上。江敏被打傻了，她捂住自己的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打人的三姐。你竟然敢打我！大姐你不要拦着，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这个不要脸的货。江敏朝江苗扑了过去，可江苗在乡下那可不是白待的，已经有经验了。看老徐家的张素芬恰恰都是先抓头发，一击制胜。你快放开我啊！好疼！我可是你三姐，教训你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放开我！大姐你快给我打这个无赖！苗，你快松手，这可是咱小妹啊，你是当三姐的，怎么能这样欺负她呀？你哪只眼看到我在欺负她了？我这明明是在教她怎样尊重我这个三姐，不要一张口就是不要脸无赖的。她不去骂这个家真正不要脸的人，竟然来骂我这个大好人，真是瞎了她的狗眼了。江苗说着又给了他2巴掌。江娟子见这个三妹现在变得这样虎，吓得也不敢往上走。你的好大姐咋不来救你啊？苗，快松手！好啊，你们2个合起伙来欺负我，我让你们欺负。江苗说着，拽着头发的手越发的用力了，疼得江敏哎呀的叫唤。松开，等妈回来要你好看！你个泼货，松开我！疼，我没有你这样的三姐，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打哪里来就回哪，回你的穷山沟去！苗，快放开他！你现在咋和乡下的那些泼妇一个样子了？江敏头皮疼得龇牙咧嘴的，用手去扒拉江苗的手。
江苗越发的用力，让他不敢。打人了，大姐你别打我！现在正值工人都下工回来了，走到楼道里的工人听到江建国家传来尖叫声，打人声。张雪兰他们都忍不住驻足在了江建国家门口。大姐别打我了，求求你了，我会插队的地方。小妹，求求你别踹我了，我这就回去，我再也不来给你们添乱了。听着像是江家那个回来已经有1个多月的三闺女的声音，那打人的难不成是江家的大闺女江娟子和江家的老四江苗？就在张桂兰他们准备推开门进去瞅瞅的时候，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江苗满脸恐惧惊慌的跑了出来。张婶，快救我！你个死江苗，我今天非要打死你！小米，你干啥要打你三姐啊？她可是你三姐啊！这姐妹俩竟然仗着人多，两人合伙打苗儿，苗儿都够可怜的了，在乡下干活熬坏了身子，前不久走路都走不稳。这姐妹俩不仅不心疼苗儿，竟然还这样欺负人，这哪有一点姐妹的样子啊？孙姨，是她先打我和我大姐的，揪我们的头发，还打我的脸，踹我和我大姐，你们快放开我，我今天一定要打回来。孙嫂他们瞅了瞅身材瘦弱、站都站不稳的江苗，不咋相信江敏的话。先不说江苗这样柔弱的性子，咋可能动手打人？江家老四，你咋这么能扯谎啊？你看你三姐像是能打人的样吗？还打你和你大姐2个人，依我看，明明就是你和你大姐俩人合伙欺负你三姐，想把你三姐赶回乡下。江敏一听这话，变得顿时暴躁了，他死死地瞪着江苗。我没扯谎，就是他打的我和我大姐，这都是他装的。他在屋里一边打我们，一边喊那些话，大姐，大姐，你快出来，告诉他们，刚刚是这个江苗打我们俩的。桂花婶儿，就是三妹打的我和小妹，你们看我和小妹的头发就是她给揪的，小妹脸上被扇得发红，还有我们身上被踹的。小妹脸色发红，那是踹我踹的了，不是我打的。江苗一脸的委屈，在场的众人看着他这副虚弱的样子，压根就不信这姐妹俩的话，这样的人能扇江敏嘴巴子？这是咋了？咋都围在我家门口？吴淑兰下班回来，准备晚上给那个讨债鬼切点腊肉，掺上蒜苗炒炒，也算是肉菜了。毛儿妈，你可回来了！你家的这个大闺女和小闺女趁你们不在家，合起伙来打你家三闺女江苗，还扯谎，说是你家三闺女打他们2个，你还不快管管？啥？我家大闺女和小闺女合起伙来打我家老三？他们俩嫌弃你三闺女在家了，想把她赶回去。你家老三真是让人可怜的心疼，在乡下遭了3年的罪，这好不容易回来了，在家日子长一点咋了？咋就碍了他们俩的眼了？竟然干出这样的事！以前觉得江家这个大闺女和小闺女人都挺好的，可没想到他们俩竟然欺负下乡回来的江苗，怪不得这个江家大闺女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成了老姑娘。原来人表面上看着不错，性子坏得很，对自己的三妹都下得去手。叫我说，苗儿你甭回去受苦了，就在这个家住着，他们越赶你，你就越不走，等啥时候去厂里当工人，把户口迁回来。孙嫂不是耍空嘴，而是棉花厂最近有个无儿无女的老工人要退下去了，他的工作没有人顶，现在好多人都盯着呢，就等着一退下去就把自己家的人给塞进去。孙姨，难道这个讨债鬼真的被大闺女和小闺女合伙揍了？终于有人教训这个讨债鬼了，活该！早就想打他了，只是碍于大儿子工作的事。打得好，打得好！甭管吴淑兰心里多舒坦多高兴，她脸上还是摆出一副死人脸，骂着打人的2个闺女。娟子、小敏，你们俩咋回事？还小吗？咋能动手打老三？原本江敏见桂兰婶子、孙姨他们都不相信她说的话，反而相信她三姐江苗的，并且都还站在那个谎话精的那边指责他们，她气得眼圈都已经红了。见她妈也不相信她，她顿时哭了。妈，是他打的我和大姐，我和大姐没打他，也打不过他。吴淑兰这下傻眼了，不是大闺女和小闺女揍讨债鬼，而是讨债鬼揍他们俩。你当着你妈的面还不肯说实话，刚刚我们都看见了，你和你大姐追着你三姐打，你嘴里还喊着要打死她，也不叫她三姐，而叫她死江苗。吴淑兰瞅着一脸委屈的大闺女和小闺女，又看了一眼啥是没有的讨债鬼，咋还能不明白呀？娟子、小敏，你们还不快向老三道歉赔不是？这可是你三姐，以后不准再没大没小喊她死江苗，也不准再欺负她。妈，你说啥？你要让我对这个扇我脸、揪我头发，还踹我的谎话精道歉？妈，小妹说的是真的，我们真的没有打她，是她打的我们俩。江娟子也委屈的不行，打人的明明是三妹，应该让三妹给他们俩道歉赔不是才对，怎么能让他们挨揍的去给揍人的三妹道歉呢？可江娟子说的这话，除了他妈吴淑兰相信。别说了，快向老三道歉赔不是。吴淑兰把大伙脸上的神色瞧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情况下，只能逼着俩闺女向那个讨债鬼赔不是。我凭啥道歉？明明就是他打的我和大姐。娟子，你是大姐，你来带个头，给你三妹道歉。吴淑兰见这场面越发的难受，她不是非要逼着俩闺女给老三赔不是，而是如果今天不道歉，那他俩的名声在这筒子楼里可就难听了。三妹，对不起，
今天是大姐我不对。最后，江敏在吴淑兰的逼迫下，也只能在江苗跟前低头赔不是。她赔完不是，就跑回屋里痛哭了起来。苗，娟子和小敏都和你赔不是了，你就原谅他们吧。来，赶快进屋。妈，我回屋，大姐和小妹不会再打我吧？苗儿，我就住你家斜对面，他们要是再敢打你，你就大声喊，我带着你叔他们过来，看谁敢再打你。现在可不是以前的旧社会，能随便打人，咱这可是新社会。孙嫂，你这说的是啥话？他们姐几个就是闹了一点小矛盾，我刚刚也让他们俩给老三道歉了，咋还会再打老三了？苗，快回来吧，有妈呢，借他们俩胆子都不敢再欺负你了，快回来，妈给你泡一杯红糖水喝压压惊。吴淑兰说着，把一脸恐惧的江苗给半拖半拉回了屋，门外留下一群吃瓜群众。我的天哪，江家这个三闺女回去不会还挨揍吧？看她被吴淑兰拉回去的时候，都怕成啥样子了，身子都打颤。这个江家大闺女和那个小闺女真不是省油的灯啊，把江家三闺女给欺负成啥样子了？他们俩为啥要把那个苗儿给赶回乡下啊？还能为啥啊？嫌他在这吃他们的口粮了呗。这一下乡插队前程就没了，一辈子只能在乡下种地挑大粪。估计那姐俩势利眼，瞧不上苗儿了。刚刚被吴淑兰拽回屋里的江苗，在看到吴淑兰把门从里面关上，隔绝了外面那些人的视线时，他立马又瘫坐到了沙发上。晚上吃啥呀？把门从里面插上的吴淑兰刚转过身子，就见这个讨债鬼板着一张脸，问他晚上吃啥，脸上没有之前的害怕，他果然是装的。你为啥要动手打你大姐和小妹？小妹，我是看她不顺眼就打了。大姐，那是她当初没有替我下乡遭罪，我不开心就打了。你看小敏不顺眼就打她，你哪有一点做姐姐的样子？还有下乡那事，当初抽中黑鹫的是你，你大姐娟子凭啥要替你下乡？江苗冷哼一声，斜睨着吴淑兰。谁让她是我大姐，就应该主动替我下乡，让我在乡下白白遭了3年的苦，都是她的错。你咋就一点理都不讲啊？你这不是无赖吗？讲啥理啊？明明就是她欠我的，你咋不站在我这边？就知道整天向着江娟子和那个江向军，你个偏心眼子的吴淑兰。你咋还意思舔着脸说出这番话的呀？我咋不站在你那边？我站在你那边，谁有理我就站谁哪。你还说我偏心眼子，你是不是就是想把我气死才高兴？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是江建国他们回来了。他们之所以回来这样晚，是因为仨人在附近的公园开启了家庭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把好吃懒做的江苗请出。干啥要把门从里面插上啊？江建国很不解，见吴淑兰眼圈红红的，直觉家里肯定出事了。他看向坐在沙发上的老三，苗，你妈这是咋了？被江娟子和江敏这俩人气的呗。江苗睁着眼睛说下话，吴淑兰气的都能呕出一口老血来。是那个讨债鬼气的我，他不是个东西，我快被他给活活气死了。哼，就知道整天说我不是个东西，诅咒我，哪有你这样当妈的？我不是东西，那谁是东西？江娟子、江敏他们是东西。江苗话还没说完，吴淑兰就捂着胸口快哭了。建国，求求你不要让你那个好闺女再说了，我真的是不能再听到她的声音了啊！苗，要不你先回屋吧，让你妈缓缓。那可不行，我还等着吃饭啊。最后是孙英子实在看不下去了，来到江苗面前哄着人。苗儿，你先回屋，今天晚上这顿饭嫂子来做，等做好了叫你出来吃。江苗用眼角斜瞅了他一眼，撇了撇嘴。行吧，那你可要做好吃点。说完江苗就回屋了。江向军瞅着这样的他就来气，没见他把妈都气成啥样子了，还惦记着吃，真是没良心。江苗推开门进了屋，见江敏正在自己的床上哭，而江娟子在江苗的床上劝着江敏闪开，这是我的床，都给我做脏了。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刚刚明明就是你打的我和小敏，却在大伙面前颠倒黑白，让我们给你赔不是，现在你又这样子，你没回来前这床是我的，我们连坐一下都不行了。江娟子脸上满是怒气，之前她对江苗的那份愧疚早就被她给抛到了脑后。不行，之前这张床是你的，但我回来后，这张床就是我江苗的。随即江苗坐在床上，翘着二郎腿，挑衅地看着江娟子。你凭啥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江苗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嘴角一边勾起，从鼻子里发出一道不屑的冷哼，像是在说你敢和我来抢个试试。第二天一早，刚好是休息日，吴淑兰躺在床上，罕见的没有出来做饭。江苗这讨债鬼砰砰砰的来砸门了。妈，你咋这么懒，还不起来做饭？是不是想饿死我？你听听，这个讨债鬼又来了。吴淑兰钻进了被子里，用被子蒙着头。她现在一听到他的声音，就难受的浑身不是劲。开门啊！妈，你起来没有？我放在盆里的脏衣裳都快臭了，你快出来给我洗衣裳啊！看看你那个好妹妹，咱好不容易才休息一天，她大清早的就开始砸门，让我们还咋睡？江向军坐起来，
挠了挠头，恨不得去给外面那个没良心的白眼狼2拳头，真是快烦死了。这过的是啥日子？爸，你咋现在才开门？我妈呢？被闺女质问的有点尴尬的江建国随便扯了个谎。刚刚我在穿衣裳呢，你妈今个身子不舒坦就不起来了。那早上饭咋办啊？谁做啊？还有我衣裳谁洗啊？我都快没衣裳穿了。江苗说着，绕过江建国，进了屋里，一把掀开了吴淑兰蒙着头的被子。妈，你咋了？身子哪不舒坦？你不舒坦，那我咋办啊？江苗见吴淑兰埋着头不搭理的，又问了一遍。妈，那我咋办啊？苗，早饭我来做，衣裳让你嫂子给你洗，咱先出去，让你妈好好歇歇。那妈，你赶快好起来啊！我还是最喜欢吃你做的饭。我都说过我不吃杂粮窝窝头，你咋还做啊？还有，为啥是拌青菜而不是炒鸡蛋？这么淡，谁吃得下去？我不管，我就要吃炒鸡蛋。苗，家里没鸡蛋了，要不早上这顿咱先凑合一下。怎么凑合？这吃得下去吗？江建国看着这样的闺女，头疼的不行，只能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和票来，从里面抽出一张粮票和5毛钱，递给江苗。这样，爸给你钱和票，你拿着它去国营饭店吃。等江苗一走，吴淑兰、孙英子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一家人垂头丧气的不行。爸，你快拿个主意啊！向军左哥说的那事到底行不行了？他再在这个家待下去，咱家日子还过不过了？江建国听到儿媳孙英子这样说，沉默了片刻。我看向军昨个说的那事情，你和向军姑说一声，让他那边有合适的媒茬就给苗提提，赶快让他从这个家搬出去才行。就是嘛，我觉得把她嫁出去是一件好事，她就不用再吃咱家的饭了，也不用天天再气咱们了。他有了归宿，应该也不会再吵着要向军的工作了。这样的话，就能彻底的把这个祸害给甩出去了。要是不结婚，他会一直赖着咱家，继续讹我们。不过他这样好吃懒做的性子，人又这样的不讲理无赖，和人结婚后别被人赶出来啊，否则又要回这个家。江苗还不知道江家人在背后如何算计的。江苗低着头只顾吃碗里的馄饨，没注意到桌子对面坐了一个熟人。好巧，你也来吃馄饨啊？江苗听到一道男声，咽下嘴中的馄饨，抬起头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坐在对面的男人就是火车上那个在外面有了小妖精，要和媳妇离婚的那个。你好，我叫沈三。话还没说完，江苗吃掉最后一个馄饨。哎，你咋走了？沈三看着江苗的背影，又看了一眼碗里的馄饨，又看了一眼江苗的背影，最后还是选择坐下吃馄饨。等江苗回到家的时候，就见江家人都围在一起说着什么，其中就有身子不舒坦的吴淑兰。哟，这都凑在一起干啥呢？苗儿，你咋这么快就回来啊？你们是不是就盼着我不回来啊？看你说的啥话，我寻思着你在那吃了再回来呢。妈，你不是身子不舒坦吗？咋我一走你就舒坦的能起床了？我这不是起来给你洗衣裳吗？哼，我就知道你在装病，为的就是想躲懒，不想给我做饭吃。江苗一张嘴说的就是气人的话，但吴淑兰深吸了一口气，没和他计较，心里盘算着赶快把他这个讨债鬼嫁出去。苗啊，你看你也离婚了，总要再找。你姑给你说了个对象，家里可富裕了。这男的是个头婚，还是灯泡厂的干事，他大姐也是个干事，还是我们棉花厂工会的呢。你今个下午去咱附近的那个公园里，你俩见见面说说话。是啊，苗儿，人家可是干事，你和他结婚就等着享福吧。不去。江苗才不想去相亲，他一看就知道这家人打的什么算盘，想让他结婚就可以从这家搬走了。为啥不去？你姑说了，人家男方不仅条件好，人也老实本分，你打扮打扮，下午去公园见见。人家是头婚，不嫌你离过婚，生过娃，你还有啥不愿意的？叫我说下午去见见，然后抓紧时间把婚给结了，毕竟离过婚的女人也丢人。哼，不去不去就是不去。江苗歪在沙发上，就像是故意在和江家这几个人唱反调似的。苗啊，你现在都21了，离过婚又生过娃，都不值钱了，以后年龄越大就越贱。今天下午这个相亲你必须要给我去。吴淑兰板着张脸子命令道：“这个讨债鬼也太不是好歹了，这相亲那可都是为了他好。”苗啊，那你咋样才愿意去相亲啊？是啊，只要你愿意去相亲，要啥都行。孙英子知道这个小姑子是啥样的人，想哄她去相亲，必定要出点血。江苗闻言竖起了一根手指：100块。啥？100块？苗儿啊，这100块也太多了，要不待会嫂子带你去百货大楼买件布拉吉，刚好穿着下午去相亲。这个行，让你嫂子给你买件布拉吉，正好穿着上次给你买的凉鞋。吴淑兰觉得给讨债鬼买件布拉吉就顶破天了，100块钱那可是她好几个月的工资，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闺女给钱财去相亲的。那就没得说了。江建国他们几个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江向军拍了板子。行，100块就100块。江向军咬咬牙同意了，只要能把这个无赖嫁出去，
让他再花100块，他也愿意。他真是受够了，赶快让这个无赖去祸害别人家吧。等他结婚，也就不肯娘家了。英子，你去拿存折给他取钱去。孙英子有些不乐意，但想想还是回屋子去拿存折了。这可是100块钱呢，都快赶上他半年的工资了。苗拿了钱，可就答应了下午去相亲哈，可不能再整出啥幺蛾子来了。是啊，你爸说的对。吴淑兰对这个趁机讹人的讨债鬼心里在气，脸上也只能拿出笑来，就怕把他给得罪了。他一个不开心，下午那是会泡汤。江苗敷衍的点了点头，他们这才松了。他抓起身旁柜子上的小坛子，就朝他们砸了过去。这家那么好，你们咋不嫁过去啊？你们真是我的好爸妈，好嫂子，还帮着外人一块骗我。江苗不知道的是，那个外表看着老实本分的杨大山的媳妇不是病死的，而是想不开投了井。江婶，咱这样骗你那个子女不好吧？要是他后面发现我结过婚，家里还有娃咋办？还有我不是厂里干事的那件事。你傻啊，你不告诉他不就行了？等你们俩领过证，生米煮成熟饭，他后悔也来不及了。再说了，他在乡下插队的时候也结过婚，生过娃，刚好他二婚，你也是二婚，他即使发现了，有啥好生气的？这事他爸妈都知道，他家里的人也都瞒着他呢。放心，没人说准露不了馅。江月梅嘱咐道，他哥嫂前2天来找他了，说了他那个下乡插队回来的侄女的事，说他现在变得好吃懒做的很，在乡下也结婚生子了，这次回来闹着不走了。的，你和我侄女的事要是成了，我转账那件事，你可要让你大姐给我办了。现在的江月梅是棉花厂食堂的临时工，一直没能转正，他也送了不少礼，可就是一直没动静。这次刚好哥嫂来找他，他首先就想起来了厂里杨干事那个死了媳妇还在单身的弟弟。没问题啊，只要能帮我解决单身问题，你的事情包在我身上。同志你好，我叫杨大山。杨大山看着眼前这个长得这样俊俏的姑娘，顿时红了脸，心中对她满意的很。他之前也相过好多个，要么就是人家嫌弃他是个泼子，要么就是他瞧不上对方。眼前这个瞧着一点都不像结过婚生过娃的，就像那18岁的小姑娘似的，平平挺挺的。之前就听江婶说她这个侄女长得好，果然出挑的很。杨大山，听说你是灯泡厂的干事？对，我是厂里负责宣传的干事。那你一个月工资多少？28块钱。你条件这么好，还是头婚吗？为啥找我一个二婚？江苗感觉这里面有些蹊跷，即使杨大山有点拖脚，但冲着他是厂里的干事，也应该不会找不到媳妇来找他一个二婚的呀。是头婚，就是我的脚有点破。杨大山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些难看，有点怕江苗嫌弃的。不过他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嫌弃他的吧？听江婶说，他人很好，会过日子，也踏实。你泼脚！江苗脸上立马露出一股嫌弃，但我不影响走路干活。杨大山连忙说道，心里有点说不出的难受。他原本还以为他和那些人不一样呢。直接和你说吧，我在乡下结过婚，还生过娃。要是咱俩结婚后，你每个月的工资必须1分不剩的全部上交给我。还有，我可不干活，家里的家务全你干，饭你做，碗你洗，地你拖，还有我的衣裳你也要给我洗。你知道我是黑户吧？家里的粮食要紧着我吃，你要把口粮省给我。你自己饿着没事，但不能饿着我。我顿顿都要吃肉，还要吃细粮，每个星期要买2件新衣裳。另外，我还要每个月给我乡下的娃借50块钱，钱不够你就去给我借。江苗越往下说，杨大山的脸就越黑。对了，我已经生过娃了，就不准备再生了。咱俩结婚后，啥时候把我在乡下的娃接过来，让他喊你爸。不过你以后可要给我儿子买房子啥的，他上学结婚都要你负责。还有，我的脾气不好，爱打人，你可要忍着点，要做到像我前夫那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这都啥人啊？他的子女咋是这个德行？真是白瞎了那张脸，这拿我当啥了？好吃懒做，还准备让我给他养儿子，他还打人，这怪不得离婚了。肯定是他哪个前夫受不了，这个江婶把他的子女夸得像朵花，还人好，会过日子，人踏实，1星期要买2件衣裳，顿顿要吃肉吃细粮，会过日子个屁，还人踏实。孙英子站得远，听不到江苗他们说话，只能看到那个相亲对象气冲冲的走了。他连忙跑了过去，质问小姑子给人家说啥了，把人给气走了。我啥也没说啊，我就说结婚后他工资要全交给我，饭他做，衣裳他洗。我话还没说完啊，就不知道他咋就走了。我的郭奶奶啊，你这还叫啥都没说，你咋就这么实诚啊？那些话一说，哪个男人不被吓跑啊？你还想说啥啊？不管了，嫂子，走，看电影去。孙英子见这个小姑子把人都给气跑了，还想着看电影，看个大头鬼。她二话没说，撇下江苗就走了。嫂子，你去哪呀？不是说好给我买冰棍、看电影的吗？江苗在后面冲着孙英子的背影喊，
孙英子不仅没有停下步子，反而走得更快了，没一会儿就不见了人影。要是他结婚后发现咱骗了他，他不会回家来闹吧？江建国有些担忧的慌，要是闺女知道，依着他的性子，肯定不会和他善罢甘休的，说不定真会回家来闹。当他结婚后和咱闹，咱就一口咬死说咱不知道，就说是姑姑没对咱说，咱也蒙在鼓里。湘君说的对，咱到时候就这样说。人男方是二婚，他也是二婚，有啥好闹的？难不成他一个二婚还能嫌弃人家二婚？再说了，人家虽然有点跛脚，但也不是啥大毛病。他不是干事，但他姐姐是干事啊，这家庭多好啊，他嫁过去也算可以了。按理说，人家这样的家庭找头婚的都行，他一个二婚，人家不嫌弃，他就烧了高香了。就在他们说着话的时候，孙英子气急败坏地推开门进了屋。他们一见孙英子回来了，急忙问道：咋样了？相亲相的咋样？别提了，他把那事给搞黄了，打人家男方气跑了。孙英子活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像小姑子这样奇葩的人。他把事给江父江母他们学了一遍。啥？这刚见面他就让人家男方工资上交，还给他做饭洗衣裳，那个讨债鬼咋能这样说呀？即使是真的也不能往外说呀，他这是要气死我呀！他这是故意，就是故意的。江向军咬牙切齿地说道：真是白瞎了他给的那100块钱，只当他去了就没事了，没想到他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来。就在江家人说着江苗的时候，江苗晃悠悠地回来了。你还有脸回来？我问你，你为啥要说结婚后要人家把工资交给你，还要给你洗衣裳做饭？我说的是实话，实话也不能说，你不会捡点好听的先骗骗他，就说你在家可勤快可能干了，人也温柔性子好。吴淑兰气他不争气，该扯谎的时候不扯，不该扯谎的时候比谁都能扯。哎，你姑给你找的好对象，就让你给搞吹了，你咋这样不让人省心呢？什么狗屁好对象？你们骗了我，把我哄去相亲，他们给了你们啥好处了？竟然把这样的人说给我！江父一听，心里猛地一咯噔，难不成闺女知道那个男的不是头婚，家里还有娃，人也不是干事的事了吗？人家男方脚有点坡，但除了这，其他条件都好的不行啊。江建国试探道：你们还想骗我啊？我全知道了，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这就是卖闺女。江苗知道那个杨大山有问题，但他具体的不知道是啥问题，所以他在套江建国的话。啥是卖闺女？人家男方媳妇病死了，撇下个娃，他虽然不是头婚，不是干事，但你也是二婚啊，人家配你绰绰有余，人家家里条件多好啊，爸妈是工人，姐姐又是干事，你个二婚还嫌弃人家。江苗一听，果然有猫腻，这家人为了让他结婚，竟然还骗了他。抓起身旁柜子上的小坛子，就朝他们砸了过去。这家那么好，你们咋不嫁过去啊？你们真是我的好爸妈，好嫂子，还帮着外人一块骗我。江苗不知道的是，那个外表看着老实本分的杨大山的媳妇，不是病死的，而是想不开投了井。有次他在厂里被同事笑话了2句，回去后就开始打媳妇，一个劲的踩他的脚，甚至拿开水浇他。别砸了，别砸了！你个死丫头，还不快住手！最后江家被砸得一片狼藉，江家几个人都异常狼狈。江敏和江娟子他们俩今天一早就出门去了，等他们一回来，就见到他家像是被打劫了似的。爸妈、大哥、嫂子，你们这是咋了？娟子、小敏，那个讨债鬼疯了，我们好心好意的让你姑给他说了个对象，当时怕他眼界高，就瞒下了对方是个二婚，因为对方跛脚，就又扯谎说他是干事，谁知被那个货知道了，回来后就给我们发疯啊，他也是个二婚，凭啥嫌弃人家呀？妈，他人哪？谁知道那个疯子去哪了？不识好歹，他一个二婚的难不成，还真想找个头婚的不成？吴淑兰一边骂道，看着家里的东西都被那个疯子给砸了，她的心就像是在滴血。接上集，国营棉花厂。老秦，你那还有细粮票没？我拿2张豆腐票和你换。老姜，你上个月就从我这用烟票换走了几张细粮票，我回家后被我家那个老娘们好一顿说，你家最近这是咋回事啊？咋这么缺粮食啊？这距离下次领粮票可还有半个月呢，我手上还有几张杂粮票。杂粮票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家里那个姑奶奶可是要吃细粮啊，家里细粮票全部拿去换了粮食，吃的也差不多了。杂粮票倒是还有一些，但也不顶用啊。这些天一直吃杂粮还吃不饱的江建国脸都有些消瘦了，家里的细粮票、副食品票等，只要是能吃的好东西，都被家里的那个姑奶奶给吃了。咦，你还看不上杂粮票呢？你家这眼瞅着都没粮吃了，咋还这么挑？老秦觉得真是奇了怪了，老姜平时也不是这样挑的人呢，平常他家里领的口粮也够吃，没见他找人借过粮票。你也知道，我家那个下乡插队的3闺女回来有一段时间了，她又是个黑户，领不到粮食，所以搞得我家粮食紧张的不行。她又下乡这么多年，
吃了不少苦，细粮没怎么吃过，所以就寻思着他这回来了，让他吃细粮，我们吃粗粮。这眼瞅着家里的细粮吃的也差不多了，你说我这上哪去给他整细粮去啊？江建国把这事美化了美化，他可不能说是闺女嫌弃杂粮，不爱吃杂粮。你这也太娇惯你闺女了吧？都回来多长时间了，还舍不得让她吃杂粮？还有，我每次下工回去，路过你家门口都能闻见肉香味。自打你这个闺女回来，你家这生活水平那是直线上升啊！听着老秦的话，江建国忍不住苦笑，家里的几个人的肉票，包括俩闺女的，都让他给要了回来，相当于现在是全家把自己的肉票都省给了三闺女，而他们吃素。你要是不借，我就去找旁人。回来，我啥时候说不借了？咱俩啥关系？我还舍不得几张细粮票。老秦说着，就抽出了几张细粮票递给江建国。那你回家咋和你媳妇交代呀？我用得着给她交代？我就说被我弄丢了，快拿着。面对老伙计的仗义帮助，江建国心里说不出的感动，他把细粮票结了过来。老秦，等啥时候请你喝酒？咱俩啥关系啊？用得着来这虚的吗？老秦说着，然后瞅四下没人，往江建国身边凑了凑，压低声音：“我说老江，咱厂里老李快退休那事，你听说没？老李要退休了，是那个生产车间看机器的老李吗？他退休呗，和咱们又没关系。啥和咱没关系啊？和我没关系，那和你有关系啊？那个看机器的老李，他无儿无女，没人顶替他的工作，咱厂子里的人可都盯着这个位子呢，就等着他一走，就把自己家里的人塞进来。老李那个工位多好啊！”看机器还不累。老秦见老姜还迷糊着呢，你那个下乡插队的三闺女不是黑户吗？你找关系，让她顶替老李的那个位置，这样每个月都能领口粮了，户口的问题也解决了。对呀，还是你脑子灵光，你说我咋就没想到啊？这样一来，三闺女的工作有了着落，口粮的事也就能解决了。他们这也相当于把欠三闺女的工作还给了他，他也就不用再嚷嚷着让向军把酒厂的工作给他了。等下午下工后，江建国拉着全家人在公园开了个小会。爸，这样一来，向军就不欠他的了，我们每个月也不用再给他55块钱零花钱，我们也不用把细粮、肉票都省给他吃了。这段时间我真是都快受不了了，咱天天上班，还吃的那样差劲。孙英子兴奋得很，因为终于可以摆脱这小姑子了。他们一个月给他55块钱的零花钱，相当于他和向军俩人每个月的工资都进了他的口袋，更不用说每个月领的粮票、肉票啥得了。爸，你去疏通关系，说啥也要把这个工作抢到手，这样我以后就不欠他的了，让他从咱家滚出去。江向军最近很苦恼，因为前几天出了相亲的档子事，眼瞅着再让他结婚搬出去这个想法，短时间实现不了，没想到这是迎来了转机。那个工作盯着的人肯定不少，咱这代要花多少钱送礼啊？妈，你不要心疼钱，那个无赖就是一块烂疮，咱必须要趁早割了他，花多少钱都值得。你没瞅见他每个月朝我们要50多块钱吗？江向军想的是，撑死也就花个几百块钱，应该就能把这事给办了。这样以后那个无赖就没有理由再朝我们要钱了。自打这个祸害回到家里来，咱可没少花钱。前几天光是让他去相亲就花了100块啊，更不用说平时买鞋子买吃的花的大大小小的钱。向军说的对，要是让他一直讹我们，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还有讹我们的钱，这可比给他找个工作花的还要多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孙英子附和道：行，那我明个就去厂里孟主任的探探口风，只是这个人算了，我明天去找他问问再说。江建国提起孟主任这个人，眼底浮现出一抹担忧来，因为这个人滑不溜旧的，不太好说话。老江同志，我知道你和你媳妇都是厂里的老师傅，现在你家有困难，厂里应该首先给你解决。可坐在椅子上的孟长林说着，停顿了一下。可厂里像你这样的老师傅不在少数，这空下来的名额只有一个，厂里也难办得紧啊。现在厂里的人都盯着这个名额呢，你说这是给谁的事啊？孟主任，我家的情况比他们都困难啊。现在我那个闺女从乡下回来了，户口还留在之前插队的地方呢。这平白多出一张嘴来，我家粮食都不够吃啊！厂里这个名额能解我家燃眉之急呀，孟主任。老江同志，我知道，可厂里当初和你一块进厂的那些老师傅家里也都急，厂里把名额给你，他们说厂里偏心，厂里把名额给他们，你心里也怨厂里不公平，厂里难做啊。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会向上面着重反映你家的困难。江建国见这个年纪轻轻的孟主任比那些老泥鳅都要滑，一直在这和他打太极，他知道再继续说下去也没个啥结果，就走了。这天中午，没去上工的孙英子在家把晌午饭做好，让江苗去棉花厂给吴淑兰还有江建国送饭。苗儿，你是不是来给你爸妈送饭的？你爸妈他们在食堂等着你呢，你快去。行，孙姨，那我去了。江苗前脚刚走，后面孟主任突然跟了上来，就向孙嫂打听道：孙嫂，这是谁家的闺女啊？咋没见过啊？长得真俊，有对象没？老江家的，下乡插队刚回来，叫江苗。原来就是她啊。第二天，江建国满脸喜色的回了家，一进家门就到处找江苗。苗，好消息，
啥好消息？你们又给我找了个好对象？不是，我们棉花厂那个老李退休了，现在厂里有个名额，我给你争取过来了，你明天就去报道。不过是临时工，先从临时工干，慢慢转正，到时候让厂里给你开个证明，就可以到街道领粮票了。爸，苗儿工作那是弄好了，你前2天不是说那个孟主任不松口吗？从屋里出来的孙英子也高兴的不行，她不是为江苗高兴，而是为了自己快要摆脱这个小姑子而哭。接上集，吴淑兰和江向军也围了过来，一个个脸上都很惊喜。我也不知道，前2天我给他送礼，他都不说我的。金哥突然告诉我，说厂里准备把这个名额给咱家，他说这是他朝上面努力替咱家争取来的，干段时间就能转正。没想到啊，这个小孟主任人着实不错呀。江建国觉得之前是他冤枉人家小孟主任了，之前他见对方不收礼，还以为这是肯定没指望了，没想到这个名额竟然能落在他家的头上，这真是可喜可贺呀。等改天我从厂子里拿2瓶酒回来，爸你拿去好好谢谢人家。我啥时候说我要去上班了？听到这话的江建国和吴淑兰、江向军和孙英子全傻眼了。你啥意思啊？这可是棉花厂的临时工啊，干一段时间就能转正，你知不知道外面抢这个名额都能抢破头？你当临时工不仅有口粮，还有工资，这么好的事落到你头上，你还想咋样？苗，你看你之前不是把你酒厂的工作让给你大哥了吗？棉花厂这份工作就相当于是你哥还你的，你别看是临时工，但工资福利啥的和正式工人一样都有，并且还能去街道领粮票，等你转正后户口就能迁过来了，这可是大好事啊。一个棉花厂的临时工怎么能比得上酒厂的工作？哼，我不去，我就要在家待着。江苗说的不是气话，他是真不想去上班，现在躺在家里想睡到啥时候就睡到啥时候，啥也不用做，有人养着他，还每个月给他钱，他傻了才去上班呢。猫儿啊，等你转正后就是正式工了，比这酒厂的工作也不错，你为啥不愿意去啊？酒厂的工作是比棉花厂的好，但对于现在没工作是黑户的小姑子来说，这不是天上砸下来个馅饼吗？她还不愿意接。要知道旁人像她这种反常的情况，求着家里还不愿意给他们找工作呢，他们又搭钱又搭时间的替她把工作找好了，她还不愿意去。上班太苦太累，还要每天早起，我不干，我就要你们养着我。江苗耍起了无赖，这可气坏了江向军他们。你咋能这个样子啊？你明天必须要给我去棉花厂上班，还想让我们养着你？做梦！江向军，你们不想养我，那就把我酒厂的工作还给我，你去棉花厂做那个破临时工。江苗一句话堵得江向军成了哑巴，他的脸色憋成了猪肝色。苗啊，上班真的一点都不苦也不累，我让带你的师傅多关照关照你，你在厂里看机器就行了，清闲得很，到点就去食堂吃饭。你要是不想吃食堂，就让你妈回来做好饭给你带过去。再说了，起得早那对身体好，还有每个月的工资足足有14块钱啊，多美的事啊！江建国哄着面前这个不愿意去上班，非让他们养着他的闺女。才14块钱啊，这点钱够干啥的呀？江建国对这个怕吃苦怕受累，还不想早起，还嫌工资少的闺女，真是头都要炸了。14块钱也不少了，等转成正式工，工资还往上调呢。我当初进造纸厂的时候，工资才12.5块，现在干了几年，工资涨到了20多了，你比我当初的工资还。孙英子为了让眼前这个眼高手低的小姑子去上班，专门扯了谎。其实当时她工资不是12.5块，而是16.5块，毕竟她进去就是正式工。不去，说啥也不去。我记得当初刚进酒厂的时候，工资都是20块03角，这才14块钱。去百货大楼买件裙子就没了。你们说啥我也不去。你看这样行不行？爸每个月再另外给你补贴6块钱，再加上你工资14块钱，也就是20块钱了。咱明个去棉花厂上班行不行？就当爸求你了啊！是啊，苗儿，去吧，去上班。等这周休息，嫂子带你去百货大楼买几件好看的衣裳，再给你买点擦脸油，行不行？江苗想了想，那咱说好了，这周休息带我去买衣裳，你掏钱。行行，嫂子掏钱，咱买完衣裳，嫂子就带你去国营饭店搓一顿好的。江建国、吴淑兰还有江向军都松了一口气，哪有这样的外面抢的跟啥似的工作，还要让他们求着哄着许了东西才肯去。你那个妹妹这工作算是有了着落，那啥时候让她从咱家搬出去？现在可不能提这事，要是提这事，她会立马撂挑子，继续赖在家里不上班。你没瞅见她啥德行的人吗？江向军急忙说道。今个晚上大伙好不容易才把他劝着肯去上班，可不能再出岔子了。那也不能让她一直待在家里吧？现在先稳着他，这是后面再说。第二天，江向军专门骑着家里唯一的那辆自行车，把江苗给送到了棉花厂门口。爸妈，你们咋不等我？其实早上他们是想等着他一块过来的，可他洗脸刷牙慢悠悠的，一会儿这是一会儿那是的，急死个人。他和江建国就先过来了。我和你妈这不去给你买肉包子了吗？你拿着快吃，我带你去报道一下，认认人。等报好到后，江建国把他领到了张师傅跟前。张师傅，这就是我家那个闺女苗，她以后就是你师傅了，叫师傅。师傅，老江，你这个闺女长得可真俊，有没有对象？我给她介绍个对象咋样？
张彩英家里有2个小子，她一直想要个女孩，但一直没能如愿，所以特别稀罕江苗这样的。江建国脸色有些不自然，压低声音道：“我这个闺女瞧着模样还行，但人真不行，性子不好，你多包容包容。”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啊，只见过当爸的夸自家娃，但没见过像江建国这样的。难不成这姑娘性子真的不咋好？等中午下工后，张彩英领着江苗来到了她上次来过的食堂，饭盒啥的吴淑兰早就给她准备好了。你那个爸真是会胡说你性子不好，我觉得你性子挺好的，我要是有闺女，就希望她是你这样的。江苗正要接话呢，从前面走过来一个干什模样的男人，他没有看江苗，而是看着张彩英师傅。张师傅，我的位置在前面，这还有那么多人呢，你们去我那打饭。孟主任，这怎么好意思啊？张彩英有些受宠若惊的，因为孟主任这样可是头一遭，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年纪轻轻的孟主任做这样的事。没事，你们快过去，今天食堂师傅做的有红烧肉，恐怕轮到你们的时候就没了。孟长林用余光瞅着江苗的反应，江苗在打量眼前这个让他们插队的男人。那行，真是谢谢你了，孟主任。苗啊，走。师傅，给这2位同志每人打份红烧肉，米饭要2两。孟主任，这怎么行？怎么能让你破费？我们有钱和票。张师傅，你可是咱厂子里最有经验的老师傅，请你吃顿饭算啥？我早就想和你学习学习经验了。他一个坐办公室的主任，和他一个车间管机器的师傅学习啥？张彩英突然明白过来，为啥小孟主任今天这样反常，原来是因为他身边的江苗呀。看我忘记介绍了，这个是江建国家的3闺女，叫江苗，今天刚进厂报道。苗儿，这位是咱们棉花厂的孟主任。江苗同志，你好，我叫孟长林，你叫我孟长林就行，不用喊什么主任的。孟主任，你好。江苗同志，你感觉上午的工作怎么样？累不累？要是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厂里会想办法给你解决的。因为你爸妈都是厂里数1数2的老师傅，为厂里做了很多贡献，所以厂里对他们的子女就格外的照顾。孟长林看着江苗，就仿佛真的是因为他爸妈是厂里的老师傅，所以他才例行公事似的问问他。不累，没有什么不适应的。那就好，以后工作上遇到问题都可以来找我，等你干一段时间，我就向厂里申请把你转正。苗儿，还不赶快谢谢人家孟主任，他刚刚可是说了，等你干一段时间就给你转正。你不知道咱厂里的临时工为了得到他刚刚说的那句话有多难。孟主任，谢谢你。不用谢，你和那些临时工不一样。孟长林看着江苗，又随后补充了一句：我意思你父母都是厂里的老师傅，所以你和他们不一样。这样子啊。一旁的张彩英忍不住看向江苗，想给他使个眼色，让他再说点好听的。孟长林对他这样的态度不仅没有冷脸，反而很难得的说啥呢？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杨干事用狐疑的眼神打量了一下还没来得及收起笑的孟主任，以及坐在他对面的那个陌生的女工人。你是新来的，叫什么名字？杨干事，她是江师傅的闺女，今天刚来的。因为厂子里有好多姓江的，所以杨干事并不知道他就是和他弟弟杨大山相亲的那个。张师傅，你们先吃，我先回去了。孟长林端着饭盒就走了。杨丽见他一来孟长林就走，知道对方是不想看到他，心里气得不行。他可是干事，比那些女工强不少，凭啥他就这样瞧不上他呀？苗儿啊，你以后可要离那个小孟主任远点，刚刚那个杨干事可不是个好惹的，他一直点击那孟主任呐，可人家孟主任压根就瞧不上他。放心吧，师傅。江苗纯粹是来棉花厂混日子的，他也不想惹事，但是来了他也不怕。等下午5、6点的时候，棉花厂就下班了。江建国和吴淑兰专门在大门口等着他一块回家。今天上班感觉咋样啊？苗？不咋样，不过食堂的红烧肉挺好吃的。只要你乖乖上班，妈也给你做红烧肉吃。我还要吃红烧猪蹄。行，想吃啥都给你做。吴淑兰听他这样说，怕他3天打鱼2天晒网的，就哄着。江月梅前2天因为偷拿食堂里的一把韭菜被辞退了，这2天他在家越想越不对劲。偷拿食堂里的菜的又不止我一个人，凭啥只辞退我？之前一直把食堂里的菜往家拿，也没出事，为啥偏偏在去过大哥家后拿菜就被发现了？食堂居然还辞退了我。管食堂的那个人是江建国的徒弟，这里面肯定有我哥江建国的授意，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向军，门口站着的那几个人咋像你姑他们？江向军看过去，发现真的是他姑，还有前段时间把人家女同志肚子搞大，整天不正干的表弟。向军，你姑父咋还带来个老太太啊？这是要干啥？因为上次相亲那事，江向军他们受到了牵连，他知道他爸弄到了小姑工作那事，所以一看就知道他们肯定是来找茬的。向军、英子，你俩咋不回家呀？
站在这干啥？爸，小声点，小姑一家带着她那个瘫痪在床的婆婆找来了，看样子是因为她被食堂辞掉那时来的。吴淑兰一听不乐意了，你那个小姑是因为偷食堂的韭菜被人给抓了个现行，所以才被辞退的，她自己手脚不干净，来咱家干啥？自打江建国把他这个妹妹安排进了棉花厂食堂当临时工，他就一直偷食堂的菜。他徒弟看在他这个师傅的面子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前几天就和他徒弟说，以后不用再看他的面子了。走，回去。月梅，你们这是干啥呀？江建国被他们派来，先和他扯皮，看对方啥态度，实在不行，他们就冲过来揍他们一顿。大舅，你回来了。我干啥？你咋不问问你自己想干啥？我可是你亲妹子，你咋这么狠的心，竟然让食堂辞退？你被食堂辞退，那是因为你偷了食堂的韭菜，关我啥事？别以为我不知道，管食堂辞退我的那个人是你徒弟，肯定是你和他打了招呼，所以他才辞退我的。拿厂里食堂菜的人又不止我一个，凭啥单辞退我啊？我告诉你，你必须想法子让我回食堂上班，否则我就把我这瘫痪的婆婆丢给你。大哥，你这是做的也太不地道了，月妹可是你妹妹啊，我家情况你也知道，困难着呢，你把你妹妹的工作搞没了，让我家日子咋过啊？大舅，你不把我妈的工作弄回来，我和我奶奶就在你家不走了。李东耍着无赖，看这一家子实在不像话，江建国也懒得和他们扯皮，冲楼梯口喊了一声：“你们过来吧！”首当其冲的就是江小军，他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了李东一拳。妈的，敢赖在他家，谁给他胆子？江小军不敢打江苗，是因为怕他把自己的工作给搞黄掉，但这不代表他不敢打这个混球李东。第二天一早，江家人都无精打采的起来去上工了。江家昨个晚上把江建国妹妹一家打跑的事情也迅速的传遍了筒子楼。江师傅，今天怎么没见江苗同志来上班啊？中午下工的时候，孟长林来到江建国身边问道：“他发烧了。”江建国今天一来厂里就给闺女请了假，他不能说是因为闺女赖床，单纯的不想来上班。发烧了，严重吗？这个小孟主任不会对我家闺女有那个意思吧？咋这样关心我闺女？江建国心里刚升起这个念头，就被他给掐掉了，觉得不可能，是他自己多想了。因为小孟主任是啥样的人呢？咋可能看上他闺女？第二天，厂子给职工放了3天假，让过端午节。老江，发你的粽子是啥馅的啊？我的是蜜枣的，我不爱吃，咱两家换换。孙嫂，咱俩家口味一样，今年厂里也不知道咋回事，整的粽子都是蜜枣馅的。去年我记得还有红豆、桂花、咸肉的呢。我知道是为啥。江建国和孙嫂往后一看，原来说话的是提着粽子的张桂兰。你咋知道是为啥？你消息够灵通啊，快讲讲。咱厂里食堂负责采买的有个叫小刘的，他是我老家的人，这还是他说的呢。这事说来都怪咱棉花厂张厂长的小舅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车枣，咱厂里把这车枣子给买了下来。今年端午咱厂里的粽子全都是枣味的，你们说气人不气人？这厂长的小舅子想赚钱，可苦了咱这些下面的工人了。我听说厂里的干事领导发的都是咸肉的，还有火腿的呢。哎呦，这厂长的小舅子真不是个玩意，不过他也真是胆子大，也不怕被人举报了。厂长的小舅子，谁敢举报啊？一直住在江娟子宿舍的江敏俩姐妹也提着一串粽子回来了。江娟子这次专门把她谈的对象带回了家。难道大嫂孙英子忘记那天是怎么被江苗给欺负的吗？我才走几天啊，大嫂就对这个三妹江苗态度咋这样热络？即使是为了大哥的工作，也不应该这样啊！难道我走后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君子、小敏，你们回来了，快来帮我煮粽子。吴淑兰见这俩闺女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衍生的有些油头滑面的青年。妈，这就是我以前和你提过的开公交车的李旺。要知道，在这个年代，要是谁的对象是开公交车的，那说出去别提多体面了。李旺啊，快进屋来！我早就听娟子说过你，你说你俩处对象都这么长时间了，咋才过来呀？中午不要走了，阿姨给你做一桌子好菜，欢迎你的到来。自打李旺进来，吴淑兰脸上的笑都没停过，她把给闺女买的瓜子拿来让李旺喝，对这个叫李旺的热情的不行。江父也对他挺热情的，被江父江母热情对待的李旺一抬头，目光就呆住了。再瞅，把你眼珠子抠下来！吓得李旺连忙移开了目光，可是没一会儿，他的目光又忍不住落在了沙发里的那个人身上。那是我下乡插队3年，最近刚离婚回来的三妹。原来你还有三妹呢，怎么平时没见你提过？李旺之前一直以为江娟子只有江敏一个妹妹，没想到竟然还有个下乡插队的三妹呢。这个三妹长得就跟电影明星似的。可能是我忘了和你说了，苗，要不你和嫂子去煮点粽子吧。面对江娟子的话，江苗像是没听到似的，她探着脑袋问吴淑兰：妈，粽子煮好没？我要吃咸鸭蛋馅的。我的小祖宗啊，咱家里哪来的咸鸭蛋馅的呀？咱家只有蜜枣馅的、红豆馅的，还有你哥厂里发的猪油虾皮的，给你煮猪油虾皮的吃，行不行？要不让向军去供销社看看有没有咸鸭蛋馅的粽子，要是有，买回来几个。孙英子的话刚说完，江向军就从屋里走出来了。
不满地看着江苗。吃啥咸鸭蛋馅的呀？等明个再给你买。昨个晚上不是才吃了烧鸡吗？烧鸡和粽子能一样吗？我今天就要吃，你快点去给我买。我去买，我去买。还不等江向军说话，李旺就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刚好懒得不想动弹的江向军见有人去买，正巴不得呢。那你去吧，多买几个，刚好我也想吃咸鸭蛋馅的粽子。江娟子脸色难看的紧，三妹想吃鸭蛋馅的粽子，她对象李旺巴巴的去买，算是哪门子事？三妹，我带回来的有红糖味的粽子，要不你吃这个吧？你生过娃，刚好给你补补身子。江娟子像是忘记她三妹生娃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他这么说，就是在故意说给他对象李旺听，他三妹是个结过婚生过娃的人。你拿回来的粽子还是留着自己补身子吧，我就想吃咸鸭蛋馅的。江苗咋能听不出江娟子话里的意思？他只感觉这个江娟子很搞笑，像是怕他抢他对象那个叫李旺的似的。我去买。李旺说完，就把胳膊从江娟子手里抽了出来，急慌慌的出门买。既然他这么好，你干脆和他好了算了，我叫他爸。你个死丫头，这是要气死我呀！孙英子知道对这个小姑子不能来硬的。接上集，就在李旺前脚刚走，突然家里来了大人物。孟主任真是蓬荜生辉呀！孟主任，你咋来了？快坐，向军快去泡茶。孟主任赶紧坐下呀！吴淑兰入眼的先是桌子上那一堆好东西，然后瞅着贵客孟主任，又惊又喜的从儿子手里把茶接了回来，亲自递给了孟主任。孟主任，我家的这不是啥好茶叶，你别嫌弃。孟长林连忙站了起来，把茶接过来，然后看向江建国和吴淑兰。这喝着很好，我家有别人送我的一罐茶叶，等下次给你们拿过来。这怎么好意思啊？江建国对这个突然登门的小孟主任态度不像之前对李旺那样的热情中带着长辈的架子，他现在有点面对领导的诚惶诚恐式的感觉。没事，反正我平常也不怎么喝，放我家可惜了。孟主任说着，把目光落在了江苗身上。我昨天听说江苗同志病了，所以今天过来看看。江家人纷纷看着窝在沙发上的江苗。你个死丫头，没听见人家孟主任这是来看你来了，还窝在那也不吱个声。江苗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从这个孟主任一进屋，江建国还有吴淑兰对这个孟主任态度就很讨好，还有他和这个孟主任才见过一面，压根就不熟，他过来看啥呀？孟主任他病好了，烧也退了，真是不知道说啥了，还让你亲自过来一趟。就是来就来了，还拿这么多东西。吴淑兰看着桌子上那花花绿绿的包装，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第一次登门，不好空着手来。我见江苗同志好像很喜欢吃粽子，刚好我拿的有咸肉粽和火腿粽，还有虾仁粽，也不知道江苗同志爱不爱吃这几个口味的。爱吃，他最喜欢吃咸粽子了。刚刚在家里还嚷着要吃咸鸭蛋黄的粽子了。江向军看出了这个孟主任是为他三妹江苗来的，见三妹对人家孟主任态度很冷淡，他背过身子瞪了一眼三妹。我不爱吃。你这个死丫头，平时不是最喜欢吃肉的吗？顿顿离不开肉。这小孟主任带来的咸肉粽子，还有火腿粽子、虾仁粽子，你想吃还买不到呢，还不快谢谢人家孟主任的一番心意。江苗看不上吴淑兰这副上赶着巴结的架势，脸色臭得很。孟主任，你别见怪，他因为早上的事和我赌气呢。吴淑兰陪着笑脸，扯着谎，看这样子，她这个懒闺女是被小孟主任给看上了。没事没事。江苗对孟长林态度越冷淡，这个孟长林就越感觉这个江苗同志和其他人不一样。妈，你看苗这身衣服也时间长没换了，我带他回屋换身衣裳。孙英子强装镇定的把江苗给拉走了，大家都看出来了孟主任的意思，都为了让江苗留个好印象。江建国这时回过神来，连忙附和：孟主任，也不是我夸我这个女儿，平时这家里的地都是我这个三闺女在拖，饭也都是她做，就连家里的衣裳都是她洗，人不仅勤快，做的菜也好吃得很，性格温柔，知道体贴人。一旁的江娟子听着这仨人夸江苗，把江苗夸得像朵花，这哪还是那个好吃懒做，在家连碗都不洗，又凶又泼又不讲理的无赖呀！屋里，孙英子兴奋地把柜子里自己的好衣裳全部都扔到床上。苗啊，那个小孟主任看上你了，快好好打扮打扮，穿这件咋样？还是这件裙子？你皮肤白，这件衬你。我这还有一支在百货大楼花3块钱买的口红，你待会抹上点。还有擦脸的粉，我不穿，我也不抹。瞧瞧你们这样子，恨不得现在把我打包送到他家，对不对？原本正激动的给小姑子捯饬的孙英子，一下子被这盆冰水给浇得冷静了下来。她坐在床边上，看着身边一脸不耐烦的小姑子，苦口婆心的劝道：苗啊，外面那个孟主任年纪轻轻就做到了主任的位置上，人长得也斯文，你可别在这个时候犯浑啊，对人家温柔和气点。对了，你在乡下结婚生子那事可不能告诉他，要先瞒着，省得他嫌弃你。如果他要是问，你就说你还是黄花大闺女。江苗眼睛瞪得很大，瞅着教他坑人的孙英子，你这不是让我骗人家吗？咱这哪是骗人家啊，咱这是为他好，省得他心里有疙瘩。听嫂子的，准没错，你的嘴可要千万把住门，先哄的让他和你把结婚证扯了再说。孙英子话还没说完呢，吴淑兰就推开门走了进来，见江苗还没换衣裳呢，
有点急了。你咋还不换衣裳啊？别让人家孟主任等急了。吴淑兰知道自己闺女啥德行，就凑到她身边，压低声音劝她：赶快换身好看的衣裳，人家小孟主任这次是专门来看你的。我的傻闺女，你这是要攀高枝了呀？你看人家小孟主任年轻有为，咱厂里可有好多黄花大闺女都想和他好哪，可没想到这个眼界一向高的小孟主任，旁人看不上，偏偏看上了我闺女你，这真是……既然他这么好，你干脆和他好了算了，我叫他爸。你个死丫头，这是要气死我呀！孙英子知道对这个小姑子不能来硬的，要是敢来硬的，立马就把这事给你搞坏掉，对她只能哄着来。苗儿，咱妈说的也不错啊，人家孟主任别看离过婚，家里还有娃，但大把的女同志都想和他处对象，你可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孙英子都忍不住羡慕这个小姑子的狗屎运，这刚从乡下离婚回来，就有个这样的孟主任看上看了她，可偏偏他还不识好歹，人家可是主任呢。你嫂子说的对，人家孟主任可是金龟婿，你要是攀上他，这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你没看他今天过来拿的那些东西，排场着呢，你和他好，以后天天都能吃香的喝辣的。吴淑兰说着，两眼都放光，她很不放心这个闺女，就交代道：你可要把你的坏脾气都收收，在家里啥样都随你了，可你在人家小孟主任面前，必须要给我装的贤妻良母一点，淑女一点。咱先说好，你不能动不动就瞪人家小孟主任，也不能拉驴脸，更不能不讲理撒泼耍无赖，把你那好吃懒做的性子也改改，至少不能让他看出来。咱先忍一段时间，等你和他结婚后就好了。哼，难道就因为他是个主任就了不起了吗？我是二婚，孟主任也是二婚，好像就他比我高贵似的，还让我骗人家说自己是黄花大闺女，还装什么贤妻良母，装个屁！江苗没有搭理这俩人，而是没骨头似的歪在了床上。我咋就生了你这个懒蛋？你给我打起精神来！懒洋洋的江苗和浑身打满了鸡血的吴淑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个懒蛋！这送上门的金龟婿，你还不赶快去接着？我咋就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啊！孙英子见江苗不肯换衣裳出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她就温声细语的哄着：苗儿，你赶快换衣裳出去和人家孟主任说话，明个我让你大哥去给你买1箱橘子味的汽水，等过2天我回娘家，回来给你带我妈做的牛肉干，别提多好吃了。牛肉干？江苗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看着孙英子：你妈做的牛肉干都是啥味的呀？我想吃麻辣味的，最好再给我撒点芝麻。行，想吃麻辣味的我让我妈给你做。对了，我妈做的绿豆糕也好吃的紧，到时候给你拿点。客厅里的江向军还在滔滔不绝地向孟主任吹嘘着自己这个妹妹有多好，真不是江苗当初拿书砸他的时候了。粽子我买回来了。李旺拎着2串粽子回来了，一进屋就见人都在客厅呢，娟子他大哥正在和一个干什么样的男人说着话。李旺啊，这位是我们棉花厂的小孟主任。孟主任，这个是我大闺女谈的对象，叫李旺，是开公交车的。李旺同志你好。孟长林站了起来，落落大方地冲对方伸出了手。李旺后知后觉的连忙把右手的粽子放到左手上，因为太慌张了，粽子掉到地上，来不及捡。江娟子和李旺处对象处了快1年多了，他对这个开公交车的李旺一直很满意，可当他和这个棉花厂的孟主任站在一块的时候，光是气度上就输了一大截，更不用说工作了。凭啥那个离过婚生过娃的三妹找的对象也比我的好？他潜意识里把孟主任直接当成了三妹江苗的对象。孟主任，你看家里乱糟糟的，要不你和苗去附近的公园逛逛吧，逛到吃饭再回来。吴淑兰推着好不容易换了身不拉几的懒驴，把人从屋里推了出来。孟长林看着这样的江苗，眼睛立马亮了，心知对方是在给他俩创造单独在一起相互了解的机会，也就没有。等孟长林走后，江苗二话不说的给了江向军一巴掌，江向军在前面跑，江苗在后面追，俩人打得闹闹进了筒子楼。接上集，等这俩人走后，吴淑兰连忙去抽屉里把家里的票证都拿了出来。向军，赶快去买条鱼，再割1块好五花肉。完了，咱家的肉票不够了，老姜你赶快去孙嫂家借张肉票来，顺便再去桂兰家借2张豆腐票，家里的豆腐票也没了。今天小孟主任在这吃饭，咱可不能掉链子。江建国急慌慌的去外面借票证去了，江向军接过他妈递过来的鱼票、肉票啥的。对了，再给你张酱油票，去打点酱油回来。行，这都交给我了。英子，你和娟子、小敏在家帮着妈做饭。大姐，你别放在心上，咱爸咱妈还有大哥他们都是一群势利眼，那个姓孟的不就是个主任吗？有啥了不起的？他们至于这样上赶着巴结吗？李旺来的时候，他爸他妈虽然对他也很热情，但到底还是比不上孟主任。还有向军也一直躲在屋里不出来陪他对象李旺说话唠嗑。这孟主任一来，他这态度立马变了，和人家说话聊天很热闹。没事，他是棉花厂的主任，咱爸咱妈都是棉花厂的工人，对他这样也是应该的。江娟子脸上神色有些不自然，她不肯承认小妹嘴里说的事实，就嘴硬的反驳，仿佛这样她就不会那么难看了。大姐，我就看不上那个姓孟的主任，还是你的对象李旺好，人踏实。小敏，
过来帮我洗菜。来了。江苗同志，你穿这身很漂亮。孟长林目光落在江苗身上，夸赞道，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江苗的好感。孟主任，我觉得我需要和你坦诚一下，我下乡插队3年，因为怕吃苦受累，所以就和人结婚了，还有孩子，后面就离婚返程了。我听说你条件很好，完全可以找到头婚的，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二婚。江苗一上来就把之前在屋里孙英子和江淑兰对他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告诉孟长林的话全都搂个干干净净。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竟然都结过婚了，看着真是一点都不像。不过我也是离过婚的人，家里有个闺女，今年7岁了。我不喜欢给人当后妈，也不待见小孩。江苗这句话相当于是在拒绝孟长林了，他对这个姓孟的没有再进一步的那种感觉。你哥刚刚说你很喜欢小孩，那是他们在向你推销我，想让咱俩处对象，你被他们当成了冤大头。我这个人好吃懒做，性子刻薄，还不讲理，你不要听他们的，他们说的全是骗你的。江苗直接和对方摊牌了，他对对方说不上讨厌，毕竟吃了对方一次红烧肉，他也不好说啥难听的话。你咋回来了？正在烧鱼的吴淑兰见闺女回来了，她急忙往后瞅了瞅，质问闺女：小孟主任呢？他回家了呗，不然还能去哪？吴淑兰放下锅铲，一把拧住了江苗的耳朵，把嗷嗷叫的人给拽回了屋里。这是咋了？这个懒驴自己跑回来了，人家孟主任没有跟着回来。快说，你给人家小孟主任都说啥了？是啊，你都说啥了？江建国一脸的焦急，心里忍不住咯噔了一下子，可别像上次那样说了一堆有毛病的话。是不是你在人家孟主任面前露馅了？对，露馅了。人家孟主任觉得我货不对版。你说说你咋就不能争气点？好了吧，这下人家小孟主任被你给吓跑了，你咋就不能好好装一下，骗他呀？说，是不是你故意把人给气跑的？江苗有前科，吴淑兰压根就不相信他嘴里的话。不是，我没气他，是他自己走了，估计是嫌弃我。哎，等啥时候让人给我介绍一个比孟主任条件还好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能嫌弃我。江苗说着不要脸的话，让吴淑兰他们无语极了。还比孟主任条件好的人还不嫌弃你，你咋不照镜子，看你啥样，又懒又泼的。我告诉你，你错过这个小孟主任，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比他条件还好的人了。江敏看到江苗把条件那么好的孟主任给整黄了，忍不住幸灾乐祸。他这样的人，有哪个男人眼瞎了肯要他？妈，这是咋了？锅里鱼的汁都熬干了。我看看，我就喜欢吃这样的。江娟子见三妹回来了，而屋里却没有孟主任的影子，再看他爸妈兄弟都是这个样子，顿时心里也差不多明白了。吃，小孟主任都走了，你个没有心肝的人，我的金龟婿啊！江向军、蒋建国和吴淑兰看着江苗，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回屋了。苗，你也别伤心，等啥时候我给你再介绍一个对象，李旺他堂哥就挺好的，等什么时候让你们认识认识。等下午李旺离开江家，江娟子去送他的时候，李旺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娟子，我堂哥那就是个二流子，整天喜欢喝酒打牌了，这样的人你为啥要介绍给你三妹啊？你难道不觉得他们2个人很般配吗？我三妹好吃懒做，人又是个无赖，把他和你堂哥凑成对，再合适不过了。江娟子放下了伪装，说出了心里话。李旺看着江娟子脸上的笑，心里很不舒坦，那不是他的亲妹妹吗？第二天从外面回来的江向军一改昨天的萎靡不振，整个人一脸的喜色。苗，赶快回屋收拾收拾。瘫在沙发上的江苗看着好像吃错药的江向军，眉头轻皱。你在路上捡钱了？啥捡钱？当初不是说好的吗？这周休息带你去国营饭店搓一顿好的。江向军目光闪烁，催促着江苗。江苗看到坐着的孟长林的时候，脸色顿时黑了，然后一脸不善地看向江向军，等他的解释。这不是我上午出门办事，不小心碰到了孟主任，想着他昨个都来看你了，还拿了这么多的东西没在咱家吃饭，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把人给请了过来。其实今个这顿饭不是他请的，而是人家小孟主任请的。看这样子，人家小孟主任可稀罕他这个懒货妹妹了。向军，苗快坐下啊！江苗同志，这儿的糖醋鱼不错，给你点一份吧。行啊，他最喜欢吃鱼了。孟主任叫他江苗就行了，都那么熟了，还叫啥同志啊？等大伙吃好饭后，孟长林把江家人送到了筒子楼下面。吴姨、江叔，这几个糖水罐头你们拿着吃吧。孟主任，这怎么好意思啊？又让你请我们吃饭，又让你送我们罐头，真是让你破费了。吴淑兰把网兜子接了过来，要知道糖水罐头可是稀罕物，对于吴淑兰来说，最主要的不是罐头本身，而是孟主任。吴姨，你和江叔以后喊我长林就行了。孟长林说着，余光看着一旁的江苗，江苗压根不搭理他。行，那我走了。下个星期天，咱厂和其他几个兄弟厂子之间有场联谊会，也不知道江苗那天有没有时间。孟长林这话说到一半，看向了江苗。有，他有时间。长林，你放心吧，那天即使没时间，也要给你挤出时间来。吴淑兰抢在江苗开口前应了下来，压根不给江苗拒绝的机会。行，
到时候不见不散。等孟长林走后，江苗二话不说的给了江向军一巴掌，江向军在前面跑，江苗在后面追，俩人打得闹闹进了筒子楼。江向军，你个狗东西，给我站住！你不是说是你掏钱请客吗？你请的哪门子的客？原本是我要请客啊，可人家孟主任非要掏钱，我也没法子。江向军到现在还嘴硬着呢。你有种别跑，我让你骗我！你咋这么不识好人心？人家孟主任多好啊，你还看不上人家？你在乡下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傻了？孟主任，孟主任！孟长林听到后面有人叫他，他连忙停了下来，往后一看，见是江苗的姐姐，叫什么娟子的。江同志，是有什么事吗？是不是你三妹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是，孟主任。江娟子缓了两下，看着面前斯斯文文的孟主任，不知道为啥，她脸竟然有些红了，更是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是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关于我三妹的。孟长林一听，有些讶然，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我三妹之前下乡插队，和人结过婚，也生过娃，她肯定没有和你说这些，你不要被我三妹给骗了。孟长林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江苗的大姐。好，我知道了。你们谁答应了那个姓孟的，谁去？反正那天我是不会去的。我们也是为你好，你那天必须要给我去。人家孟主任多好啊，长得一表人才的，还是棉花厂的主任，他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吴淑兰感觉自己的这个闺女人傻了，放着孟主任这样的香饽饽不要，想要啥？我的福气，哼！那个死丫头手真狠啊！就是你可是他亲哥，这下手也没个轻重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他好吗？这孟主任人确实不错哈，刚刚拿的糖水罐头下面还有一盒大白兔奶糖，这可是上海那边的东西。咱家又没有小孩子，拿啥糖啊？昨个拿的那烟真是不错，我见我们厂的干事抽过，等啥时候留着我给厂里领导送礼。江向军提起昨个中午孟主任送来的那堆东西，就赞不绝口的。你傻，那盒糖是送给你三妹的，这都没看出来。叫我说送罐头那只是顺带的，人家最主要的是想送给你三妹那盒糖，怕直接给他被他拒绝，所以才这样借着给咱妈他们送罐头的名义。有道理，人家不愧是当主任的，那个死丫头也不知道像谁，真是一点好赖都分不清了。我看他这是在乡下插队干活，累傻了脑子。屋里，江娟子见江苗没在，就和江敏俩人说着悄悄话。小妹，你说我和你三姐，我俩谁更配那个孟主任？大姐，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你啊，那个谎话精哪里配得上人家孟主任啊？他要是和人家孟主任结婚，那就是祸害了人家。江敏说的是心里话。大姐，你看你人温柔又贤惠，又会持家过日子，更重要的是你可还没结过婚呢，也没有生过孩子，你这种就是市场的紧俏货，他那种就是市场的二手货，当然是你更好，不过就是可惜了，你有对象。江娟子听小妹这样说，心里不禁泛起了一阵阵的涟漪。那个李旺哪里都好，就是没多大的文化，才初中毕业。江娟子自己也是初中毕业，但她一直喜欢那种斯文有文化的男人。她此时脑海里想起了孟主，